次意外将命盘带到了这方世界，身中福有诅咒，不老不死，3年才醒一次。世人都在追求长生，殊不知长生才是最大的诅咒。打酒，来嘞，你认不得我了？当然认得。秋月酿，先上一壶，葫芦打满。好，好。先生您慢尝。先生，酒打好了，放这吧。哎，着急走做什么？坐下说话。有这么害怕我吗？我也一把年纪了，先生您就别吓唬我了。我一不是妖怪，二不是恶鬼，怎么又吓唬到你了？我16岁初次见到您，如今有50多年了，爹娘早已入土安生，我也60有7，老得不成样子了。可您先生你却还是跟我16岁见你时一般模样，这叫我怎么不害怕？瞧你那怂样！我来你这除了打酒还是打酒，你见我几时要害你了？这话倒是没错，宁凡每3年来一次，每次都是如此，上一壶，再打满1葫芦酒，有时候坐下闲聊几句，有时候打完酒便走了。张老头回忆起这些年的诸多事情，像是下定决心一般，咬牙问出了心中的疑惑。那先生，您跟我说句实在话，您到底是什么？这回你怎么又敢问了？我都老得不成样了，也没2年活头了，还有什么不敢问的？你我也见过不少次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不妨先猜猜看，我会是什么？不敢猜。我不怪你，猜就是了。先生是妖？不是。鬼？也不是。那就是神仙。不是妖怪，不是鬼怪，也不是神仙，那会是什么？我着实是想不到了。是蜉蝣。蜉蝣是什么？什么都不是。实际上宁凡并不是这里的人，只是一次意外将他送到了这里，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在于一个蜉蝣雕刻。他一醒来就到了这里，没有机遇，更没有仙人指路，而且不幸的是，他身上仿佛沾上了诅咒一般，每3年时间，他只能醒来1天，就好像是常人睡觉一般，只不过他一睡就要睡3年，而在那3年里，宁凡也只有意识还是清醒的，但却感受不到自己的躯体，也看不到任何东西，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能思考。每次在太阳出生之时醒来，到了日暮之际，他就会再次死去，如同蜉蝣一般。我记得你好像不曾娶妻，所以也没个子嗣，对吧？是。就没想着把你这酿酒的手艺给传下去。如今世道好了，房里岁数小些的都去外边了，又有几个乐意留下来的学我这手艺的。那不成，你要是去了，这秋月酿我岂不是没得喝了？您这不是为难我吗？不为难你。3年后我再来，记得提早准备好秋月酿。哎，先生您慢走。在距离秋月坊10里处，坐落着一座山峦。据传闻说，这山里曾经来过神仙，神仙传下仙法，滴下3滴露水，化作了一处道观，名为流云。见过您先生。不必客气。您先生，师傅他死了。无量天尊，带我去看看他吧。先生请。洪老观主仙逝前可有什么吩咐？师傅他让先生您来定夺。还有呢？师傅还留下了一个疑问。问的什么？师傅让我们问先生您可否求得长生。还有呢？没有了。师傅问完这句便仙逝了。可惜了我刚打的秋月酿，我还以为你能再活个10几年呢。洪三才啊，洪三才，亏你叫这个名字，天地人三才，你是一样都没求得，到死的时候还在执着于这样的问题，你又不是蠢，又怎么会想不到呢？你们师父修了147年的仙，到头来却不如常人活得逍遥自在，终究难过。我与你们师父也算故交，他虽交代下来让我来安排你们3人，但事情始终不该由一个外人来决定，这不合规矩，所以往后种种便由你们自己决定吧，要走要留都随你们的便。谢先生成全。你呢？我与玄天师兄同路而行，去往人间。玄黄，你们3个之中，你年纪最小，你又作何打算？玄黄想留下来守着道观，为求长生，为了传承。自我上山以来，已有48年岁月，想来我应当也能像师傅那样，再有48个春秋，将传承留下，足够了。你最像你师傅，2位师兄也总这样说。你的2位师兄都是聪明人，只有你最蠢。先生教训的是，你自己愿意就好。你若是待在山上，
我也管不着你。多谢先生。就这样吧，该下山的便下山去吧，想留下来的留下来便是。先生告辞。两位师兄自将找到他们的道。那是人间极乐。先生，人间极乐应当也是道吧？这话倒也不错。时候不早了，宁某也该走了。宁先生慢行。宁先生，可还有事？玄黄可否问先生一个问题？自然。先生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你不求长生，问这个做什么？若有答案，我也好有个念想。长生久视，答案自在字里。所以先生可是求得长生了？不曾，而是长生在我。无量天尊，害我没酒喝。宁先生怎会在这里？敢问巡游，寻我何事？先生莫非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你怎的成了阴差了？哈哈，生时功德有数，城隍大人便提拔贫道成了阴司巡游。哈哈哈哈！宁先生笑什么？宁某以为你已经死了呢，那秋月酿都洒在你坟前了，谁知你这时候却又忽地出现，还成了阴差。洪三才啊，洪三才！宁某险些被你耍了一通啊！贫道也并非有意欺瞒先生，只是巡游也需日夜更替，贫道也只能趁着黄昏之时才能抽空前来面见先生。先生莫怪，没死就好。死了，死了一半。先生说什么便是什么吧。可惜了，你来的不是时候，若早些来，咱们还能坐下多聊几句。贫道倒是觉得时候正好。正好，往年今日，贫道与先生坐于流云观前，一壶秋月，论长生仙道。可惜世事无常，如今贫道非人，但却还能与先生对坐而谈，还有什么不是正好的呢？是极是极，可惜今年没有秋月酿，要不然还能小酌2杯。时间还长，下次一样也能与先生痛饮。说话算话，那是自然。两人对视一笑，老友相见，总是有些说不完的话。洪三才也想不到自己死后会成为阴差，甚至还能再次见到宁凡，一切自有一个缘字。如今成为巡游，贫道反倒是想明白了许多事。原是贫道生前从未寻的那长生仙道，虽活了114余载，但说到底也只是长寿罢了。只有先生你，才是真的寻得了长生仙道。何以见得？贫道与先生相识50余载，先生不老不死，甚至连阴司部册中都寻不到先生的名字，唯有上仙才会如此。你看我像吗？不是像，而是就是。若非如此，先生又如何能看得到我呢？我生来便看得见鬼神，独具慧眼，亦非常人。说白了，你就是不把我当人看呗。不是这个意思，贫道是觉得可惜，生前明知仙人在前，却始终悟不到仙道，大概是没有仙缘吧。我可不是仙人，所以你这话的意思是认命了？认命了。生时英杰，死后枯骨，人往往在最后一刻才会认命，此为常人之道。先生所言极是。先前出方之时，城隍大人曾问过贫道关于先生的事，同有一事托我与先生商量。城隍大人托你跟我商量？其实城隍大人很早就知晓先生您的存在了，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想找机会与先生见一见，又怕叨扰了先生，所以一直犹豫，这才托贫道来请先生。我纯粹就是身上的诅咒才苟活多年，看起来秋月坊的城隍也误会了。贫道成为巡游，说不定也是托了先生的福呢。跟我可没关系，是你自己生前行善积德，才有了这个机会。宁先生不如先给贫道个答复，我也好告知城隍大人。时不待我，时不待我。既是城隍大人有请，宁某自当前去。不过今日恐怕不行了。那是何时？恐怕得到3年之后。我该走了。3年后的今日，宁某定当赴宴。我送先。来去无踪，果真上仙也。最难熬的时候又要来了。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19次死了，多死2次也就习惯了。宁凡再次失去了对外界的感知，接下来就是无边无际的黑暗了。相比起来，这才是最难熬的。这与做梦完全不同，因为意识是醒着的，就好像是深夜里的人们会不断的质问自己一般，内心诞生出来的恐惧比外界来的更加磨人。城隍大人，那位先生怎么说？回城隍大人，宁先生他答应了。不过什么？先生他说得等到3年后的今天才能来赴宴。能来就好，能来就好。做得不错，上一任阴鬼使功德圆满，已入轮回，如今位置正好空缺，你接下来便任阴鬼使吧。谢城隍大人提拔，往后做好自己的事就行。另外，你再跟我聊一聊这位宁先生，如何？遵令。自己果真是沾了宁先生的光，
无量天尊。宁凡走后第1年，秋月坊所属的安宁县遭了一场大雪，不少人户一觉之下就再也没有醒来，活生生被冻死在了梦里。那流云观中的道长下了山，从山下带了5个孩子回去，4男1女。酒肆里的张老头也在开春的这一年收留了一个小乞丐。大灾过后，民生逐渐恢复，安宁县也重回了往日的平静。而当初的流云观观主洪三才，则带着一众日夜巡游，游走在人鬼之间，维持着秋月坊的安宁。说起来，这样也算是长生了，只是不再是人罢了。秋月酿先上一壶，葫芦打满。客官，近些日来秋月酿卖得多，剩下的恐怕打不满这个葫芦。不够了，你们家掌柜呢？我们家掌柜的去打油去了，一会就回来。那我便等一会就是了。先生您先坐。先生喝茶还是喝酒？来酒肆自然是喝酒。呵呵，葫芦打不满，但上一壶总是有的吧？有的，先生且等上片刻。去吧。这酒不是你们家掌柜酿的吧？回先生的话，是掌柜的看着酿的。那就是你酿的喽。也算吧。你是张老头收的徒弟？掌柜没收我做徒弟，我是掌柜的捡来的，平时就在酒肆里打杂，掌柜的管我一口饭吃。原来如此。听先生的话，似乎跟我们掌柜是旧识。算是吧，以往经常来喝酒。先生应该不是秋月坊的人吧？很明显吗？也不是明显，小的从出生就一直在秋月坊，上到县令老爷，下到街边乞巧，大大小小的都见过，但却从来没见过像先生你这样气质非凡的人，所以才说先生不是秋月坊的人。气质，哈哈，顶多一身痞气吧。可是先生真的很不一样啊。小六，过来端油。来了，先生且稍等片刻。掌柜的，我来。对了，掌柜，有位先生说是您的旧识。怎么腿还瘸了？宁先生，先坐。前年下了场大雪，这腿得了寒症，没治得好就瘸了。你这是老了。我是个凡人嘛，肯定不如先生的。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上次走的时候，我可是让你背着酒来着，你给忘了？没忘，我特意给先生您留着呢。小六，你去把窖里那坛秋月酿拿出来。掌柜，您不是说这位先生就是我说的那个人？愣着干嘛？我这就去。你眼光挺不错的嘛。误打误撞了。他在你这多久了？满打满算2年多了。这么久了啊？学了七七八八。是他学了个七七八八，还是你特意留了一手？瞒不过先生。说到底不是自己亲儿子，留一手也是人之常情。我还以为先生你说我做的不对。有什么不对的？我要是你，我也留一手。能活到这个岁数不容易，要是来一出徒弟饿死师傅的事儿，还没饿死都得被活生生气死。掌柜，先打一壶上桌，记得将先生的葫芦装满。好嘞。这才对味吗？掌柜每年都会自己亲手酿一坛放着，过了时候就给卖了，然后又重新酿新的。多嘴，打你的酒去。又不是什么不能说的。我是怕先生知道了，往后就不肯来喝酒了。原本还可以不来了，但你这句话一说出来，我就不得不来了。哈哈，巴不得先生来喝酒呢。你现在真的是一点不害怕我了？刚才进门才看到宁先生的时候是有点怕的，估计是前几年怕习惯了，但坐下之后就感觉没什么好怕的了。越老越有胆量，这话不假。其实也不是，我今年有70了，如今这世道，能活过60都算是高寿了。这人呢，一旦活久了就觉得没意思，因为当初的那些故人一个个都走在了自己前面，到如今也只剩下宁先生你一个人。往年瞧着害怕，现在看着反倒是有种故人相见的欢喜。初见你时，你才16、17岁，故人相见，万分喜悦。宁凡跟张老头聊了许多东西，无非就是一些往事。张老头说起了当初初见宁先生时被先生逗弄的事，又说起了40多岁时因为宁凡不曾变老而逐渐感到害怕的事，总是有说不完的话。真是怪了，掌柜的以往可没这么多话的。时候差不多了，我也该走了。我送送先生。你还是坐着吧，腿脚不好就少动弹。不动弹那不是死了吗？哈哈，走了。先生下次还来吗？来。宁先生慢走。掌柜，这位先生好不一样。若是一样，他也不是宁先生了。你跟我进来。小六点点头，老实的跟在了张老头身后。他并不知道自己将面对的是什么，但在这一天之后，小六成了张小六。敢问可是宁先生？正是在下。城隍大人命我等来请宁先生赴宴。这流云关怕是只能下次再去了，那就劳烦2位巡游带路吧。先生请。若是路上有官差阻拦，
先生便说今日是为赴宴而来，官差自会放行。好，站住！衙门有令，任何人不得靠近城隍庙。宁某今日是为赴宴而来。是他吗？应该就是了。县令大人当初就是这么说的。那我们可要放行。我可以过去吗？多谢。为何会有官差阻拦？先生有所不知，庙里向来香客不绝。城隍大人知晓先生要来，所以事先给县令打了声招呼，将城隍庙周边给封锁了。打了声招呼？如何打招呼？鬼神也能现身凡人眼前吗？自然是不能的，是城隍老爷亲自托梦。托梦啊？这就是鬼神手段吗？宁凡见过城隍大人。不敢不敢，该是小神见过先生才是。啊，这秋月坊城隍冒公酒，请先生入宴上座。城隍大人先请。不，先生先请。宁凡见此情形，有些哭笑不得。阴差推开了城隍庙的大门，宁凡只得迈步，先一步踏入了庙中。门自己开了。先生今日能赏脸赴宴，是秋月坊城隍庙之幸事。城隍大人言重了，宁某没那么大的能耐的。城隍大人能显化人身。不瞒先生，虽说小神香火微薄，不过显化真身还是做得到的。不是，城隍大人误会了，宁某不是这个意思。香火微末也是实话，先生无需介怀的。我敬先生一杯。城隍大人在职有多少年了？大概300余年吧，不算长。小神生前本是秋月坊的坊正，平生积德行善，尚有功德，死后便继任了城隍之位。不过先生可别再唤我大人了，老夫真的经受不起啊。不如宁某变换城隍大人为老城隍，如何？这也可。善。老城隍特意赴宴招待宁某，并且还等了3年之久，宁某受宠若惊。不过宁某却只带了1葫芦酒来，还望老城隍莫要嫌弃。岂敢，小神能与先生共饮，已是幸事。这是西桥酒肆的秋月酿。正是。那酿酒的张老头与宁某是因酒结缘，宁某每次来此都要打上1葫芦。先生当真随和，由于市井，实乃上仙风范。上仙还称不上。觥筹交错，推杯换盏，酒水配着这一桌子饭菜，话匣子也算是打开了。前年大雪，刘云关关主在坊间收了5个落魄孩子上山，也算是功德无量。5个，如今可还安好？5个孩子，有1个在雪化的时候冻死了，另外4个则是平安活了下来，如今正在流云关中。哎，命途多舛，生死已是常态，有些人命数如此。老城隍也信命数？信也不信，凡人命数早成定律，但亦有破命数而成之人，就好像先生在命数之外，而小神的命数则是等着功德圆满的那一天，携福禄在身，轮回转世，或许能得一世好命。老城隍认为自己仍未跳出命数，纵使成为城隍，亦无法逃脱这命数。我也不瞒先生，小神守护此地已有300余载，虽有香火，也助金身，但至始至终我都无法离开这里。想方设法请先生来，也是想求先生为小神指条明路，如何才能跳出这命数之外？什么命数，什么长生，都是胡说八道的。我一介凡人，懂个锤子啊！宁先生，许是小神唐突了，先生莫怪。没有，今天不答的话，搞不好会被怀疑。而且今日来也是有所求的，不能就这么放过这次机会。其实，在宁某看来，老城隍你或许想差了。敢问先生，差在何处？命数乃是天定，不过老城隍难道觉得自己成为城隍亦在命数之中？先生的意思是？或许并非如此。所谓大道50，天眼49，人遁其一，意为有一线之机。老城隍生前行善积德，故而有机遇成为城隍。这何尝不是从千万人中寻得了那一线之机，跳出了命数呢？生死无常，而先知一字，亦是从那千万人中的那一线之机。二者其实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仙人修行以天地元气入五脏，故而长生；而鬼神修行则以香火为食，庇护万民，故有功德入体，成就功德金身，成长久之道。仙以灵入体是修行，鬼神以香火入体，何尝又不是修行？先生是说鬼神亦有机会得道成仙？你走不出这里的原因，其实就好像是修为匮乏的仙人，看不到更高的层次。待你香火功德再进一步，人是何处不能有？可这些年来，我这香火功德却并未有多少增长，这可如何是好？先有道心，道心坚毅，便能一往无前。可老城隍，你却并未坚定自己的心道。宁某且问老城隍一句：人仙是仙，那鬼仙何尝不是仙呢？那宁先生，小神该怎么做？鬼神一道最重要的便是香火和功德，而这2样东西都来自于民，爱民护民，急民之愿力香火，可成大道。小神多谢先生教诲。小神明白了。小神左思右想，才算想明白了先生用心良苦，
身为城隍，我不想着为坊间民众，却想着如何摆脱这里。先生先与我说起鬼仙一道，勾起小神心欲，又说起新道，继而说起香火愿力。小神此刻才明白，鬼仙不过是先生的谎言罢了。鬼仙是假，城隍才为真，唯有走回正道，顺天而行，才有成道之机。小神受教了。啊，这宁某骗了你，你还这般客气？先生良苦用心，若我再不明白，也枉为城隍了。是你自己愿意走回正道，而非宁某之功，又何必谢我呢？若无先生，我又要到何时才能想清楚这些呢？多谢先生赐下一场缘法，小神感激不尽。坐下吃菜吧，我可还没吃饱呢。我敬先生。请。先生为何不用法力消除罪意？酒自人间烟火而来，唯有人间烟火气最抚人心。若是除去罪意，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先生所言极是。不瞒老城隍，宁某亦有一事相求。宁先生且说。老城隍久居人间，于人鬼之间行走，可曾得到仙道炼气的法门？这个倒是有，先生要这个东西。近些年我想创就一门新的法门，如今在收集这些。先生大才，可否准许宁某抄录一份？抄录？先生能抄录这里面的东西？不可以吗？来人，去给宁先生取笔墨纸砚。多谢。先生请。多谢老城隍了。宁先生，可否将抄录的给小神看上一眼？自是可以。每一门炼气法门在天地之间都是独一无二的，根本不可能被抄录。若是抄完了，那纸张便会被天地之力所焚毁。而宁先生却是将这一篇炼气法门完完本本的抄录了下来。这位先生到底是有多深的道行，竟然连天地都要给他3分薄面？老城隍，你懂什么？不必送了，宁某自有去处，老城隍无需担心。城隍原是打算留宁凡休息一夜，明日再陪他在秋月坊好好逛一逛的。若非宁凡百般推脱，险些就没能走出这个门。那先生慢走，小神不打扰先生。这位宁先生果然不一般。禀城隍大人，池中的封印已经加固了一遍了，想来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出现松动。做得不错，只不过你回来的有些晚了。宁先生他已经走了。先生走了，前脚才走，想去就去吧，晚些回来再随我去那古井看看。谢城隍大人。宁先生，宁先生，见过先生。我还说今天怎么没见到你？先前有公务在身，耽搁了。不过好在是赶上了。3年不见，先生还是一点都没变。你倒是变了不少啊，身上已积累了不少功德香火，越来越有阴差的样子了。全是托了先生的福。先生上次走后，城隍大人便提拔我成了阴鬼使。怎么又是托了我的福了？宁某可是什么都没帮上你。先生虽这样说，但贫道心里却是清楚为什么。若非先生，说不定我连阴差都不是，更别提阴鬼使了。呵呵，前年那场大雪当真是厉害，不少人都死在了大雪夜里，连续几日房里都是怨气漫天的，忙活了好些日子。去年的时候，还有一只成精的鼠妖跑进房里偷坤坤。先生你可不知道，那鼠妖钻洞当真是快，我一连追了他几日才将他给抓到。还有，洪三才说着他成为阴差这些年的所见所闻，都是宁凡没听说过的新鲜事。别看他到这个世界这么多年了，但真正醒来的时候，不过才10几天罢了。听洪三才说着，他也不觉得无聊。你这些年过得还算挺有意思的。秋月坊出不了什么厉害的邪祟妖物，顶多就是一些小妖，所以也费不了什么劲。但万一要是碰上什么厉害的妖怪，那就真是要命了。那你碰上过吗？不曾，不过秋月坊倒是有个厉害的恶鬼，只不过一直被封印着。今日我就是因为去加固封印，才险些没见到先生。封印？多厉害的恶鬼，竟然只能封印？我也不知道。听城隍大人说，这头恶鬼曾经在秋月坊害死了10余口人，怨气溜天。后来城隍大人亲自出手，但那恶鬼太过狡猾，城隍大人也是好不容易抓住机会才将其封印的。10余口人，这个世界可真够危险的。那桥下挂着的是什么？先生，那是斩龙剑。斩龙剑不过是当地习俗罢了。相传水毒500年化为胶，隐于湖泊深潭江河支流地洞之中。胶修炼500年，经历渡劫之后，便会沿大江入东海，即可化龙。化龙的过程既可称为走蛟，亦可称为走水。而蛟龙若是处于人世走水的话，想入大江就必须借道而行。若是经过坊间所在的河流，卷起的巨浪说不定就会冲毁民舍，危害坊间。于是当地人便在桥下挂一把剑，蛟龙走水便不会再借到此处。当然，这也只是传说罢了。就算是城隍大人也不曾听说过有蛟龙走水之事。那这世上有没有真龙呢？有，真有。城隍大人说过，大江中住着一尊真龙，庇护大井风调雨顺。如今龙王庙里供奉的龙君便是这尊真龙。
以宁先生的道行，或许可以去见见这位龙君。哈哈，再说吧，再说吧，还见龙君呢？就我这忽悠人的把戏，龙君一口唾沫都能给我淹死。天色已晚，宁某还有些小事没有处理，恐怕只有下次才能与你对坐而谈了。怪我，耽搁了先生的事。无碍的，那我送先生。不必麻烦了。如今你身为阴鬼使，可不比以前了。须知坊间市民的安危都是你的责任，宁某不过一介闲人，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的。先生教诲，三才定当谨记。我便送先生到那桥头，先生意下如何？可，那就在此别过吧。先生告辞。这位先生难道是在跟鬼神说话？谁？你跟我一路了吧？说吧，跟着我干什么？放开我！快放开！快放开我！阿爹，阿爹，怎么了？怎么着急忙慌的？知唤，谁欺负你了吗？你跟阿娘说，阿娘找他去。知唤别怕，有阿爹阿娘在，没人能欺负你。你别着急，你慢慢说。阿爹阿娘，你们会信我说的话，对不对？当然。童知唤张了张口，接着便将今日的所见所闻都道了出来。从一开始他看到城隍庙的门莫名其妙的开了，到后来见到那位先生自言自语的事，都一股脑的告诉了阿爹阿娘。那位先生为难你了吗？好像没有，他把我放下来之后，我就跑回家了。你说这事？知唤从来不说谎的。若是真的话，知唤岂不是冲撞了神仙？可这世上真的有神仙吗？你问我，我又怎么知道？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位先生肯定是神仙，要不然怎么能跟鬼神讲话？肯定是的。知唤你别急，别着急，阿爹信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错，知唤你还记得那位先生长什么样子吗？记得。你记住了，若是下次再碰到这位先生，万不可再这般鲁莽，更不可能再做出听墙角这样的事，知道了吗？阿爹。别担心，知唤，一会阿爹带你去城隍庙拜一拜城隍老爷，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测试法门，自然要选择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为好。这是个好地方，目不乱视，神返于心，乃静之本。炼神可分4步，即收心、守一、止念、入静。炼神、炼气、炼精属于后天，顺天道即筑基，包括炼神、炼气、炼精的3种时功，乃后天也。逆天行即上承仙功，还丹以上的层次，包括精化气、气化神、神还虚、虚合道的化功，乃先天也。炼气、炼神、炼精，我该先是哪个呢？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到时候就只有思绪，倒不如从炼神入手，说不定在死的时间里也能修炼。我成功了，难不成我是天才？不对啊，这不就跟我死后的状态差不多吗？什么也听不到，也感觉不到自己的躯体，只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就说嘛，还以为我是天才，这进入忘却虚空的感觉，我早已熟悉，所以才会这样容易。之前不能炼神，或许是因为没有心法的原因。第20次了，也不知道修行之后会不会早点醒，或者说多活一段时间。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属下检查了3遍，不敢放过任何漏洞。你如今是越发得力了，上一任阴鬼使可没你这么细心。城隍大人过誉了，你能得到宁先生的赏识，必然是有过人之处的。虽说封印加固了，但近些日巡游也需多来此地查看，莫要让这恶鬼有机可乘。我等领命。走吧，回庙宇。早晚有一天，我会冲破封印。这就是炼神吗？当真玄妙。宁凡一直保持着炼神的状态，因为在他看来，这样能够感觉时间过得快一些。小儿无意冲撞了上仙，犯了大不敬之罪，特来赎罪。原来是仁济堂的童大夫，按理来说，这的确是大不敬。但宁先生既然肯放童之唤走，想来也是并不计较这些小事。而他爹童财政又是方中的大夫，这些年也常开义诊，使得秋月坊少了许多疾苦之事。罢了，走上一趟便是，也免得他们多想。童之唤，你可知罪？城隍老爷，小子知错了，再也不敢了。阿爹阿娘，你们在哪里？阿爹。肃静，你虽冒犯上仙，不过好在上仙并未与你计较什么，而你也知晓了自己的错误，从此往后切记不可再做出今日之举，否则没人能救得了你。师兄，你说师傅在等谁啊？师兄也不知道。师傅，你到底在等谁啊？都想知道。想知道。是一位先生。先生。
只是一位先生。所以师傅说的那位先生不来了吗？会来的，早晚会来的。秋月坊依旧如常，94的秋月酿变得供不应求，小六也忙了起来，每年要酿的酒成倍的增长，到了时候就拿出来卖，结果却还是不够。尽管秋月酿这样供不应求，但小六每次开酒之前依旧还是会留上一坛不卖。而张老头虽然不管94的事了，每年一样也会酿下一坛。我已经给先生留好了酒，掌柜为什么还要麻烦呢？怕先生喝不惯。按照往年的惯例，先生应当还有半个月就要来了。小六若是见了先生，万不可怠慢，知道了吗？知道的，放心吧，掌柜。在这3年岁月的炼神之中，宁凡时不时也会退出炼神的状态。让他感到欣喜的是，他竟然能够感觉到自己就要醒过来了，这是他从前从未察觉到的。似乎比起之前醒得早了一些。神识，除了神识，肯定还有别的用处。所以我到底是什么境界了？有些恐怖啊！小掌柜，我家老爷后天过寿，来15坛秋月酿。15坛啊，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么多。这2年秋月酿卖得极好，你也是知道的。我还请了伙计来帮忙，每年翻倍的酿，结果都还不够卖的。无碍，有多少便装多少吧。不行，我再装几坛别的酒。好嘞，跟我来吧。荣管家，这12坛您得给我留1坛。为何？自早些年起，酒肆里最后的1坛秋月酿都得留着，这是老掌柜定下的规矩，荣管家见谅。我也不为难你，只不过你得拿出几坛好酒来，要不然我回去也没办法交差，是不是？放心，定是不差。没人在吗？先生，你什么时候来的？为何不喊我？先生在这干坐着，这不是怠慢了先生吗？什么怠慢不怠慢的，我也才坐下而已。再者说，你不是正忙着的吗？对了，张老头呢？没在酒肆吗？掌柜，他这会估计是去听戏去了。想不到他如今还挺悠闲的。不管他了，上一壶秋月酿，葫芦打满。好嘞，先生稍等上片刻，小子这就去打来。等会，我说小掌柜，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说留1坛不卖吗？你得给我个解释。怎么了？没事，宁先生您坐着吧，一会我就把酒端上来。那个荣管家，我们不妨出去说吧。出去？上哪去？我说小掌柜，我先前没为难你，并不代表我没脾气，真当我云府的管家这般好说话吗？荣掌柜，真是抱歉。这样，今日这些酒我都不收您钱，就当是我给云老爷的贺礼了。您看怎么样？我荣府差这点钱，不行，你必须把话说清楚。这位兄台，有什么事可以好好说吗？何必这般动怒呢？这位先生，此事还真不是某家有意刁难，您不妨来评评理。方才他分明告诉我说，他这酒肆历来都要留1坛秋月酿。那好，我也没说非得要那1坛，结果这门都还没出，他就要把那坛子酒卖了。先生，你说我能不气愤吗？原来如此，其实这事也怪不得他，主要还是因为宁某。这事如何能怪到先生身上？兄台有所不知，宁某与这酒肆的老掌柜是故交，隔几年我便会来秋月坊一趟，每次来必要1葫芦秋月酿。老掌柜与我甚是熟络，为此每年特意给我留了1坛在库中。小六他也是按吩咐办事，并非是故意不卖给你，怪只怪在宁某今日来的不是时候。其实我也只是想要个说法而已，如今闹成这样，亦非本愿。话虽如此，但说来说去，此事还是因为宁某而起。若是非要个说法的话，不如这样，便由宁某带小六给兄台你道个歉，就当是给我个面子，你看如何？这怎么能行？先生气宇不凡，眉目之间也有儒雅之气，想来腹中定有诗书才华，又岂能在我等同秀之人面前屈身？万万不可！罢了，先生这般偏袒，我也不好再计较什么了。小掌柜，你且记得往后说话做事，莫要再像今日这般。若非这位先生，今日我定是要与你闹上一场的。荣掌柜教训的是，小子今日也是无意冒犯，还望荣管家莫要放在心上。我荣府也不是差这点银子的人，该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们走。宁先生，小六招待不周，还险些让先生失了脸面。小六，什么脸面不脸面的？宁某最不在意的就是脸面。再者说，你有这功夫，倒不如快去给我的酒打好。对了，就把葫芦打满就是了，你也别多想，只是因为你掌柜不在，没人陪我喝罢了。好嘞，先生稍等。今日真是抱歉，都怪我办事不周，才闹成这样，先生莫怪。人总有犯错的时候，你也不必自责什么，好好酿酒，这酒肆往后还要靠你呢。先生，这是要走了吗？可是掌柜的还没回来。他不回来，宁某自会找他去，不必担心。先生，我还没说掌柜的在哪呢。我找得到。看起来你这些年过得不错嘛。
都有闲工夫听戏了。宁先生，先生怎么知道我在这？你觉得我是怎么知道的？也是，先生又怎么会不知道呢？若是先生想找一个人，或许只是掐指一算便知晓了。我可不会算命。宁先生似乎比往年来的早了几日。是吗？早了半月有余。哈哈哈。先生似乎很高兴。自然高兴。你这腿好些了吗？没呢，一年比一年糟糕，天一冷起来就疼得厉害。我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还没有这么严重啊。上次都是2、3年前的事了。人老了就是多病，先生不老，所以也感觉不到这种无奈。我现在了，就盼着小六能早点接手酒馆的生意，我也好安心的去。你当初可是防备着的。上次之后，我就让小六进了祠堂，磕了3个头，给老祖宗上了香后，他就跟我姓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放下比一直纠结着舒坦得多。你是真看开了。都是半条腿没进黄土的人了。说起这个，我倒是想求先生一件事。你说，只要是我办得到的事。如今我也有73了，身子骨也一年不如一年，身上的病也越来越多，所以我想求先生给我算算，我还有几年可活。你就这么好奇自己什么时候死？我一直都想问的，只是之前一直不敢问而已。不过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宁某之前就说了，不会算命。这样吗？说那文家女惨遭凌辱，却又被有心之人设局陷害，致使一家老小活生生被打死在自家院内。这是什么故事？老故事了。当年永律坊高家有位公子，是个出了名的纨绔，仗着他姐嫁给了上京某个大官府上，就在当地胡作非为。当时的安宁县的县令也是碍于他姐夫的面子，一直放任着这位高家公子。这是个真故事。说书先生说的也不全真，自然是改过一些的。后来呢？那位高家公子看上了咱们访文老汉的女儿，文老汉家里做炊饼生意的，也没个依靠，斗不过那高公子，县令和访政也没办法管，文家女自然是落入了那高公子的手里。第二天，文家女受不了这份屈辱，连夜逃出来就报官了。谁料那高公子早在去衙门的路上，就吩咐人打电了衙门上下以及文家周边所有知情的邻居。公堂对峙的时候，所有人都偏袒这位高公子，县令、访政以及文家周边的邻居全都一口咬定并无此事。高公子又在堂上倒打一耙，反而告这文家女诬他清白。还有这样的事？这样的人该不会还活着吧？当然是死了，被恶鬼吸干了阳气，死相极为凄惨。鬼？这是50多年前的一桩事了。文家女当时受不了这般屈辱，一头撞死在了公堂之上。那高公子之后气不曾消，再次找上文家。而当时在场的除了文老汉之外，还有一个书生。这位书生与文家女早早结缘，那一年本该进京去赶考的，但因为文家女的死悲痛欲绝，本打算处理完文家女的丧事就去上京鸣冤，结果正好撞上了来找麻烦的高公子。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可那一介书生又怎么会是那家丁恶奴的对手？在争斗的过程之中，文老汉又上前阻拦，不料那家丁失手将那棍子砸在了文老汉的天门处，当场就没了气。高公子见状也有些怕了，想着要么不做，要么做绝，于是命家丁把那书生也活活打死在了院子里。所以那个鬼是书生。书生死后怨气不消，化作厉鬼，当晚就吞了高家10余口人。后来这件事被传开之后，就有说书先生专门编了话本，如今还时常说起。屠了高家满门之后，那书生去哪了？自然是被城隍老爷收服了，封印在了文家院子那处水潭里。好像在哪听过这个事。故事里的文家小院，如今可还在秋月坊中？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应该还在吧。据说当时官府还专门去贴了封条。在哪？好像是在西桥那边吧，好像又不是，我也有点记不清了。是不是得顺着一条巷子进去？而且那个院子还是在很里面的位置。好像是。宁先生你去过？应该是去过吧。宁某今日还有些事，等晚些我再去酒肆找你。宁先生先去忙就是了，不用在意我这个糟老头子。好重的阴气。这人是谁？怎么跑到这来了？没见过啊，好像不是秋月坊人士。我怎么感觉他好像看得见我们？你想多了吧，凡人怎么能看到我们？那现在怎么办？要赶走他吗？这池里的东西可是要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可保不住他。一会城隍大人就到了，别担心。好大的阵仗，听他们说这恶鬼要出来了，正好瞧瞧这恶鬼是什么模样的。以我练神3年的实力，跑应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吧？不好，他要出来了，快结阵！我笑，快退！阴差听令，结复魂大阵。遵法许。这是当初死在恶鬼书生手底下的亡魂，没想到化作了伥鬼，听其差遣。稳住大阵，稳住大阵。这就是恶鬼吗？
混账，住口！哪里走？为什么不肯放过我？我有什么错？我何错之有？宋之书，你可知恶人自有恶报？这世上善恶自有公断。那高府公子的确不为人子，但你化为恶鬼，吞其全家17口人便是对的。凭什么？人能杀我，我便不能杀人？什么狗屁道理？我做什么事，又何须你来管？再不济便是魂飞魄散。如此也好，那便一起陪葬吧。怎么回事？是那枚沙粒？等等，这沙粒不就是我将死之际散发出的沙粒吗？怎么到了这恶鬼手上？立正！死吧，都死吧！哈哈哈哈！世间有道，何必自寻死路？树碎。这沙粒你是从何处得来的？天助我也，真是天助我也！有这沙粒在手，我看你如何能敌我。阴差听令，结万所之阵，锁其阴气，困其腿躯。遵法旨。相辅精深，谢。秋月坊城隍冒功酒，欲斩恶除邪，请天地法剑降身，斩此恶鬼。天地法剑，谢。斩。这沙粒到底是什么东西？竟连天地之地都无法奈何的了。宋之书，你可知错？我无错，高府上下都该死。我无错，天地亦不能斩我。给我滚！恶鬼休走，请先生出手拦住此苗。这恶鬼怎么这么不禁打？还真是我身上的东西，我的一根头发竟有如此之威。小神，多谢宁先生出手。见过宁先生。老城隍客气了，各位阴差请起。宁先生，不妨我们换个地方说吧。也好。头，这位先生是谁呀？你只需知道，宁先生是城隍大人也不敢得罪的人就是了。这就是宁先生的道行吗？当真是让人望而生畏啊！方才多谢宁先生出手。应该的，宁某既然在此，也没有坐视不理的道理。小神在秋月坊留下了这么个祸根，实属不该。若非先生，今日恐怕要酿成大错了。关于这恶鬼的事，宁某也有所听闻。说起来，这宋之远也是自寻死路，这一桩就是也算是了结了。哎，当他变成怨鬼之后，事情也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宁某有些疑惑，若是宋之远没有变成恶鬼，那个高家公子最后会落得什么下场？善恶有报，当他死后入了阴司，平生犯过的错都得一件件偿还。其实相对而言，被宋之远吞了，反倒是便宜他了。就拿高家公子之前的罪行而论，入了阴司之后，就要受80年鞭刑，一刻不停，再打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此也算合理。千错万错在于人心，若是衙门做事光明磊落，文家女也不至于冤死在公堂之上，宋之远也不至于到这般地步。人心难测，先生也不要怪我。小神身为城隍，只管人死后之事，生前的小神也无能为力。宁某知道的。对了，先生，小神有一事不解，那宋之书所使的宝物到底是何来历？为何连天地法剑都无法斩碎？这根头发便是沙粒所化。一根头发？不错。谁的头发？若是宁某说这根头发是我的，老城隍信吗？信，如何不信？但是这根头发又是如何到了那恶鬼手中？这是怪我。上次离开秋月坊的时候，在那小院里停留了片刻，或许是在那个时候遗落的，恰好被那恶鬼捡到了。原来是这样。宁某还有一事想请教老城隍。先生请问，这世上修士修行3年能到达什么境界？这个小神也不太清楚，但是小神曾在某篇仙集上看到过一些叙述，说的是迈入仙道之后，少说需要100年才可筑基。先生问这个做什么？随便问问罢了。看起来自己这神念有点不太对劲。先生在想什么呢？之前见老城隍与恶鬼缠斗，见那敕令之法颇为玄妙，所以想跟老城隍请教这敕令之术。先生不曾学过？是这样，宁某早年痴迷剑法，对于神通术法这一块其实并不精通。原来如此。宁某照样抄录一份，应该没问题吧？先生愿抄的话，抄便是了。先生道行深厚，小神佩服。老城隍谬赞了，宁某微末道行不值一提的。宁先生还真是谦虚啊。呵呵，除了这敕令之法，这还有什么别的术法吗？有一些，先生要多少？可以都借给宁某抄录一份吗？自然是可以，只是除了这敕令之法，其余的都是一些小门小术。先生都要吗？可以都要吗？所有的加起来的话，恐怕有些多。宁先生您一个人恐怕是难拿。先生你看，是我直接给你，还是说……不如这样吧，劳烦老城隍差2位阴差送到流云关去。这样也好。言语之下，时间便又过去了将近半个时辰。宁某还有些许小事尚未处理，就先告辞了。我送先生。老城隍还真是健谈。小道长啊，居士可是要上山？正是。居士随我来吧，上山的路虽有石阶，
但亦不好走，且注意脚下。好。小道长修行多久了？5年有余。可知弱冠之年？还不曾，如今仍在5相之年，才过18，居士不可。拿来吧你！照你这个挑法，半天都上不了山，还是宁某来吧。小道长便陪我闲聊就是了。居士的好意，贫道心领了。不过挑水也是贫道修行的一部分，还望居士还与贫道。居士，你还是快些放下吧。若是师傅知晓居士替贫道挑水，贫道会被罚的。居士，哎，你师傅可是玄黄道长？居士从前来过。不仅如此，我还认识你师祖。师祖？居士见过师祖。你们师祖叫做洪三才，道号就取了三才2字，生前常唤三才道长。居士当真见过我们师祖？师傅今年都60有2了。那师祖该是早早的就去了。这位先生年纪看着又不大，又怎么可能见过师祖？自然是见过，而且还是朋友。你师父曾跟你们说过你们师叔吗？贫道还有师叔，为什么不曾见过？也没听师父说起过。你师父是师兄弟3人中最小的那个，你的另外2位师叔则是在你们师祖仙逝之后去了凡间，只有你们师父留下来继任了观主。那你知道2位师叔叫什么名字吗？玄天、玄地。不信你可以去问你们师父。那2位师叔当初为什么要去凡间呢？那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呢？观里有师傅，又有师弟师妹，有吃的也有穿的，为什么不留着呢？你2位师叔其实才是聪明人，而你师父最笨，所以就留了下来。师父才不笨呢，你又凭什么这样说？不笨又怎么会留在山上呢？若不是笨得不可开交，又怎么会选择在这山上苦度余生呢？师父不苦，师父有我们陪着，有山里的山雀陪着，有林子里的鼹鼠陪着，每天都过得很好，怎么又叫苦度余生呢？那是因为你师父从没享过什么福，活到60多了，一天都没享过。师父从未觉得在受苦。那确实是，但你知道吗？这世上有人觉得能吃上糟糠糊饼就算满足，而有的人就算吃的是山珍海味都觉得不够。你师父自认为的福，其实在外人眼中就是清苦。那你说什么才叫不苦？且不说大鱼大肉，穿衣不愁，吃饭不愁，你师父可曾做到？答不上来了吧？那你是想问怎么样才能穿衣不愁，吃饭不愁？我只是在解释这个问题，可没说我能解决。宁凡挑着水，缓步朝着山上走去。长山的头低了下来，他的神色之中似乎多了些许落寞。当一个人想去改变某些现状，却又无能为力时，那种无力感相当之折磨。师傅，我回来了。那就一并过来练功。师傅。宁先生，近来可好？都好。师兄，这位先生是谁啊？这是先前在山里采的野茶，滋味也算可口，还望先生莫要嫌弃。宁某不挑的，没有也可，有自然是最好，更别说是嫌弃了。先生往年都是6月廿2左右来，这次似乎来的早了几日。早晚都是一样，都要来的。只要是宁先生不曾忘了这个破道观就好。宁凡打量了一番玄黄，相比起6年前，玄黄愈发苍老了，眉目之间也多了许多皱纹，而那头顶也尽是白发，当真是岁月磨人。照往年一般，一葫芦的秋月酿。从前师傅还在的时候，先生每次来都带着一葫芦酒，那时我也眼馋得很，却又不敢上前讨要。不曾想岁月变迁，如今竟也能喝上先生的酒了。这酒也是坊间打的，没什么稀奇的。先生带来的自然就不一样。你呀，总把宁某看这么高作甚。你师傅他老人家还在的时候，可从来不跟我客气。按规矩来言，先生与师傅是同辈的，我身为晚辈，自当尊敬。少捣鼓2句吧，喝酒。师傅，门外面突然多了好多书，不知道是谁放那儿的。应该是给宁某的，我让他们送到流云观来，没想到这么快。先生，您要的书都放在这里了。有劳了，小院里的事都收拾完了。多亏了先生，那一掌下去，连残魂都没有剩的。那我下次出手轻点，也给你们找点事做。那可别了，还是解决干净才好。他是在跟谁说话？该不是跟鬼说话吧？二师兄，你别吓我啊！先生，东西已经送到了，我就先回去复命了。不再看看，这些可都是你的徒孙啊。如今洪某已成阴差，不可再留念凡事了。如此也好，免得多些执念。先生告辞。告辞。宁凡看着洪三才下山的背影，这个人当初就死在这山上，如今却是真正走下了山去。方才可是师傅？你们师傅生前行善积德，死后得城隍大人提拔，入了阴司，如今是秋月坊的阴鬼使。无量天尊，且莫深思。你师傅甚至都没进观看一眼，你师傅能想明白的道理，你应该也能明白。玄黄明白，这些书放你们这吧，这次看不完，下次再来看也是一样的。别看了，还不快过来帮先生搬书？师傅，我们只是路过。搬你的书吧。师傅，搬去哪里？就搬到书阁里放着吧。好。
宁先生何故抱着一本空白的书看？书中无字，但宁某眼中有字。先生大才，进去说吧。要天黑了，先生是要走了吗？应该是吧。先生在看什么？天完全暗了吗？回先生，暗了。我竟然没死。长山，去将为师屋里的油灯点亮了拿来。是，师傅。何必点灯？夜晚山上清冷，多一盏油灯也多些暖意。你啊你，师傅。若有明灯指引，许是可见大道。大道，大道近在眼前，不过是茫茫人海之中的沙砾罢了，何来大道一说？山上风大，先生当心风吹了有火。定，此为敕令之法，定火实则小道也。那何为大道？风止，所谓小道，只在于自身，就像是这油灯一般，虽定住了烛火，但影响烛火窜动的根源却从未改变。但若能影响外物，无风，烛火自然就定住了，而为大道。你在这山上待了有60多年了，过惯了清苦的日子，但一味地保持着现状终究是不行的，还需做出改变。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需为这道观着想，为门下这几个弟子着想，是不是？先生教训的是：山中有水，何不凿井？山后有田，何不开垦？关前有地，何不种树？来年也能有果。修行并非一味的坐定冥想，你的弟子就比你想得明白。先生说的是上山，上山时我帮他挑水，你可知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挑水亦是他的修行，你可明白？无量天尊，多谢先生教诲。歇息去吧，我已让弟子收拾出了一间空房，先生且随我来吧。不必了，今夜我便在书阁睡吧。那怎么能行？有什么不行的？睡哪里都一样。我的头发里为什么会有法力？宁凡把头发放在手上细细观察，神念也聚集在了那头发上，但结果却是平平无奇。或许发丝里面是有法力的，只是我不能直接用，而是要借。借法于发，术曰地也无尘，屋也无尘，静。还真的可以，每根头发都是如此吗？借法于发，有长火燃。这些法力都是从哪来的？我从没练气练精，头发里又是从哪来的法力？宁凡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解释或许就是这些法力本身就存在于他头发里，从最初的时候就有。那我以后岂不是得经常拔头发，多来几次，那不就秃了吗？管他呢，还是学法术重要。先生，该吃饭了。有劳你专程来喊宁某，饭在做了吗？需要宁某帮忙吗？不用不用，马上就好了。等师傅跟师兄们起来，就能吃饭了。先生先去院里坐着吧，一会就好。好，只是些粗茶淡饭，先生莫要介意。五谷糟糠皆是饭食，比起山珍海味，宁某还是觉得这些简食清口许多，更不存在介意一说。师兄，这位大先生说话都好不一样，肯定是有大学问的人，应当是读书人，或许是个教书先生呢。我昨天半夜还看到这位先生在书阁看书呢，好像看了一整夜。先生觉得我这几位弟子如何？常山懂礼之术，子苏贤能，其余2位少有接触，还未有定论。其实说来，玄黄自知此生难有仙缘，就算明知仙人在前，亦觉如此，但唯有一愿，想恳求先生，若是这4位弟子哪一位能入先生法眼，还望先生能够照拂1、2。我以为多大的事，宁某往后说不定时常会在这里留住，既然借了地方，自然是要照顾他们一下的。玄黄替他们4人谢过先生大恩，也不知道这位先生为什么能对着一本空白的书看得这般津津有味。常山，是师傅。先生觉得如何？有7、8分样子了，比起你们师兄弟当年可差远了。他们还小吗？明明打的也不差。玄深，莫要自作聪明。师傅，我没有自作聪明。太极拳弟子也打了3年多了，不说10分，9分样子应该也有了吧？师兄，先生，玄深他顽皮了些。我又不是什么小气的人。再说如今他们正值年轻气盛之际，这般反应也是正常。你可知晓，你们如今学的24式太极拳是谁教的？太极拳不是师祖传下来的吗？那你可知道，你们师祖，包括你师傅我学的太极拳，都是宁先生教的？我不相信。你少年郎有少年郎的盛气，你如何说宁某？宁某都觉得无所谓，但你顶撞师傅可就不对了，得挨板子的。挨板子就挨板子，你看着好像也不比我大几岁，又是弱不禁风的，怎么就是你教的师祖了？反正我是不信。那你便不信呗。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这样为难你，你难道不应该生气吗？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跟我比试比试。我不会武，没法跟你比。那你怎么会的太极拳？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了？你都不会，又怎么教的师祖跟师傅？我的确不会太极拳。虽然说洪三才跟3玄的太极拳都是他教的，但是宁凡其实并不会太极拳，只是上辈子在公园老头那学过几招而已。我才不管你会不会呢，没你就说，你敢不敢跟我切磋吗？要是你赢过我，我定不会再有二话。你这样倒是像个武林中人。师傅也这样说过。
那我便跟你这徒弟比试比试。还望先生留手，我不会武，伤不着你徒弟的。仅可攻来，再来。师兄，我们真不管师弟了吗？管他干嘛？他自己要闹，我们又怎么拦得住？你使的什么妖法？这可不是妖法，而是太极。你瞎说，太极拳哪里是这个样子的？太极拳和太极并不一样。方才我使的太极不过是一门借力打力的手法罢了，它可以是拳，也可以是剑。我就不信了，再来。好精妙的手法，原来太极是这样用的。还来吗？你赢了，你到底是怎么化掉我的力的？想学？想。大先生，我也想学。我也想。你们不是已经在学了吗？已经在学了。太极的缩影就在太极拳里，只是你们一直把这拳法想得太简单的，勤加苦练自然就会了。早些年就跟你们说了，这门拳法极不容易，不是照猫画虎就能学会的。师傅，你只传形不传意，我们又怎么知道太极拳不对，是太极才对？行为静心，若心不静，又何处来意？也莫要怪你们师傅，你们师傅他当初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大先生，我能跟你比试比试吗？师兄，方才看明白了几成？3成。我敌不过你啊！有一点，宁某并没有骗你们，我的确不会武，而且是一点都不会。能敌过玄身，全是因为他身上的血气不算太过强盛，故而才让宁某有机可乘。但你身上的血气却比他强上太多太多了。太极虽是一门借力打力的功夫，但在绝对的压制面前，力亦可破万法。常山知晓了，力可破万法，力可破万法。我只是随口一说，说的是一个道理，你还真要凿井啊？昨天想了一夜，玄黄觉得先生说的极有道理，井得有，田也得有，到时候再在小院里种棵桃树，道观能自给自足，也不至于饿着几个徒弟。而且等先生下次来的时候，也能拿出些像样的东西招待先生。去山下买些黄豆，3颗一组，撒在院内4处，再用碗盖上。隔日哪一组黄豆最长，便说明此处地下水源充沛，即可开井。山后有荒地一片，多翻多锄，即可开田。至于这桃树，买黄豆的时候，顺便给宁某带颗桃子上山就是了。多谢先生。大先生可曾见到师傅？你师傅去房里买些东西，许是要到日暮才会回来。大先生为什么总盯着一本空白的书看？你所见书中无字，但在宁某眼中，这书中却有字。那要怎么样才能看见？有的人天生便看得见，而有的人穷极一生，想尽办法都无法看到这书上的字。若是让你选，你会为了这书中的字穷极一生吗？那要看书里有什么。若有白玉经呢？先生说的是仙道，也可以这样理解。那常山宁可不看。为什么？光阴去而不返，若是拿一生去赌一个未知的结局，明显是不值当的。有机会成仙也觉得不值当。不值当，倒不如过得逍遥自在一些。先生笑什么？你比你师傅聪明太多了。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师傅不太聪明，有些道理在他那里讲不明白。你们师傅执拗得很，就好像当初他选择留在山上一样。但如果我是师傅的话，或许我也会这么选。大先生也会觉得我笨吗？说说理由。常山觉得有些事必须要有人去做，不能想着为什么是我，而应该想为什么不能是我。正道当是如此才对。先生，你师傅此前可教过你们读书认字吗？教过，但也只是道经教义。除此之外呢？读过几本书？没读过书，关里除了道经就没有别的书了。如今这个世道，书籍都掌握在世家大族手里，底层的人的确很难找到书。看完道经，字你应该也认得，那会写吗？一些简单的记得住。把你的师弟师妹都喊过来，今明2日，宁某便教你们一些东西。先生是要教我们写字吗？不是，一些世俗道理罢了。你们开蒙起于道经，道经中虽有大义，但所述却是天道，而非人道。既身为人，当知人道教义道理，野蛮生长，着实可惜。今日我便教你们道理，听得明白便听，听不明白那便记下，往日再想。有不想听的吗？不想听的话，可以去做别的事，宁某也不会为难你们。道理始于书中，止于书外。书中之理，所谓大义，但大义却不在于世人。须知世道险恶，人心复杂，身处于世，当知善恶。善恶皆始于心，前者所谓正道为善，然是非善恶皆是难以评判。口诛笔伐之下，真善亦可为恶，大恶亦可扭曲。大局之下，切莫随波逐流，当明断是非。但若不清善恶，心当有疑，再寻根本，明断是非。然明者不辨善恶，独善其身，推于他人，此为保身之策。但若身处其位，须断善恶，亦要三思而后行。有人以书中之学问治天下，却不知天下皆苦。纸上谈兵虽易，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做人做事须知实践，而且出口则来，人无贵贱之分，并不是道理明白得多就觉得高人一等。举个例子，若有一日某地旱灾，颗粒无收，你若身为朝廷官员，当救济灾民，朝廷分拨粮食，却因灾民众多，粮食明显不够，现有遗物则可代替。康夫为牲口之时，
但1斤粮食却可换3斤康夫。若用康夫，则受人唾弃，但灾民食之依然可以填饱肚子。若是你如何选？是选粮食还是康夫？若身处其位，当思其责，莫要在乎外人言论。康夫可多救数人，人命为重，当选康夫。康夫，尽可这般。天色也晚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大先生，我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吗？问你们大师兄。大先生，师弟，大先生应该是讲累了，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吧，我要是懂我就告诉你，不过要是我也不懂，那就只有去问师傅了。好吧，能的先生授课是他们的福气，我也只是说出来而已，关键的得看他们自己怎么理解。宁某若是能多留几日，或许也能挨个解答，可惜时不待我，只能一并说完。已经足够了。先生，桃子。桃子不错，早晓得多买2个了。你觉得这棵桃树种在哪个地方好？原是想着种在观门口，但若是来年桃子落了，怕是会随着山势滚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所以还是种在院角为好。一个桃子填不饱宁某的肚皮，再来几个应该差不多。贫道明日再下山去买些。谁说让你买的啊？落长，如此便有桃子吃了，尝尝味道如何？甜。宁凡满意的吃着桃子，走向了书阁。玄黄傻愣愣的站在那院子里，观望着那棵桃树，甚至连手里的桃子都忘记吃了。回想起早年入了怀序之后，师傅总会下山去给他们师兄弟3人买一个桃子，那是玄黄认为最好吃的东西，但师兄总是会抢他的吃。那时候他就在想，要是能在关里种一棵桃树就好了，那样每年都能有吃不完的桃子，师兄也不会抢他的了。如今也算是实现了这个心愿。也不知过去了多久，微风吹起了散落院中的桃花瓣，花瓣随着微风飘动，如同一只蝴蝶一般在院里飞舞，最后落在了院子的那个道士肩头。玄晃晃的回神，他的目光看向肩膀处，见那一片花瓣，伸手取了下来，放在了手心之中。他的脸上露出了笑意，此时此刻他竟笑得像是一个孩子一般，那样天真，那样烂漫，这可能是他吃过最甜的桃子了。大先生，大先生，那棵桃树真是你变出来的吗？不是，是地里长出来的。先生，你骗人，怎么可能1晚上就能长这么高的？这世上的事也不全都是一定的，就好比说，你看如今所见的这片天地，你觉得是什么形状的？天圆地方，师傅很早就说过了。不是。大先生可不要骗我，天怎么就不是圆的，地怎么就不是方的了？并非是天圆地方，其实这片天地是个一层包裹着一层的圆球，但这个球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你根本就察觉不到，所以才会觉得脚踩的是平的。大先生胡说。那你就当我是胡说吧。不跟大先生说了，我去找师兄去了。去吧。先生，这片天地真是个球吗？若是有一天站在高处，看向远方所见的是一条弧线，那就是真的；如果不是，那就是宁某说错了。先生说的高处该有多高？比方说脚底的这座山，3座这样高的山叠在一起，应该就差不多了。宁某想起些事，得下山去一趟。那先生今晚还回流云观吗？说不准，但若是天黑之后我还没回来，估计就要很长时间才会回来了。这样吗？麻烦帮宁某照看好书阁里的那些书，等下次来还要看的。好。先生，你走路怎的没个声啊？可把我给吓坏了。是你睡得太死了。先生，您且等上片刻，我这就去喊掌柜。哎，掌柜，掌柜，宁先生来了。你说谁来了？是宁先生。快扶我出去。掌柜您慢些。先生竟然没走，我还以为又要等到3年后呢。今年多留几天，前天本来说下午再来酒肆找你，谁料碰上些事就给耽搁了，一晚就晚了2日。不过好歹还是来了。先生能记得我便是我的福气，又怎敢奢求？秋月酿可还有？秋月酿的话，恐怕没有就没有吧，下次再来喝也是一样的。小六，去给我把屋里那坛陈酿拿出来。掌柜，您还是少喝点酒吧。童大夫之前就说了，您现在不能再喝酒的。多嘴，我都没几年活头了，喝口酒都还不让我喝了。大夫的话还是要听的，最后一碗。那怎能行？若是先生不尽兴，岂不是我怠慢了？不行不行，酒什么时候都可以喝，小酌怡情，大酒伤神，少喝2碗为好。是得了什么病？如今连酒都不能喝了。还是这腿疾，竟这般严重。你这情况，恐怕再过一段时间站起来都难了。站不起来便站不起来吧，毕竟我都这么老了，有些小病也是常事。先生不是不让喝了吗？这碗可以喝，全喝了。这陈酿当真是烈啊！烈酒入喉，可壮胆，可热五脏，但也仅此一碗。先生说的在理，
可惜我怕是喝不了几碗喽。那可不一定，往后的事谁又说得准呢？时候不早了，宁某也该走了。我送先生。长，就送到这吧。等先生下次再来，我多留几坛秋月酿。那感情好。先生慢走。走了。掌柜的，您的腿。我的腿。掌柜，你再走2步看看。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掌柜，你的腿好了。回去吧。掌柜的，您的腿到底好了没有？不可说，不可说。啊，总算弄完了。那是阿爹，我出去一趟，天黑之前回来。又是你啊！神仙老爷，小子并非有意冒犯，只是……你什么时候冒犯我了？没有吗？宁某不觉得有。话说，你为什么叫我神仙老爷？童之焕张了张口，解释了起来。他说起了前些年听墙角的事，又说起了后来城隍托梦的事情。这样吗？难怪你会这么怕我。神仙老爷，小子当初年纪尚小，不懂规矩，所以才冒犯了您，并非是有意为之，还望神仙老爷开恩，饶过小子吧。这老城隍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不关城隍老爷的事。行了，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我不仅不要你命，也不会为难你什么。宁某还不至于这般小气。神仙老爷，我能碰见你2次也是缘分。正好，宁某打算在房里买个东西，你不妨给我带个路。带路？神仙老爷，您要买什么东西？小物件，能装东西的小物件，类似于主管之类的。还有，不要叫我神仙老爷，听着怪别扭的。你要是乐意的话，就叫宁先生就行了。宁先生，客官您眼光真不错。这个笔篓是前朝的文人张秋文所使。这个笔篓售价几何？79两。什么笔篓竟要79两银子？客官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个价。这个价钱着实是有些贵了。哪里贵了？有时候多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了，工钱涨没涨？我再看看吧。去下一家店吗？下一家。一连逛了好几家，宁凡倒是有几个看对眼的，但一问价钱之后便没了心思。先生可是囊中羞涩。的确，我如今是1两银子都拿不出来。那还继续逛吗？不逛了吧。我有别的主意，你跟我来。是要买兵器吗？我想请你帮我锻一把剑。好说，看你想用什么材料。若是青钢的话，5两银子便能打得下来。可还有价钱低一些的？没有了。好吧，宁某可否向你借点银子？先生，我也没带多少。宁某到时候会还你。没事，先生拿去用就是了。宁某今日出来带少了钱，这些银子加在一起大概只有1两半。我先将银子压在你这，到时候我来取剑，再将剩下的给你，你看如何？也行吧，按理说该收你2两做底的，不过1两半也可以。铸剑大概需要半月左右，到时候带着银子来取就是了。多谢，可否将这头发一并打入剑胚之中？啊，可是这头发遇火就成了灰烬，恐怕……尽管打便是了。我试试，剑身多长？还有剑柄这些呢？剑身3尺3吧。那估计要多用些材料，恐怕要贵些。到时候我自会补齐。先生为什么又要铸剑？因为正好缺一把兵器。那装东西的物件还买吗？不是已经买了吗？装的东西就是宁某的头发。装头发？不错。可是神仙老爷，您不是应该用仙剑吗？反铁铸剑也能入您法眼。谁说反铁不能铸仙剑了？先生，你真是神仙吗？不是。越这样说，我反而越信。那你说说看，我哪里像神仙了？就是哪里都不像，所以才觉得奇怪啊。最好当我不是，而且我这微末道行也还称不上是神仙。宁某恐怕不能多留了，童小郎君到时可否帮宁某取一下剑？可是先生，银两不够的话，童小郎君可去城隍庙一趟，上3炷香之后告于城隍神像，就说是宁某借的。好吧，切记拿到剑之后便用布匹包裹着，不要拿出来，要么你就直接交给老城隍，让他代为保管。放心吧，先生。你早些回去吧，你我缘分未尽，下次再见。宁先生，先生慢走。把头发打进剑里，还是头一次见这样的。师傅，大先生还回来吗？还会回来，只不过要很久才会回来了。很久？大概3年左右。这么久，大先生去干什么？先生这样的人总是有很多事要忙的，不可以一直留在山上。师傅，大先生真的认识师祖吗？认识，而且你师父我也是先生的后辈。可是你是觉得先生看着太过年轻了，是吗？对，有时候眼见并不为真。眼见不一定为真，是什么意思？常山眉头微皱，始终都有些想不明白。又或者说，其实是他不敢想，他的视线看向了院里的那棵桃树，直觉告诉他，
或许他不敢想的，便是答案。无量天尊，此剑当为匣中主剑。大景天顺21年7月初3，一江湖5人途径秋月坊，看见了那铁匠铺子里放着的一柄剑，花100两银子将此剑买下。7月初7，童之焕上门取剑，交付银钱之后，牛二将一柄打好的剑给了童之焕。然而童之焕不知道的是，如今他手中抱着的已然不是先生要的那柄剑了。按照先生的吩咐，童之焕将那柄剑用剑匣包好，藏在自己的家中。也不知道神仙老爷什么时候才来拿。当时明明能问些什么的，结果却是半天都没敢说出口来，当真可惜。又至来年，流云观中的桃树已然开满了桃花。师傅，先生今年会来吗？应当是不会。大先生恐怕是看不到这么美的桃花了。我还是更想吃桃子。吃就知道吃。那到时候师兄不吃，都留给我吃，怎么样？那可不行。第2年的时候，玄黄在关内给大徒弟常山跟2徒弟商路行了籍冠礼，但却并没赐号，因为玄黄觉得不合规矩，说是等先生归来，由先生定夺。春风散去，夏风吹来，流云关内忙得如火如荼。常山特地下山了一趟，去买了一些新茶。小师妹紫苏也开始收拾起了道观，将那些蛛网灰尘全都扫了去，真是干净了不少。大先生见了恐怕也会大吃一惊吧？估计都不认识了。师傅，先生还有多久来？前些年是6月16，算算日子，估计也就是这几天了。大先生这么准时吗？先生向来都是如此。天顺年6月13，宁凡再次醒了过来，又沉睡了3年。他这次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神念覆盖的范围扩大了许多，风景依旧，搞得这么干净。大先生，长高了不少。大先生快进来坐。就你一个人在关里？师父师兄去房里了，应该很快就要回来了。这桃子倒是长得够大，年年都结很多桃子，吃都吃不完。是吗？你师父近来可好？师父他老人家上了年纪，的确比不上从前了。宁凡听闻叹了口气，花落花开已是常态，玄黄终究不似他师父那般长寿。宁先生，您来了。你们都先去忙吧，师父我跟先生好好聊聊。怎么少了个人？先生走的第2年，玄身便下山去了。他志在红尘江湖，便随他去了。他身上江湖气重，在这山上待不住的，下山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其实玄黄这2年心中一直有件事放不下，想请教一下先生。你问便是了。玄身下山的事让贫道想了许多。贫道当初其实是想他们一直留在山上。贫道深知这只是我的一己私欲，但近些年来，贫道却越发认为外面的天地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而非是留在这观里埋没了他们。但是时也命也，贫道这2年越发感觉无力，恐怕是要大限将至了。有恐他们3人无一人愿意留在观中，断了香火传承，所以一直没提这件事。那你觉得他们3人都想走吗？不知。宁某以为常山定是想下山去的，但若是商路跟紫苏也想下山，他定会选择留在观中。无量天尊，你认为最好的结果是怎样的？最好的结果，常山心软，若他留下来，你心不愿；商路若留，你又觉得对他不公。紫苏一介女儿身，你又怕她难以挑起重担，选来选去都不如意。玄黄修了一辈子的道，却在这般小事之上举棋不定，实在可笑。你心肠偏软，这来都是如此。先生也知晓我是这性子。其实有人下山，终会有人上山，你也不必担心流云观的香火会断送在你手上。先生的意思是，就算他们全都下山去了，多年以后或许还会回到这里。当然，宁某也不是什么事都说得准，但若是真的没人回来的话，大不了另外再找个传人就是了。这点小忙，宁某还是帮得上的。怎敢劳烦先生？你我之间何说劳烦？贫道，你意下如何？多谢先生，你们下山去吧。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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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难得狠心一次。若要有个说法的话，就当是我这师傅狠心赶他们下山去的。这种时候居然都还在为你这几个徒弟着想，真是。先生再帮我一忙吧，贫道耳根子软，听不得他们念。大先生，大先生，你快劝劝师傅。师傅为什么要赶我们走啊？大先生，你们3人各自有命，一山一观终究还是太小，也不必再跪在此地了。入世当是你们的宿命，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吗？多年以后，若是你们还想回来的话，流云观的门始终都是敞开的。日暮之际，商路带着紫苏下了山去，常山则是仍旧跪在道观门前。师傅，徒儿明白你的意思，徒儿不扰你心绪，多跪一会，将那没跪完的一并补上。龙困于野，又如何称得上是龙呢？常山顿了一下，看向了那位先生，而宁凡却已经转过了头，迈步走下了山去。流云观的观门再次关闭，只留常山孤身一人跪在那山门口。而玄黄这一次是真的做到了狠心，就算常山再怎么在山门外跪着，都不曾开门去看上一眼。宁先生，好久不见。3年不见，老城隍近来可好？3年之前，童小郎君找我借银子，我还在想他怎会如此大胆，后来才知原是先生开口，
宁某当时囊中羞涩，就只能想到你了。加上先生欠童小郎君的，合计5两半，先生该还钱了。能不还吗？既是先生借的，何须再还呢？要还的，要还的。等宁某有钱了，自然就会还你。可是童大夫，正是在下，先生是来看病的，并非看病。宁某今日是来拜会令郎的。是换吗？两位稍等，我这就去换他出来。神，宁先生，您怎么来了？童小郎君，好久不见。那个，爹，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宁先生。之前我一直没跟你说起过。宁先生，快进来坐。不必麻烦了，宁某想让童小郎君带我逛逛房间，还请童大夫应允。童之焕见过2位老爷。不必客气。3年不见，你倒是长高了不少啊。吃得好就长得高了些。不错，筋骨也强壮了许多。说起来，先生一走就是3年，我还以为先生都忘了呢。只是去的久了些，还是要来的。先生，这就是当年那把剑。可有什么不对？剑有问题吗？没有，有劳童小郎君了。宁某接下来随老城隍在秋月坊随意走走。小郎君若是家中有事的话，就先回去吧。哦，好，先生您有空再来寻小郎君。那先生您慢走。看样子这柄剑的确是有不对的地方，先生是不想那童之焕为难，所以才说没有问题的。的确，童之焕不可能对那柄剑有想法的，问题定然不是出在他那。那会是？原来如此，宁某的剑竟是被卖给了别人。好胆，小神倒要看看是何人胆敢戏弄先生。那铁匠虽说有错，但也不至于让老城隍你如此气愤。剑丢了找回来便是了。那怎么能行？秋月坊属小神下辖，出了这样的事，小神的脸也没地方放了。区区小事，宁某自行解决便是了。老城隍何必动怒呢？宁先生可曾算出仙剑如今正在何处？江湖之中，得跑一趟了。很远吗？说近也近，但总归是没出大井，正在大井北域边关之处，几个时辰应该就能赶到。半日。此剑非凡，宁某得早些取回来才是。我送先生。不必麻烦了，待宁某将剑取回来，再与老城隍闲聊。果然啊，上仙赶路，何须用脚？高手。江湖剑客。只是剑客。不论江湖。不错，阁下莫不是为了十方剑匣来的？你这剑匣里面有一柄剑是宁某的。曾经想夺这剑匣的人都已经死于燕某剑下。既然阁下为此而来，还请做好临死的觉悟。春秋。我只是来讨回我的剑而已，你就要杀人？不必多言。什么？这法力不就是我头发里的吗？裘东、杜江、朱瑜。继续。此人到底是谁？竟能破开这十方剑匣？我有一剑，蛟龙出海赴黄庭。蛟龙。在。你不是武人？才反应过来吗？你们这些武人都这么混的吗？一言不合就要拔剑，现在可以好好聊聊了吧？聊什么？聊聊这个剑匣，还有宁某的剑。9把剑你能调动出来5柄，应当也能在人间无敌了吧？9柄？你不知道什么意思？想来也是，那人将剑匣给你的时候，估计也不会告诉你里面还有第9柄剑。第9柄剑就在中间，打开外面的铁片，应当就能看见了。不过有一点，我得提醒你一句，若是中间那把剑取出来了，这个剑匣也就废了，飞剑之法你也别想再用了。为什么？你能做到御使飞剑，不过是因为借了这匣子里第9柄剑中的法力罢了。什么法力？宁某说的不够直白吗？那你是如何知道这些的？那柄剑就是我的，你得知道，现在不是我在跟你商量。春秋。你拔不出来的，我来吧。剑出。陛下，这柄剑到底是什么剑？破剑一把，剑我就拿走了，可有意见？先生拿走便是。原是仙剑，难怪。阁下是要往哪里走？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应该知道。知道就好。早知道就不拿这柄剑了，老子就知道会摊上麻烦。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拿？如此精纯的法力，谁能不心动？既然心动，为什么又要把剑藏在剑匣里，还交给了别人？哦，原来是欠了别人人情啊！你就说你来干什么的吧，是兴师问罪，还是怎样，都随你便。反正我也斗不过你。你怎么就知道斗不过我？这件是你的，剑里的法力定然也是从你那来的。这般精纯的法力，我可不想凑过去找死。有趣，实在有趣。宁某倒是有些好奇，如今你人情也还了，身为一介修士，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你不找我麻烦，你还是先回答我的问题吧。上仙有所不知，我这一脉世代都以除妖为己任，当年我也是才来到这里，所以……老剑修慢慢解释了起来。
宁凡大致也明白了，你是说人皇的妃子是狐妖所化？不错，灵狐出身，4条尾巴，相当之正点。这跟他正不正点有什么干系？都是些题外话。总而言之，我留在这的目的，其实也只是为了盯着他。你没杀了那狐妖？放过他了。放过了？因为我被这狐妖说服了，相信他是真的爱上了大景的皇帝。仔细说说，这一桩事还真有点久远。那时候二皇子燕洵还没有继位，仍在幼年。秋猎之时，先皇打到了一只狐狸。打住，是不是后来二皇子救了那只狐狸？多年以后，那只狐狸来报恩？你算过了？这还用算？这种狐妖报恩的故事还少吗？说起来，燕洵能够继位，也多亏了这狐妖在背后替他清除了不少障碍，要不然他早死在他皇兄手里了。后来继任皇位之后，他便将其立为离妃，因为不曾立后，所以如今后宫诸事都是离妃独揽。不立后是离妃自己要求的，皇帝当初倒是想立离妃为后，但是朝中大臣反对的声音太多了，后来又谣传离妃是祸国殃民的妖女，离妃不想让皇帝为难，就放弃了皇后的位置。这么说起来，这个狐妖也不算坏。的确如此，自我遇到这狐妖以来，就不曾发现他做出过任何出格的事情，真的找不到理由杀他。那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我10多年前的时候在这待过一段时间，就是那次差点把他杀了，后来放下戒备之后，我就云游去了。这次回来，则是因为另一件事情。什么事？那狐妖有了身孕了。人妖相合本就有违天理，但你还在这，应当是没有斩去他腹中的胎儿吧？不曾亲眼见过，我又怎么知道到底会生下个什么东西？那狐妖又在我面前磕得头破血流，我一时心软又没动手，留在这里也是想等着孩子出世。若是孽障，我自当一剑斩之。他腹中的胎儿还要多久出生？算时日，应该快了，大概就在这几天。你来得巧，正好能赶上了，不妨带我去瞧瞧。你也要插手？宁某纯粹就是好奇罢了。好吧，这位便是宁先生。见过仙长。客气了，宁某一介闲人，不用在意。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仙长？宁某不曾见过你，兴许是记错了吧？为什么你说见过我？小妖总感觉仙长身上有种熟悉的气息，总感觉是认识您的。宁凡的目光盯着这狐妖，仿佛要将他内心中所藏的所有东西都看透。兴许真是错觉。上仙方才可否看了他腹中的胎儿？顺便看了一眼，并无大碍。并无大碍。按理说，妖性压着人性，这孩子能不能平安生出来都不一定。但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竟让这孩子人性与妖性保持了平衡，平安出生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仙长，我的孩子真能平安出世？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很难活下来。看起来你早已想好了解决之法，可否告诉宁某，最终是灭人性还是妖性呢？自当是灭人性。做妖倒是挺好，不然这孩子出生之后，恐怕要被世人议论，倒不如远离这人世。上仙有大道行，一眼便能看透这一切。不过小妖也并非惧怕世人议论才让他成为妖，而是这皇宫大内实在太过绝情了。我不想他像他父亲那样坐在那个人皇之位上，逐渐忘了自我，忘了身旁的一切。你对皇帝失望了，可是你将他推上那个位置的。那是唯一能让他开心的事。我曾经天真的以为他永远都会是那个小燕洵，但事实却总是不尽如人意的。如今他的眼里都是长生仙道，还有那朝堂算计，其余的什么都装不下了。那你又是如何打算的呢？等到腹中孩儿出生，我便会将其送回岐山，由族中长老抚养。至于我，大概还会留在这吧，陪他最后一段岁月。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也。人生在世不过100年，但在妖的眼中却不过是眨眼之间。你陪他这一轮岁月，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仙长这事，宁某到此便是缘分。你这腹中胎儿将来出生之后，定然命途多舛。此发虽不可保命，但却可以保他免受一些苦难。多谢仙长。不必谢了，若是往后有缘，说不定还会再见的。他腹中的胎儿真的没问题吗？当然有问题，人妖相合怎么可能会没问题？只不过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人，如他所说，想来就是他族中长老助他将腹中胎儿的人性与妖性平衡下来的。你若是真好奇，不妨等到他孩子出生之后再看看，或许就能找到答案了。你不留下吗？我是来取剑的，看场热闹罢了，何必把自己给看进去呢？上仙这话是说我多管闲事啊？我可没这么说。这是那位是司天监的监正玄天道士，先生认识？觉得眼熟罢了。皇帝痴迷长生，而这玄天最为擅长的便是炼丹一道。炼丹怕不是炼的毒丹吧？就是毒丹，朱砂、赤汞这种东西炼成的丹药，不把人毒死也得变成残废。好像历朝历代都有皇帝相信仙丹一说。谁说不是呢？世人皆想长生，若有仙缘，不过是迈步之间；但要是没有，那就是到死都摸不到半点门栏。而这世上的皇帝，更是永远都不可能有仙缘的。对了，有件事，不知上仙有没有兴趣？什么事？化龙。水毁500年化为蛟，隐于湖泊、深潭、江河之流、地洞之中。蛟修炼1000年，经历渡劫后，便会沿大江入海，称之化龙。
蛟龙走水，并非传言。大井南域就有一条修炼1000年的蛟龙，此蛟已经历3次渡劫，但每次都被天劫轰得奄奄一息，最终失败。谁料渡劫3次，却还是没有消磨掉他渡劫的决心。此番又要到他渡劫的时候了。这般执着，正是。一般而言，蛟龙渡劫若是败了，便再无化龙的可能了。但那条黑蛟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我都有些佩服了。什么时候？算时日，应当在年末，此蛟就会渡劫。若是渡过了，那便会走水化龙。不过，成功的可能实在太小了。若是年末，恐怕宁某赶不上了。那还真是可惜了。蛟龙渡劫也属奇观了，上仙也只有下次才能看见了。大井境内似乎有条真龙吧？那通天江的龙君化龙已有500年了，一直都有人道香火供奉着。以上仙的道行，倒是可以去瞧瞧。再说吧，话说你如今到何等境界了？堪堪化神境，距离洞虚还有好远的路要走。这世上不知有多少修士想跨过这洞虚境步入真仙，但结果却是无一例外的都倒在了这条路上。仙道难觅，真仙更是难成。走在路上的人，最终也只是一座座的墓碑罢了。大道50，天眼49，人遁其一，机会肯定是有的，但在这个机会还不曾出现之前，就算做任何努力都是白费的。上仙也是那路上的人，在宁某看来，7情6欲皆是人间逍遥，宁某俗不可耐，是成不了真仙的。是急是急，接下来去哪？青楼。你兜里半个子都没了，还上什么青楼？我上青楼不要钱。上京城里10之8九的青楼画坊都是宫里的人开的。燕小子当年给了我一块腰牌，自那以后我就从来没付过钱。燕小子？燕北安，上仙你见过的。他大井皇子竟去了漠北，还真是新鲜。说来是蠢，但这小子剑心通透，往后定是会有一番成就的。飞剑之法也是你传他的吧？不错。你是想收他为徒？那倒没有，我只是觉得他是个不错的苗子。不过做我的徒弟，他还差远了。说哪去了？上仙同去否？青楼你自己去吧，宁某随便逛逛就是了。看来就只有我一人独享其乐了。老不休，这些剑法都算精妙，但比起剑仙所使的剑法，应当是差得太远了。宁凡运转神识，每扫一眼，便将书上的内容全都刻进脑海里，或许可以从中取长补短，自己创一门剑法出来。原来在这。画本好看吗？好看。别喊，把他们吵醒了，我们都得被抓。你也是来偷书的？对。以前怎么在宫里没见过你？我是皇宫外面跑进来的。你好厉害！为什么说我厉害？因为没人能偷偷摸摸进到这里来。那你呢？你是宫里的，怎么大晚上跑到这里来偷书？他们不让我看这些画本，所以我只有来偷。你就不怕被发现？不会的，我很熟路。原来是惯犯了。我很厉害的好不好？能从后宫溜到这里来还不被侍卫发现，的确厉害。你是外面来的，那你一定很有见识了。外面真的有妖怪吗？为什么我在皇宫里从来没见过？有，外面都是一些吃人的大妖怪。据我所知，妖怪最喜欢吃的就是童男童女，小孩子身上的气息干净，嚼着松软，尤其是你这种香甜可口的小姑娘。真的吗？真的。不准摸我脑袋，大哥说被摸了脑袋就长不高了。你大哥骗你的。再摸我可就生气了。我看故事，不准打扰我。怎么了？你看过的故事多吗？是看过许多。那些画本都看过了，你看过的故事多，能不能讲给我听？你给我讲故事，我给你摸我的头，怎么样？一言为定。魂斗罗大陆是呢？一个很远的地方。真的有魂殿吗？真的有魂师吗？魂殿小燕是谁？我也想学蓝银缠绕，好厉害！80年河东，8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莫欺中年穷，莫欺老年穷，真励志。谁在藏书阁里？糟了，我出去应付他们，你快走。放心，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这边，殿下，胆可真肥。我看你忙活半天了，这是太累了，腿都软了。宁先生，早年你们师父还在的时候，你师父就曾叮嘱过你们3人，不管到了哪里，都需心存善念，切莫去做害人之事。你倒好，明知这丹药有毒，竟还要编作是仙丹去哄骗他人。宁先生，并非贫道有意啊，是皇上非要贫道炼丹，不炼就要我死啊！我不得已，我才。真是皇帝逼你的吗？我先生饶命，玄天再也不敢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其实你也没什么错，只是宁某看花了眼罢了。上仙这是才从司天监出来，老剑修这是才从温柔乡出来，那是自然。老不休，这上京城没什么意思，待了1夜，宁某也该走了。上仙这就要走，何不多玩2日？往后还会再来的。可惜了。若是下次再来上京，记得好好招待宁某。那是自然。若是上仙想找我，催动此符，千里之内，我便能知晓上仙的存在。善。
到时候宁某请你喝酒。那我还真想尝尝上仙的酒是何滋味。走了。仙中之仙，结缘于剑，当真是一件幸事。打酒来嘞。宁先生，宁先生，照例葫芦打满。好嘞。掌柜他，我知道。掌柜他生前几年的先生治好了腿疾，亦是寿终正寝，也算圆满了。他可留下什么话？掌柜让我好好经营酒肆，别关了门，免得先生您再来的时候没有酒喝。你家掌柜大半辈子身旁都空无一人，晚年捡到了你，也算享受了几年，莫要辜负了你家掌柜。先生，小六记得的，我拜了祠堂了，这辈子都姓张了，是张小六。带我去瞧瞧你家掌柜吧。哎，张武帝。说起来，这还是我头一次知道你的名字。听掌柜说，当年家里人少，太公当初给掌柜取这个名字，也是想家里人丁兴旺些，不曾想最后也只有掌柜一个。有时候总是事与愿违，本想人丁兴旺，但结果却是半辈子孤命，甚至于连个子嗣都没有。故人陆续凋零，好似风中落叶。生老病死已是常态，先生何必过多介意呢？既身处红尘，自然也会沾染红尘。宁先生也会沾染红尘吗？怎么不会？张武帝已然去了往生，先生也无需过分担忧。多谢城隍，先生客气了。他能遇到先生，便是他此生的福运。或许吧。酒肆的门仍旧开着，张小六坐在里面，一如当年的张武帝一般，坐在那个位置上。此后又将是一个个春夏秋冬。先生回来了，想什么呢？玄黄没想什么，只是一时有些不适应而已。昨夜去了一趟上京城，我见到玄天了。玄天师兄？对，皇宫里无数殿宇，唯独你师兄所在的司天监要比大殿都高上一层。玄天师兄如今是司天监的监正。当今皇帝痴迷长生，你师兄倒是聪明，一手炼丹之术出神入化，成了司天监的监正。炼丹真的仙丹还是？你觉得呢？哎，师兄他糊涂了。他倒也不算糊涂，他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无非就是荣华富贵，而且也确确实实得到了。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师兄他恐怕有难了。是他自己选的，他命中注定会有一劫，只是早晚之事。随他去吧。夜里下了一场大雨，玄黄早早的就回房休息了，似乎是因为几个弟子离去，心里有些不太好受。张老头走了，道观也不再热闹。宁凡拿着一卷书站在窗前，或许是老天也有些看不下去了，降下这一场雨，给这道观中带来些许生机。七情六欲皆是恩赐，又怎能舍弃？宁凡提着剑走进了那雨中，他挥舞着那柄剑，手挽剑花，在那雨夜之中闪烁出一道又一道的冷光，剑尖破开落入世间的雨水，雨水头一次沾染了他的衣袍，剑中包含着许多不满，夹杂着先生的情绪，一定挥了出去。该给你取个名字，就叫你听雨吧。你竟然能看见老夫，神念已至三重天，浑身却无半点法力，何其怪哉！宁某见过龙君，见过老夫不成？天逢大雨，来者又是人身龙首，除了龙君，宁某想不到别人了。敢与真龙对视，也算有胆。龙君过誉了，不知龙君为何来此？老夫奉天意来此降雨，见你舞剑成艺，一时觉得有趣，就驻足多看了一会，不曾料你竟不是个凡人。原来如此，龙君里面请，罐中有茶水些许，熟桃几颗，虽说有些寒碜，但也算可口。不必了，不过凡俗之时，难入我眼。老剑修说的还真不错，这老龙脾气的确是有些臭，身无法力，但神念却已至三重天。老夫当年似乎也遇到过一个与你一样奇怪的人。宁某在此间还不过100年，那就不是你。敢问龙君，这世上的修士就没有只修神念的吗？神念居于肉身、精、气、神三门，缺一不可。就算是佛门那些秃驴，最终也要舍弃肉身，不可能像你这般神念多大。那若是神念再长，会有什么后果？只有舍弃肉身。神念5重天，你无法力，也不曾锤炼肉身。按理说2重天后肉身便无法承载神念，你当真是个异类，竟然还保留着肉身。那应当是诅咒的原因。龙君说曾经见过像我一般的人，那龙君可知那人最后走到了哪一步？老夫忘了。这样吗？老夫真的记不清了，并没有骗你。宁某并未觉得是龙君不想告诉我。雨还有半刻，老夫也该走了。小子，你这剑耍的倒是不错，若有一日到了通天江，莫要忘了到庙里给老夫敬点香火。那是自然。清早起来还是得动一动才是，这样才能活得久一点。无非也只是这么2年，或早或晚都是一样的。话是这么说，但若是呆坐着，像是枯树一般，久了说不定就真成了枯树了。怎么会早产？6位，剑仙请回吧，元山狐族自会保此子无忧。一阵妖风忽然卷起，面前的6尾狐妖也化作一阵风，消失在了宫门口。老剑修没有去追，但他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孩子定然是被带走了。这不是那个孩子吧？我要留下来的，总不能让孩子平白无故的消失吧？何苦呢？狐族苏俊涵见过剑仙。8尾，老夫想跟剑仙打听一个人，此霸之主与元山狐族有极大渊源，剑仙可知他如今在何处？你们找他干什么？
并非仇怨，剑仙无需担忧。上仙昨日便走了，我与他也只是萍水相逢，并未有其余联系，我帮不到你。这样吗？你做了什么？剑仙莫怪，本尊不过是想看看剑仙说的是不是真话。本尊，你大爷的！这八尾狐妖莫不是元山狐尊？居然让狐尊亲自来问，那位先生难不成是跟元山狐族有什么恩怨？谁在想我？算到此人了吗？回禀龙君，老龟不曾算到龙君说的人。没有，老龟，你再仔细算算。龙君依旧是查无此人，或许是龙君当初遇到的那个人，如今到了更高的层次，藏在了天机之外，所以老龟我才算不到的。你再帮我算一个人，此人姓宁，如今正在安宁县秋月坊外的流云关中。龙君还是查无此人。你连一个毫无法力的人都算不到。龙君是真算不出此人来。再算，你这老龟几百年不曾卜卦，龟壳生锈了不成？龙君饶命！龙君，老臣是真没算到，还请龙君明鉴啊！若是有这人该怎么办？若是有，老臣自己献了这身龟壳。睁大你的眼睛看看，是不是这人？这怎么可能？这位是龙宫龟丞相。见过龟丞相？你真信命？正是。龟丞相可有疑惑？是老夫为难你吗？龙君，饶命啊！龙君，滚回通天江去吧！小子，老夫问你，为什么你能躲过天机？就连龟丞相都算不到你的存在，你到底是谁？什么躲过天机？龙君莫不是故意为难宁某？如今可以说了吗？说什么？你不说，那老夫便自己看。应征。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什么？龙君这是要带宁某去哪？去你该去的地方。龙宫。跟老夫走。敢问龙君，之前在流云关时出生之人是谁？进入这道门，你就知道了。先生，您来了。你认得我？怎敢忘记哪吒之名，还是当年赐下的。先生忘了？你叫什么？你叫哪吒？哪吒三太子？开什么玩笑？不愿，反正先生也不是第一次忘了。你真的认识我？又是一个轮回。轮回？不错，先生请跟我来。先生请吧。让宁某去拿。正是。那本书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先生想要的东西。还有一个问题。先生请问，在流云关时，你喊的什么？应征。你不一起进来吗？我进不来。诸神复令篇其2，上面记述的是一门请神之法，在末尾还有数位神灵的名字，而在其中，宁凡就找到了哪吒三太子，还有许多他耳熟能详的名字。这篇法门是什么意思？先生不是看过了吗？这书看之则灭，若干年后还会重新出现的。若干年？或许几百年，或许几千年。该好好聊聊了。先生无需多问，我回答不了先生。因为还不到时候，所以说你知道，只是不能告诉我。不错，这是先生您当初定下的规矩。当初，所以说我不只是我。不对，先生如今还不全是先生，但先生依旧是先生。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还不完全是我？宁某明白了，是我的前世吗？你说是我定的规矩，那我当初为什么要立下这样的规矩？那好，其他的我不问，你只需告诉我一件事：那书册里所记录的名字都是从何处来的？这些人又是从何处诞生的？告诉宁某之后，宁某便不再多问。你这样犹豫，说明你的来历其实并不简单，有可能凭空而出，又或者说是某个人捏造出来的。我说的对吗？正是。法力而成，哪吒是先生梦中之人，而非法力铸成。梦中之人，时候不早了，先生你该走了。你并非此间之主。三太子说什么了吗？龙君指的是哪方面？三太子他可曾说过老夫不好，又或者说龙宫不好？不曾说过。那便好，那便好。龙君与三太子之间有何种渊源？先生因之化龙须渡劫走水，而在渡劫之际有一劫心劫，老夫便是在心劫之中见到的三太子，得三太子点化，故而得以渡过雷劫。老夫想偿还恩情，但三太子当初却只是让我留意一位先生，没说那位先生是什么样的吗？不曾提起。若非先生当时身后出现了三太子的法相，老夫估计都想不起来。宁某知晓了。诸神复令篇其2，既有其2，那定是还有另外的几篇。那另外的又在何处呢？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团迷雾包裹住了所有的真相，就是为了不让他知道。宁先生，你且歇着就是，不用管我。无以无法，复令诸神，请哪吒三太子。三太子见过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哪吒便是哪吒，先生为何这样问？你不是莲花池里的哪吒？先生此话是何意？无以无法，复令诸神，请灌口二郎真君杨戬。主上可有危难？我召你出来是想问你一些事。先生请问，你从何处来？果然，我还不完全是我，你们也不完全是你们。那段逝去的记忆里，自己都做了什么事？自己又到底是什么人？先生早。
早，如今仍有香客上山。香客一般都是出疑惑是食物才会上山来进香，先生以往都错开了，所以才没见到。这样吗？宁先生，同济堂大夫童财政见过宁先生。客气了，先去敬香吧。宁某在这看看书，不用在意我。童某敬完香，再找先生唠叨。居士认识宁先生，小儿与宁先生有过几面之缘。令郎福缘不浅。玄黄道长的意思是说，不可说，不可说。道长，宁先生一直都在这吗？先生只是偶尔会在山上留宿。童大夫，我们前2天才见过。多年前，小儿年少无知，冒犯了宁先生，好在先生大度，并未计较此事。童某谢过先生不究之恩。童大夫言重了，宁某许多时候都很随和，不至于纠结这些小事的。倒是这孩子天资聪颖，有赤子之心，难能可贵。先生夸了，小子其实也没有先生说的那么好。你我有缘，先生，我儿当真有这福气。缘不在于我，而是你们自身。童大夫，你常开一诊，救苦救难，行了半辈子医，自有福气积攒。令郎托你之福，自小便有福禄之气在身，故而少灾少难，此为行善积德所致，顺应天道，自得苍天眷顾。实不相瞒，童某自认为医术浅薄，虽说救了些人，但还有许多人，童某却都无能为力，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逝去。此言差矣，既是出手相救，便已结下善缘，若救不了，那也无可厚非。善念在心，久而久之，自有福禄顺来。童大夫又何必妄自菲薄呢？实在惭愧，往后不管你是还行医道，也需切记，心有善念，广结善缘，总归是不会有错的。宁先生，难不成我以后不会成为大夫吗？这不是要看你自己吗？先生明眼，在医术一道上，我儿的确有些吃力，可否请先生为我儿指条明路？你要问他自己，相比起来，随心而动便是明路。随心而动，先生，我还是想做大夫。知焕，你可要想好。阿爹，可是我就是想做大夫。小时候我就跟你在坊间行医，乡里乡亲的都很敬重阿爹你。在我的印象里，阿爹你就是最厉害的人。那时候我就在想，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当大夫。而且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万般选择，皆不如自己乐意。赤子之心，当是如此。我与令郎有缘，今夜便让他留在关中。童大夫意下如何？我儿能的先生指点，是他此生之幸。童某代我儿谢过先生指点之恩。谢过先生大恩，只当是一场缘法，莫要辜负了你阿爹的一片苦心。小子一定会跟着先生好好学的。可曾有字？还没有。阿爹说我虽然到了籍贯，但见识还有些浅薄，说等再过2年才给我取字。此话倒是有理，过2年也好。不过往后在我面前还是别称小子了，听着怪别扭的。那该怎么称呢？称我都行，随你乐意。说起来，阿爹想找安宁坊的丹夫子给我赐字，我其实不太愿意，我是想请宁先生赐字的。我按理说赐字这样的事得请家中长辈或是德高望重的先生来，宁某恐怕不合适。先生不也是前辈吗？我一无名声，二无本事，也算不得前辈。若是真不嫌弃，你且问过你阿爹，若你阿爹答应，宁某便帮你取这个字。多谢先生，阿爹他肯定会愿意的。这本书你且收好。先生，我现在能看吗？可以。没有字，一会就有了。关乎于医道，宁某所知的也不过是一些阴阳调和五行生克之理，而关乎于药理药方，宁某一概都教不了你。所以这些都得靠你自己一步一步去学。先生肯教我就是大恩，不敢奢求。药理药方不是我不教你，而是我也不会啊。接下来宁某给你讲述五行阴阳之道。阴阳相生相克，凡寒降内晦暗沉静均归阴，凡是炎生外亮动均归为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寒即生热，热即生寒。人有气血，对应阴阳，寻常之人阴阳不平，须以药治，而此间却有控制气血之法，以致根本不变，并无处来。先生的意思是说阴阳可控，这可曾见过江湖武人？不曾。自古便有言，习武可健体强身，实际不止于此。到了一定境界之后，武人便可控制自身气血，若受寒凉，气血自溢，寒凉自退；若受火热，气血自平，火热可解，亦是遵循的阴阳平衡。随后宁凡说起了武人是如何运气，以达到控制气血的目的。若能控制自身气血，是不是也可以控制他人气血？不错，江湖有医，借气血行针，可解寻常药物不治之症。先生，我想学这个。知焕呢？此事说来话长，你可记得知焕说起的那位先生？自然是记得。童才正将上山之后所有的事都跟于氏说了一遍。这莫不是仙人指路？知焕能得上仙指点，这是天大的喜事。但是如果是学医的话，知焕会不会惹得那位先生嫌弃？那位先生并非严苛之人，我也提前告知过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我还是有些担心。别担心了，等明日知焕回来就知道结果了。
天亮了，该下山了。你阿爹阿娘还在山下等着呢。先生，我明日还能上山来吗？明日宁某就不在山上了。这是气血之法，若是不懂，往后可来山上找玄黄观主，他会教你如何运气。谢过先生。先生之后打算去哪？很远的地方。先生，我算是先生的弟子吗？下山去吧。置换明白了。先生似乎赠了他一本书，一本杂书而已。置换。阿娘，可是惹了先生不悦。不曾，先生他虽然教了我一些东西，但没有收我做弟子。先生乃是仙人下凡，想做先生的弟子本就不易。先生肯留你在山上，已是你的福气，不要妄自菲薄。知道了，阿爹。先生都教了你些什么？先生讲了阴阳五行，还有武者行针，还给了我一本书。什么书？能给爹爹看看吗？没有字。起初的时候，孩儿翻开这本书里面也没有字，但是后来再翻开的时候，里面就有了字，是一本关于药理的书。怎么了？不对，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了？昨夜这本书里明明写的是药理，但是今天就变成了药方。阿爹阿娘，你们看这一页，昨天明明写的是茯苓的药效，今天就变成了驱寒的针法。置换，阿爹阿娘看不到书里的东西，你要切记，先生给你的书定然不是凡物，这本书万万不可遗落，更不可交与外人，明白了吗？阿爹，孩儿知道了。先生可还在山上？应该还在吧，明天或许就不在了。临走时先生说明天要去很远的地方。这样吗？先生应当是不想多被打扰，我们也别再上山去了。无量天尊，先生是不是要走了？应该吧。下次见，仍是3年之后吗？不错。不知下次先生再来，贫道还能否见到先生？若有长生仙路，你走或不走？先生，玄黄何时求过长生？有此一剑，可保留云关百年不腐。多谢先生。日落之际，当玄黄再次回到道观的时候，那桃树下已然没有了先生的身影，书阁里亦是平静如常。他想，先生应该是走了。先生的佩剑，先生怎么连佩剑都忘记拿了？道长，我学武真的很有天赋吗？天赋上佳，可惜你进门太晚了，要不然照你这个岁数，估计也能成为这江湖中1等1的高手。可是道长，我学武是为了能运气行医救人，不是混江湖啊！入此江湖门，必受江湖苦，你往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呢。本以为道观会就此沉寂，谁曾料先生走后，那童家小郎君时常上山来询问他有关武学运气的事。因为童小郎君的到来，道观也多了几分生气，玄黄的脸上也多出了几分笑意。玄黄道长，我可以拜你为师吗？在先生走后的一个冬天里，童之焕说起想拜道长为师，但却被拒绝了。宁先生曾教过你，贫道没有资格做你的师傅，但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来问贫道，贫道自当倾囊相授。可是先生没收我当徒弟。没收也不行。童之焕只得一叹，便再也没提这件事。他照往常一般，每3日上一趟山来，跟玄黄道长学运气。在山下的时候，他便整日温读医术。在先生走后的第2年，玄黄的咳嗽便越发厉害了，甚至许多时候咳一场都好像要了他半条命一般。贫道其实早就清楚自己时日不多了，你也别在贫道身上浪费这些药材了。这药材不值几个钱的，道长你别心疼钱，赶紧喝了。1年300多天，这药几乎都没有断过，也是因为童之焕，玄黄至少多活了半年之久。在第2年入秋之际，一场冷风断绝了这一切。之焕，道长，你等着，我这就下山去拿药，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贫道有话跟你说，往后行医，切记最好不要分文不取，但也不要漫天要价。我记着了。贫道还想什么？想吃桃。我这就去买，这就去。道长你等着我。道长。玄黄下巴微动，他闭着双眸，却仍能看到他脸上的满足之色。这是他曾经最想吃的东西，到如今一样也是如此。他的气息断绝，再无遗憾。道长，我治得了疑难杂症，救得了旁人救不了的人，但唯独救不回道长你。流云观第2代观主玄黄仙士，按照玄黄道长生前吩咐的，一切从简。童之焕在那墓前跪了2天，不多不少，只因道长并未收他当弟子，再多跪1日，就是乱了规矩。这件事埋在他的心底，久久难以忘怀，因为在他心中，玄黄道长是和宁先生一样尊敬的人。先生指路，道长引路，这才有了小子这身本事，还有这一身医术。处理完道长的后事之后，童之焕索性搬到了山上。他想再在山上待些时日，因为这里是道长平生惦记最久的地方。自那往后，有不少寻医的人上山求药，本该沉寂的流云观也再次热闹了起来。
但同时也有了规矩，非疑难杂症不治，号脉不收分文，但须在罐中竞香3炷。也是因为这一点，刘云观至此香火不绝，青烟不止。这是童之焕认为唯一能报答道长的事了。这些书都看完了。在这2年里，童之焕潜心学医，加上先生曾经给他的书，在医术一道突飞猛进。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先生当初给他的那本书上再也没了字迹。他站在了道观的门口，见那山峦之间云霭飘然，反复看了许久。在第2天的时候，童之焕去后山祭拜了一下玄黄道长，锁上了流云观的观门后，便下山去了。至此，流云观才算是真的空了下来。为什么先生看得懂，我却看不懂？天顺26年冬，童之焕推开了道观的大门，外出1年之久，归来时已然不是曾经那个少年。当初还有些稚嫩的他，如今脸上长出了胡子，双眸之中也多了些许沧桑。这院内没有落叶，屋檐没有灰尘，莫非有人来过？这本书怎么会在这？呆子，这本书怎么又到这来了？呆子，何方妖魔胆敢在此地放肆，还不出来？我当初还给过你桃子吃呢，你现在拿剑对着我。你是何方妖魔？你才是妖魔呢，你全家都是妖魔。你是院中桃树所化。关里有先生佩剑，哪里有妖怪敢进来？这位姑娘怎么称呼？我还没有名字呢。没有名字？那童某怎么称呼你？就喊姑娘吧，等先生回来了，先生会给我取名字的。姑娘为何盯着我看？你该不会是害羞吧？姑娘莫要瞎说，童某只不过是连番劳顿，睡眠不足，故而有些胸闷气短，喘不上气罢了。你现在浑身气血充盈，眉目间也并无疲惫之色，你就是脸红害羞了，还想骗我？童某，你啊你，都出去1年多了，回来也没个长进，见了姑娘就害羞，你这怎么行医治病啊？来，我请你吃桃，拿着啊，放轻松点，我既不是妖怪，也算不得是人，没必要那么害怕。其实童某极少给闺中女子医治，更别说什么？更别说像姑娘你这样好看的女子。你这1年都是去的什么地方？世上女子千万，好看的多了去了，难不成就没有比我好看的？没有。真的。知道了，呆子，不跟你说了，我歇息去了。为什么喊我呆子啊？桂枝6钱，芍药。桂枝汤讲究多少桂枝就要多少芍药，但这其实只是民间的说法。若是将桂枝加量的话，治疗风寒杂症的效果会更好。这一点先生给你的那本书上有写。姑娘怎么会知道？你以前可是经常坐在这里看书的，我无聊也看了一些，就记下了。看我干什么？改啊！哦，真是个呆子。有人说过姑娘你笑起来很好看吗？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就是你，以前没人说过，你说了那不就有了吗？呆子。先生应该快来了吧？这是先生要回来了，剑中有灵，故先生将至之时自有剑鸣。可是先生也还没到啊。呆子，先生过来不要时间吗？去关门口等着就是了。哦。才5月27，竟比上次早了5天，不错。先生，请到楼上坐。不用，我找你们家掌柜。掌柜的，有位先生找您。宁先生，小二来了。我问你，方才跟你们掌柜进去的那位是什么人？客官，方才那位先生应该是我们掌柜的旧相识，只是小子在这待得不久，也不认得这位先生。没你的事了，去吧。明镜兄可是遇了熟人了。我也是见那人气质不凡，所以才留心了一下而已。没想到这秋月坊中竟还有这样出尘之人。出尘？对，就是出尘，不似这凡间之人。不说了，喝酒。常山兄交代下来的事，我们还没去办呢。吃完这顿早点办完，我们也好早点回去。哎，你倒也没忘记张老头说的话，如今将这酒楼开得有模有样的，只可惜掌柜的没能见到。常言道，逝去之人有在天之灵，说不定此刻他正看着呢。若是掌柜的能看见，那自然是最好的。这一次要多打一些。那我再给先生找个酒囊来。不用，把这葫芦装满就是了。先生果然非同一般，往年这葫芦只需3瓢便能打满，可如今却打了9瓢。宁先生，打满了。宁某出门时忘带了银子，此次就先欠着，你看这样可好？先生这是做什么？小六又怎敢收先生的酒钱？先生您也说老掌柜正在天上看着呢，先生没酒喝了，尽管来打就是了。若是先生，酒定然是管够的。你啊你，没张老头实在，别的都好说，先生要给钱的话，那可就不行。世间万般皆是缘，唯有人情账难清。而且看小六这样，如果欠在这里，说不定以后没机会还了。宁某不白喝，你不收钱，那宁某便给你题一幅字，你看如何？题字。
宁某不善诗词，一手打油诗，写得不好，凑合看看吧。既是先生所写，又怎会差？等晌午我找人框好后，就挂在这酒楼里。酒钱便拿这诗抵了吧。宁某就不打扰你做生意了。先生要走，去见见几位老朋友。好吧，先生慢行。掌柜的，这位先生是什么人呢？以前怎么没听掌柜您说起过？这位先生啊，你只要知道，下次见到这位先生的时候，一定要毕恭毕敬的。但凡有一点怠慢，我扒了你的皮。岁月无常。同知唤恭迎先生回山。恭迎先生回山。胡子都这么长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路走多了，难免沧桑些。看起来这些年你的确去了许多地方，历经数年悟的先天木气，开至成灵。虽有机缘在身，但你能做到这一点，亦是不易。你如今已能显露灵身，还是给自己取个名字吧。宁某取的，怪不好听的。还是先生赐我一个吧。真要我赐名？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就叫你桃儿吧。啊？先生还真是独具一格啊！瞎说什么呢？先生取的名就是最好的。我可不是说先生取的名不好听，桃姑娘挺好听的啊。呆子，姑娘怎么又说我啊？宁某的头发就这么好用吗？连你都醒灵了，如今剑中有灵，你也算得上是真正的仙剑了。你啊你，之前你告诉宁某说能喝到宁某的酒是件幸事，如今可倒好，没喝上几次人就走了，这要宁某怎么说你才好？他仙逝前可说过些什么？道长他拢共只说过2句话，一句是叮嘱我的，另一句是什么？道长说他想要吃桃。那他吃到了吗？吃到了，桃姑娘给的。吃到就好，吃到就好。这般看来，你也算是为自己活过。半生贫苦，他没去求过荣华富贵。先生在前，他亦未开口要过长生，在他那能说出想要2个字，实在是太难了。不过好在，最终还是说了出来。这个爱傻笑的老道士在临终之际，总算与自己和解了。道长他应当是想吃桃的吧？应该是吧，应该吧。这算是得到吗？怎么不算呢？途经一处叫做龙平坊的地方时，遇到过一个病患，起初只是平常的眼疾，但过了2天之后，双目开始变得红肿，眼里有血丝，双眼瞪出，观察几日只有。先生应当是睡着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先生睡着。啊，先生平时都不睡觉的吗？以往先生在山上的时候，晚上都是在书阁里看书，从未睡过，这还是头一次。原来天上仙人也会被琐事扰心。那可不，先生以前说过，仙字一旁伴着个人字，再厉害的仙也是人。既然是人，那总是会累的嘛。我也不太懂，我只知道这样的先生一直都很让人觉得亲近。这倒是。快点，去里面。先生再休息一会吧，我去应付这几个泼皮。我睡了多久？先生才睡了3刻钟。没事的，3刻钟足够了，反正睡不睡都是一样的。几位，你们贸然闯入此地，怕是不太好吧？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冲？这么大雨，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才闯进来的。再说了，这里不是道观吗？进来难不成还要得到同意吗？10元。明星兄，本来就是啊，我又没说错什么。你们也知道这里是道观啊？那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这么冒失的闯进来？难道就不怕会冲撞观里的神仙吗？规矩何在？我看你们4人穿的倒是体面，做事却是一点分寸都没有。兄台见谅，我等也是慌乱之下才闯进来的，扰了道观安宁，实属不该。但如今这么大的雨，也没办法再寻他所。兄台可否允许我们在这待一会？雨小一些了，我们立刻就走。你还算懂点道理。如果是避雨，那让他们避就是了。先生好不容易睡一觉，却被你们几个给吵醒了，真是。你还算好，留在观里就是了。至于另外3位，观门口围墙下有3寸地界，可避防风雨，那里比较适合你们。兄台，这明经兄不必多说了，既是不欢迎，我等不留就是了。关门口就关门口，在这我还免受这晦气。君子从不寄人篱下。进来坐吧。多谢兄台。何必为难他们3人呢？先生脾气好，所以不跟他们计较。但他们贸然闯入，叨扰了先生在先，话语之间尽是傲气。虽说天下敬重读书人，但童某可不惯着，一个个以为多读了2本书就不得了。再说了，先生你也说只是让他们避雨，观里是避雨，观外围墙下一样也是避雨。先生要是觉得知唤做错了，先生罚我就是了，我就是见不得先生吃亏。你啊，尽耍些小聪明。眼线学子唐明镜见过先生，贸然闯入，打扰了先生休息，实在抱歉。你们应当不是途经此地才来避雨的吧？毕竟上山的路可不好走。先生说的是，我们此行就是来流云观的，来扫道观的。先生怎么会知道？常山他近来如何？前些日子我们与常山打了个赌，输给了常山兄，于是就被招来打理道观。去年秋尾，常山兄名列榜首，
近些日子已经启程去上京了。不错，先生，他说的可是道长的徒弟常山？你见过？早年的时候跟阿爹上山进香，曾经有过几面之缘。常山兄是修道之人，3年前他下山之后就不是了。那他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读书的？在山上的时候，他只读过道经。啊，开玩笑的吧？读了3年书就名列榜首。常山命中千秋，自有造化，留在山上当道士还是真可惜了他。当年还是他师傅亲手把他赶下山去的。常山兄才是真正的读书人，但其实最让我佩服的还是常山兄的为人，大概是我见过最为正直的人了。光是正直可不行。先生说的不错，常山兄往后若是进了官场，光有正直是很难立足的。你应该比他圆滑些。先生过奖了，明镜学问没做到多少，处事也还差得远，往后在哪混都还说不准呢。先生为何盯着我？看看罢了，这雨大概还有半刻钟就要停了。半刻钟？兄台，你家先生不是观主吗？是也不是，老观主前些年的时候将道观托付给了我家先生，老观主仙逝之后，流云观便是先生在打理了。原来如此。先前听你说起常山小道长，你是他的同窗。不错，说起来，当初遇到常山兄的时候，遥想当年，我被常山兄摁在地上打，还真是。读书倒也挺有意思。我倒是挺佩服兄台的，兄台走遍山河，治天下人，乃是有大毅力的人。唐某自愧不如。读书不也一样是为了治天下人吗？兄台此言不差。明镜兄，雨停了。你那3位同窗不知在外面讲了多少坏话，再不出去，他们怕是连你一块也讲进去了。既是如此，那唐某也不多留了。若是哪天兄台到了眼线，我请兄台喝酒。一言为定。先生说的。兄台方才在说什么？没事，我家先生让我转告你一句话啊。必天之明者，云雾也；必人之明者，私欲也。明者自明，顾忌自身即可。该下山了。兄台届时替在下转告先生，便说唐某谢先生赠言。好，告辞。陶姑娘，先生留给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你问先生去啊。还是算了吧，想来是别有深意吧。先生在后院吗？先生在后院练剑，还是别打扰先生吧。有些病症，我想不明白。呆子，你干嘛不问问我？你是瞧不起我的医术？我没有。你就是。童某真没有。说半刻雨停，这雨半刻钟就真停了，太过古怪了。明镜兄想什么呢？没什么。必人之明者，私欲也。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冬日里醒灵的吧？是的。宁某虽说时常来秋月坊，但还从未见过秋月坊下雪。之前倒是听人说起多年前下过一场很大的雪。先生喜欢下雪天吗？谈不上喜欢吧，只是太久没见过了，有些怀疑。先生这些年去过的地方就没下过雪吗？我去的地方啊，无风无雨，更无大雪。陶在道观里见过刮风，听过下雨，也见过下雪。这样说来，先生还不如陶过得好。是人都比我过得好。先生别担心，先生一定会看到雪的。等年末下了雪，陶儿就将雪藏起来，等先生回来的时候就给先生看。你不经世事，故而造就了这份单纯，难能可贵。往后你便在一旁替宁某研墨吧。陶儿可以看先生写的东西吗？自然可以。多谢先生，多谢先生。先生，怎么？先生，外面有条蛇。蛇？你都这么大了，还怕蛇不成？大蛇，少说5、6丈。先生，那是什么东西？胶。去屋里待着，切记不可再关。碧波湖墨渊，求先生相助。碧波湖墨渊，求先生相助。你不是2年前就该渡劫走水的吗？出了变故才拖到了如今。龙君告与我说，只有先生才能帮我，故而前来。天劫我治不了，你另请高明吧。并非治伤，请先生留步。不是治伤，那你要宁某怎么帮你？秋月坊西桥下悬着一柄剑，先生若能帮我将那柄剑取下，助我顺利化龙，墨渊愿俯首于先生身前。就这么简单？这不明摆着就是个坑，要我往里面跳吗？那把剑要是谁都能取下来的话，也不必求到我这里来。要是真去取了，搞不好还会惹麻烦上身。蛟也好，龙也罢。可是宁某向来独行惯了，所以取剑一事，你还是另找他人吧。又下雨了，先生。好奇？我能再去门口看看吗？走了已经，你要看便去看吧。先生，我去了。这不会是蛟龙血吧？呆子，住手！那可是蛟龙血，你敢直接去摸？这只手不要了是不是？真是蛟龙血。蛟龙血属至阳之物，其浊可焚千物。先生给你的书上曾有记载，有武者借蛟龙之血淬体，顷刻间便被烧成焦炭，神形俱灭。你又没好好看书。我以为那是杜撰的，而且时间久了，这些边角的东西我也记不住啊。呆子，拿去。蛟龙血可入药，
盒子上有一个小口，碰一下就会开，要用的时候倒出来一点就行了，别找死的用手去摸。多谢陶姑娘。呆子。对了，陶姑娘，那条蛟找先生做什么？似乎是求先生帮忙。还是先生厉害啊，连蛟龙都得来求先生。那先生答应了吗？应该没有，要不然也不至于门都没让那蛟龙进。西桥下的那把剑竟这般来历不凡。赵玉清，我出门一趟，晚些回来。先生晚上还回来吃吗？不用。小生不知先生造访，有失远迎。宁某想跟老城隍打听一个人，先生尽管问便是，只要是秋月坊的人户，小神都知晓。这个人叫做赵玉清，900年前曾是秋月坊人士。900年前，这我恐怕得好好找找。没事，找吧。这个人本名可能不是这个，但姓氏应该不会有错。老城隍可以找找900年前姓赵的人家。判官何在？下官见过城隍大人，见过宁先生。900年前，秋月坊中可有姓赵的人家？城隍大人，900年前的话，恐怕下官得仔细找找。找，立刻。是。禀大人，900年前只有一户姓赵的人家，赵家只有父子2人，父名赵千云，子名赵十七。这2人起初是上京人士，后来在景泉6年7月到的秋月坊，此后常住于此。赵千云平生无妻，死于景泉11年8月。而在他死后，其子赵十七就离开了秋月坊，不知道去往了何处。可是先生要找的人，应该是了。判案上可有赵千云相关的记述？回禀大人，有是有，但是上面记述的是无功无过，判的中平，早早的就入了轮回了。有劳了，宁先生客气了。这个赵十七是先生找的那个赵玉清吗？是他没错。此人离开秋月坊之后，便去寻仙问道了，如今尚在。我秋月坊竟还出过修士。宁某算了足足半个时辰，才算出此人曾在秋月坊待过一段时日，本名都不曾算出来。这人竟有这般道行，竟连先生都没能算全。那他是得罪了先生，还是？那倒没有，只是有一桩事与他有些干系，并无恩怨。这样吗？这个赵玉清拦着这条水路是为了什么？看来墨渊真去求了先生你。宁某有些不解，为何龙君会让他来求宁某？别人不行吗？老夫只是觉得赵玉清会给先生这个面子而已，可没说别人不行。这个赵玉清是何人？连你都不愿意去得罪。云浮山主赵玉清与宁先生一般都是散修。300年前，赤黑岛妖族与秦月宫女修起了争端，谁料动静太大，震动了正在云浮山上炼丹的赵玉清。先生，你猜结果如何？结果就是赤黑岛上的妖族死了7成，秦月宫修士死了4成，被迫换了道场。当初在修仙界有头有脸的2大势力，被赵玉清一个人杀得天翻地覆。到如今，赤黑岛和秦月宫的名字在修仙界听都听不到了。因为这件事，后来还有人传赵玉清是魔修，后来传到赵玉清的耳朵里，当天就给那些舌头长的修士给宰了。自那往后，就没有人再敢去触赵玉清的眉头，而云浮山方圆数百里也再无人敢踏进一步。还真是个奇人。不过龙君未免也太看得起宁某了，这样的人又怎会给宁某面子？那可说不准。关于宁某的事，龙君似乎一直都没说实话。对啊，老夫就是吊着你，不让你知道。龙君为何如此？好玩啊！宁某打不过你，自然认栽。宁先生早晚会知道的，不过也别问老夫了，老夫是不会说的，而且也不能说。三太子当初也像龙君你这样说，是吗？那老夫就不清楚了。不问也罢，宁某早晚也会知道的。是极。关于这斩龙剑的事，宁某就不掺和了。宁某还有事在身，就不陪老龙王闲聊了。宁先生就不请老夫喝杯酒再走。宁某现在很少喝酒了，老夫请宁先生喝。真不喝了？那就喝茶。喝吧喝吧。宁先生似乎很不乐意啊。我哪敢啊！宁某不过是一介散修，哪敢对龙君不乐意啊！小二上2壶酒。客官喝什么酒？原来是宁先生，小的这就去喊掌柜来。还是不用了，碍他事，上2壶秋月酿就是了。那好吧，先生且稍等片刻，小的这就去打酒来。宁先生不是不喝酒吗？龙君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这酒放在凡世里倒是不差，自然是比不过龙宫的琼浆玉液。龙宫哪有琼浆玉液，无非就是一些灵酒果酒而已。先生要是想尝尝，老夫差他们送些过来就是了。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啊！没成想老夫竟还吃了亏，罢了罢了，差人给你送来就是。多谢龙君。话说龙君与这黑蛟是有些交情，这黑蛟算是旁支了，与我通天江水族其实没有太大的干系。那龙君为何还要帮他？老夫可没帮他，
通天江只有一条，大井境内也只能有老夫一条真龙。至于那黑蛟，他是拿15滴真龙血跟老夫换的消息，老夫也只是告诉他宁先生可以解决此事，可没说先生你一定会帮他。龙君都化龙了，还要这真龙血做什么？老夫的确不需要，但老夫的龙子龙女们需要啊。再说了，那可不是一般的真龙血，蛟龙渡劫之后不曾走水便是半龙，此刻的真龙血是最为精纯，称之为先天龙血，这东西可遇而不可求的。没成想龙君还是个奸商啊！这可不是老夫要的，而是他非要给老夫的。老夫又没做错什么。再者说，这天下哪有白捡的便宜？这倒也是。那赵玉清留下的那柄剑呢？赵玉清这人向来独来独往，那柄剑都是几百年前留下的了。老夫可没心思关注这些东西。那这般说来，这黑蛟是过不了这条道了。不错，从碧波湖界河道入江，这秋月坊是必经之道，更不可能改道而行。不过便不能化龙，但要想闯过去，那估计就是死路一条。能渡4次天劫，可见其心道坚毅。这般命途实在可悲。宁先生想帮他不成？宁某不过一介散修，又怎么能帮得了他？若是先生要帮他，那老夫也当是送了他个顺水人情。龙君似乎很相信宁某啊。那倒没有。老龙王有些举棋不定，这黑蛟他倒也觉得可怜，但化龙之路本就坎坷，且一山不容二虎，他还是偏向于这黑蛟死在斩龙剑下的。但如果宁凡真要帮他，那这事就得另说了。这老龙王不愧是老狐狸，一点尾巴都不露出来。若宁某拿下那柄剑，龙君会吞了宁某吗？老夫有的选吗？龙君喝酒。先生，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学的生火做饭？经常在外面走，总是要学些的，但做出来的东西也只是能吃而已。我看挺好的。宁某小时候也时常会去山里捡野菜吃，想想都是很久远的事了。先生小时候过得很贫苦吗？那倒也说不上，当年我特别爱吃菜炒饭，山里捡来的新鲜野菜切成丁再炒进饭里，滋味万千。那时啊，我一个人就能吃3碗。吃饭能问问先生的家乡吗？我的家乡啊，近的时候就在眼前，远的时候甚至要比天边还远。宁某倒是有些羡慕你，亲友仍在，身后有家。原来先生也会孤独吗？宁先生，酒就放这里了，老龟就先回去复命了。劳烦龟丞相替宁某谢谢龙君。自然，自然。快来搬酒。先生，这都是谁送的？通天江龙君送来的。谁？呆子，搬酒啊，愣着做什么？哦。先生刚才说是谁送来的？通天江龙君。是不是那个龙王庙里的龙君？应该是吧，他以前来过道观的，只是那时候你不在而已。这世上还真有真龙啊！有蛟自然有龙，说你是呆子，你还不信？也是哦。啊，不对，我才不是呆子呢。不过龙君真的住在通天江里吗？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再不快点抬，天可就要黑了。这雨怎么说来就来？你去后院，我去喊先生。怎么了？回去坐着。墨渊今夜便要走水过西桥，特来知会宁先生一声，免得雷雨惊扰了先生。时辰就快到了，你还有这闲工夫来宁某这？修行千年，避雷劫4次才得到这走水之机。其实墨渊明白，恐怕是过不了这西桥，无奈心中不甘，故而前日才来求先生相助。先生为难亦是情理之中。墨渊当初不曾说清楚，也是怕失去这唯一的机会。此去西桥，乃是墨渊命中死劫，已无出路。之前的事还望先生莫要介怀，就当是给我这将死之交些许慰藉吧。宁某并没有因为这桩小事而心生不满，多谢先生。这5滴龙血乃是先天之物，留在我这也是浪费，便赠于先生。愿先生早日得到，劫难已至，墨渊去也。这是一心赴死啊！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宁某这人一向不喜欢欠别人的。先生下山去了，那我们守好道观就是了。宁先生在这吗？先生方才下山去了。下山去了，还是来晚了一步。喂，你找先生有什么事吗？你还真把这幅字挂出来了。先生的墨宝何其珍贵，自当挂在这显眼的地方。今夜不管有什么动静，你都别出门。另外，你也要注意一下客栈，恐怕要起水。是河里的水。不错。真会涨水吗？去把门栏垫高一些，再看看有什么漏的地方，一并补上，要快。掌柜的是不是有事要忙？先生，先生您瞧我，真给忘了，我这就去忙。掌柜的不补漏了吗？先走。酒不错，大名鼎鼎的云浮山主也会对这般凡酒另加赞赏。你给的自然就不错。看起来认识我的人还不少。话可不能乱说，可别说我认识你，认识你的就没几个有好下场的。
怎么个没好下场？惨死的惨死，熬死的熬死，等的等死，几千年都不够等你的。这么多人都惦记着你，唯独你自己活得安然自得，你才是真该死。宁某可不记得有这么些事，你哪会记得啊？再多的事你一眨眼就能忘了。最有人情味的是你，最没人情味的也是你。现在好了，记得你的人都被你熬死了，你满意了？真的。要不是坐在我面前的人是你，照我脾气，10条命都不够用的。我还在想外界传闻或许有假，现在看来是真的了。你说秦乐公跟赤黑岛的事，我需要纠正你一点，那不是传闻，我真的把秦乐公主砍死了。那老妖婆一天天的就知道弹琴，还自认为很好听，不砍她砍谁？你怎么跟个地痞无赖似的？此言差矣，放在旁人身上才叫地痞流氓，放在我赵玉清身上那就叫大魔头。你很骄傲，为什么不呢？千百年来都没人能顶得住这个称号，只有我赵玉清顶得住。宁某现在都在怀疑我曾经是不是真的认识你。不是都说了吗？不认识，以后也最好别认识。你这么抗拒，还特意过来找我，这是最后一次，这次过后我赵玉清定然不会再见你。你是欠了我什么人情吗？宁某忘的事情有些多，不妨说来听听，我也好回忆一下。你再说我可真的砍你了。要来了，见鬼了，真是见鬼了！涨水了，涨水了，涨水了，快跑啊！掌柜的，我们要不要走？有宁先生在，再大的水都涨不到这里来。是吗？想想还真有点舍不得。你是说桥下挂着的那柄剑？兴许此事之后，那柄剑可能就不是我的了。所以重点在那柄剑上。你是想拿蛟龙祭剑？我当初就在说，你的直觉一向很准。为何要这样做？我乐意。是。河水止于桥下，避于坊市。你还真是个老好人，好歹你也在秋月坊待过一段时间，这儿也算你半个故居吧。起了大水，你就这么看着？凡尘往事早就是过往云烟了。你说的对，宁某的确不认得你。我还不想认识你呢，宁凡，你以为你多清高啊？玉轩死的时候你在哪？胡玉跟了你300年，到头来你一句话都没留下，人就不见了。他等了你600年，600年啊！寿元将近的时候都还在念叨你，你又在哪里？玉轩是谁？胡玉又是谁？此事过后，我赵玉清与你再无瓜葛。小小飞蛇也想化龙吧？为何？我从未得罪过你什么？为何如此？我看他更像条龙。你非要和我斗？宁某活这么多年都不曾与人斗过法，你是第一个。那还真是荣幸。玉清妙法，幻无仙剑，斩龙现现。先生，墨渊谢过先生，谢过龙君。有何用？不是一样过不了此关？那可不一定。宁某说他能过，那就一定能过。真是好命。宁先生竭力相助，墨渊羞愧。若此关能过，还请先生允我伴随左右，侍奉先生。先过了此劫再说吧。听雨。接下来你且听好。龙经。言龙神兽，一曰以公，一曰以师，鳞虫之长。网有16等，鳞具81数，手似驼，脚似鹿，耳似牛，含珠在汉，斯听以角，头上如博山者曰齿目，头下长径齿者曰逆鳞，角浪凹翘，目深鼻豁，裂尖鳞密，上状下杀，龙之雄也。神龙星云至宇，地龙绝江凯开土，天龙守天宫殿，福藏龙首文王藏，变现无恒，出入应命，寿足万岁，德配6爻。偏佑我龙族！一言龙经便牵起了整个龙族的气运，只是为了这样一条黑蛟，便刺下这番造化，何至于此？我龙族气运竟是直接上涨了2成。是什么叫声？龙吟，应该就是之前你见过的那条蛟龙。先生，他会不会有危险？先生不会有事的，有事的只能是别人。这次之后，恐怕这世上的真龙都得对先生毕恭毕敬的。这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多谢先生讲法赐运，还不冲关？遵先生法旨。今时立誓，听吾号令，谢。还要争吗？试试罢了。谁敢阻我？宁凡，你还不出手？3分龙威足矣。斩龙。你的剑斩不了我，今日我必化龙。3分龙威斩仙剑，先生一言定乾坤。此事之后，墨渊必伴随先生左右。
你又赢了，一言龙筋便破了我的历史先见。这世上除了你，也没有旁人能做到这种地步了。你不留手，他又怎会度过此劫？哼，可惜了，这把剑算是跟了我最久的了。你不缺这样一柄剑，为何又要用这蛟龙祭剑？送人的。你走了300年后，我借天机山命时才算了你1两事。此番归来，本想用此蛟龙祭剑还你当初的那个人情，谁料你已有仙剑在手，而且不稀罕我这破剑。罢了，这人情别处还就是了。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又欠了我什么了？我当初又到底是什么人？你是谁？你能是谁？你是宁凡啊！天上仙人千万，但这长生仙道却只在你一人身上。好像这世上所有人都认识我，但唯独我谁都不认识。玉轩是谁？胡玉又是谁？赵玉清和我是什么关系？老龙王到底又知道些什么？法从何来？神从何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雨停了，先生该走了。先生要杀我？告诉我，你都知道什么？这还是头一次有人把剑横在老夫脖子上，但如果是你的话，老夫也不会有半点怨言。所有的事，只有先生自己慢慢去找才能知道。10分事，老夫也只知晓2分，不能说，也不敢说。宁某失礼。有酒一盏，先生喝否？陶姑娘，先生应该没什么事吧？不知道啊，我哪能看那么远？先生到山下了，呆子，先去接先生。先生这事醉倒过去了，还不先送先生回关里？哦，呆子，真冷啊！呆子，吃个桃再去睡，暖和些。多谢陶姑娘。你瞎想什么呢？我是怕你着了凉，免得我明早起来还得再照顾你。多谢。去吧。这大概是先生最失态的一次了，想来先生是碰上了什么头疼的事了吧？姐在路上，这话是什么意思？昨夜伶仃大醉之际，宁凡再次问起以往的事，老龙王只告诉他说，姐在路上。老龙王留下的这句话，着实让他想了许久。陶姑娘在想什么呢？在想先生，不是都说喝醉酒的人会说胡话吗？但先生为什么喝醉了却一句话都不说呢？兴许是因为先生一个人待得太久了。大概是不知道说给谁听。不是有我们吗？虽然说先生近在咫尺，但有时候我又感觉先生离我们很远很远。不管是我还是陶姑娘你，其实都不懂先生。看来你也没那么笨嘛。我就是随口一提。这路上会有何解？又该走哪条路？发容于剑，捕猎还本。好歹也是柄仙剑，丢了反倒有些可惜。玉清，我恐怕得出趟远门。那先生晚间还回道观吗？可能短时间内都不会回来。我能与先生同行吗？你有你自己的路，跟着宁某没什么好处。好吧，那小子便预祝先生此行一帆风顺，万事顺遂。这话还是对你自己说吧。又不是不回来了，别弄得跟生离死别一样。桃子可口，先生路上吃。有心了，我不在的这段时日，桃儿你多留意一下道观，免得有什么孤魂野鬼闯进来，扰了道观清静。先生放心。就这样吧，过段日子宁某自会回来。对了，先生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不小了，别再称自己是小子了。是啊，眨眼间便已是10年之久，先生还是那个先生，而他却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小子了。也不知道下次再见是什么时候。先生一直都会在的。葫芦打满。这一次的葫芦尤为难装，小六往里打了将近2大坛子的酒，才把这个葫芦装满。先生这次打这么多酒，可是要远行？只是随便走走。掌柜的，这一次宁某还是没带银两。先生这是什么话？您要喝多少酒，只管说。就算将这酒楼送与先生，小六都不敢有半句怨言。赊着吧。掌柜的似乎很高兴，亏你做了这么久的小二，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以后你就明白了。以后你就明白了。店家打扰了，宁某可否问个路？先生您请问，若是去上京，可是走这条路？正是，从这条路一直往前，见了水后，再顺着那条河一路上前，就到了渡口。渡口有船，到时还得再转水路3趟，约莫半月就能到上京了。多谢店家。小事，先生可是进京赶考的，何不进来喝杯茶水？宁某出来忘带了银两，怕是付不起钱。一盏茶水值不得几个钱，不收先生银两。这些年上京赶考的学子不少，我也是头一次见先生以这样有书生气的。书生气？是啊，人都说读书人身上有股墨香，香味越浓，书生气却越重。但先生你却不一样，身上没有墨香，但是却是那种一眼看去就知道读了很多书的人了。宁某倒是看过许多书，但都是一些杂书罢了。那就奇怪了，店家似乎见识过很多书生。这14是祖上留下来的，那时候房里的书生上京临别之际，都会在此喝一碗茶水，一来二去也就见得多了。
到后来的时候就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上京赶考的学子来此都不收茶钱的。店家见谅，宁某并非是上京赶考的，无碍的，茶水多的是，倒是宁某占了便宜了。一杯茶算什么便宜？先生说笑了。这14开了有多久了？也有110余年了吧？还是我阿爷开的。那时候祖上希望后辈能出个有才之人，不收茶钱也是为了沾些书生气，结个善缘。谁料3代人都没出个读书的料子，不过好在后辈读出了些东西。今年秋闱打算去试试，兴许能考出点东西来。可是店家的儿子，正是宁某也不能白喝店家的茶水。不过宁某略懂些卜卦之术，可给店家算一算令郎此次秋闱的运途，店家意下如何？先生还懂这个？一时兴起，就琢磨了点。那需要什么吗？店家跟我说令郎的名字就好。我儿名为李安福，安生的安，福气的福。令郎才学不浅，秋闱上榜137人中正有令郎之名，列65位。那就借先生吉言了。今日多谢店家的茶水，宁某行路红尘，等归来之际再来喝茶，届时宁某定然带上银两。哎，茶水不值几个钱，先生一罐，就当是往后的茶钱吧。告辞。65位，若是能上榜，那真是积了8辈子得了。当有福缘。不知商对此行是去往何处？宁某可否跟着走一段路？此行我们是回眼县，先生是要去何方？上京。那倒是正好顺路。上来吧。多谢把头。客气了，同行也能搭个伴。先生是哪里人？秋月坊。秋月坊西桥头有家酒肆，那里的秋月酿味道极好，先生可曾尝过？这葫芦里装的便是秋月酿，把头不妨尝尝。好酒，这秋月酿难怪能名传百里，如今算是见识了。不妨再来一些，尝一口就足矣了。先生一看就是好酒之人，我若是喝了，先生岂不是没得喝了？我这葫芦里的酒可多着呢。先生当真是大气，不过先生这葫芦里估计也没剩下多少酒了，岂能让先生吃亏？把头，这是作何？相逢即是缘，你还要带着宁某一路呢？一壶酒罢了，尝个滋味。那便多谢先生了。尝尝。好酒，头儿，这是什么酒？秋月坊的秋月酿，这可是宁先生给的，你们今天也算是有口福了。多谢宁先生，些许酒水而已。先生方才看什么呢？没看什么，瞧瞧夜色而已。把头做这一行有多少年了？10多年了吧，好在去的也不远。行里的有些把头做上京的生意，一年都回不来几次。说到底也是为了那点银子，若不是为了银子，谁又忍得住呢？世人匆忙，不就是图那碎银几两吗？先生所言极是。这么回事？头儿，好像有什么东西进来了。全都到我身后来，都不准乱跑。竟有这般胆识。头儿，不会有阿飘吧？别说话。是什么东西？啊，酒物，快酒物！到我这来，到我这来。把头莫急。先生你就待在我身后，别乱跑。古籍中言，过邪祟多是现身于夜晚。若不幸在山中碰上了邪祟的话，可进附近山神庙中奉3炷香火，山神显灵，香火金光降世，邪祟自会伏诛。可是如今没有香烛，该如何是好？把头不妨试上一试。真的能行吗？说不定可以。请山神老爷显灵，救我等性命。请山神老爷显灵。别让他跑了。原来是只小小鼠妖。先生以往可碰上过这样的情况？宁某也是第一次碰上。怎么了？没什么。先生还饿吗？我再去拿2个炊饼来。坐着歇息吧。宁某不饿。来口酒。还能喝上酒的感觉真好。劫后余生，自是珍贵。还不出来？小神拜见上仙。你在位山神有多少年了？回上仙足有230余年了。200余年，怎么也攒了些香火吧？怎么到了如今对付一只小妖就没什么香火了？小神，上仙饶命！小神不该视而不见，更不该任由那妖物放肆，还请上仙饶命！你存些香火本就不易，香火尽了，你这山岳正神之位没几日就散了。你有私心也是人之常情。上仙慈悲，自前些年山下村庄迁走之后，香火便再难有尽。小神恪守本职，维护此山。昨夜为了对付那鼠妖，更是没留下分毫。上仙不计较小神之过，小神感激不尽。我可没有说完全不计较。身为山岳正神，有责保护过山之人，无论香火多少，你却视而不见，是你之过。不过宁某观此地草木精气甚是浓郁，想来为了打理这鸡冠山，你也费了不少心血，记你一功。但此功不能抵前者之过，而你如今身上已无香火，罚无可罚。此山须有正神，便允你将功补过，来日偿还。小神谢过上仙宽恕。往后过往行人，只要入了此山境地，平者或身有功德者，你须保其平安出山；恶者则可视而不见。若遇妖孽作乱，则不论善恶，亦须出手，可有异议？小神自当竭力而为。善。可是心有正神之道，香火自会不断。谢上仙教诲。去吧。
先生方才是在和谁说话？天机不可泄露。落日西斜照影东，一天霞彩半堂红。先生好文采，我瞎念叨的，比不得真正的文人墨客。我不懂诗，到头来也只能道一句好诗。好诗，诗这东西本就是做给人看的，无需学识多广，到了世人口中，好便是好，不好便是不好。今日在路途上耽搁了半日，这个时候河边许是没有船家了。先生不妨在坊中歇息一晚，也可。先生先在这住下，等我交代完差事再来寻先生。你先去忙你的。鱼也会贪酒喝，正好没人陪宁某喝酒，那就将就你吧。醉了，于兄，你这酒量甚是差劲啊！哈哈，明日宁某再来找你喝酒。宁先生，宁先生，把头为何如此着急？先生，我们东家想见见先生你。你们东家？如今东家正在客栈。曹掌柜说起的时候，我就觉得恐怕就是宁先生，没成想还真是。原来是你，我就说怎么会有人平白无故就要来见宁某？怎是平白无故？先生可是救了我的商队，就算不曾见过，也应该来道一声谢的。是山神老爷救的，跟宁某可没关系。啊，是山神老爷显灵，劫难过了。啊，过了。多亏了先生留下的那句话，不然明镜恐怕也活不到如今了。仔细说说。那天就要入夜，瞧着没多远的路，我们4个就打算趁着夜色回来，谁料关到一旁，竟平白无故多出了几枚银锭。当时同行的2位同窗一眼瞧见，就跑下去捡。我本欲下马，却忽然想起了先生的话，于是就没有去捡。谁料那一路上都是银锭，从官道上一路通往山里。那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后来石元兄他们3个就要往山里去，我出言阻拦，谁料他们3人根本听不住劝，我便在官道上等着。他们3人还活着吗？还活着。后来是我进了山里，将他们给拖了出来。是此物救了我。难道是这玉佩替他挡了一劫？这玉佩充其量只是个简单的法器，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玉佩却并未出现在我的卜算中，绝对不是我算漏了，问题应该出在这玉佩身上。虽然人是救回来了，但石原他们3人回来之后却大病了一场，现在还未痊愈。我本想带着他们去一趟流云观的，没成想先生竟然来了眼线。宁先生，没事，的确是这玉佩替你挡了一灾。确实，不然我们4人恐怕都回不来了。宁某想问问，你这玉佩是从何处得来的？是传下来的。这玉佩我什么都没算出来，唐明镜祖上时代都不曾算出与这玉佩有关，又或者是这玉佩的原主是个不得了的人，所以我才算不到。这玉佩并非凡物，你祖上兴许是有过什么机缘。这倒是没听人说起过，不过这玉佩一直都是我贴身之物，自生下来的时候就一直带在身上。你回去倒是可以问问家中长辈，兴许他们能知道些什么。还有石原他们3人，让他们3人去城隍庙拜上一拜，应该就没事了。就这样就行了吗？也不一定，此事因人而异。有的人上3炷香就没事了，而有的人则需每日去城隍庙拜祭，持续数年才可退邪去难。那我回头就让石原他们去城隍庙拜祭拜祭。这玉佩你且收好，虽说帮你挡了一劫，散去了大多法力，但依旧有些许余留，留在身上也可辟邪消灾。多谢宁先生指点。谈不上指点，真要想辟邪消灾，多行善事，广结善缘才是根本之道。这东西真有这般来历不凡，连我都算不出来。这不是那片莲花池吗？请哪吒3太子。3太子见过主上。这块玉佩你可有印象？并无印象。看来我所召的哪吒并非是莲花池的那个哪吒，问他估计是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兴许明天可以去唐府问问。或许也不用等到明日了。唐世杰见过宁先生，先生可是算到我们会来？唐老爷说笑了，宁某只是凑巧在窗边瞧见了罢了。这样吗？先生且先在这住下，若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明镜便吩咐下人去安排。没什么不习惯的，只是宁某有些不太喜欢有人伺候着，这些个丫鬟就让他们退下吧。先生还是得留一个的，起居饮食总要有人照顾，若是招待不周，我爹又得教训我了。这荷香你先下去吧，云香留下照料先生就是。是，少爷。如今天色已晚，有什么事明日再商议，先生且安心睡下就是了。先生要歇息了吗？我看会书，你做你的便是了。先生若是有什么吩咐，尽管知会云香。你坐着吧，或者说你也可以先回去休息。宁某看书要看到很晚，不用人伺候着。先生还不曾歇息，云香便要一直待在先生身边。过来坐下吧。不行的，先生，云香是下人，不能坐的。我让你坐你就坐，哪那么多规矩？你多大了？16。看着是有些小，以前读过书吗？没读过书，不过认得几个字。府上的丫鬟认识字的不多，云香也只认得千百余个。少爷的伴读秋末认识的字最多，书上的字就没有他不认识的。想不想多认些字？想。
多认些字也能过得好些。这从何说起？认字多的丫鬟有机会能进上房伺候老爷或者少爷，住的也会好很多，每月的利钱也会多些。这事到如此，像云香这样的这世上不知道还有多少。你念，我听。先生，书里有些字云香都不认识。念就是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虚，不可虚，虚不可虚于离也，不可虚于离也。先生，云香会念错，不然还是继续念吧。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珍其独也。君子慎独，故君子慎其独也。怎么不念了？云香，先生罚我吧。不看又怎么会认识呢？从开头重新念起，若是错过的地方再错，我就罚你。成者物之终始，不成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还算聪明，今日就念到这里吧。先生要歇息了吗？你回去吧，明天继续念。云香伺候先生更衣。伺候更衣就不用了，宁某没这个习惯，你先下去休息吧。另外，记得把门带上。云香知道了。先生大概是看不上我吧？先生起了吗？你什么时候等在这里的？云香也是才到。进来吧。云香去端水来伺候先生洗漱。不用，宁某洗过了。先生何时？坐吧。不敢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宁某身无分文，学识贫瘠，亦无功名，其实与你并无多大差别。根本上而言，我们都是凡人，谁也不比谁尊贵多少。可是云香只是下人。下人又怎么了？坐下念书吧。顺着昨天的接着往下念。好，成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人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和外内之道也。故识错之疑也。今覆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及其不测。圆驼蛟龙鱼鳖生烟。先生怎么？我多长了一只眼睛，能看见书上的字。先生说笑了，恐怕先生早就把这本书背下来了吧？宁先生，见过少爷。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明镜来请先生去前堂用膳，先生这边请。那你就在这继续看书吧，等我回来再继续念。是，先生。宁先生请坐。有劳唐老爷弄这么大桌子菜，一些简食不值一提。听说先生此行是去上京，就是随便走走，或许最后还要走得远些。先生莫不是要云游天下？也不算吧，也走不了这么多地方。之前先生赐言救了我儿一命，唐某还未曾感谢先生，如今到了眼线，唐某自当尽尽地主之谊。先生若不着急的走，不妨多留几日。多谢唐老爷。不过宁某此次出来有事在身，恐怕不能多在此地停留。若有下次，定当多留几日。这样吗？那还真是有些可惜。说起来，宁某昨日听令郎说起玉佩之事，宁某着实有些好奇这玉佩的来历，不知道唐老爷可否知晓。昨日明镜还问过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此事怕得去问他阿爷才行。阿爷，这位是宁先生，与我有救命之恩，来找阿爷是想问问玉佩的事情。宁某冒昧登门，还望没有打扰到老人家。没有的事。明镜，你说的玉佩是哪块玉佩？老人家为何看着宁某？没什么，坐吧。怎么感觉这玉佩变得有些不一样了？里面留存的法力已经被用掉了。法力？看起来先辈们说的不错，这玉佩的确是仙人所授。我当初听你高祖说起的时候，还以为是玩笑话。真是仙人授吧？先生可是修行之人，只是机缘巧合习得些道法罢了，实际还是个凡人。先生确定？这玉佩上雕刻的莲花池曾与我之前所见之景相合，兴许是有些关联，故而才冒昧上门拜访，想寻些线索。其实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就感觉你是先辈口中的那个人。此话是何意？白衣非仙，却有仙彩，圆之则现，法之极简。这不就是说的宁先生吗？这是先辈留下的话，这玉佩亦是留给画里的人的。或许宁某不是画里的人呢？先辈曾言，祖上曾得仙人指点，得以香火延续，人丁兴旺，故而传代千百。上仙法旨落于唐府，将这玉佩传世至后世，千百年后自有仁者来取。关于那位上仙，可有描述？只说是位仙姑，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就算真是留给宁某的，那这块玉佩又有何意呢？我也不太明白。但这块玉佩若真是留给先生你的，先生应当知道该如何解开这玉佩的秘密。宁某暂且还看不出这玉佩中藏着什么，不妨再仔细想想。我试试吧。似乎宁某解不开这玉佩，先生何不先将玉佩留着，再琢磨几日？若是解不开，再送回来又何妨？老人家可曾想过，若这玉佩不是留给宁某的呢？这玉佩并无他用，传代数百余年，却也不见画里的原者来取。若是先生能解开这玉佩，同样也能解开我唐家10余代的困惑，何乐不为呢？茶凉了，先生先喝茶。
白衣非仙，却有仙彩，圆之则现，法之极简。于兄啊于兄，你说这玉佩到底是谁留下的呢？阿爷，这位先生他，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只当先生是云游的方式，没曾想岂会是这般简单？那玉佩定然是留给他的，不会有错。圆之则现，法之极简。先生，这是碰上什么困惑了吗？不如云香给先生按一按吧。不用，你忙你的就是了。自己明明是丫鬟，先生却让我坐下，教我认字。可如今先生心生困惑，我却又一点忙都帮不上。先生，有什么是云香能帮得上忙的吗？那好，我且问你，圆之则现，法之则解，有何深意？先生，云香认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缘分出现，法门解开的意思，不知道对不对？不错，字面意思的确是如此。慢慢想，不着急。先生问深层意思，云香懂得不多，若是说错了，还望先生莫怪。尽管说就是了。云香觉得或许没有更深层的意思了。缘字的解释只有缘分跟缘法的意思，若是解释为缘法，那就与后面一句的法字相冲了。理解的不错，这缘字。先生怎么了？法之则解，法之则解。若是一句话口口相传，千百年后会不会出错呢？先生是在问云香吗？试试就知道了。原来如此，何来法之则解？原是法之则解才对。先生见字如面。那时我年岁不大，依稀记得那天下着小雨，我蹲在街沿下抱着身子，饿着肚子，来往行人匆忙，不曾看我一眼。隔着那雨幕朦胧之间，只见到先生你向我走来，递上了一个馒头。自那往后，我便跟在先生身旁研磨读书，我总是学不好，先生便老是敲我额头，我便受着，也不吭声。先生还总是给我蜜饯，那是我吃过最甜的东西，以至于如今我都还贪嘴街上的蜜糖。那时我便认为先生就是这世上最好的人。我跟在先生身旁走遍了山河大江，后来又去了更远的地方，所过之地皆是我此生所见最美的光景。可这世上是终究难得如意，再到往后我便难以跟上先生的步伐。先生多年未归，我便下了山，在这凡世中寻起了先生的踪迹。这些年我去过了很多地方，一生都在追寻着先生的过往。可这山水且长，岁月慌张，我害怕暮年之际再无余力寻那过往。后来我便上了仙山，学了仙法，只为多些岁月等待先生。可是一晃300余年，我终究没能等到先生。遥想当年，先生摸着我头，诉说着家乡美景。先生曾说家乡有水田万顷，一眼望去便是远至天际的荷塘，很美很美。这是先生话语最平淡的一次了，也是我记得最深刻的一次。我那时便在想，先生定然是喜欢荷花的，于是我便在这儿为先生种下了荷花满堂。先生既是见到了这封流书，想来也见到了那乡外的荷塘，那接天莲叶、日暮荷塘应当是好看的吧。这是竹妻唯一能再为先生做的事了，若是先生喜欢，便多看2眼吧。如今在一起往昔，我还是想给先生研墨，还是想吃先生给的蜜饯。只叹轻舟已过万重山，再不复从前。先生恕我不能再陪着您去见那山河大江了。往后的往后，愿先生万事顺心，一切安好。先生，先生有哪里不适？云香这就去叫大夫来。我没事，你回去休息吧。先生，云香就在门外，有什么事记得叫我。先生方才看到了什么？我为什么哭了？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就是解吗？赵玉清口中的玉轩与胡玉，如今信中的竹妻，明明都与我无关，明明我都不知晓这些事情，但这文字如刀似剑，这真的是我所期望的解吗？为什么我会哭？明明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为什么我会感到这般难受？我这是怎么了？先生，不必担心宁某，我出去走走，你进去看书吧。先生，云香能跟着先生一起去吗？那就一起吧。先生喜欢荷花吗？应当是喜欢的吧。原来如此。先生，云香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不曾做错什么。啊，缘之一字，妙不可言，言之未尽，近在眼前。多少钱？一会宁某拿给你。先生，这些银两都是少爷拿给云香的。少爷说了，这些天先生的花销都有这儿拿，不够再去找少爷取。这样吗？拿去吃吧。云香不要，这是先生买的。
尝尝味道。甜吗？甜。以往不曾吃过，第一次吃。以往府上虽然也买过，但都是老爷少爷偶尔吃的。喜欢吃就多吃点。收好了，都是你的。不，先生，云香不能要。拿着吧。先生，云香真不能要，要是少爷知道了，少爷会罚我的。他不敢罚你，放心吧。在云香看来，先生已经对她够好了，怎么好意思收先生送的东西？可最终云香还是没能拗得过先生，先生硬要给，她不能不收。云香提着蜜饯跟在先生身后，她低着头，心中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你先回府，我随便走走，不用人陪着。是，先生。先生大概是这世上最好的人了吧？上仙且慢，小神惶恐，不敢受上仙一拜，还请上仙放了香烛吧。差一点，就差一点，若是真拜了下来，我这香火金身只怕都得散了。宁某并非有意上香，此次前来也是想跟城隍询问一些事情。上仙请问，小神知无不答。人死之后被收入阴司，判官提笔判决之后，亡魂往生，再至来世，这一切都是城隍庙阴司在经手吗？上仙所问可是轮回大道？不错，回上仙，亡魂轮回乃是天道，城隍虽有判决之权，但最终是否会有来生，皆是由上苍定夺。那若是修士仙人死后意识归城隍管吗？若是未入阴司，那还会有来生吗？上仙，小神上任不过110余年，仙人亡故，小神也不曾碰上过。但据此前城隍笔录中曾有几句记述所言，仙人受尽，身死道消，魂入上苍，归于尘土。其中也并未提起轮回之事，也不曾提起阴司，所以小神也并不清楚此事，应当是不归小神管的。这样吗？那若是仙人亡魂找上门来呢？据宁某所知，阴司所收亡魂皆有侧录记载。宁某若是想让城隍大人帮我查查千百年前的某个亡魂，可否查得出来？可有具体的时间？只有个大概的区间，最少是700年前，最多只是1300年前。这么远，若册中真有先生想找之人，查应该是查得到。不过先生得等上些时日，毕竟这无碍的，等几日便等几日就是了。宁先生可在屋中？回少爷，先生他说要随便走走，让云香先回来了。不在吗？那我一会再来。你进府有多久了？云香进府有1年半了。你觉得宁先生如何？先生人很好。我问的是先生待你如何？先生待我很好，先生还教我认字，先前出去还买了蜜饯，结果先生一块都没尝，全都给云香了。少爷，云香本是不想要的，但是先生硬要给我，所以还请少爷责罚。我罚你做什么？如果我让你往后都跟着宁先生，你愿意吗？啊，我就随便问问。一会先生回来了，记得来喊我一声，我找先生有些事情。怎么不去里面看书，站在这里做什么？云香在等先生回来。先生，方才少爷来过，说是有些事想找先生，等先生回来了，让云香去叫他。还是宁某去找他吧，免得多跑一趟。宁先生怎的过来了？我还说去找先生，免得多跑。可是碰上了什么事？按照先生的吩咐，我让他们去城隍庙拜了拜。另外2人出来后便好了，但石原却是。城隍老爷向来赏罚分明，但这也只是对于亡者而言。你这位同窗大概是恶事做得太多了，以至于城隍老爷都不愿帮他。虽说最终也会好的，只是他要多受些折磨罢了。早便与他说过此事，可他是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如今落得如此下场，也怪不得旁人。其实明镜寻先生而来，也是有事相求。且问便是。先生当是精通卜算之道，不然那日也不会一眼看出明镜眼前之劫。不瞒先生说，明镜家中情伤多年，但这些年却是屡屡受挫。阿爹也因此事愁得不可开交，白发都多了许多。明镜不忍见阿爹发愁，所以想请先生指点一二。明镜自当感激不尽。你就想问这个？除此之外，也没有让明镜惦记的事了。你可要想好，有些时候机会只有一次。其实阿爹也让我好生对待先生，希望能得到先生的指点。但不瞒先生说，明镜其实没有什么大志向，多读些书，多帮家里分担一些，不让阿爹一个人劳累，就觉得日子过得很好了。所以也只有这么一个所求，还望先生成全。你也罢，宁某便帮你一把就是了。先生可算出什么来了？算倒是算出来了，不过此事却并不需要宁某帮忙啊。时以抵烟，化顿为例，往后自有解法，宁某再做指点，便是画蛇添足。多谢先生，可是有缘者能助我唐府，到时候你便知道了。此事宁某没帮上什么忙，你还可以再问。先生，明镜不算，但能不能请教一下先生，若是明镜知晓了往后之事，会影响到原定的命数吗？盖7分于天，3分亦于人为也。3分亦于人为也。明镜受教了。最终唐明镜亦是没有算这一卦。当他明白先生所言之后，他便明白了那所谓的命数并非真是如此，一切的缘由都在于己身。先生是方士吗？何以见得？云香猜的。你就当宁某是个破算命的好了。怎么会？先生明明很厉害，白日里我明明看见
看见了便看见了，没什么不能说的。在宁某这没什么规矩可言的。放这做什么？先生，这蜜饯云香不能要。宁某不吃这些，你若是不拿去，那可就是浪费了。那先生为什么还买？一时好奇而已，现在不好奇了。今天少爷曾问我愿不愿意往后都跟着先生你。这个唐明镜，你如何想的？那时云香没答，少爷也没多问就走了。但若是先生不觉得云香身份低贱的话，云香自然是愿意的。你觉得宁某觉得你身份低贱了吗？不曾。但若是说让你跟着我的话，那恐怕有些不现实。宁某要走的路还很长，你如今才年满16，如此年华，若是浪费了，岂不是枉在这人世间走一遭了？这世上的人十之有9都没法跟宁某走在一路，此为宁某之命也。云香知道了。世上无奈事十有8九，云香是注定没法跟着先生的，就算成仙入道一样，也有着说不清的结局。她是竹妻，但也不是竹妻。当初的竹妻一生都在追随着先生的步子，她的一生都活在过往里，但到头来却是一场寂寥。谁又能等那一个又一个3年呢？倒不如让他这一世为自己活一次，而不是为旁人而活。毕竟他是云香，而不是那个竹妻了。进。回禀上仙，上仙让小神查的人，小神查到了。竹妻亡于天丙年4月27，功德圆满，入往生轮回。多谢城隍，不过仍有件事。上仙请讲。唐府有个叫做云香的丫鬟，劳烦城隍往后多照顾些许。上仙这事，宁某不白请你帮忙，此物有驱邪斩妖之效果，便赠于城隍。小神惶恐，好生收着吧。若是往后碰上邪祟妖魔，也能助你一力。小神谢过上仙赐宝。去吧。先生可是起了？进来吧。宁某最后再教你认些字，过来坐吧。宁凡将那本书翻开，一字一字的交给云香，如何念，如何写，一并交给他。他表现得尤为平静，似乎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他知道先生一定会走的，只是没想到会这般快罢了。这一天，先生教了他很多的字，他将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不敢再忘。你要记得，宁某教你认字读书，并非是让你用来取悦他人，你这一生应当为自己而活。云香把先生所说的每个字都记在了心里，可记是记住了，可他不明白什么叫做为自己而活，活成什么模样才算是为自己而活呢？云香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他想问，但却又问不出口来，似乎是一件不能问的事。先生何不再留几日？不必了，事情还多，若有下次再来打扰。这玉佩宁某不曾解开，如今物归原主，还且收好。玉佩赠与先生了，还是你留着吧。此间事了，宁某便不多留了。先生慢行。这阿爹你就别管了。先生怎么哭了？云香想送先生，愿先生往后万事顺心，一切安好。自当如此。这个唐明镜，那一日好似并没有发生什么，只是后来有人听说唐府的公子收了一位丫鬟做了义妹，兜兜转转千百个春秋，那块玉佩终究还是回到了他的手中。原之一字，当真难解。老人家喜欢钓鱼，这个只是平日里闲着没课打发空子罢了。先生要坐船吗？3文小钱即可送至渡口。不瞒老人家，如今宁某连3文钱都拿不出来，不如这般，宁某帮你钓一条大鱼上来，老人家你便免了宁某的船费如何？我说先生，你莫不是在说笑？若是不行，我再另寻他法便是。这条河连通着大江，河流湍急得很，鱼可不好钓。愿者上钩。好一个愿者上钩，那便让你试上一试。不知先生可是遇上了什么难处？那倒没有，只是出门忘带了银两罢了。没带银两，先生这是要去哪？上京。先生又说笑了，没带银两，如何才能到上京去？曾有出家人不带分文便能行走万里，宁某以为缘分自在，万难可解。就如我能在此地遇到老人家你一样，岂是条大鱼，约莫4斤有余，应当够付船钱了吧？自然，先生当真是厉害，我这破竹竿竟还能钓起这4斤多的鱼来，机缘巧合罢了。先生且慢，这4斤多的鱼，少说得值了10文，先生坐船也不能亏了不是？这7文钱，先生还且收好。老人家，你这……先生且去，若有下次，记得再坐我的船。多谢。若坐船去上京，需100文才能上船，100文钱如何去找？江船有路，江岸有竹，何尝不能渡江？不错。一苇渡江，好厉害的武功！北疆刀客上官寒见过前辈。江湖人，先生武功当真了得，不曾想那传闻中的一苇渡江竟真能实现，晚辈佩服。只可惜晚辈武功微末，恐怕难以踏上前辈的长途，可否请前辈上船一试？也好。
前辈这是要顺江而下？顺江而下前去上京。北疆离上京有千里之遥，前辈莫非就打算靠一根竹子过去？有何不可吗？晚辈叹服。你不是北疆人是吧？前辈是如何看出来的？猜的。猜的。江湖无人不问来处。既是这般，宁某便不过问了。多谢前辈。如今呢，又是打算去往何处？随意走走，走到哪便是哪里。是吗？此去一遭，若是生出变故，那可就是万劫不复。晚辈不解，何来万劫不复一说？你觉得呢？我很好奇前辈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宁某猜的。话说尽了也就没意思了。或许过段日子你的想法便会不同于今日了。或许你用剑更合适些。有缘再见了。你也好奇。方才那刀客想杀的人，乃是大景皇帝曾经最疼爱的妃子。关键在于那位妃子的身份非同寻常，她并非来自大景，而是自那边关以北漠北之地。前些年大景皇后因病辞世，而国不可无母，北漠便借此向皇帝施压，要皇帝立那北漠公主为皇后。这些年北漠一直都在蠢蠢欲动，皇后病逝一事也让他们抓到了机会。皇帝虽然拒绝了，但自那往后边关便始终骚乱不断，北漠也有举兵南下之意。再说这北漠公主，杀是不能杀的，否则边关立刻就会大乱。再加上北边还立着一尊北襄王朝，若是开战，北襄再横插一脚，大景就真没有胜算可言了。但若是真让他上位了，北漠就能直接借此插手大景朝堂之事，这就更不可能了。到了如今，皇帝已经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只得先稳住北漠人，再做打算。可事实上，有没有北漠公主都是一样的，这场乱局终究会出现的，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这世上人心难测，王朝之争更是暗潮涌动，有时候下错了棋，就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咱们就当看热闹就是了。江东可有人哉？真是人。这位小兄弟，方才可是你在唤宁某？真是。先生可是江湖中人？不错。先生武功当真厉害，竟能借一根竹子行于江东。但是有12克，浙江边恐怕要落大雨。先生最好还是回岸边为妙。有12克，小兄弟是如何知道会下大雨的？你是外乡人吧？不错。难怪，咱们这就没人不知道的。我们这有位先生心中，3天将有为之准，每日都会张贴告示，即使有风，即使有雨，样样皆准。那他可曾算错过？钟先生神通广大，又怎会算错？不曾想此地竟有一位精通卜算一道的高人，倒是可以去瞧瞧。麻烦林叔再上个茶杯来。多谢钟先生为宁某备茶，不过是个算命先生罢了，哪里算得上是先生？宁某也常被人称作先生，可实际上宁某一无学识，二也并非是前辈，只是瞧着像是位先生罢了。以你之能被唤作先生，恐怕并非是在学识与辈分上吧？钟先生又何尝不是呢？是极，不知阁下从何处而来？大景南域有处唤作秋月坊的地界，宁某自那而来。钟先生又是从何处来的？坐于此间，便是此间之人。由于此间，的确如此。宁某听闻钟先生算无不准，可是真的？若论天象，自是算无不准。正巧，宁某也懂些许卜算之术，不知钟先生可有兴致？正有此意。何时来风，何时来雨，钟先生已经算到了。不妨我们便算算这雨何时停。钟先生意下如何？今日天象恐怕是不好算，不过也可，那就算算何时雨停。善。天之所言，此地风雨经5克，至有17克而停。不巧，宁某算得要比钟先生少一盏茶的功夫，且看便知。好大的雨！钟先生今日又算准了。钟某也只有这点本事。钟先生谦虚了。能算到这场大雨，钟先生已然是不得了了。算得准雨来不算厉害，算得准雨停才是厉害。哦，钟先生似乎有些不太自信了。雨小了，恐怕下不了多久了。不该如此啊！此时才至有16克，钟先生不妨重新算一卦。天象已乱，钟某此刻算不出来了。钟先生想问什么，问便是了。结局未定，卜算一道本就是窥探天机，可这结果却是7分在天，3分在人。人有变数，天亦有变数。墨渊见过宁先生，原来如此，不多不少，正好差一盏茶。之后宁某再来寻钟先生。宁某倒是没想到你会回来的这么早，还得多亏了先生。过了西桥之后，便一路畅通无阻。不过2个多时辰，墨渊便入了江海。又因先生一言龙精，墨渊得了3分龙威，化龙也快了许多。如今有何打算？还没来得及考虑。但若是真要说的话，墨渊还是想留在大景的，只不过心里过意不去。大景唯有这一条大江，西桥过节之时，龙君有恩于我，墨渊也不能忘恩负义。那你此次回来？墨渊此次回来是为了见先生的。如今你已化龙，世间何处不能去？难不成还真回来给宁某当坐骑？若是先生不嫌弃的话，你还真想。宁某现在还能走路，大概是无需坐骑。先生，墨渊的确是想跟着先生，还望先生成全。宁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将来要去的地方也还多着呢。再者说，你如今已是真龙，别再想着给人当坐骑了，倒不如想想之后要去何处。先生，
先生，墨渊是真的想跟随先生左右，并非是奉承先生。先生不妨再考虑考虑，真龙坐骑还是很威风的，比仙剑快得多啊，可日行万里，遨游天地。先生，你好像跟宁某想象的有些出入。先生，墨渊很快的。先生，墨渊很快的。啊！等等等等，你呢？该去哪去哪？宁某真不缺坐骑。先生炼丹吗？我还有龙息，可助先生炼丹，定然事半功倍。你有点骨气好不好？墨渊能走水化龙，全因先生相助，还望先生收下墨渊。又来了。先生，宁先生，不会是我的反应太大把先生都给吓跑了吧？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先生似乎说过，之后还会去找那个人。那位先生到底如何做到的，竟能让真龙俯首？钟某见过真龙，宁先生不见了，但先生说他还会来找你。不知真龙此话何意？我找不着先生。原来如此，可是宁先生或许只是说的客套话，并不会真的来找钟某。宁先生说会来找你，那就定会来找你。那若是不来呢？若是不来，再看便是。话说，你之前跟宁先生在聊些什么？你懂算卦？略懂，略懂。不知能否算算先生何时来？可以一试，但以钟某的道行，恐怕算不出来。试试也无妨嘛。算到了吗？怎么了？这钟某不曾算到。想来也是，先生的行踪本就难寻。怎么会死了呢？怎么还是算的是死了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厉害。我的功德。大半夜的鬼叫什么？老东西，你说先生做什么去了？关我屁事，不来最好，你也赶紧走，省得碍我的眼。我还不乐意待在你这呢，要不是看你是先生的朋友，我早弄你了。弄死我得了，现在就弄死我。你瞧瞧你，好歹也有几百年道行，你看有哪个高人像你这样说话真气人。你又好得到哪去，臭泥鳅！老东西，得了，不跟你斗了，看这样子短时间先生应该也不会来了，到时候我再来得了。滚，快滚！相识一场，咱们也算朋友，我要走了你不送点东西给我啊？我瞧你手里的铜钱挺不。滚！我的功德啊，我那300年的功德啊！这老东西真小气。宁先生在吗？你是？先天木灵，墨渊见过木灵，我之前来过的木灵可有印象？之前来过。你是那条蛟龙？墨渊点了点头，随即便解释起了自己的来意。陶也从他的口中了解到先生去了何处，他也慢慢放下了戒备。于是乎，墨渊便在道观里住了下来。一开始陶对墨渊印象挺好的，但后面就不太乐观了。桃儿姑娘是怎么悟的先天木灵？结出的桃子一定很好吃吧？道观里好无聊啊！桃儿姑娘能摘颗桃吃不？桃儿姑娘天天都要扫地吗？这样扫得多久啊？不妨墨渊来试试。要不然你还是回你的碧波湖吧。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呀。先生怎么想的？怎么救了这么个玩意？我也不知道。入秋之后，天气开始转凉，在陶姑娘的帮助之下，童之焕也将过去1年的医术笔录都整理完了。我爹的意思是想让我去参加医考，将来进太医院。太医院是什么地方？就是一个大夫很多的地方。那不是挺好吗？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可是太医院在上京。上京很远吗？不远。那不挺好的吗？这样你还能时常回来。我会经常回来找陶姑娘的。谁要你找啊，呆子。路上吃。多谢陶姑娘。常回来啊，有什么不懂的记得来问我。一定。我送他下山吧。对于你们凡人来说，几千里路也叫不远。原来莫大哥你听到了啊，所以你真的会时常回来？我算过了，抛去其他事情，我1年能有3个月的空闲，快一些1年能回来2次。恐怕不止3个月吧。我搞不懂你的，人这一辈子本就短暂，你却还要拆成2半来用。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做这些事本就是没有意义的，你终究只是个凡人。凡人也有长寿的啊。接下来你这一生恐怕都将是颠沛流离，你可要想好。早想好了。在童之焕走后，道观上便只剩下了墨渊跟陶。许是因为道观太无趣的原因，墨渊时常会下山去，有时候跑到很远的地方去，1、2个月都不会回来。秋去冬来，日子仿佛回到了最初的那1年。这个呆子说着经常回来，都这么久了还不回来。入冬之后，天色越发冷了起来。入了腊月之后，天上便下起了小雪，比起前2年的雪小了许多。陶姑娘，我回来了。呆子。陶姑娘，我回来了。呆
呆子。童之焕看着他脸上的笑，这连日的奔波顿时就抛之脑后了，好像一切都很美好。世事难料，风雨说来便来。天顺28年正月初3，立后之事在朝廷之上闹得沸沸扬扬，北漠使臣接连施压。此时僵持了2年之久，北漠人终究是忍不住了，以立后之事为借口，挥兵南下。嫡媳妇报，边关急报，6万北漠大军已兵临城下，形势危矣。天顺帝立马下令派兵增援，多年不出的老将亲自上场，以迅速之势集结5万大军增援边关。谁料祸不单行，同年正月19，北域又传急报，多年不动的北乡率3万大军逼近北域边关，乱象已起。此时此刻，大景朝堂之上人心惶惶，北漠联手北乡，总兵力多达30余万，但如今大景加上皇城护卫也仅仅只有20万兵力，又是两方受敌，此战可以说是极为紧张，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身在秋月坊的童之焕第一时间就收到了书信，他被编入了随行军医之中，带队前往边关，即刻启程。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个噩耗。很危险吗？陶姑娘放心便是，不是大事，我在后方，并不需要上战场。他再一次撒了谎。如今边关之地已然是一片狼藉，只要是到了边关，无论是战场还是后方都不安全。陶隐约间觉得有些不对，但他却也没有多问。我之前听墨渊说陶木有平安之意，送给你了。其实童某平生不太信这些东西，但是还是想说一句，能遇到陶姑娘，童某真的是好命。呆子才回来不过几日，童之焕便又迈上了征途。在那寒冷的正月，一匹快马奔波于官道之上。童之焕最后看了一眼那山上的道观，他似乎看到了那道观门前站着的陶姑娘，他和煦一笑，随即挥动手中的缰绳，快马奔腾，直去边关。应该会平安的吧？3年岁月匆匆而去，近些年来战事不断，各地征兵数目与日俱增，但仍是不够。北漠与北乡似乎是达成了策略，温水煮青蛙，慢慢消耗大景，到关键时候便来一记猛料。大景也抓住这个间隙壮大自己。近2年来，坊间精壮男子大多都被征入了军伍，为来日的大战做足准备。游陵坊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生气，如今街道之上皆以老弱妇孺居多，江边打鱼的人也少之又少，甚至有渔船烂在了江边都无人管辖。世事难料啊！你还我功德。钟先生此话何意？宁某何时欠你功德了？你知道一夜之间散去300年功德的感受吗？谁这么厉害，竟能让钟先生吃这么大的亏？你还装？这与宁某何干？原来是这样吗？钟先生，你还真是受了无妄之灾。你300年功德对于钟先生而言许是不值一提，还是坐下喝茶吧。为何这街上都是老弱妇孺？你可别说不知道。宁某这3年里都在闭关修行，并未关注这些。钟某是真不想跟你说话。不是钟先生自己要算的吗？怎么能怪宁某呢？自你走后第2年，北漠便借立后的名义举兵南下。不过几日，北边的北乡伺机而动，派3万大军直抵大景边关。竟这么快？看样子宁某错过了许多东西。其实也并没有错过。同年入夏，北乡境内起了叛军，北域的战事也平息了不少，北漠也因此放缓了步伐。大景也算有了喘息之机。谁料那北乡叛乱尤为严重，2年多过去了，北乡王不仅没能平叛，还让人夺过了半边天下。若非如此，大景早就亡国了。你一去3年，如今已经是乱世了。怎料一觉醒来，日已月疏，恍若隔世。岁月变迁，沧海桑田，对于我等而言，早已是常态了。钟先生似乎早就见怪不怪了。这500年间，王朝政权变了又变，早有大燕统御南方，后有5方乱世，直至100年前才逐渐走向安稳。但也仅仅只是短暂的安稳，这次又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就不曾有过统一？近千百年来都不曾有过统一，战乱不断，看似悲凉，实则暗合天数。王朝相争伴随着世道变革，相比起来，若是安居乐业的话，人道向前的步伐反而会越发缓慢。只是这代价未免有些大了。的确，粗略算了一下，这500年间，因为战事死去的人就足有数千万之多。说到底，这些苦难都落在了百姓身上。世道苦矣，我等修士纵有通天晓地之能，亦无法改变如今之乱象。我看未必。宁先生莫非还想救这大景？钟先生认为此战大景必亡。大景兵力薄弱，亦不具地形优势。此战过后，北乡、北漠入主大景，分瓜而食。北乡以北北莽崛起，再至3足鼎立，这是天定之运。钟先生曾与宁某算风雨时辰，可见天定并非一定。宁先生何至于此？若是这般因果沾身，恐怕仙道再难登峰。钟先生认为修道成仙是为了什么？长生。我与你们所求不同，宁某是个俗人，只想让这世道看着顺眼一些。何必呢？这天下苦难居多，少一些便是好事。宁某在这世间走上一遭，只是想着多年以后再归来路，仍能留下一份念想罢了。宁先生当为红尘真仙，无不及也。钟先生谬赞了，宁某亦是千千万万人，是那个落入人海之中后找也找不到的存在。
钟某亦是如此。如今天下乱象，钟先生又是作何打算呢？原本是打算过2日回仙山的，今日与宁先生相谈过后，钟某反而更加好奇，先生怎么就这乱世？钟先生莫不是为了那300年功德讹上我了？那你还我吗？功德没有，要命一条。此一去恐怕再不会回来了，不知该留下什么好。若是宁某，应当会留下一句宁某去也。哈哈，宁先生所言极是。这一日，那位坐落于坊间，每日卜算风雨的算命先生离开了这座江边坊市。自他走后，那算命摊子一直立在那条街上，无人去动。告示上的字迹也将随着岁月变迁逐渐消散而去，最终化作这天地之间的尘埃，再不复从前。除了那一段风雨先生的传说，唯独只留下了一句：钟某去也。2位先生，有一位小兄弟着急过江，可否凑合一下？钟先生觉得呢？也不打紧。季先生多谢2位先生。船上晃的，还是先坐下说吧。听先生口音似乎不是当地人士。宁某自安宁县来。安宁县，可是在南域？你知道？季某本职与鱼图相关，故而有所了解。南域的鱼图都在统计之内，想来是官职不低吧？季某如今官阶是从5品，但是实际上也只是个监理。像你这般年纪，能到从5品的可不多见。运气好罢了。监理应当是在兵部任职吧？怎么跑到这边来了？前些年水陆塌方，鱼图上一些地方有些变动，这次来也是勘探一下，顺便回乡见见爹娘。如今正是要回去复命。原来如此，不知道2位先生是要去哪？应当是与你同路。上京吗？宁某听闻边关战事不容乐观，不知朝中可有何动向？边关的确艰难，但是这朝中武将虽说勇猛，但却缺乏谋算；文官虽有谋算，但多数都不堪大用，只是纸上谈兵罢了。应当是有可用之才吧？目前来看，只有寥寥几人。说来听听。季某所说全是个人想法，若是说错了，还望先生莫怪。季某认为，如今的上京县令刘怀章当算一位，虽说官职仅是县令，但其手段凌厉，谋略意识不差，不惧甚威，敢说敢做。朝堂之上，唯有他一人有这胆识。翰林院范氏亦算一位，虽不如刘县令刚正，但对许多事都有独自的理解，其革新政策更是直指各处要害。不过最厉害的，当属如今新上任的大理寺少卿，年仅20余岁，便坐上了少卿的位置，做事雷厉风行，且从未出过差错，官场上更是游刃有余，舌战群儒，不曾落入过下风，就连陛下都对他尤为欣赏。20余岁的大理寺少卿，竟这般厉害？何止是厉害，要知道此人不过才入京4年而已。起初的时候只是翰林院的学生，出来之后连破数起大案，随即就入了大理寺。说起来，那时候在翰林院，我跟常山兄还是同学，这一眨眼，他都成大理寺少卿了。你方才说谁？险些忘了说了，常山兄便是如今的大理寺少卿。这位大理寺少卿可是从眼县而来？先生莫非认识常山兄？看来应该是宁先生的故人，曾在观中见过几面。竟是道士出身，宁先生这步棋下的甚妙。宁某何时下棋了？2位先生不妨与我一同回上京，路上也有个照应。我2人便不了，路上还有些事。那便只有等2位先生到了上京再见了。兴许会见吧。我观他官运昌盛，此番回去之后，应当就能进正5品。再者说他的官职明显跟官阶不太对等，兴许是有人在暗中护着他。大景的命运尤为坎坷，做官对他们而言或许不难，一直做下去才是难。宁先生所言不差，走吧。此处是何地界？平中县东林房。先生也看出来了，不妨去瞧瞧。正有此意。喜宴啊，进去看看。我们就这么进去，怕是不太好吧？毕竟也没请帖，又不是非要请帖。哎，宁先生，宁先生怕不是想蹭席吃吧？胡说，我这是来探查妖气，哪里是为了蹭席？好啊，你就是为了蹭席，宁先生怎会这般厚脸皮？那你别跟过来啊！我都进来了，进来了也能出去啊？走了这么远的路，钟某进来坐会不行吗？钟先生的脸皮似乎也不比宁某差多少啊。彼此。2位应当不是这儿的人吧？我们2人赶路去上京，途经此地时见院中有喜事，不知可否沾沾喜气？可以，当然可以。今日是我儿的大喜之日，来者是客嘛。来了也不能白吃，就当是份子，虽不算多，但也是一片心意。这个使不得，2位一看就非同寻常，能舍身来庆贺，已然是给我家面子了。这钱还请收回去。那可不行。你说这2位快请，要是招待不周，还请见谅。没有的事。爹，你腿脚不便就别到处走了，来，我扶你回去休息。又不是走不动了。哎，你这……见过2位先生。你不是人吧？真正的新郎官去哪了？他死了。谁杀的？不是我杀的，我……别太紧张，问什么便答什么就是了。前年征兵，他去了边关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后来我才知道，
那一天去边关的都死了。纵使他死了，你又为什么要冒名顶替呢？我原本是只大黄狗，受伤后被老人家带回了家里治好了伤。黄山走后，家里的老人家一连哭了几日。之后他时常坐在房门口看着面前的路，期望着能够看到儿子归来的身影。老人每日除了叹气便是去庙里上香，只求儿子平安归来。老人家心中郁结，数月以来无人倾诉，索性便将我视为了倾诉的对象。我为了报恩，就化作黄山，一直陪在他的身边。二位先生若是想抓我，可否等到婚宴结束之后？这是老头子念了半辈子的事了。这婚宴，先生放心，此番也只是演一场戏而已，只是想圆了老头子的心愿。今日大喜，我二人沾沾喜气，新郎官应当是不介意吧？多谢先生，忙去吧。老狗知恩图报，也算一段佳话。应当是世道苦难吧？若是没有这战事，又何来这般心酸呢？也是，些许家常简食，二位吃好喝好，别嫌弃。没有的事，老人家您坐。令郎如今有30多了，娶妻算是娶得晚了的。谁说不是呢？他娘去得早，我也老了，这婚事我这老头子惦记了小半辈子了。好在如今事成了，等我100年以后，他也有个照应。我就希望他平平安安的，不要像我这老头子一样孤零零的活在世上。二位先生先吃着，我再四处转转。好嘞，老人家您先去吧。钟某如今算是明白宁先生为何这样留念着凡世红尘了。红尘滚滚，最抚人心。只可惜并非是真的，是真是假又有何妨？只要那老人家信了就行了。若是往后知晓真相，不知会是如何反应。谁又知晓呢？宁先生果然是奔着吃席来的。方才不知是谁抢了宁某一块肉。宁先生没有证据，可不能乱说话。我何时抢你的肉了？我说是你了吗？今日多谢二位先生，若是往后再来临安，黄某定然款待二位先生。往后的事，往后再说吧，有缘再见。那老狗真的就不管了，他心里应当是有数。等等，怎么了？这些年边关紧张，只要是男丁，基本上都被征调去当兵了。据老狗所说，东林坊的男丁都死在了边关。既是这般，忽然回来的黄山不会引人怀疑吗？官府应当也会注意到吧？这老狗也是妖怪，应当有法子躲过吧？宁某始终觉得有些不对劲，我得问问才行。问谁？自然是城隍。东林坊城隍何在？城隍没了。不仅如此，整个东林坊内都看不到巡游与阴差，此事定是有不对的地方。妖气不见了，问问他。这件事疑点太多，而且就现如今看来，这位老人家或许并不知晓此事，竟然算不到，连宁先生都算不到。去衙门，此地城隍还有阴差，或许全都死了。那老狗应该没这本事，能敌城隍之妖，恐怕是不简单，搞不好还有大妖牵扯进来。不过钟某有些疑惑，若是仅仅为了一点经济，又何必要做这么绝呢？或许从我们踏进东林坊开始，这里便一直都在演戏。这场戏或许根本就不是演给黄老头看的，而是演给你我二人看的。你们来人！县令老爷莫要紧张，此番前来只是想问一桩事情。下官见过2位神仙老爷。东林坊有一户姓黄的人家，家中有一子名为黄山，前些年的时候被征入军伍，后来却是莫名其妙的回来了。这件事你可知晓？东林坊被征调去的去年，不是都回来了吗？都回来了。是啊，23人都回来了。下官听说是有人打跌了上头，特意放回来的。大手笔啊！你身为县令就不曾查过？这个，下官就是个小小的县令。那23人前年就死在边关了。那回来的是？回来的根本就不是人。这般看来，这坊里的百姓多是不知情的。而那场婚宴或许本身就是个障眼法，或者说是故意借此来拖延我们二人。如今这般情况，恐怕这东林坊里的妖怪都跑得没影了。钟先生可有什么神通能够寻人追妖？有倒是有，只不过需以妖气为引。有你不早说。宁先生，你也没问我啊，而且如今也没有能做法引的东西，如何施术？去喜宴上找找。没想到还真有天地正法，追妖寻踪。竟然藏得这么深，一会要是碰上的妖怪厉害，宁先生你可得护着我点。钟某虽然算卦厉害，但却不会除妖啊。你修行这么多年，就没学过些神通术法？各行皆有所长嘛，钟某不善斗法，也是没办法的事。行吧，届时躲宁某后面就是了。多谢宁先生。我就学那2个人好拼吧，还是大王厉害，高啊，实在是高啊！喝酒喝酒。老狗，你今个演的着实是厉害。我不行的，要是没有大王，我们今天说不定得吃大亏。哎呦，修的还有木有眼的，我学老狗，你现在这样子还真像个人啊！久了也就会了嘛。
都别喝太多酒，晚些都还得回去。是，大王。敬大王一杯。宁某可否蹭个饭？快跑！借法于剑，风。坐下来喝一杯。正有此意。剑不错，我也这么觉得。如此仙剑，怕不是用来斩我的吧？还真是受宠若惊啊！宁某倒是好奇，是什么给了你这般底气？我笃定你不会杀我。这点手段就想迷惑宁某，你未免有些瞧不起人了吧？不愧是宁先生，果然厉害。你认得宁某？龙族气运数百年不得进展，宁先生一言龙晶便使其上涨了2成之多，这般大事我还是知道些的。不曾想还是个见多识广的妖怪。先生道行高深，又行走于红尘之中，想来对善恶有明辨之能。在下倒是想请教一下先生。且说，近年来天下纷争不断，大景接连受挫，已然是强弩之功。朝廷强征10余万人伏兵调治边关，虽解危难，但亦是损失惨重。东陵坊不过50余户人家，包去老弱病残，男丁23人，皆被征入军伍。不料才至边关，便遭北漠突袭，23人无一生还。如今尸骨都还在那边关沙场。我想问问先生，东陵坊23人何故？如今我有一众小妖，化为那死去的23人，来到此地，坊间百姓见其儿孙平安归来，无一不心中释然，许久的期盼得以放下，不再每日以泪洗面。我让他们带妻子为其尽孝，每过一段日子，便取这些人些许经济供给自身，待到经济恢复些许后，再取20之，不曾迫害其性命。坊间百姓虽不知情，但相比起来，若是丧子之痛袭身，怕是更为伤神，日愁夜思之下，恐怕再难熬过余生。宁先生觉得我是在行善还是作恶呢？市井有商，以银易物，行的是买卖之道，强买强卖如何算得了规矩？难道那端坐在庙堂之上的人强征10余万人就是有规矩吗？再者说，善便是善，恶便是恶，不合规矩就一定是恶。这乱世苍凉，许多规矩都在那狼烟升起的时候变得不同于往日了。人皇下旨征兵虽不合道理，但若是国灭人亡，两国入主，恐怕这世道更是会难上加难，那才是真的民不聊生。再说这善与恶，你的确厉害，宁某有那么一瞬间的确晃了神。宁先生过奖了。行善你沾不上边，作恶你也不曾害人性命，若是真要论起来，应当是非善非恶。可你莫要忘了，那东林坊的城隍及一众阴差鬼神是谁杀的？是我杀的又怎样？先生莫不是想杀我？若是杀了我，这东林坊20多户人家便是真的没了儿子，届时不知会有多少人哭死门前。你既通事理，又何必借此方法修行呢？食人精气虽能进补妖力，但若是长此以往，终究难登高峰。我倒是想问问先生，多高才算是高呢？这世上修士大妖皆不曾见过顶峰，云山胡尊修行1000年，不过8位，天上修士1000万，可曾有人见过真仙？如今有捷径可走，何必苦修？再者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亦有道。是我让他们有了与儿孙再见的机会，是我让他们不必哭死门前，去些许经济罢了，稍养几日便能补充回来，有何不可？非善非恶，这样的事还是头一次碰见。宁先生果真不一样。你所说是何处不同？自从先生踏进这洞里起，我便知晓先生与那些天上仙人有所不同。若是别人，或许早就拔剑斩妖了，但宁先生却在认真听我说的话，甚至于还仔细想过，并不认为我是在蛊惑先生。都说仙无情，先生偏偏是个有情仙。说的倒是不错。先生这是何意？宁某仔细想了一下，无论是善是恶，你的出发点终究是恶，就算抓住了人性的薄弱，一样无法改变这一点。也罢，与先生斗上一斗也无妨。斩！敕令之术，竟连天地敕令都躲过去了，这妖怪倒是有点东西。木精。我这幻术非比寻常，不知先生能否走出去呢？不巧，宁某生来便有一双慧眼，可看破虚妄。宁先生果真道行高深，仙剑斩妖。剑山的御剑诀果然精妙，不过却也奈何不了我。先生怎的这般狼狈？但愿你一会儿还能笑得出来。无以无法，复令诸神恭请哪吒3太子。这是什么神通？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手段。请贯口2郎真君诛邪斩妖。杨戬，得令。恭请天雷神将雷震子，恭请纯阳老祖吕洞宾。黑塔助我，阵其3人。该死！
想逃，上天无路，下地无门。风，你是欢吧？《山海经》第2卷《西山经》中有言：溪水行百里，至于一望之山，无草木，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欢。其音如百声，是可以御凶，服之以丹。你不杀我，杀了你又能作何呢？城隍已死，阴差已故，这些又该让谁来弥补？其实想想我也败得不冤，这般神通我又如何能敌？你若识趣，便莫要抵抗，入我剑中。我还有的选吗？天地妙法，封妖一剑。你带我来这做什么？东林坊差一个城隍，你不会要我来做城隍吧？有什么不行的吗？我乃妖物，如何能做城隍审问？先生莫不是在开玩笑？城隍之责无非是庇佑坊建，你虽为妖，但一样也可以做这些事。我是妖，你以后你就不是了。等等，借身于城隍神像之中，你也无需担心魂飞魄散。你虽没有城隍神位，但往后一样也要行城隍之责，需在此地庇护东林坊300年。圆满之后，宁某便还你肉身。你不是喜欢跟宁某论善恶吗？做个城隍正好，多的是善恶给你变。但凡变得不对，便记你一过。300年内超过3次，那便再加300年；若超过10次，宁某便直接斩了你。先生难道不是强买强卖？你应该感激宁某给你这个机会。还有你手底下的那群小妖，没有阴差，他们便是阴差。还有你们不是爱演戏吗？那就把这场戏演好。要是露馅了，一个加100年，你自己掂量着办，可有意义？谢先生。你的肉身，宁某就收走了。还有一事，先生请说。这黑塔应当就是你的依仗吧？如此邪性的东西，你从何处得来的？这座黑塔是我在一位古仙的墓中得来的。古仙？那座墓位于荒海，我也是机缘巧合才进去的。如今我也说不出准确的位置。墓主是何人？不曾见到有墓主的名字。宁先生，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倒是个识时务的妖怪，总比魂飞魄散好吧？宁先生果真道行高深，不知那位大妖呢？宁某让他去顶替城隍了。你跟我出来。大王他还活着吗？暂且还活着。那撮狗毛是你故意留下的吧？瞒不过先生。为何如此？先生，黄山虽不是真正的黄山，但老狗却是真的老狗。先生也觉得荒谬吧？其实我也这么觉得。这么多妖怪里，只有你是假戏真做的。不过总是有原因的吧？我是后来的。那一年碰上了一位江湖武人，险些将我打死。若非是碰上了他，我或许早就死了。而且老人家他待我很好。就这样？就这样。你打算一直陪着他到100年以后吗？应该会吧。挺好。让一介妖物做城隍，这真的好吗？他心里有数。也亏宁先生敢想，不过倒也是个不错的法子。只是钟某没有想到，宁先生竟还帮着这群妖怪隐瞒了这些事。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难不成真让这东林坊的百姓哭死门前吗？也是，若是这样算来，这群妖怪还做了件善事。是非公道最难评说。2位先生还在啊？碰上些事，就在这停留了一会儿。老人家站在门口作何？再等我儿回来。今天是他大喜之日，谁知道一溜烟就没影了。等他回来，我得抽他脸。应该很快就回来了。这1年来，老人家可曾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还会回来吗？会。那就好。2位先生应该不是凡人吧？其实我从一开始就隐约感觉到了。可是先生，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做爹娘的，难道会不认得自己的儿子吗？先生，你饶了他们这一次吧，他们不坏的，真的不坏。宁先生自东林坊出来之后，似乎沉默了不少，只是觉得有些荒唐。都是荒唐，明知是一场虚妄，但却又沉沦其中，说到底不过是在骗自己罢了。不过如今结果也还算是圆满。这世上的圆满的事又有多少呢？其实若真要说起来，真的圆满反而不好，凡事稍留欠缺，才可持衡。宁先生既是明白，又何必伤神呢？不痛快罢了。这早间的大雾倒是有些迷眼，虽是迷眼，但是这脚底的路不也一直都在吗？先生所言极是，这红尘大道不就是脚下之路吗？站住！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死路过，留下买路财。几位好汉，宁某出门忘带了银两，如今身上也没什么银子了。没银子？现在有银子了吗？好汉若是不信，搜身便是。
你不是说没银子吗？这是什么？兴许是宁某忘了吧。再者说，只是1文钱罢了，有或没有不都差不多吗？少废话，再搜搜他身上。二当家的没有，他奶奶的2个穷酸鬼！搜也搜了，好汉可否让道了？老子在这等了好些天了，眼看着买卖上门，你们可好？全身上下竟然就1文钱！滚滚滚，赶紧滚！宁先生还真是好酒啊，什么都不藏，偏偏将酒葫芦给藏了起来。宁某身上拢共也只有1文钱，随他们拿去，但是这酒吗？那可不行。不过此番宁先生可是亏了1文钱，此事莫非就这么算了？宁某的钱可不见得那么好拿。浔江对面便是长春府，还需过江才是。二位可是要过江？正是。我家公子说可以送2位先生去江对岸，2位先生且上船吧。多谢。2位先生可是走腾云山过来的？正是。不知先生可曾碰上那山中的盗匪？我2人的确被劫了一道，兄台似乎知道那山中盗匪之事。早年的时候，那伙强盗还未冒头，也是这2年才猖獗起来的。这样吗？兄台这咳疾持续多久了？也不是咳疾，温某小的时候生了场大病，身子骨也弱，那时落下了病根，如今说话声大些都会咳嗽，让先生见笑了。既是这般，那应当在家中静养才是啊。的确，只是在家里待着闷得厉害，想出来透透气，再加上闲时都在作画，一时少了灵感，正好就来江上看看山水，不曾想碰到了2位先生，想来是缘分使然。的确是缘分。宁某略懂些医术，若是不嫌弃的话，宁某倒是可以给你瞧瞧。先生竟有这般本事？早年跟同乡大夫学过些许。原来如此，那便麻烦先生了。你这脉象平和，不像是重病缠身之人。近些年请过许多医师，诊过脉后都是这般说。兄台的或许并不是病。不是病，那是什么？应当是邪气入体。应当不是风寒邪气吧？兄台认为宁某说的是哪个邪气？宁某曾在书中见过些许相关的技术，这邪气入体非寻常之药可解。若是有空的话，兄台倒是可以去鬼神之所拜祭一下。先生所说的鬼神之所又是何处？城隍、山神、土地皆是鬼神之所。温某记下了，到时候便去试试。多谢先生啊。弟儿你恐怕是遇上刀人了。第2天一早，长春府衙门就出了件大事，一大早就有人瞧见10来个山匪晕倒在衙门门前，旁边还有这些年抢掠来的银两。如今还有些不确定，恐怕那腾云山的山匪与你昨日所见之人脱不了干系，是真是假？去城隍庙里拜祭一番便知晓了。当日正午，一家人便去了一趟城隍庙。隔日醒来时，他身上已经没有那么痛了，而且也不怎么咳嗽了。他心中惶恐万分，站在窗边思索了许久。病好了就是好事，只是可惜这缘分恐怕也仅此一次，可惜了。那位先生兴许已经不在长春府了，真就像是那书中所说，可遇不可求。无碍的，你心中记着就好。怎么会记不清了？浔江游船，见山水光景，忽闻岸边呼喊，见后见2位先生邀其上船，闻鬼神治病之策，相谈甚欢。别于浔江，归家之际，蓦然惊醒，再忆2位先生，却独留一袭白衣背影，恐是惊了天上琼楼，难忆其面。钟先生，这是视察如命啊。常言道，万丈红尘一壶酒，先生是红尘之仙，应当好酒。钟某性子飘渺了些，只得喝些茶水润口，妙哉妙哉。这上京城内民生安定，热闹不已，与我2人路途中所见苦难可谓是天差地别。这是上京，亦是此间最为繁华之地，权贵皆是居于此地。天下就算再乱，只要不是亡国，苦难就落不到他们身上。如今国之将亡，亦不慌张。慌什么呢？在他们的认知里，边关就算再难，只要皇帝仍在上京，那就打不到这里来。居于城中之人皆是权贵，服兵之事自然也落不到他们头上。天下皆乱，唯独此地太平，怕是太平不了多久了。我倒要看看宁先生如何在这10日之间救这大景。若是能救，剩1天都能救；若是不能救，就算再多10日都无力回天。书接上回，说那魂殿小烟觉醒了武魂昊天锤，苦修3年后，单枪匹马杀上了云岚宗。这故事倒是新颖，宁先生觉得呢？挺不错的，倒是让宁某想起一位故人。故人？宁先生，真是宁先生。多年不见，小道长倒是变了不少。先生折煞我了。这位就是如今的大理寺少卿吗？先生是。钟某就是一介闲人，不必太过在意。师傅他如今可好？你应该是猜到了的，这些年不曾回去看过。不闯出点东西来，没脸去见师傅。谁知如今再次提起，已然天人两隔。你也无需太过伤怀，你师傅仙逝之际念头通达，不曾带着遗憾而去。那便好，若非公务繁忙抽不开身，我早该回去了的。道观仍在，若是往后想回去了，随时回去就是了。
相见过后，常山得知宁先生才智上京，于是便邀先生去他宅居住，晚上再招待先生喝酒。而钟正元则是回绝了，他与常山并不相熟，相比起来，他还是想在上京城中四处走走。先生暂且先在这里住下，饭食届时常山让下人们送过来。倒也不必那么麻烦。应该的，应该的。还有一事，常山想请先生帮忙。自我下山之后，便再也没见过几个师弟师妹。这些年虽说我都在找，但却不曾有过半点消息。宁某记的玄参比你们下山都早，你是最晚走的，也就错过了。玄参下山之后化了名字，入了江湖，而商路如今则是在那军伍之中，尚且平安。小师妹呢？她命有仙缘，已经不在凡间了。竟是这般，真如先生当初所说，我们4人各自有命，终有一日还会再聚一堂的。若是能再聚，那当然是最好。哎，谁？哪个狗东？睡得这么香，有人来了都不知道。我当是谁呢？宁先生来了上京，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咦，许久不见，宁先生的道行似乎高深了不少啊。微末道行罢了。宁先生此番来上京，莫不是特意来找我的吧？若我说是呢？若真是这般就好了。你平日里不都在皇宫里吗？怎么如今跑到城外树上去了？皇宫里太安静了。那温柔乡呢？宁先生可别说了，上京城31楼我都躺了个遍了。也不知你怎会是这般性子。既然来了人间，当然得快活啊。过段日子你恐怕就没得快活了。这倒也是，想想还真有点舍不得。有何打算呢？回剑山？不回去。那去哪里？随便走走吧，大井待不了，我便去北乡就是了。想想到时候兵临城下，血光冲天，这偌大的上京城，恐怕再难重现如今风光了。哎，不说这个了，宁先生前些年可是做了件大事啊，我可都听说了。什么大事？那一言龙津先生可是出了大风头了。如果可以的话，宁某倒还不想出这个风头呢。你这人瞧着不太正经，实际上心里却不知道藏着多少事情。这世上真能活得痛快的人又有几个呢？对了，宫里有个女娃娃一直惦记着你，有空不妨看看去。也好。好久不见。你笑什么？想起那时我还不知道你是神仙，讨你给我讲故事。现在知道了。就是知道的有些晚了。还听故事吗？听。那日说到哪里了？说到小燕单枪匹马杀上了云岚宗。宁凡如当初那般，就这么席地而坐，对面前的这个小姑娘讲起了那段魂斗罗大陆的故事。在某一刻，仿佛岁月重合，眨眼间，面前的小姑娘已是亭亭玉立，不禁让人心生感慨。宁凡从最初开始说起那穿越而来的小三，又说起那魂殿小燕，又说起小三大战魂天帝。不喜欢这个小三，的确让人喜欢不起来，但故事就是如此，可以改的。改了便没有后面了。那就不改吧。相比起来，弦月还是更想听后面的故事。先生继续讲着，讲起了那武魂殿，讲起了那小三与小燕的爱恨情仇。这天夜里，藏书阁里的岁月仿佛过得很慢很慢。弦月听着听着，却是忽然间有些晃了神。他的目光看着面前的这位先生，从头到尾一点都没有变，一如当初那般模样。不好好听故事，看着宁某作何？你跟当年一样好看。宁某不曾变过。是啊，你没变，但我变了。到现在我都觉得有些后悔，早知道当初就不听你讲故事了，害我惦记了这么多年。听完故事也就不用再惦记了。也不全是惦记故事。那还惦记什么？惦记你啊。这深宫里也见不到外人，你算是我唯一的朋友了，我也只记得你。听你这话，似乎是过得不太好。没人愿意跟我交朋友，他们都骂我是孽种，盼着我早点死。皇兄也是这样，忽然就变了。你恨他们吗？恨啊，怎么不恨？我无时无刻都想逃，可最后还是死在了这座皇宫里。我已经死了，你现在摸我的头，我都感觉不到了。现在呢？感觉到了吗？弦月抬起头来，他抽泣着，忽然想将这些年所有的委屈都一股脑的说出来。天顺13年，北漠使臣带了一众武姬前来觐见。年轻的景帝见那武姬眉眼夺神，一舞过后便念念不忘，不顾群臣反对，将其纳入后宫，后赐妃位，赐了一个慈字。但实际上，慈妃从一开始就是一枚棋子，再加上她本就聪慧过人，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恩宠。没过2年，便有了龙胎。慈妃心心念念的想生下一个儿子，不曾料最终却是个女子。从诞生之初，这位公主便没能得到母妃的慈爱，至年幼17，便被万分嫌弃。景帝忙于朝政，一时也无心关注儿女，只是封了公主之位，封号弦月。天顺21年，慈妃诞下龙子，北漠人也借此朝大景皇帝施压，让慈妃登临皇后之位。自那时候起，景帝便察觉到了些许，至那往后，他便逐渐疏远慈妃，连同着弦月也遭了殃。直至那一年，北漠举兵南下，战事打响，
这一切也被推入了末尾。慈妃被打入冷宫，不过半年便受不了冷宫中的折磨，自缢了。其所生之子也在某一个大雪夜里被刺客所杀，唯独弦月逃过一劫。须是因为景帝忽然的仁慈，才没有痛下杀手。弦月的软禁解除了，但却成了人人喊打的孽种。那一年，我躲着没有见人，依照着你曾经说的，将小燕的故事写了出来，托人卖给了宫外紫云轩的掌柜。我听过了，写得很好。我写的差劲，是紫玉轩的先生给润过笔，才慢慢有人乐意看这个故事。那段时间，茶楼酒肆里都在说着这则故事，我听宫女说起的时候，心里也高兴得很。那大概是我生前最高兴的一次。后来呢？后来边关溃败，大景岌岌可危，我也因此被卷入其中。在朝堂百官的众口之下，最终决定将我赐死。我被逼着喝下那杯毒酒，不过半刻钟便毒发身亡了。我倒是想逃，可这深宫大内又往何处逃去？好在当时碰上了剑爷爷，他替我跟阴差们求了情，又帮我护住了三魂七魄，不至于魂飞魄散。再到后来，我听剑爷爷说，这座皇宫再过不久就要毁了，到时候那些我恨的人都难逃一死。我就想着留下来看看，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本来都放弃了的，还活着的时候，我经常跑进藏书阁里，我觉得你肯定还会来。所是沾身就没再来了。这不是来了吗？你是我现如今唯一能惦记的人了。不曾想竟能被这般挂记，宁某也算是有幸。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宁某单字一个凡。那他们都是怎么称呼你的？你是神仙，应当是不一样的吧？其实没差什么，不过大多都唤我宁先生。宁先生，其实我想说的是，这辈子能遇见宁先生，弦月三生有幸。如今还有什么打算吗？或者是难以释怀的事，宁某或许能帮得上忙。除了先生之外，好像也没有其他的事了。人生匆匆，宁某亦是过客。相比起来，或许更有一人值得公主惦记。弦月看着先生，心中有些不解。所有人都离他而去，他不知道还有谁值得他惦记的。若是真要说，大概也只有恨了。你是何人？不知殿下可还记得弦月公主？你认得舍妹？曾经有过一面之缘，与公主讲过一些话本故事。我似乎听弦月说起过你，她小时候偷进藏书阁被抓，那个魂殿小燕的故事是你说给她听的。如果没有别人，那应当就是宁某了。竟真有其人，我那时还当他是说的玩笑话。我当初只是跟皇兄提了一嘴，他竟然还记得。殿下似乎很在意弦月公主，为何宁某却听说北漠举兵之后，殿下便再没有与弦月公主有过接触？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弦月都已经不在了。宁某曾听公主时常说起殿下，那时慈妃不曾疼爱弦月，景帝也极少在意，唯独只有你这位皇兄乐意陪着她。他应当恨我才是，毕竟所有人都在责备他、欺负他的时候，我却只是站在一旁冷眼看着，甚至一点担心的神色都不曾流露出来。这又从何说起？我是太子，是储君，我的一言一行都被百官看在眼里。那些文官话语犀利，若当众帮了弦月，第二日说不定就会有无数弹劾太子的奏章堆在父皇桌上。我最多只是调个储君的位置，但是弦月恐怕就危险了。殿下是怕有人乱嚼舌根，说弦月公主蛊惑太子吗？可是弦月公主却认为你与他们都是一样的。我当初在暗中吩咐了不少人保护弦月，只是没想到那朝堂百官却仍旧不肯放过她。可惜如今木已成舟，只当是我这个做哥哥的不称职吧。殿下后悔吗？我时常在想，若是我不是储君就好了，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盯着我，我就可以悄悄把弦月送出宫去，这样她也就不会死了。话有些多了，按理说这些事我从不应该提起的，只是听先生提起弦月的时候，心里难免郁闷，一时间就说了这些。无碍的，都说无情最是帝王家，殿下身为储君，看似无情，却又情深意重，已是难能可贵。那又怎样呢？身为储君，却连自己妹妹都保不住，算什么储君？殿下如今可想再见见弦月公主？如何见？殿下不妨再睁眼看看。皇兄，是真还是假？自然是真的，只是弦月已是阴间之人，殿下是碰不到她的。燕如初伸出手来，他看着弦月，神情有些恍惚。自弦月逝世之后，他心中的愧疚堆叠，久而久之变成了心病，时常夜里唤着弦月的名字，有时一愣便会愣上许久。他从未想过还有再见的机会。那一瞬间，这位储君眼中流下了泪水，身形也颤抖了起来。宁凡不再打扰这兄妹二人叙旧，迈步走出了门去。他心想，这世上最磨人的应当就是生死两别了。这深宫之内，沉重且又压抑。这一天，这位储君与弦月说了很多很多，说起了儿时，说起那一桩桩的旧事。
皇兄是这世上最好的哥哥，一直都是。殿下这是何意？我想求宁先生救救弦月。殿下，斯人已逝，再念已是枉然，纵是宁某也无力回天。天人两别，勿再挂念，公主应当明白才是。弦月明白的，宁先生，我们走吧。是梦吗？不是梦，竟不是梦。殿下，殿下，何事如此慌张？没什么。再念已是枉然。怎么了？先生，城隍大人不让我走出皇宫。想出去瞧瞧吗？请上京府城隍来见。上京府城隍李善业见过上仙。宁某请城隍大人前来是有一事相商。上仙请讲。既是上仙开口，小神自然是答应的。宁某便替弦月谢过城隍大人了。上仙言重了，小神如何称得上大人呢？呵呵，那个上仙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别的事了。那小神如今可以走了吗？自是可以。城隍大人似乎有些怕先生啊。兴许事务繁忙，着急着就先走了。是呢。应当是的。城隍也应允了。如今你也可以出来了。怎么了？我真的可以出来吗？可以。这高耸的宫墙就立在眼前，里面的人想尽办法，却怎么也走不出这道门。他回头看向那幽深的宫门，若是放在儿时，他定是会朝那身后放肆地喊上一声“我出来了”。但到了如今，他便只有一抹笑意回敬给身后的朱墙深宫。他走出了这里，走出了这座折磨了他18年的皇宫。先生大恩，弦月当铭记于心。宁凡看着他，目光忽地又转向了这座宫墙，心中不禁想着，只是这一步便算是大恩吗？好热闹啊！弦月眼中微微泛红，不禁流露出羡慕的神色。外面的光景逐渐从他眼前掠过，一分一毫他都舍不得错过。他就希望像他们一般，似一个平常人一般活着，而不是那个被困在泥潭里的弦月公主。热闹便热闹，怎的还红了眸子？弦月只是忽然间明白“热闹”二字，觉得高兴而已。那就多看看。宁先生，这个故事真的只是故事吗？只是个故事。这位先生，有位客人想请您上楼详谈。我好像见过这个人。上去就知道了。我观小兄弟眉眼不凡，一时兴起便让伙计请小兄弟上来了，还望莫要见怪。我想起来了，以前上朝的时候，我见过他几次。他好像是上京县令刘怀章。好像之前也听人说起过这个名字。小兄弟看什么呢？没什么，随便看看而已。前些年天下动荡不安，佛门借此宣扬教义，就连官家都起了兴盛佛门的念头。可佛家平不了乱世，好在最后还是改了主意。官家欲求长生，不该兴道吗？几年前确实如此，近些年倒是好了许多了，丹药也很少再吃了。小兄弟也应该明白那丹药到底是什么东西。官家吃了时候身体日渐衰弱，兴许也是看清了一些东西。听老人家这话里的语气，应当是常见龙颜，想来是个官职不小，芝麻绿豆大的官罢了。咱们以茶以书相谈，不论这些。先前老人家有句话说的不错，佛家平不了乱世，不过相对而言，乱世才更能让佛门传教兴盛，唯有苦难将起，才有解脱一说。若安居乐业，反而难以兴盛。正解。但对于大景而言，无论乱世还是太平，都不需要佛门。清心寡欲，无欲无求，是救不了世人的。那道家呢？道家主张大道无为，道法自然。虽说有些地方也合运国之策，但终究还是有些不合适。如今国难当前，这般情况，按理说应当先止内乱，再平外忧。可无论是北乡还是大景，却都在外占下了大功夫，忽略了内部的混乱，以至于如今这般乱象。宁某一路走来，倒是见了不少苦难。若是说乱，应当还不算太乱吧？乱不在民生，而是在于官僚之间。上下官员各守其派，贪污受贿。若让我说，这些人应当处以极刑，但官家却是仁慈之君，屡屡放过，以至于如今上下官员都烂到了骨子里，眼中只有金钱利欲，心不在家国。如此官员如何能治理好国家？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自然会后悔。如今国难当前，老人家觉得还有什么法子能救大景？看起来小兄弟平时关注的不少，常来茶楼听他们胡咧咧的，不知小兄弟对此有何见解？在宁某看来，这般乱象还需一位狠辣之君才是。小兄弟与我所想不谋而合。我大致算过，此番胜算甚至连1成都没有。其一是朝堂百官心不一致，国家危难之际还在互相算计；其二便是国力薄弱；其三则是官家太过仁慈。仁慈之君可治太平，但却如那佛家一般，平不了乱世。
一城胜算又来自于何处？来于忠义二字。就如小兄弟所说，先平民怨，使民心安定，许官家狠下心来，长刀染血，杀鸡儆猴，唬住那些贪墨的官员，如此才可平百姓之怨，如此方有忠君所谓义字。这义字其实来自于天下江湖，这并不取决于朝堂，而在于江湖武人心中的家国之心。若是如此，的确有一城胜算。难，这2点都太难了。他曾无数次上书，却无一例外的都被驳回，1次、2次、3次，越发下去，那庙堂天子甚至于都懒得再看的奏折。这种无奈之感，唯独他自己感受得到。杯中茶水饮尽，刘怀章恍惚间回过神来，他转头看了一眼天色，见时候不早，便打算走了。宁凡也没有多留，两人约定好明日再到茶楼相见后，分别在了茶楼门口。先生，真的还有一城胜算吗？说是1成都有些多了，兴许半成都没有，但总归还是有胜算的。舍不得，弦月已非阳间之人，再舍不得也没用了。若是朝堂官员都如方才这位一般，那大景何愁不兴？他乃是真正的忠君中国之士。忠君中国。弦月不曾见过这家国大义，说起来时也有些不明白，但当他想起方才那人那浑身补丁的衣衫时，好像又感觉明白了些许。先生昨夜没在府上，去见了2位老朋友，贪了2杯酒，就忘了回来了。原来如此。宁先生，我认得他，他是大理寺少卿，他之前还时常进宫来着。是吗？先生身旁可是还有别人？你是？我认得你，你是常少卿。常山见过公主。常少卿不必这样，我已经是阴间之人了，早早便不是公主了。常山愣了一下，忽然间反应了过来，是了，早在几年之前，这位弦月公主便已经被赐死了。常山心中骇然，看向了宁先生，他早该想到的，宁先生定然不会是那样简单的方式，但是关于先生到底有多大的能耐，他却又从未完全见过，应是神仙中人才对。常山随即请先生与公主进了府中。隔日下午，宁凡又出了一趟门，昨日约好去茶楼，也不能缺席才是。何时来的？某家也是才到，小兄弟坐下喝茶。老人家应当官职不低，不然也不会了解这么多事，为何会？倒也不怕小兄弟笑话，我只是觉得这衣裳怎么都能穿，不过补丁多了些，倒也没什么。老人家有钱喝茶，怎么就没钱换身衣裳了？茶钱是掌柜的赏脸请的，不然我也不会舍得来这喝茶。竟是这般。不过身为官员，应当也是有俸禄的吧？都扣完了。是犯了事？当朝顶撞天子1次、2次、3次，这俸禄怕是已经扣到我入土那天了。老人家没被砍头，已经是万幸了。在那朝堂之上，我不曾说错过什么，对便是对，错就是错，我可不像他们那般是非颠倒。何不试着变通一下？朝堂上需要一个敢于出言的官员，尽管许多时候我都站在百官的对立面上，但这就是某家的为官之道。为官之道？不错，这朝堂之上必须有一个不随大流之人，这样的人必将遭人唾弃，遭人厌恶，以至于暗中会受到许多阻碍，甚至于引来杀身之祸。若说是取死之道，恐怕也不为过吧？就是取死之道。他早就明白自己选择的是怎样的一条路。这朝堂之上，什么人都有，忠臣、佞臣，还有那随波逐流之人。如此朝堂，当有一株青松立于其中，而他刘怀章便是那棵青松。老人家原是心中早已有了决断。喝茶。宁凡举杯示意，随后将那茶水一饮而下，似是喝酒一般。他心中不禁升起了些许敬佩之情。为官之道，这4个字在他的心中也得到了诠释。先生可是碰上了什么开心事了？听人解释了4个字。4个字？先生是哪4个字啊？能吸他人妖力法力，这黑塔着实有些邪性。竟然有意思。你的来历非同小可，又是古仙之物，恐怕并非是什么寻常法器吧？不回答也好，宁某将你一剑斩开，便知晓你是什么东西了。别，我以为你能装到什么时候呢？若是放在当年，就你这点道行，本尊弹指之间就能灭了你。口气倒是挺大，欺人太甚。你不是叫嚣的厉害吗？斩你一剑，你便受不了了。而要试试我宝剑是否锋利吗？我剑也未尝不利。天地自然，晦气分散，凶晦消散，道气长存。无论是功德、法力还是香火，都不能够化解这凶煞之气。此人竟然随手一剑便将其斩灭了，他到底是什么人？业力、煞气、凶气、阴气，难怪会这般阴邪。看来是留你不得了。等等，我能助你长生。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能助你长生。那你倒是说说看，如何助人长生？曾有术法，服食100万，血染天下，借100万精血，可得长生。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就是因此而生的。
是谁造就了你？我不知道。依宁某看来，你也不是很想活。我真的不知道。自我有了灵智起，我就在这世间晃荡。我唯一的作用就是积累血气。起初我还不明白，但到后来，有一道人借我积攒血气，设下法阵后增长寿元，我便明白了我为何而生来。真有此法？有，只是如今知道的人不多了。我曾见过不少人，最后一位想借这法门想延寿长生的人也死了。我与他也算有缘，但他却狠不下心来用这样不合天理的法门，又不想这法门再落入他人手里，便将那法门销毁，连同着我一同藏进了墓中。后来你便遇到了欢妖？我不曾骗你，这些话都是真的。若你实在不信，那便斩了我吧。这黑塔的话估计也不能全信。最后一位知道这法门的人是谁？长留剑山的开派祖师玉轩剑仙，你听说过吗？玉轩，他记得这个名字。当初的时候，他便听赵玉清说起来过。他是真的蠢，为了一个人等了足足300多年，到了寿元将近的时候都还没等到。他等的那个人是谁？这我就不知道了，他也不曾说过。你认识他？兴许认识。那个我就随便说说的，他不蠢的，就是。你不是欢妖从古仙墓中带出来的吗？他似乎并不是古仙吧？那个墓的确是古仙之墓，只不过他不是墓主。总要有个所以然吧？我哪知道？他从不跟我讲他的事情，所以我也说不出个缘由来。不过见他当时在墓中的反应，兴许那墓主人与他有些牵连吧。你还找得到那座墓在哪吗？古仙之墓还是少去糟蹋的好。宁某只是想去看看，不是去掘坟。若是去了荒海，我可以给你指路。关于玉轩剑仙的事，你再与我说说吧。你不是认识他吗？后来的事，我跟着他的时间不算很长，了解的其实也并不多。很多时候他都在练剑，除此之外就是抱着手里的剑发呆。长留剑山之巅，覆雪百里，只有他一个人待在那里。他一待就是60年，在这60年里说过的话，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那位玉轩剑仙着实怪得厉害，不言不语，只顾练剑，要么就是发呆。若是常人如此，兴许早就疯了。后来玉轩剑仙感知到寿元将近，境界却不得进展，他却又下不定决心继人之精血延寿，于是在某一日便下了山去。我在那山上待了一甲子，本以为此番跟他下山还能看些不一样的东西，结果他一转眼进了那墓里，带到了魂归天境。在墓里的3年，是他话说的最多的3年了，拢共加起来少说有100来句。100来句也算多吗？对他来说算是多的了。我记得他念到最多的一句就是先生，但也只是念一句先生，别的什么都没有说。我问他，他也不答。他口中念着先生，却又是一副呆滞的神色，瞧着让人觉得有些害怕。这样吗？怎么了吗？宁某暂且先不斩你，不过往后你得待在宁某袖中，不得应语，不可出来。不就是封印吗？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塔了，比起被斩总是好多了。常少卿，公主怎么在这？出来走走，回来正好碰上了你。常少卿是碰上了什么难处吗？这样神色紧绷。只是些琐事而已。若是案件政务，弦月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过常少卿倒是可以去问问宁先生。若是有机会的话，常山定会问问的。我先去见先生了。常少卿一会要来吗？我一会过来。宁先生今日没去茶楼。喝茶的人今日有事在身，也就没去了。今天似乎是朝见的日子，刘大人应当是上朝去了。难怪，朝堂上应当是尤为热闹才是。热闹？常少卿来得正好。宁先生说朝堂上很是热闹，你是大理寺少卿，今日应当也去朝见了吧？朝堂上吗？怎么了吗？的确是有些热闹。先生是不是已经算到了边关的事吗？先生果然是算到了。边关告急，北漠举5万兵马临场守关，北乡率5万兵马南下，以至虎牢关，两关皆发急报，最多挺不过3日。若是关破，北漠与北乡便会直入上京，大景已至生死之际。可笑的是，朝中官员早料到会有这样一天，所以这些年来大肆敛财，早已谋好后路。对国难一事，则是充耳不闻。当年北乡内乱，好不容易有的喘息之机，便这样葬送了。应该还有机会吧？就算有办法，又能如何呢？对那些朝堂百官而言，逃命才是最重要的事。恐怕今夜会有不少人出城。有多少人愿意留下来？不足1成。怎么会这样？往年的世道太过太平了，享过福的人自然不愿意落入深渊，眼中唯有财权，早已忘了家国。今日朝堂上争吵得尤为厉害，几乎90%的官员都在劝官家移驾景南，打算放弃上京。可若是真的放了，就算移驾景南又有什么用呢？上京城一破，便再也没了转机了。今日朝堂之上，张大人冒死进谏，求官家留在上京以定军心，再求援于大景江湖。若是这般，大景还有一线生机；若是移驾，最后他们也难逃一死。可就算是这样，他们都不愿意去争那一线生机，只想着苟活于世。百官如此，官家亦是如此，明明还有一线生机。先生，这大景当真还有救吗？这大景真的还有救吗？百官心中无家国，就算最后救了大景，又能有什么用呢？若当真没救了，你会走吗？先生，我是少卿。
常山觉得有些事必须要有人去做，不能想着为什么是我，而应该想为什么不能是我。正道当是如此才对。先生。家国大义，终不及人之利欲，着实可悲。宁先生何故独自在此喝闷酒？来一口。不了，钟某还是喜好喝茶。这大景朝堂上下皆辅，危难之际只顾逃命，何其可悲！世人为己已是常态，真正心系家国的人又有多少？唯有如今断壁残垣，关关难过。看看便是了。过些日子走的人兴许会更多。若是都走了，这大景何人来救？总会有人来救的。来此之时，宁先生曾说过，想这世道顺眼一些，与我赌这大景的结局。钟某心生感慨，想见先生如何就是。可如今钟某却是什么都没看到。宁某也曾与钟先生说过，这大景之命7分在天，3分在人。虽说这大景烂至泥土，但亦有非常之人。前些日子，宁某遇到一位老者，他与我讲了为官之道4个字。宁某心想，或许这大景尚且还有一线之机，已经没什么看头了。这座屹立许久的城池，还从未像今夜这般喧闹过。当那城门关闭，也意味着今夜这一场闹剧到了尾声。须实有人仔细数过，光是这一夜出城的，便有近20余户，无一例外，都是这朝堂中的人。宁先生何时曾像这般举棋不定过？先生今日竟来得这般早，早间清闲，便先过来等着。先生楼上请。先生先喝着，待刘大人来了，小的再上新的，不收茶钱。这怎么能行？先生是刘大人的朋友，只是一壶茶而已，不值一提。是宁某沾了光了。先生哪里的话，先生既能与刘大人同路，那定然也是可敬之人。多谢了，先生客气了。若有什么事，先生吩咐便是，小的就在一旁候着。早间你也不忙，不如与宁某聊聊。哎，不妨坐下说吧。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如何使不得？小的是下人，又怎能与先生平起平坐呢？这不合规矩的。宁某亦是一介白参，又何分高低？晨间茶楼也没什么客人，你也不算忙，坐下聊聊也无碍的。先生赏脸，小的自然是感激不尽，但坐下还是算了，小的还是站一旁与先生聊吧。话说，刘大人以往经常来茶楼吗？闲时经常能见到刘大人。说起来，还有一桩事，便是先生坐着的这张桌子。哦，那时刘大人喜欢瞧着宽敞的地方，为此掌柜便特意将这个位置留了下来。刘大人当时知道之后，还跟掌柜说起了这事。后来茶楼人多的时候，便会引人来这坐下，其他时候都会将这个位置留着。那除了刘大人以外，还有这样的先例吗？只有刘大人。这般说来，便不是因为他有官职在身才有所特殊。自然不是，刘大人身为县令，却是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听掌柜的说，自从刘大人上任之后，上京城便很少出过什么乱子，而且刘大人也很是尽责，无论大小事务也会亲自出面。大到大案要案，小到邻里争吵，都有刘大人的身影。久了之后，不管是卖肉的屠夫，街边要饭的乞丐，还有那街头卖枣糕的小娘，就没有不认得刘大人的。茶楼的伙计一说起刘大人来，便说个没完，好似要将他所有的功绩都说出来才罢休。伙计说起了刘大人在走水之时闯进屋里救出襁褓中的孩童，又说起刘大人为民发声，在朝堂上直言而出，又说起在那大雪天里不忍见百姓来动，前去见一方豁下脸面求几身冬衣，为民发声，以民为本，赈灾救民，一桩桩事情加起来，似是能写出一本传记来。刘怀章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人，为了百姓他便能低声下气去求那几身衣裳，为了百姓他又能在那朝堂之上大发厥词，只为了一个公道，这就是他的为官之道。总之在小的看来，这上京城除了陛下，便只有刘大人了。这样的话说出来，你就不怕砸了饭碗？这倒也没什么，若真是砸了饭碗，砸了便是了，最起码无愧于心。小的是跑前堂的，再厉害不过一张嘴，遇人说人，遇鬼说鬼，分不清个真假来。想说一句真话，却又怕人觉得话里不够真切，那便说的冒失一些，最起码没人会觉得这是假话。做官竟也能做到这种地步。书接上回，只此一句，便意味着茶楼最为热闹的时候要到了。头顶的太阳西移，过了50之后，茶楼便会散去些许人，待到下午10分，又会回来。伙计忙活了一个早上，总算是找到间隙休息了片刻。先生，茶凉了，小的去换一壶来。不必麻烦了，人应该也要来了，等他来到了再换吧。宁凡没有去算，他知道刘怀章应当是一个守时的，约定好的事并不会错过。可一直到那烈阳淡去些许，宁凡却还是没能等到刘怀章。此刻已至申时，竟是这般。先生，刘大人今日不来了吗？应当是不来了。
这兴许是刘大人碰上了什么麻烦事，所以才……宁某知道的。今日多谢小兄弟赠的茶水。先生客气了。老人家怕不是忘了什么？小兄弟怎么找到这来了？来瞧瞧你，家中简陋，小兄弟莫要介意。病了？郁郁成疾，不是什么大病。我说，好歹你也是上京县令，怎么住的这般简陋？没银子啊。病了不去看大夫也就算了，家中连个照料的人也没有。你这若是一口气下去了，怕是都没人晓得吧？能有什么法子呢？我这老东西烂命一条，若是真的一口气下去了，反而是一了百了。这上京城的百姓都将你的命看得尤为之重，唯独你自己全然不在意。你这朝见一趟便病倒了，如今又是暮年，恐怕不好再折腾下去了。还是能再熬一段时间的。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吧？有这么明显吗？你觉得呢？虽说我也察觉到了，但是我觉得兴许还能熬到那个时候。人似草芥，命如纸薄，你这心病不解，事情便会越发严重。你如今也只是凭着那一丝念想吊着自己，若再有一次，恐怕真就得一口气下去了。你怎么笑得出来的？不能笑吗？宁某能说上话的人少，相熟的更是少之又少。若是你真的一命呜呼了，大概我也会觉得可惜的。承蒙厚爱，刘某不过做了一个官员应该做的事罢了。我可不是欣赏你当官的才能。明日还去茶楼吗？去。如此便好，别真的咽了气了。故事还没听完呢，我还舍不得死。宁凡点了点头，随即便转身走出了屋子。别的他做不了，但让刘怀章多活几日至少是可以的，好歹熬到这场闹剧结束。临近日暮，上京城中忽地多了几分肃杀之意，尤其是皇城外的街道上，每10步便会有一个官兵把守着，以至于坊间的人也在好奇出了什么事，但是问谁却都没能有个结果。当然，定然也有知道的人，无非就是昨夜逃离上京的人太多了，天子震怒，故而才有了如今这般情况。该走的都走了，如今再来防着又有什么用呢？今天怎么弄这么丰盛？临行犯去哪？原本派遣至警北的守将昨夜带着妻儿逃了，官家今早召我入宫，命我带领援军去警北增援。为什么是常少卿？不能是别人了吗？京中的守将大有人在，为什么偏偏是你？昨夜出逃之人太多了，官家难免心里没底，才让我带队前去增援。若是一去不回呢？那便一去不回。常山能尝尝先生葫芦里的酒吗？在山上的时候便听师傅时常说起，有些想尝一口，喝个满意。多谢先生。先生说的让他喝个满意，但最后却也只喝了一杯，因为这一杯过后，他便起身前去披甲。那匹快马早已在常府门口等候多时了。既已披甲，为何没有兵器在手？军中到时会发的。刀枪剑戟善使什么？此去杀人，当挥长刀。谢先生赐刀。若是能回来，记得回道观给你师父上炷香。他这辈子最惦记的便是你们师兄妹4人，就当报个平安。宁先生，常山可否求您一个事？若是真的一去不回，先生有空回了道观，可否带我跟师父说一声？就说常山在凡间享福，不乐意回来了。好。常山已然遣散了家丁丫鬟，为何你们要留下来？老爷对我们有知遇之恩，留在这里也是想等着老爷回来。若是回不来了呢？老爷一定会回来的。这酒怎么都不够喝。先生，刘大人他还没来。等等就好了。那小的先上茶，先生楼上请。宁先生好生悠闲，竟还有闲工夫来喝茶。不错不错，好茶。你怕不是闻着茶香来的？不喝白不喝嘛，只准宁先生白吃白喝，就不准我钟某白喝一盏茶吗？这是在等人，等一位老人家。可是那天夜里说起的那个人，正是个很有趣的人。那还真是少见，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人，竟能让宁先生都不吝赞许。一会儿说不定就到了。先生等的人不会不来了吧？会来的。这都已经下午了。怎么了？兴许是算错了，钟某再算一卦。宁先生要等的人恐怕是来不了了。
他是怎么死的？昨夜子时进宫递了份折子，出宫的时候不堪重负，倒在了午门前。就这么死了？他该是舍不得死才是。人命本就薄弱，宁先生应该明白才是。宁先生去哪？去问个所以然。什么所以然？他不该死在昨夜。水，朕要喝水。人都去哪了？你是什么人？官家不妨先坐会。宁某先看完这篇奏折。燕巡眉头微皱，但想了想后也没有发怒，而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位在位30余年的君王展现出了他身为天子的沉着。这奏章之中，无非只写了2点，其一便是谏言官家，希望官家能够像先帝一般正明法纪，整顿官场，平民生怨气；其二便是关于北域战事，望官家能够放下些许脸面，求援于大景江湖，如此尚有一战之力。话里话外，无一不是在为家国忧虑。难怪。可是看完了，宁某有些疑惑，想问问官家。你且说。在官家看来，重复先帝组织正明法纪，严惩贪官污吏，是否必要？即为官，那便定有贪心。这官场臣服，唯有寥寥几人是问心无愧的。若是严惩，到时候朝堂百官人人自危，谁又会安心做事？故而略施小惩即可。若是不知悔改呢？此事暂且不论。再说这北域战事，如今北漠北乡南下攻井，北域已然岌岌可危。如今尚有一策，借大景江湖人守御山河，尚有胜算。不过还需官家拉下脸来求援于江湖。官家觉得如何？无稽之谈。自古江湖一无犯禁，大景有30万军，北域定不会破，何须求援江湖贼人？在官家眼中，江湖5人便是乱国贼人，不是吗？不遵法纪，为祸大景，难道不是贼人？不遵法纪似乎不仅存在于江湖，朝堂官员亦是如此。但为何官家提起之时，反应却如此之大？仅仅是因为官家认为他们是贼人吗？这封奏折，官家可曾看过？不曾看过。刘大人昨夜子时走了数里路来到宫中，只为递上这封折子。官家没看过这折子，莫非是昨夜并没有见他？为何不见？昨夜已过子时，朕便让他留下奏折，明日再来。那刘大人死于午门之事，官家可曾知晓？宁某明白了。你问了这般多问题，是不是也该轮到朕问上一问了？官家且问便是。既见天子，为何不跪？宁某不跪此间君王，不是大景人士，是谁都不跪。朕在问你，你虽不曾为那江湖贼人辩解，但言语中却又有偏向，莫非你自身便是贼人？你错了。若不是武艺高强，你又是如何进的寝宫？朕方才说江湖一无犯禁，不正是你如今正在做的事情吗？从午门至此，皆是脚踏实地，无人阻我。你可知私闯皇宫，按律当斩。兴许天子不见得能斩宁某，如何斩不得？朕乃天子，可斩天下人。的确是把好剑。何意？官家自诩可斩天下人，不妨试试，能否斩得了宁某？一心求死。你以为朕不会拔剑？宁某不曾这样认为。官家若是拔剑，宁某一样不会躲开。朕乃天子，何人不可斩？想好了。朕不相信。还望官家不要后悔今日所为。不，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天子虽可斩天下人，但如何能斩天上人？朕的仙缘毁了，全都毁了。热闹看完了还不走？龙跃于渊，元亨利贞居于人皇之身。大景没落，如今龙气止于4分，天子究竟是做了何事，竟让宁先生斩去了他3分龙气？钟先生不要搞错了，并非是宁某要斩他，而是他自诩可斩天下人。果真是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是宁某输了。刘大人兴许是事务繁忙吧，只是苦了那位先生，白白等了2日。刘县令，再晚天变黑了，到时候我们也不好交差的。2位阴差可否再宽容片刻，再等一会？就一小会，我与人约好了今日在茶楼相见的。阳间之人是看不见阴间亡魂的，刘大人何必苦等呢？我已错过一次，若是再错过，刘某定会有愧于心的。哎，刘大人，我等的人来了。这是何人？以往不曾见过，应当不是上京人士。先生先喝着，有什么事吩咐小的。有劳了。君子之约，怎会忘记？来了便好，来了便好。老人家不打算说点什么吗？你原来如此，我早该想到的。那样的故事，凡人又怎能全知？不声不响的就死了，你这人当真是没趣。有劳2位阴差一路护送，宁某与刘大人闲聊2句，晚些自会将刘大人送去城隍庙。以我2人恐怕是得罪不起先生，
不过可否知晓先生名讳？我们回去也好有个交代。宁某单一个凡字，前些日子与城隍大人有过一面之缘，二位阴差放心便是。那我们便不打扰了。小兄弟到底是什么人？闲人，人间闲人，红尘上仙，应是如此。你觉得宁某像吗？怎么不像？我才从皇宫出来。官家看了那封奏折吗？值得吗？什么？你本该多活几日的，以死进谏，以死明君，这就是你的为官之道吗？官家看了吗？看了，看了就好，看了就好。我刘怀章才疏学浅，身无品却可朝见，对我来说已是大恩。为官数十年，留下过许多美名，也曾留下过许多骂名。敬我者在于市井，骂我者在于朝堂。但无论如何，我刘怀章只求家国太平，既为臣子，当为国为民，但求问心无愧即可。宁凡望着他恍惚间好像明白了为何有些人的死重如泰山。刘怀章诠释了什么叫做为官之道，这是他的道义，是他对待这个王朝的方式。在刘怀章离世的第2日，官府公布了他的死讯，只是可惜，他最终也没能知道自己的奏书有没有被采纳。但就算如此，他还是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人间。他的死是他一手谋划的，安排的天衣无缝。他与自己周旋许久，终的和解。在整理这位五品官员的遗物时，他们只发现了几件打着补丁的旧衣，余下的便是1两白银。那1两白银，则是20年前刘怀章上任上京县令时，他的老师赠予他的几件旧衣。1两白银，便是这位五品官员的所有家当。宁凡特意去找中正园借了些银子，借到银子后，他便在坊间打了一壶酒，随后便去了刘怀章的墓前，尝尝滋味。先生，刘大人应当会名刘青史吧？会的。再一眨眼便人去楼空了。在北域的压力之下，景帝最终还是采纳了朝中官员的意见，移驾景南。这则消息很快传遍了上京城，无数人收拾起了行囊，走向了逃亡之路。打算走了？这次南下，御剑过海，去看看别的地方。多看看是好事。我应当给你些建议才是。红尘诸事乱人心绪，万不可久计。若是让缘分乱了道心，那还如何成仙论道？行走红尘，难道不就是为了缘分2字吗？宁某总觉得事在人为，都不必拿缘分2字做说辞。可我又觉得有些恍惚，又觉得缘分2字当真妙不可言。山高路远，往后恐怕只能有缘再见了。宁凡微微摆手，催促着他离去。老剑修不再多说什么，他也不知最终会去到什么地方，但总归是要走在路上的。无论是那沉闷的皇宫，还是这热闹非凡的上京城，仅是一夜之间便彻底空了下来。守在藏书阁的太监也不在了，但这藏书阁里的书却是一直留在这里。宁凡抬手挥过，只见微风荡起那史书，仅是一翻，便是无数个春夏。那史书上的字忽地有了变化，刘怀章这3个字逐渐出现在了史书之上，史书中所缺的东西一律都补了进去。天顺31年6月初7，景帝移驾景南，百官跟随，上京一夜空城，拜相已现。同年6月11，景北溃败，北没北乡直入上京，破阳春关后入主大景皇宫。天顺32年9月念8，霜降，北乡南下追击，火烧安庆，景帝亡于大火之中，大局落幕，北乡进入其地，大景虽亡。火灼草木，新旧更替，终会有太平之日。此一去，又是一场大梦。北乡王先一步入主安庆，灭严氏，在瓜分天下这件事上也占领了主动权，西归北没，东归北乡，北没部落走向统一，立国号为萧，定都西冥，北乡延续旧时，以乡为国号，定都上京。遥想当年你我2人初见时还是风华正茂，一晃30余年，各自成主，只是可惜再见之时已是生死之敌。燕巡啊燕巡，终究是本王技高一筹。皇上，这史书有什么问题吗？回王上，这上面纂刻的痕迹不似近期，据臣所观，恐怕这多出的几处纂刻的时间都早于其上记述的时日。臣略微估算的一下，可能比王上火攻安庆还要早上1年之久。这怎么可能？若是这样说来，早在我还未入主大景之时，便有人已经料到了后续。来人，本王听闻你通晓术数，可测天象，可见人之命数。如今本王这里正有一页书简，你便替朕算算，这书简上的内容是何人所著？王上，贫道不善此术呀。王上，你不会？本王可是听说你自称隐士道仙，仙丹入腹可助人长生。话说得如此之满，如今就这点小事，你竟不会？什么道仙，连是妖道耳？你便是靠着那毒丹之术将景帝骗得发昏的吧？这世上何来长生之术？播下去，要死冬日，暴尸3日。本王倒要看看还有谁敢借长生2字哄骗世人。王上，这世上真的有长生之术，贫道说的是真的。王上饶命啊！王上，
王上，贫道见过长生仙。王上，贫道的师傅曾与一位先生交好，一甲子岁月，那位先生模样不曾变过，容颜不老，乃是真正的长生之人。后来贫道入了司天监后，曾也见过那位先生一面，只是眨眼之间，他便消失在了贫道的眼前。贫道若有半句假话，任凭王上处置。你口中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姓宁，他姓宁。字呢？贫道。王上，贫道不知那位先生字是如何，一直以来，贫道都称那位先生为宁先生，全名兴许只有贫道的师傅才知道，但贫道的师傅早年便仙逝了。对了，那位先生总是穿着一袭白衣，每次来见贫道的师傅都会打一葫芦酒，贫道不曾有半句虚假，王上明鉴啊。给我下去吧。王上，为何啊？王上为何要杀贫道？贫道不曾说谎啊，王上。难不成这世上当真有长生仙？这木牌对你来说很重要吗？莫非是心上人送的？常少卿这个时候还有心情问这些吗？我们这些人最终都是难逃一死，仔细想想，倒不如活得畅快些。常少卿难道没有惦记的人吗？有。那你还想得这么开？再想不开又能如何呢？明日便是行刑之日了，今夜注定难眠。不说这些了，说说你这个木牌。我之前答应过一位姑娘，要时常回去看她的。临走之时，她送了我这块木牌，结果我一去数年，便不曾再回去过。的确是心上人。也不算吧。什么叫做不算？你最好还是别乱动，伤口崩开的太严重的话，说不定今晚就死在大狱里了。你不会都想不明白自己喜不喜欢人家吧？我，应当是喜欢的。应当是喜欢的。童医师似乎有些木讷。其实我本身是清醒的，但是当我说起他的时候，总是会变得愚钝。以前我不明白是为什么，直到后来的时候，我才慢慢想清楚这件事。喜欢一位姑娘，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天经地义？为何这样说？敢问上仙可在观中？秋月访城隍冒公酒前来拜见。小神见过木林先生云游去了，城隍找宁先生有什么事吗？不知上仙何时回来？我也不知道，先生已经出去很久了。城隍若是有什么事，可以先与我说，待先生回来了，我再转告给先生。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坊中的童家夫妇到城隍庙来求愿，替妻子求了求平安。后来小神想到这童小郎君曾与上仙有些渊源，所以就留意了一下。木林，他出什么事了吗？小神托人打听过，据说那童小郎君前些年被派遣去了边关做驿官，去年之时边关告破，童小郎君虽未身死，但却也因此下了诏狱。如今大景已亡，大香当道，童小郎君作为前朝遗留之人，恐怕会是什么下场？据小神所知，王朝更替之间入了诏狱的人，多是会被斩首示众。童家父子悬壶济世，功德有数，亦是大善之人。小神又想起上仙曾青睐于童小郎君，若是身死刀下，恐怕上仙也会介意。今日来也是想与上仙说说此事。先生他不在，若是这般，那恐怕就没办法了。有什么法子可以救他吗？小神身为城隍，并不能插手阳间之事。我可以吗？木林，你这事可以吗？木林扎根此地，恐怕也难。真没有办法。小神可以知道木林为何这般急切吗？我喜欢他。这城隍是有办法的，对吗？小神，老城隍倒是知道一个法子，但是他却不敢说出口来，那可不是一个好法子。小神也没有办法。我一定要救他，他说过的，要经常回来看我的，就算要死，他也只能死在这里，别的地方都不可以。小神的确没有办法。城隍大人送给先生的书我都看过，我记得里面有记载的。木林何至于此？我虽然看不懂书里的道理，但是我知道喜欢就是喜欢，既然喜欢他，那我就应该救他。还请木林三思而后行，此乃最下之策。根基若断，前路便渺茫了。我不在乎。灵乃天地所成，日月而生，生而有信，得天独厚也。先生，桃借剑一用，事后定会归还。桃有傅先生所望，此事过后，甘愿受罚。你会帮我的，对吧？多谢。
害怕吗？有点。行官的刀很快，若是运气好，就是一眨眼的事。看到刑场外面这些看热闹的人了吗？你越是害怕，他们越是会笑话你。我不怕死，我只是怕死了不能再见到惦记的人。好，宁先生就不曾看错过人。宁先生还是不知道的好，总觉得有些丢先生的脸面。你若害怕了，那才是给先生丢脸。带刑犯，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我愿意招安，求你们别杀我。行刑，别杀我，别杀我啊！下一轮，劳烦下刀狠一些。行刑。有人劫法场，总算是出来了。快挥刀！慢着，陶姑娘，呆子，这是什么？我带走了。同一师的心上人还真不一样啊。小师，贼人休走。桃花，这世上当真有仙。该，木牌呢？在这，我没丢呢。陶姑娘，算你有点良心。陶姑娘今日救了我，往后我这条命就是陶姑娘的了。谁要你的命，我就问你一句话。什么话？还走吗？笑什么？不走了，我哪都不去。呆子。童之焕，安宁县秋月坊，又是秋月坊。王上，不只是童之焕，其实那一天还有一人也不见了。谁？旧景时的大理寺少卿，卑职命人去查了他的来历。此人户籍上虽是眼线人士，但实际却是自安宁县秋月坊而来，原是山中修行的道士，下山后科举入了榜眼，这才到的上京。做得不错，卑职不敢。王上不知是否？暂且先不用管秋月坊，如今国事未定，还是先将那些遗留之人处理干净为好。那日劫法场的人可有眉目了？回王上，那些人并非寻常之辈，血气刚毅，想来是江湖人士。江湖人，大晋江湖复杂一事早有耳闻，的确得下一些心思才是。你自己看着办吧。是。秋月坊，待闲下来后，倒是可以去看看。流云观重新开了观门，童之焕从此便一直待在道观之中，成了一位山野医师。童晓神医的名字早已在数年前便已传遍这方圆百里。得知其归来之后，陆续有人来到山上求医问药。童之焕如当初一般，以一炷香火为枕巾，为人瞧病。道观里再次升起袅袅青烟。下雪了，也不知道先生什么时候回来。或许明年先生就要回来了。我听常少卿说，当时他去景北时，先生还在上京。若是那一年先生走了的话，应当就是明年怀旭回来。只是常少卿他……你叹什么气？他又没死啊！我认得他的，当时没救他，是因为有人出手了。谁？你应该是见过的，是紫苏，是常少卿的师妹。对，他如今也不是凡人了。这样吗？所谓人各有命，的确如此。敢问令先生在这吗？先生云游去了，不在观里。你认得先生？认得。云香见过二位，敢问二位尊姓？叫我桃就是了。童之焕。我听说过，大哥之前说起过你来。姑娘的大哥是唐府，唐明镜。原来是他，你是他的妹妹。义妹，当初先生离开眼线之后，堂哥便收了我做义妹。先生，可否与我说说？自然可以。竟是5年前的事了，想不到先生竟走了这么久了吗？当初见先生之时，我才16岁，如今已经20有1了。此番来也是想再见见先生，谁料先生还未回来。明年怀旭或许可以来看看，先生可能会回来。明年怀旭，除了怀旭时节，先生都不在人间走动。先生真的是神仙吗？云姑娘不是知道吗？为何又要这样问？我只是觉得不像。这2个字像是诠释了宁先生一般。那个似仙是非仙，让人捉摸不透的宁先生。先生会喝凡间的浊酒，会吃那野菜煮成的菜饭，亦会为了几两银子发愁。童之焕心想，或许也是因为这些，他才对先生是发自内心的尊敬，而非是敬畏。其实不管是还是不是，先生他就是先生。就送到这就好了。二位若是有空，可以来眼线玩一玩。堂哥他最近太忙了，不然也跟着一块来了。一定。天冷了，桃姐姐往后还是穿些厚实点的衣裳，别着凉了。我不怕冷的，还是要穿的。这位云姑娘也很不一样啊。怎么了？她不管是说话还是行事，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有种说不上来的好。温润如水。虽然也对，但总感觉差点什么。
就是不知道这位姑娘到底跟先生是什么关系。她不是说是先生教她读了些书吗？哪会有这么简单？依我看，云姑娘8成是喜欢先生。说是也不是，但说不是却又是。就像我们才认识那会。也可以这么说。那现在呢？什么现在？我们。呆子。哎，陶姑娘怎么又说我啊？呆子，呆子，呆子，呆子。别的我不知道，但对于陶姑娘，童某应当是有10成喜欢的。呆子。皇上万万不可啊！如今大相方才安定些许，若是急着北上，恐怕生变故啊！还望王上三思。本王不是叫你们来商议的，而是让你们拟一个章程出来。在多位官员的反驳之下，赵祯最终还是一意孤行，将这一系列的事敲定了下来。第一点，便是籍贯之事，旧景时的原籍销毁，不再有景籍的存在，一律视为大乡人士。除此之外，赵祯想要在这1年的时间里招购兵马，待到兴隆3年开春，挥师北上，收复失地。但如今这般情况，招兵岂会容易？不识抬举，先是加收了1成的赋税，但冷静下来一想，他更不想北莽一事再度发生，于是便重新颁发了一项令法，赋税增收2成，凡应征军武之户，可免增收赋税。总而言之，便是要你用命去换一口饱饭。冬去春来，眨眼又是一季。先生是不是要回来了？算时日，应该就在这个月。那得准备些东西才是。记得老道长还在的时候，每到先生就要归来之时，就会准备上一些瓜果。正好我今日下山问诊，顺路买些东西回来。这么快就回来了？先生，宁某是不是没桃子吃了？路是你自己选的，不要后悔就好。桃不后悔就好。为何要跪？桃自觉对不起先生点拨之恩，先生不在意，桃却在意。你这些年想来看过许多本书，道理始于书中，止于事外，且不谈有多少道理，至少你看懂了。化妖救人是你所愿，此乃大义，义和正道，如何又能说是错呢？至始至终，宁某都不曾对你抱有很高的期望，在宁某看来，无论结果如何，随心随性便是最好。你若是再不起来，一会同小子进门来瞧见了，可得说宁某欺负你了。先生都知道了，你觉得呢？陶姑娘，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绿豆糕。陶姑娘，宁先生，那个，先生吃饭了吗？你们聊。呆子，这柄剑有些眼熟啊。你认得赵玉清？我就说怎么会这么眼熟？之前赵玉清常来长留剑山找他。你知道他们2人是何关系吗？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是他们2个好像挺熟的，毕竟那几十年里也只有赵玉清来看过他。话说这3年你去了什么地方？为什么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连一缕风都没有？闭关清修。原来是这样吗？这符有诅咒，最好还是没人知道的好。性命的你不地道，问完我就给我封印了，你还是不是人？宁某着实是有些好奇，一柄断绝之剑如何淡出剑灵的？这一次绝非是他的头发的缘故，断绝之剑虽有发丝缝补，但已不是一体。他的头发就算在逆天，也不可能让这柄剑再生剑灵。那这剑灵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原来是藏在这里，你是被封印在这的吧？看来宁某猜对了，玉清剑原本存在的剑灵就是为了压制你而存在的，竟要以这样的手段封印，看样子你的来历并不简单。听雨，往后你就看着这柄剑。老龙王给的酒的确不错，只是总觉得差点味道。宁某下山打酒，若是晚些没回来，便不用等我了。我和陶姑娘能跟先生一块下山吗？你们愿来，那就来吧。可是童神医，快请！连小二都换了人吗？宁凡抬头望去，原本那里应该挂着一幅笔墨的，如今却是什么都没有了。不劳烦了，宁某想找你们家掌柜。不知先生找我们掌柜是有何事？宁某有2坛好酒，想与你们家掌柜换一些酒喝。先生先坐着等上片刻，小的这就去找我家掌柜来。鄙人来迟了一步，客官见谅。无碍的。我听小二说，先生是想以酒换酒。不错，就是这2坛嘛，不知可否尝上一口？掌柜的试试就是了。好酒啊！不知客官要换什么酒？实话说，鄙人这的酒想要比这桌上的2坛难。不用什么好酒，就秋月酿，你觉得能换多少，便给宁某装多少就是了。这怎么了吗？客官有所不知，这秋月酿年初酿下，还没入夏就快要卖完了。
如今库中已经没剩了。没了吗？先生，的确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我想先生要回来了，本来说给先生打一壶酒的，结果秋月酿卖的没剩了。掌柜的，我看库里不是还有一坛吗？既是有，那为何不卖？说句实在话，费某的确舍不得客官带来的酒，只是着实是有些换不起。且不谈那一坛子秋月酿根本就不够换，再者说那一坛酒本就是不卖的。不卖？费某在接手这家酒楼的时候是以低价收的，当时的掌柜只吩咐了我一件事，要我每年都留下一坛子秋月酿不卖，等一个人来取。费某虽说不是个大气的人，但答应下来的事一直都不曾忘记，所以这一坛子从来都是不卖的。宁某能问问那位掌柜是去做什么了吗？似乎是去了边关，至于北漠还是北乡，费某也不清楚。官府抢征的吗？那时世道不太平，他处理完酒楼之后便随着军伍北上了，也不知道如今还有没有活着。酒楼当初小二呢？也一同去了。这样吗？客官莫不是认识当初的那位掌柜？认识。难怪，我说客官怎会一来便要以酒换酒，原是与那位掌柜相熟。你说这……宁某也不曾想到，转眼间便物是人非了。谁说不是呢？那一段时日里能逃过一劫的人又有多少？说一句不好听的，我也是东躲西藏才苟活下来的。宁某还是想换秋月酿，就拿这2坛子酒换那一坛。这个还望客官见谅，不换也无碍的。客官这是何意？酒掌柜的收着便是，今年的酒来年再换也是一样的。这怎么能行？若是我信得过掌柜。费掌柜看着那向门外走去的白衣先生，他微微皱眉，心中总有一种错觉。他总觉得那一坛子酒好像就是留给这个人的，可想了想后，却又觉得是自己想多了。这位先生当真是个妙人。先生以往跟西桥酒楼的掌柜很熟吗？你觉得怎么才算相熟呢？能坐在一张桌上说许多事，应当就算是相熟吧。我与之前的掌柜很早便认识了，从始至终宁某都只是打酒，甚至没有坐下与他喝过酒，说过的话更是少之又少。数十年下来，不过才见了4、5面，你觉得我与他相熟吗？在宁某看来，只要能够再见面的人都算是相熟。这茫茫红尘之中有数不清的缘，明明有的人才见过几面，像是萍水相逢一般，但结果却会记得对方很久很久。先生相熟的人应当很多吧？应当算多吧。先生觉得是多些好，还是少些好呢？对于宁某而言，可以少，但却不能太多啊。果然是赤子之心。先生很早就说过这个，可我却不知道什么才算赤子之心。当局称迷，旁观见轻，是你自己察觉不到罢了。这样吗？看我做什么？糟糕，新鲜的红枣糕。上等选址，上好的腌制，瞧一瞧，看一看。先生要买些什么吗？随便走走。不知这炊饼怎么卖？3文一个，先生要多少？3文钱一个，先生要多少？小七，先生莫怪，他太过调皮了些。无碍的，小家伙，你是老板吗？我娘才是老板。那你呢？你是什么？我是护卫，负责保护我娘不被坏人欺负。你小时候定然也是这样的。那若是遇到你打不过的坏人怎么办？没人能欺负我娘。小七，先生不是坏人，挺好的，是个乖巧的孩子。先生夸你呢。谢谢。身上有3文钱吗？有的，先生。他多大了？入学了吗？有5岁了，读书的话还得等2年。味道不错，面发的也好。先生过奖了，若是爱吃，往后可以常来。若要说往后，恐怕就没有炊饼卖了。下月6月初3入夜后，记得勿熄烛火。好奇怪的人。先生是不是认识方才那对母女啊？不知道啊。我觉得应该是认识的。是他吗？先生，有人找您。是什么人？就是一位寻常老伯，正在道观门口等着呢。仙长，真是仙长。这位老伯宁某认得你吗？仙长，你忘了那年您在我那喝了杯茶水，还替我算了一卦。对了，我叫李安福，仙长可有印象？你是茶肆的店家？对，就是我。仙长当年那一卦真的是神了，那年8月秋闱，我真的中了，与仙长说的一模一样的，就是65。店家说笑了，宁某可不是什么仙长，不过是歪打正着罢了。令郎能上榜，全是靠他自己努力，与宁某可没什么干系。歪打正着哪有说的这么准的？对了，
仙长之前走时候可是说好回来的时候要去我那喝茶的，老汉我还存了些好茶，就等着仙长你回来呢。对了，茶叶，上仙爱喝茶对吗？哎，我这就去拿来，这就去。店家莫慌，仙长等我，仙长一定等我呀，仙长等我。宁先生，那位老伯还要过来吗？你先回关里吧，宁某在这等会。一点心意，还望仙长收下。多谢。不敢，能遇到仙长是我李家之福。令郎能上榜是因其努力，而非是宁某之功。说起来，这东西宁某着实是受之有愧，但店家走了这么远的路，为的也只是这份心意，宁某不得不收。仙长这是哪里话？一包茶叶而已，上山坐会儿吧。不了，不打扰仙长，我就是想送点东西给上仙，不麻烦了。店家还是上山休息一会再走吧。仙长别留，我走了。只是为了这么一包茶叶，点心意，不惜跑上10来里地也要送过来，真是抬举宁某了。这茶好香啊，不妨试试。不了，先生，我不会喝茶，免得糟蹋东西。倒也倒了，不喝才是糟蹋了。滋味苦中回甘，入腹有凉薄之意，阴暑性寒，有提神降暑之效。好茶，你还真是。我也就唯独懂点医术，能说上那么2句。我是真不会喝茶。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本就没说错，茶有提神降暑、解渴预热之效果。若是真说起来，应当也算是一味药。但若是说它是一味药，那恐怕是不够的。茶自为人在草木之间，大道自然，宁静致远。茶可静心，从而能亲近自然。除此之外，茶叶还承载着那些人与人之间的人情世故，所以也不仅仅是一味药这么简单。先生应当是喝过很多茶吧？那先生喝的茶又是什么样的？跟凡间的茶有区别吗？宁某不就在凡间吗？如今杯中的，应当就是宁某喝过最好的茶了。先生口中的好，好像与常人有些不太一样。为何这样说？那偏房里的酒，先生自始至终都不怎么喝过。我记得那是龙君送来的，定然是不会差的。但先生唯独就中意山下酒肆里的秋月酿，不应该是偏房里的酒更好一些吗？有时候并不能用滋味来评判好与不好。真正好酒好茶的人，极少是因为滋味才会如此。先生，我还是不太明白，是酒与茶里面寄托着的东西，就好像你胸前挂着的那块木牌一般。木牌，好像明白些了。幺，这里的确写着流云关，应该没有来错地方吧？你是谁？在下天机山擅自辈弟子吕善，来此地是为了请宁先生，有要紧事。你且等上一会。吕善有要紧事，不知找宁某是有何事？师叔窃观天机，反遭天事，如今危在旦夕，吩咐小道来流云关请宁先生搭救，还请宁先生救救师叔他老人家。你师叔是钟正元，钟师叔。带路来不及了。先生不是让我带路吗？不是，宁先生等等我。云鹤，快些跟上宁先生。这未免也太快了吧！阵法。可是宁先生，正是宁某，不知阁下是？在下陈道求，乃是天机山紫藤阁主。正元师兄先前留下锦囊，让我等在他危难之际打开。锦囊内留书信一封，让我等去大乡秋月坊流云观寻宁先生前来。宁先生可有妙法救正元师兄？他看了什么东西？此事若是为难，不说也可以。暂且先与宁某说说他如今的情况。正元师兄借命时窥视天机，却不曾想因此神念遭损，而命时却也因此失控，神念有崩溃之象。好在是及时立下阵法，暂且稳住了情况，不至于当场命陨。如今正元师兄的神念难以从命时中抽离出来，若是再找不到解决之机，恐怕他的神念也将彻底被命时所扰乱。那就是命时，这东西看上去与寻常晶石并无不同。宁凡曾经听赵玉清说起过，当初赵玉清就是借这个东西算到了关于他的一些事情。这块石头是死物还是活物？死物，宁先生可以理解为法器。宁某可否上前去看看？再这么下去，他真的就没救了。哎，请吧。这青光是什么？什么青光？那抹青光好似在哪里见过？莫非是同出本源？宁先生可是看出些什么了？陈阁主可曾在命时内看到过一抹青光？不曾有啊。宁先生当真看见有青光？宁某没必要骗你，这命时恐怕并没有陈阁主了解的这样清楚，不妨先去问问再说。
若是宁先生当真瞧见了青光，那恐怕就只有去问山主了。山主不是掌教吗？天机山自祖师之后，便从未有过掌教，唯有7位阁主，在之上便是山主了，乃是掌山之灵。祖师仙逝过后，便一直都是山主在庇护着天机山。陈阁主口中的山主，可是这天机山的山岳之神？不错，不知天机山开派有多久了？已有8900余年了。那岂不是说，这位正神已然存在了8000多年？的确如此，只不过多数时候，山主都处于沉眠之中，只是每500年醒来看看天机山的情况过后，便会继续沉睡。这样吗？不过依照山主一直以来苏醒的规律，下一次醒来恐怕至少要到20年之后。如今正元师兄的情况，怕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不能唤醒吗？除非天机山到了危难之际，任何法子都唤不醒山主。既然这般，恐怕只有我们自己想法子了。陈阁主可否能与宁某说说这命石的由来？或许能从根源上找到什么解决的法子。这应该不是什么不能说的吧？仙界知晓命石之人也有不少，倒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这命石乃是我天机山开山祖师炼制之宝，承天地之造化，可避天机，故而可借命石躲过天机，演算大道，气运不受反噬。师祖游历天人两界，感天地劫难难过，炼制出命石之后，便开山立派，以命石之力演算天地之劫，就是避难。这也是我天机山的开派之旨。仅是这些吗？关于命石之事记载极少，当年师祖也不曾留下过什么记述，我等也只是守护着命石，一直到了如今。以往可曾出现过命石失控的情况？这是头一次，而且也是头一次没能消减天地反噬。命石虽有避开天机之效，但若是牵涉过广的大因果，最终也难逃天地法眼。曾经数千余年，曾有过数次天地反噬降身，但在命石的作用之下，最少也能消减4成反噬。但此番，钟师兄却是受了10成反噬。这般看来，钟先生所求之事，并非是一般因果。不知宁某可否触碰命石？如今命石难以控制，宁先生最好还是不要触碰为好。若是乱了神念，恐怕……若是陈阁主信得过我的话，或许可以试上一试。宁先生还是小心为妙。无碍的。这是五重天。正元师兄，我没事，快帮帮宁先生，速速结阵，助宁先生一臂之力。快退！正元师兄，不是稳住了吗？怎么会这样？不要打搅宁先生，这已经不是我们能插手的了。这位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记得那年龙运大涨吗？是他。正元师兄可曾知晓，这位宁先生已至神念5重天。到底是藏了多少东西？这是大井、北乡，那是通天江。不对，好像有些不太一样，应该是很多年前的大井。宁凡的神念被那命石吸引，恍惚之间，似是有无数画面在宁凡的眼中浮现。他见到一只蜉蝣从眼前飞过，煽动那博弈，一瞬之间便好似走过了成千上万年的岁月。这命石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会看到这些？当那视线逐渐推进，一条溪流出现在宁凡的眼前，在那河岸边上正躺着一人，那人身上穿得破烂，灰头土脸，似是乞丐一般。除此之外，身上几处伤痕，似乎是受了重伤。我的衣服还活着，有没有人啊？他自己拖不动这个人，可四周无人应答，只好跑进了方中喊了人来。那河岸边上奄奄一息的乞丐才因此得救，死是没死，但却是一直昏迷着。不会真是乞丐吧？他也不再多想，随即便打了盆水来，打算给那少年擦去脸上的尘土。宁凡望着这一幕，当那乞丐脸上的尘渍慢慢淡去，那张面孔出现在他的目光中时，他的心神也跟着晃荡了一下，因为他看到了他自己，还挺好看。你醒了？我为什么？你差点死了，我那时候在河边。这里是哪里？是我家啊。不是，我是想问，这是什么县？县是什么？这是南郡。我叫玉轩，你叫什么名字？哎，我问你呢。啊？你叫什么名字？宁凡。宁先生，宁先生，什么意思？33岁而终，那画面之中的少年绝对是自己不假。南郡是哪？是什么时代？玉轩是那个玉轩吗？宁先生，我没事。不过这命石，宁凡感觉得到，这命石之中已然没了神韵，如今真就成了一块凡石。陈道球看着那命石，忽地有些呆滞。在场的人目光皆是看着命石，眼中皆是有些怅然。
果真是命数。先前你说命数是早料到这命石会损毁，其实命石并非是借的外界法力催动的，而是源自命石自身。法尽石毁。不错，天机山世代守护命石，至今已有8000余年。早在4000余年前，先辈们便发现了命石会逐渐被消耗，故而苦寻解决之法，但直至如今依旧没能参破命石，故而在如今几千年里，若非大事，基本上都不会动用命石，可最终却也难以阻止气数消散。你这次险些死了，莫非也是为了此事？不错，可曾看到了什么？一片昏暗。宁凡看着他觉得钟正元或许并没有说实话，不过他也没有追问，兴许是与他之前在命石之中所见之景有些许关联。我记得你可不是一个愿意舍弃自身的人，如今这一劫，你少说断了500年的道行，功德也所剩无几了。这是吧？宁先生可还记得当年景末之时的那位常少卿？人总要当那么1、2回傻子，修了这么多年的仙，总是会明白一点道理的，总不能越活越回去。宁先生，你说是不是？大道昭昭，钟先生虽折道行功德，却是真正的踏上了大道。人生海海山山，而穿不过尔尔。钟某为是小道儿，大道昭昭，难以参悟，能得小道，便已知足。话说这命石毁了，宁某要赔吗？宁先生是来帮忙的，又何须赔呢？那就好。先去我听起山主之事，当时情况危机，陈阁主并未说得太过详细，宁某对此有些好奇，钟先生可否与我详细说说？山主嘛，说起来，钟某也只见过一次山主，还是400多年前的事情了。值得一提的是，山主他模样像是孩童。据宁某所知，山岳正神多是会保持生前的模样，若是这般，钟某亦是这样想的。宁某听陈阁主说，再有20余年，天机山正神便要苏醒，沉睡500年，不知会苏醒多久。一般而言都是半年。这样吗？有机会的话，宁某倒是想见见这位山主。山主挺和善的，届时钟某来请宁先生就是了。此番宁先生于我而言有救命之恩，山主若是知晓了，定然也会很乐意见宁先生。多谢了。宁先生不妨在天机山多留几日。宁先生此番解我天机山之难，如此恩情，还不知该如何报答为好。这仙山上宁某待不太习惯，告辞。这位宁先生或许是从命石中看到了些什么，不知他可曾与你说起过？若是他什么都没看见，那才是奇怪。正元师兄此话怎讲？我看到的东西不多，但亦有零星点点。所以师兄看到的答案是什么？钟某也没想到，我居然没死。按理说的命石毁了，他们应该着急才是。可是从最初到如今，唯有在命石毁坏的那一刻，他们表现出了些许悲痛之外，其余时候却都很是平淡。若是我说我在那零星点点之中看到了宁先生，你信或不信？难怪啊，难怪师兄你没死，这样就说得通了。是他，那就一定是他。天机山之劫定然是由他来解，或许就在下次他再来的时候。师兄这次捡回了一条命，下次就该换我了。着急着死，这不是我们的宿命吗？也是。你说他会不会知道些什么？他定然是知道，但他却不会说出口来，因为他是宁凡，那位世人口中的宁先生。与钟正元料想的一般，其实宁凡在来天机山的路上，就算到了这是一场戏，但是他还是来了，尽管是被利用，因为在他看来，钟正元是个很蠢却又很有意思的人。若是真的死了，宁凡大抵也会有些不顺心意。天机山有天机山的命数，那山上的一群人都在做着一件又一件的傻事，不光是为了仙山，还有这天下苍生。蜉蝣33岁，自己看到的那幅画面是必然还是偶然？是因人而异，还是？宁某有事问你，你若不说话，我便斩了你。幸运的，你早晚会遭报应的。你存在这世间有多少年了？好像很久了吧，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有些久。8000年前的天机山祖师，你可有印象？倒是听说过些许，好像是个算命的出身，多的我也不清楚了，事情太多了，我也记不清楚。世间广袤，沧海桑田，变化极大，曾有一地唤作南郡，你可知晓此地是什么时候的事？你问这个干什么？答便是了。这我倒是知道，那时候还不曾有王朝一说，凡是以武为兴，派系众多，以宗立域，各划土地，而南郡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后来百宗战乱，历朝称雄后，这些地名就都作废了，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得想想是什么时候。9000年前，好像是。我所知的玉轩，应当是近1000年之内的人。那9000年前南郡那个叫做玉轩的小姑娘又是何人？宁凡皱起了眉头，他的目光看向远处，那里有一层浓厚的乌云堆积，似有一场大雨要泼洒至人间。乱了。什么乱了？喂，幸运的，这里要是再封印我，那可真就不是个东西了。带我去荒海。你自己不知道去吗？玉轩剑仙的墓。你们就在外面等着吧。
云姑娘，宁先生回来了吗？先生他方才走。错过了呀。云姑娘不必担心，先生应当还会回来的，只是去处理一些事情罢了。我能在这等着宁先生回来吗？自然可以。云香坐在那棵枯死的桃树下等了起来。事隔经年，如今就要再次见到先生，她的内心是有些忐忑的。云香的手里攥着一本书，那本书有些老旧，但除了泛黄之外，并没有任何破损，想来是翻开的时候保存的极好。这本书便是先生当初考他的那本，如今他也全都会了。他想等先生回来，一并念给先生听。云香抿了抿唇，她伸出手来，将那腰间的玉佩拿在手中，她一直打量着，好似想起了许多事情。换个人该多好。什么换个人？云姑娘她有些执着了。爱慕先生这件事吗？你我都很清楚，想要追赶先生几乎是一件没可能的事。你想得明白，我也想得明白，但云姑娘她却想不明白。值于四海，且不说难如登天，就算真的入了海中，咸水又如何能活呢？云香便坐在那等啊等，随着那太阳西移，天色也逐渐暗淡下来。云姑娘进来坐着等吧。没事，我再看看，一会再进来。其实她也只是想早一步看到先生而已。她这一等，便一直等到了入夜天黑。云香回过神来，她抬起头，看向了天上的明月，尤为暗淡，可一低头，却又见那月光照的整个山涧都尤为清楚，仿佛今夜的明月也尤为蹊跷。她终究也没能等到先生。不知云香可否明日再来这等？自然可以。若是先生知道了，也不知道会怎么想。所谓荒海，亦为一气之地，更是凡人无法触及的地方。一望无际的海面之上尤为安静，白天瞧着许是有些壮阔，但当入夜之后，入目便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在那平静的海面之下，藏有数不清的水妖。荒海不曾有过规矩，以至于混乱不堪，大妖横行，又是个不想活的。这群水妖跟着宁某作何？都是等着捡便宜的。不过这些都是杂鱼，真正麻烦的一般都会直接对你动手。七境水妖，你打过。以指化剑，一剑断海，斩七境大妖，竟只是抬手之间。此方天地是否有界限一说？说有也有，但若是说没有，也可能说没有。只是这个界限并非是原本就有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有可能是人为铸就的，也有可能是天道所成。什么意思？等你看到了你就知道了。那是什么？很震撼吧？我当初见到这堵墙的时候，也觉得很不可思议。看归看，但是别过去。你说那高墙后面？曾经有很多人想要看看那堵墙后面藏着什么，但无一例外的都没能回来，是死是活都没人知道。我知道了。这堵墙到底有多高？1000余丈。宁凡迈开步子，立在那城墙最顶峰之处。但当他朝着那墙后面看去时，却是发现面前是一片深邃，无光无声，好似是另一方世界，好似牢笼一般。谁知道呢？不过这堵墙必然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至于墙后面有什么，就不是我们能关心的东西了。走吧。你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居然这样果断的就走了。正事要紧。荒海之下30丈，便是玉轩的墓。云姑娘，不妨还是下山去吧。若是先生回来，我便来告诉你。我再等1日吧。云香很早便来了道观，来了之后就一直在那道观门口等着，望着那台阶，似是望眼欲穿一般。到天黑的时候便下了山去，持续2日都是如此。可这第3天，先生依然不曾回来。在那天晚上下山之后，便不见他再上山来了。云姑娘没来了，只是换个地方等罢了。陶姑娘，看我干嘛？陶姑娘没有说话，她其实很能理解这位云姑娘，毕竟她当初也在这观中等了一个呆子许多年。就在下面。怎么选在这种地方？应当是为了隐藏。宁凡的目光之中出现了一道石门，那石门之上赫然刻着1至10这10个数，其下还有2字：生与死。3按一次，10按一次，再按一次3，最后按一次死，门就打开了。别乱按，这个门上应该有术法或者阵法的。当时我被那妖怪带出来的时候，这门外面死了不少人。33，这样的暗语还挺有意思的。就这么简单？虽然我也这么觉得，但的确就这么简单。宁凡忽然间觉得这有些熟悉，好似自己从前来过一般。他迟疑了一下，随即迈开步子走进了里面。但他走入阵法之中时，面前的景象忽地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宁凡的眼前，是一栋古朴的宅院，门上黑色匾额上书南园2字，
他当初就死在这里。本来这里挺规矩的，只是被那个妖怪翻了个底朝天，就成了这样。那欢妖可曾从这拿走过什么东西？当初玉轩来这的时候，根本就没带什么东西，传承知识就更没有了，法器仙剑一样都没有，唯独只有我算是个稀罕物件。但是他也只是想把我困在这里罢了。这几本书不过是些杂书而已，没什么意义。不过他当时倒是挺喜欢看的，进到这里是一路带过来的。《西厢记》《诗经》《素书》这几本书并非是此界之物，看起来与它相识的确是存在的事，不然这几本书也无法解释了。这个屋子可曾住过人？没有，他一般都是住偏房。内室不住，却要住偏房，这就不清楚了。他也没说过，当时来了这里之后就是坐着看书，很少与我说些什么。就不曾留下过什么东西吗？他好像还真没留下什么。当初那欢妖在这书房里找了很久，结果却是屁都没找到一个，气得他把窗户都给砸了。这里面的书多是一些道理书经，并没有很稀奇的东西。宁凡抬眼看去，在那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丹青字画。瞧着虽是一幅简单的山水画，但在那画中，宁凡却是看到了一道人影。只见那画中的崖壁之上，正有一人矗立于此，望着那浮云山水，但这道身影却也只是轻笔一划，淡淡笔墨罢了。而在那一旁还提着一行字：此生唯爱三物，山水、仙剑、画中人。可那山水终究也会不同于往，仙剑不得长存，画中人更不在眼前。这幅画倒是他留下的，我当时看着他做的，不过他是真不懂丹青，一点意境都没有。宁某倒是觉得挺不错的。你什么眼光？话说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宁某应当算是他的故人。他等的那个人不会就是你吧？你觉得呢？你这人好不无趣，他更无趣，两个无趣的人显然是没办法走在一路的。宁某无趣，不然？好像也对，应当也想圆满吧？什么圆满？没什么，他倒是很喜欢《西厢记》，毕竟这本书也算是他看过的许多经典中唯一一本算是结局圆满的书了。这本书有什么不一样吗？有点不一样。我之前便看过了，没看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若是真的那么容易被看出来，这本书也早就被拿走了。是什么东西？这书里藏着神通，还是什么秘法？宁某也不知道。那你说你看出来了？是看出来了。你是在耍我？并没有耍你。宁某是看出了一些不一样来，但也还没解开这里面的东西。谁信你呢？不信算了。果然是不想让我知道，性命的，你真是小心眼。没了唠叨的黑塔，宁凡顿时感觉周围清静了许多。宁凡再次翻开了那本《西厢记》，这书里的字都是一个人写的，但其中的内容却有些许不同。原著中，崔夫人许诺谁能出退兵之策，便将其女崔莺莺嫁谁。张生挺身而出，救众人于危难。谁料崔夫人却言而无信，不肯把女儿嫁给张生，只许二人以兄妹相称。张生因此治病。红娘为张生出谋，让他月下弹琴。莺莺听后十分感动，便叫红娘前去安慰。张生叫红娘给莺莺带去一信，莺莺回信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但如今宁凡手中的这本书中，崔莺莺回信上的内容却有些不同。前路坎坷无穷难，自有妙法解。月下西厢户半开，花影玉人来。若是单看如此，其实也看不出有何不同来。但在那自有妙法解之后，却是有两块污字是被划去的。宁凡伸出手来，在那被污去的两字上轻轻抹过，只见底下的字迹浮现出来，乃是书缘二字。自有妙法解书缘。这书中藏有阵法，借外法而助灵，使得那书中笔墨醒灵化字，犹如化死为活，并且这也并非是一般人的法力就能做到的。想要使得笔墨醒灵，还需那落入书中的法力精纯无比，稍有半点杂质都不能解开这书里的秘密。就好似这本书就应当是他才能解开一般，难怪看起来只是一本寻常书籍。当那《西厢记》上的内容重新编排组合之后，一本完全不同的书便呈现在了宁凡的眼前。是有六道，轮回不止。所谓轮回，上下浮沉之生死轮回，故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想逃过大道轮回，所以他是修行了往生经，生而复死，死而复生，非肉身之死，而归于神念记忆之亡故。所以说，带着前尘记忆轮回也是真的。大道50，天眼49，人遁其一，这一线之机当真难求，残缺的万万分之一，终究是难以补齐。不知下一世能否再有机缘。玉轩留于第4世。这般说来，这往生经应当是不曾完善的，前半部分不曾有半点差错，但到后半部分的时候就有些乱了。但虽说是半成，可并非就说借此法门就没办法达到逃过轮回大道的目的，只是说是有一定概率的，前世的记忆也可能会在差错之下消散而去。他是如何敢借着这未曾完善的往生经轮回转世的，就不怕出差错吗？难道说还有后手？福有诅咒，亦是死。那若是借着往生经下一次醒来的时候，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宁凡再细细看了看那往生经，除了那最后一行留下的几句话，便没有再多有用的信息了。9000年前的玉轩与黑塔所见的玉轩，应当就是同一个人。宁凡抬手试着算了一下，最终却是什么都没算到。其实他早就料到了会是这样的结果，他与玉轩应当有着说不清的缘分，只是如今的他全都忘记了。若是他的话，应当能解开我所有的疑惑。1到10、33，生与死都与他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老龙王说解在路上，他这一路上的确是找到了一些痕迹，但却也冒出了更多的问题。不过好在这次也没有白来，他并未打算就此回去，而是想去另一个地方问上一问。这些事总是会有人知道的。道友可否上周一叙？宁某便打扰了。灵月仙岛何重阳见过道友。宁某不过一介散修罢了，道友客气了。道友可是御法而来？不错，自人间来此。从人间御法来此，可有什么不对？道友这话就说的有些大了吧？人间距此数万余里，且不说有没有这个法力，这脚底可是荒海，荒海之上天象多变，大妖众多，一不留神便是死无葬身之地。此话倒是有理，这般路头，纵是再厉害的修士，也很难保证法力足够。偶见荒岛，也会歇一些脚，一行一歇，自然就来了。道友能到此地，定然是道行颇深。话说，道友这是要去往何处？荒海到底还是有些危险，若是顺路的话，不妨便与我等同行。宁某要去云浮山，可是顺路？哪儿？云浮山。确定要去云浮山？不会是记错了吧？道友莫非不知那云浮山乃是那魔头赵玉清的道场？知道啊。难不成道友就是特意去寻那魔头的？正是。道友这般平静，莫非是与赵玉清相熟？不熟。恕何某直言，那赵玉清喜怒无常，做事更是狠辣。虽说道友道行高深，但最好还是别与那魔头有什么牵涉为好。若是后面生出事端，那可是相当棘手。宁某倒是听人说起过他，只是他当真有传闻中那样可怕吗？前些年仙道大会，赵玉清不请自来，也不知是什么恩怨，当着众多修士的面，赵玉清便将那长留剑山的长老给一剑斩了，神魂也一并给灭了。那时众仙山长老崛起嚣张，23位洞虚境一起出手，但结果却是被赵玉清打得节节败退。虽说不曾要他们性命，但赵玉清却将那23位洞虚境修士的法器仙剑一并劫了去。仙道大会也被他一个人搅得天翻地覆。说起长留剑山，此事会不会与那位玉轩剑仙有些关系？这我就不清楚了。当初传闻说那位玉轩剑仙与赵玉清相熟，但一直以来却从未被证实过。听道友这样说，或许还真有点关系。不过何某记得600年前玉轩剑仙不就已经仙逝了吗？或许就只是传闻吧。道友可否再与我说说有关赵玉清的事？宁某有些好奇，他是如何走到这般地步的？这个何某就了解的不多了。在何某了解到仙界之事时，他便已经是云浮山主了，至少比我早了200年之久。据门中前辈们所述，这赵玉清好似是忽然冒出来的一般，并没有什么前兆。忽然冒出来的？多的我也不是很了解，道友倒是可以去问问修仙界的前辈，他们应该知道些。多谢道友解惑。哪里，何某知道的也不多。不过道友当真还要去云浮山？自然要去。有些事情困扰着宁某许久，只有赵玉清才能给宁某一个确切的答案。既是这般，那何某便不多劝了。不过道友倒是可以在下一处非洲渡口下船，这样的话也能省些法力。这艘非洲应当是载客的吧？宁某还是不好留在这上面吧。无碍的，如今修仙界70%的非洲都是我灵月仙岛在运行。一句话的事，这怎么好意思呢？相逢即是缘，道友太客气了。怎么感觉这位道友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呢？道友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为何船中会敲响？有大妖前来，还请诸位道友莫要在船板上停留，速回船舱。大妖能对付得了吗？道友放心便是。这些石碑是什么？这是什么妖怪？竟有2尊。这是霸下。道友认得这妖怪？看过些许记载，龙生9子，与龟生为霸下，喜负重，身上时常背着石碑或是石柱，而其背上却仍有一妖，其名父系，为青龙所生。如今眼下的这2尊妖物，虽说与那《山海经》中描述相似，但他们头顶的龙角却还并未长成，应当说是有着龙族血脉才是，恐怕是麻烦了。2位妖王，我灵月仙岛常年来往于荒海之上，却不知是何处有所得罪。我等并非是来找麻烦的。那是。在下父系，还请先生至霸下背上一叙。坏了，冲我来的。道友，这无碍的。宁某上前，你便让非洲前行，如何？父系此行便是来请先生的，与其遇人无关。
那就好。道友还是莫要过去为好。不必担忧，你且掌管好非洲才是。既是冲着宁某而来，便由宁某来解决。宁某去了。道友，有所打扰，还望莫要介怀。我们走。竟这般可怕！长老，方才那是何等境界的妖王？一尊7境，一尊8境。8境大妖多是存在于传闻之中，如今竟是被我们给碰上了。若是刚才，这位道友到底是什么人？不知阁下特意来寻宁某是为何事？宁先生忘了吗？那年您做一言龙经，我等身负龙族血脉，皆得天运，修为剧增。所以你们这是？我与巴夏皆是有血脉在身，已受先生恩典。此番在荒海碰上先生，自当报答先生曾经之恩情。原来如此，宁某当是遇上了什么麻烦？怎敢！凡龙族血脉之妖，皆是欠着先生恩情。若是谁敢得罪先生，想来他是眉开眼。宁某那时也未曾想到会铸就这样的结果，只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无心插柳柳成荫，宁先生此话说得极好。不过这无心插柳柳成荫，应当只是半句吧。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此言出自《增广贤文》，全句为逢人且说3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好一个知人知面不知心！传闻说父系喜闻善读，如今一看，果真不假。不瞒先生，父系虽阅千万文章，得了这一身儒气，但却又因为是妖族出身，时常遭他们取笑，也唯独霸下乐意与我同行。这世上可没有规矩说妖族不能读书。我还怕宁先生会觉得我奇怪。道理多是都自书中而来。再者说，妖怪就不能读书了吗？书言君子不拘泥于小节，又何必在意外人言语呢？父系神往先生已久，先生下船时，父系还在担忧先生会不喜欢一个读书的妖怪。如今言语之下，父系这才明白，先生眼中当能容下万物，是我目光短浅了。严重了，世人若是知晓你这样的妖怪，定也会欣赏万分的。宁某只是其中的千万分之一罢了。皆说君子之交淡若水，父系虽离那君子二字相差甚远，但亦想敬先生一杯。巧了，宁某也相差甚远。当父一大白，请。一人一妖立于这霸下背上，荒海的风吹动着他们的衣袍，鬓角的发丝也随风声而动。风随杯酒入喉，似将这君子之意告于荒海之风。宁凡看着杯中落尽的酒水，心中赞叹一声好酒。酒水下肚之后，便打开了话匣。有个地方宁某有些好奇，传闻中说龙生九子，霸下与父系皆是龙子，按理说诞生之初便已是龙族，为何如今一见龙角却还并未完全？龙生九子，父系确实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先生先前说起传闻一事时，我便觉得奇怪。我生来便在荒海，极少见外人，更不可能留下什么传闻。先生真是听来的？那囚牛牙字呢？先生说的是哪尊妖王吗？父系确实从未听过这两个名字。兴许是宁某记错了。先生说的龙生九子，当真有霸下之名？龙生九子，霸下为6子之名，当真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先生为霸下指明前路，父系代其谢过先生之恩。宁某何时指过路？先生放心便是，父系定不会让因果牵涉到先生身上。这父系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在后来的交谈之中，父系也知晓了先生此行是要去云浮山寻一位叫做赵玉清的修士。赵玉清，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赵玉清的名字几乎整个修仙界都知晓，你听说过也是正常。好像并非是听说来的，先生等我想想，我好像在某个石碑上看到过这个名字。石碑？先生且跟我来。这些石碑都是好些年前的东西的。霸下喜欢背着重物行走，恰好我喜好文章，于是便找了些重物，想想石碑最为合适，我也能偶尔刻文章，久而久之，就有了这些。找到了。以碑为证，我赵玉清在此立誓，今日出府立生死之节，无论成败，定当生生世世追随师尊左右，百死不回。后面还有字。南园。玉轩墓中的那座宅子，似乎就叫做南园。是先生说的那个赵玉清吗？应该是了。我不会是赵玉清的师尊吧？应该不会。若是自己是他的师傅的话，上次见面也不至于这般冷漠。那赵玉清的师尊又是谁？这石碑若是对先生有用处的话，先生拿去便是了。还是让他留在这里吧。先生这般重视这个赵玉清，莫非是有什么恩怨？也不算恩怨，只是有些事宁某想找他问问罢了。那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此物还请先生收着。这是何物？先生若是碰上麻烦，只需吹响此锣，我与霸下便会立刻赶到。虽说先生也可能用不上这海螺，我与霸下本还想送些厉害的法器，或者是神通法门赠与先生，谁料翻找半天，却是连一件能入眼的东西都没有。也好，宁某便收下了。多谢。先生客气了。
此番便由我与巴夏护送先生去云浮山吧。还是下次吧，这次时候有些赶，若是晚了，恐怕会有变故。宁凡估摸着自己这次恐怕没几天活头了，要是再晚一些，或许就赶不上去见赵玉清了。傅系再三说起想送宁凡之事，但最终仍是被拒绝了。那便只有等下次了，到时傅系再请先生喝酒。宁某便先行一步了。先生慢行。先生说你已有乘龙之机，化龙，我也没想到，这般看来，只要是受了先生龙精影响的，兴许都有化龙之机，此乃大机缘。山上云，云上山，难怪这里会被叫做云浮山，真是一点都不夸张。你确定那2尊妖头顶都长着角？正是。我知道他是谁了，真君认的那位修士。他信命啊！你莫不是忘了前些年的那件事了？如今天下龙族可都欠着某人一个人情。前些年的那件事，是他，难怪啊！原来他就是那位宁先生。这岛上除了赵玉清，居然还有别人。止步！原来是你，看样子老剑修的确将你引上了剑仙一道。不过按理说你应该在剑山才是，怎么会在这云浮山下？不愿说，也罢。宁某上山有些事情，不知可否让开一条路来？我答应过山上的人，不能让任何人上去。你欠赵玉清什么了？若是宁某硬要上去呢？宁某与老剑修也算故友，他亦是你的引路人，拔剑相向可不太好。再者说，无论出不出剑，宁某都会过去的，何必多此一事呢？我没办法让路，总得有个理由，不是吗？他答应过我，只要在此地守上10年，便教我那一剑。如今已是最后1年了。是什么样的剑招，竟能让你甘愿守上10年？不知道名字，只是见过。这样吗？似乎也不用上去了。听雨。在2道剑气碰撞之间，这座仙岛都震动了起来，掀起的波动荡开了那头顶的云霄。原本荒废的秦月宫唯一保存完好的几座殿宇，也在这阵剑气之下被夷为平地。若论剑术，赵玉清应当是胜我一筹才是，如今竟成了不分上下，不应该啊！赵玉清不善剑道吗？不善剑道，如此2剑竟被称作是不善剑道吗？快退！之前不是说了吗？下次再见面，我一定砍死你！你竟然还敢送上门来，那你又何必留手？我是怕你死得太轻松了。宁某是不是该说声谢谢？令凡，我可不是跟你来耍嘴皮子的，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聊一聊？真想砍死你！我这次来是想知道那天你没有说完的话。你不是令凡吗？有什么事是你不知道的？宁某觉得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会来这里。赵玉清当然明白宁凡想问什么。其实宁凡心中也很清楚，单论斗法，他不会是赵玉清的对手。在秋月坊西桥的那一夜，宁凡便已经看清楚了自己跟赵玉清的差距，自己无非只是空有法力罢了，道法剑术无一样是比得过赵玉清的，但他还是来了。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不是我不能说，而是你不能知道。有什么不同吗？因为错不在你。错不在我？何谓错不在我？难不成这背后是件错事？总有能问的吧？若是无关紧要，可以问。我与你与玉轩是何关系？也是不能说的。我与玉轩同出一脉，师承令凡。谁？曾经的你。别再来这了。宁凡被那掌风掀出了这座仙岛，他久久没能回神，不知在那半空中飘了多久。回过神来时，此刻的他已然飞出了数百里之远，脚底已是荒海。再一抬手，却见那浮云与山峦交错之间，最后一抹黄昏落日沉入了山下。宁凡还有很多话想要问，可他身形却是忽地变得虚幻了起来，周围的一切也逐渐暗淡下来，眼前的一切如梦似幻，转瞬之间变成了泡影。在那云浮山下，燕北安踉跄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此刻的他整个人都是麻木的。燕北安抬眼望去，这座仙岛因为那2剑已经变得不成样子，原有的山坡草木皆是在那一道道剑气之下化作了平地。在他的脑海之中，却是不断的在回忆着那2剑交锋的一幕幕，直至最终，他身上忽地掀起一道剑影，一道道剑气凭空而生，似要划开周围所有的一切。燕北安抬起手来，一柄剑落入手中，他抬手斩去，似有一道惊鸿掠过此地。此一剑已然有了3分模样，
见山烟北安，拜谢2位前辈赐剑。这一道声音响彻了整座仙岛。不过这一句话，赵玉清不在意，而宁凡则是听不到。他没能守到10年，亦没有学到赵玉清的那一剑。但到了如今，是哪一剑已经不重要了。当周围的一切全都安静下来，宁凡的心思也慢慢平静了。他将这一次所有的事都串联在了一起，想要从中找出漏洞。命石中的画面，玉轩、赵玉清、南园，还有那33。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在那荒芜的岁月之中，宁凡思索了许久许久，这些事串联在一起，应当是有个解释才是，但却又缺失了那根攥起着这一盘玉珠的线，难得真解。他忽然间有些不想再继续找下去了。宁凡觉得，或许最终得到的答案并不会让人满意。他的心中轻叹一声，意识再次沉入了无边无际的岁月之中。在想什么？没想什么，就是发呆。逆流而上，可入大江，江有支流，通往大湘各地，这是墨渊告诉我的。我也不是非让你留在山上陪我。陶姑娘误会了，我也不是想出去。往前的几年，我都快把这大湘走完了，只是这些天治病让我想到了不少事情。就是觉得有些可惜。先生为我指明了前路，书中1到10成，当年我记住了8成，但到了如今却仅仅只记得6成了，不进反退。这不妨再出去走走。不要，相比起来，还是陶姑娘重要一些。呆子，我也没说错话啊。你就不知道带着我一块走吗？不乐意啊？没有，童某，荣幸之至。在后来的某一日里，2匹快马行上官道，马背上挂着衣箱，还有那一男一女，他们相视一笑，踏上新路。本王倒要看看一群丧家之汪能掀起什么风浪。大湘立国之初，南方还有些动荡，但慢慢的也逐渐平息了下来。但这样的平静却并没有平静太久。随着一纸诏书，赋税上涨2成，官府征军，这2成的赋税无异于是要压死人。在此压迫之下，有人揭竿而起，一呼百应，要反了这襄王。可赵祯又岂是等闲之辈？10万兵马早已南下，何处有乱，便会被立刻镇压。凭借着强力手段，南域的动乱也被彻底解决了下来。多数人都选择了归顺，而仍有不少人选择了隐忍。短暂的平静得以让大湘的征军得以顺利进行下去。临近年关之时，便征得5万兵马，虽未达到赵祯定下的目标，但北上伐莽之事，他却并不想延后。兴隆4年，惊蛰之日，赵祯率10万大军御驾亲征，挥兵北莽，平静了几年的世道再一次焦灼了起来。这一仗一直从惊蛰持续到了秋初之时，北莽也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至此东域一统，当初北襄、北漠、大景3分天下，在这5年岁月里，大景灭亡，大湘兴起，北莽立国后又被平定，唯独余下了大湘与西萧并立。这滚滚洪流终于可以歇一歇了。宁先生，桃儿姑娘，这关中为何没人？小七，一会见了先生，可不能胡闹哦。也不晓得宁先生还在不在。你们找谁？敢问宁先生可在观中？宁先生不在。张小六心中轻叹，他虽料到会是这样，但仍是觉得有些可惜。你们认得先生？小六回过神来，随即说起了自己与先生相识之事。这样吗？正是。这坛子酒，可否劳烦公子代先生收下？可以。有劳公子了。小事。他年岁尚小，见了生人难免胆小了些。并非是胆小，你此番送酒上山，能遇上我也算是缘分，我便代先生给你指点1、2。令郎根骨极佳，乃是可塑之才，若有机缘，记得切莫错过。这位公子，莫非也不是寻常之人？敢问公子，小七他才归何处？你觉得呢？多谢公子提点，还是谢宁先生吧。墨渊觉得哪都没意思，索性便在这儿看起了道观，偶尔清扫一下道观院里的落叶，等着先生回来。而在这段时日里，墨渊收到了不少东西，多是先生留下的人情。比方说，秋月坊的一家3口，张小六每年怀序都会送几坛子酒上来，说是给先生的，墨渊照例收下。除此之外，墨渊偶尔还会听见有人敲门，开门过后又会瞧见一道落荒而逃的身影，跑得极快，转眼就没了影子。但那人却在道观门口留下了一包茶叶，无一例外的都是好茶。这是墨渊见过最奇怪的人，来都来了，却只留下东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位叫做云香的女子，她每年怀序都来的时候带着一包蜜饯，除此之外就是几朵采下来的莲花，都是给先生的。送蜜饯她倒是理解，但是送莲花她就搞不明白了。一年又一年，墨渊看着那屋里放着东西，蜜饯3、4包，那莲花则是被他扔进了井里，有他的法力也不至于淹了。偏房里堆积的酒已经快放不下来，而那桌上摆着几10包茶叶，恐怕没个几年是喝不完的。宁先生的人情还真是不一样啊。
岁初之际，坊间张灯结彩。这一天，山下的张小六送来了灯笼与蜡烛，还有对联。墨渊也没在意，就说着替宁先生收下。张小六却告诉他说，这不是给先生的，送我的。对，公子一个人在山上难免冷清了些，点上灯笼多些光亮，瞧着心里也暖和。等明日再将这些对联贴上，这样才算热闹。墨渊听着这一番话，心中的情绪有些复杂。恍惚之间，他好像明白了先生为何执着于这些凡人，还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红尘。这样的感觉当真奇妙无比。多谢了，公子客气了。入夜之后，墨渊将那灯笼打理好，随后挂了起来。看着那一片喜气之色，墨渊脸上也露出了几分满意的笑容。还真是不一样。先生不是只在怀旭时节才会回来吗？我认识你吗？先生您忘了，我是墨渊啊。墨渊，宁先生，你这是怎么了？你真的认识我？先生，你别吓唬我。我，先生，宁先生，你怎么了？先生，刚才真是先生吗？所有弟子速来山门大殿集合。49道灭了一道，不知是有人为之，还是恐怕要出大乱子了。近些年来道主时常生变，如今竟是灭了一盏，此事事关重大，当即刻派出门中弟子前去查探。当是如此，只是为何灭得这般毫无征兆？不应该这样才是。原因尚且不明，若是有人故意扰乱天道秩序，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复燃了，怎么会这样？不应该啊，为何会这样？天地异动，找到了。好险，这往生经当真是厉害。在这虚无的岁月里，他不停地在参悟着往生经中的秘密，直至那时他有了80%的把握，这才敢去尝试。虽然说最后失败了，没能留下记忆，但这却也给了宁凡希望。往生经真的能够跳出蜉蝣诅咒，也就是说，若是他能将这往生经中残缺的1000万分之一补齐，届时便能不受蜉蝣诅咒的影响。不过玉轩转世4次，却依旧没能补全这往生经，恐怕这残缺的1000万分之一，并非是能悟得的，而是在其他方面。宁凡也说不清楚，下一次醒来会不会还是如当初一般，正在怀旭，想来很快就能看到结果了。有妖气。元山狐尊，你是苏俊涵。这人间唯有2尊真龙，通天江老龙掌管江水之运，本尊认得。想来你便是那碧波湖的墨龙了。不曾想狐尊竟还听说过我。墨渊着实有幸。墨龙说笑了，真龙当被世事所记。狐尊不远万里从元山来到此地，不知是为了何事？寻人。如今此地唯有我与狐尊，何处有人？狐尊又是要寻谁？你既然在此，那你就一定知道我要找的人是谁。先生不在，早晚会在的。狐尊此话是什么意思？这道观也不算小，能住下墨龙，应当也能住下本尊吧。狐尊还是另寻他所罢。此地乃是先生的道场，不得先生准许，外人不可进门来。那墨龙又为何在此？我是先生的坐骑，留在这给先生看门。狐尊难不成也想来看门？人间有门神之说，2尊门神，如今正差1尊，我倒是觉得不错。开什么玩笑？墨龙不乐意本尊来陪你。堂堂元山狐尊竟低下身来给人看门，就不怕遭人耻笑？谁知道呢？这狐尊可不是寻常之妖，万一要是有什么念头，我可对付不了。狐尊还是回去吧，等先生归来之时，你再来也是一样。关门小了，恐怕是有些容不下狐尊。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应当在今年怀旭。那也没有多久。当真不能让我进门？你非要来看门的话，我也拦不住你。不过话先说好，我墨渊嘴巴大，什么事都敢说，说不定要不了几天，整个修仙界就都知道你给人看门的事了。你做什么？墨龙说去吧，本尊不在乎。怎么院中会有枯树？往年是一尊木灵，扫地的，前些年因为一些石化妖罢工了。先生的道场竟这般齐全吗？先天木灵竟拿来扫地？就喜欢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堂堂真龙不也在看门吗？再者说，你不也一样？也是。你就不能承认的慢一些？什么？看门这件事，先前不就是说来看门的吗？好家伙，这是遇上对手了。墨龙竟还信人间的风俗？山下的百姓送的。送的？人家瞧得起我，才送我这灯笼，红彤彤的，好看，瞧着暖和。你又何须一个凡人瞧得起？哼，你懂个球！苏俊涵一愣，
他忽然间觉得这墨龙竟也正经了起来，他确实有些不理解，这灯笼又不是什么宝物法器，又是个寻常凡人送的，有什么好稀奇的？墨渊也不再多做解释，对于那灯笼的念想，也只有收到灯笼的人才会明白。苏俊涵至此之后，便在流云关住了下来。我听说元山狐族乃是狐尊从一条血路上杀出来的，你怎么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你真是狐尊吗？荤腥吃多了，难免要吃些素食。荤腥吃多了会变胖，你身上是一点血煞气都瞧不出来。凡事不能看表面，墨龙不也一样吗？明明是真龙，却偏偏长了张嘴。什么叫长了张嘴？我这叫洒脱。我看你是瞎说。你非得跟我斗是吧？急了。你跟我比起来也没两样。那也不一样，跟什么样的人说什么话。墨龙是话多，我只是恰好能打而已。你这意思就是说自己是被迫的？正是如此。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一龙一狐每日都吵个没完，有时候晨间才起便开始吵，一句不合便你一句我一句念叨上一天。墨渊比起苏俊涵还是差了些，苏俊涵是怎么说都不带气恼的，而墨渊有时候会说急眼，闹了不少笑话。他俩便这样一直吵过了一个冬夏。不是云浮山，原是西萧境内，按理说应当是在云浮山外的荒海上醒来的，莫非是往生经的缘故？想不到蜉蝣诅咒竟也会出岔子。这西明城的面貌许是与长安有7、8分相似，倒是可以进去瞧瞧。兄台可是要进城？不错，在下隆仲元，原是西瑶人士。兄台这般面貌定是景人，只是兄台就这样进城，就不怕被萧人刁难吗？刁难？看样子兄台是不曾来过这西明城。的确是头一次来此。那也就不奇怪了。如今西萧的世道，咱们景人只有被欺负的份，轻则被抢掠一通，重则便会挨上一顿毒打。若是没有点依仗，景人是很难在这西明城活下来的。此地好歹也是西乡国都，这样的事没有人管。北漠人本就好战好杀，北漠皇帝倒是管过，但却根本就没起什么大用。景人若是想进城，就必须往脸上抹一些尘土，让自己看着不那么干净，说不定能蒙混过去。总之，兄台若无要事，还是不要进城的好。多谢提醒。若是在城中遇上难处，可以来龙正商行找我。他何尝看不出来，方才这个人很想帮他，但最终也没说出个帮字，只是提醒了他一句。兴许是因为自身难保吧。这西明城还真是有些乱啊。巡游呢？他几乎将这西明城给逛了个遍，却是一位巡游都不曾看到。西瑶府下辖城隍齐修明拜见上仙。城隍请起。为何不起？你的香火金身呢？上仙，小神有一事相求，上仙答应了，小神便起来。你先起来说话，总是要把事情先告诉宁某吧。世上轮回一道归于城隍庙宇，亡魂接过城隍之准，再入轮回。在许多年以前，人间西北之地曾是佛门道场，那时佛门为传教义，借人道气运兴盛，便以因果篡改人间轮回之规矩。城隍庙后化作佛祖庙宇，以6道轮回图之力，引亡魂入极乐，往生轮回。西北之地的轮回一道变成了佛门掌管，但差错也就出在这里。王朝轮替这般阳间之事，按理说与小神没什么干系，但是前些年人皇一纸诏书，册封6道轮回，西萧境内的城隍庙皆实施了天事。等等，人皇能影响鬼神？人皇及山河气运不得册封准许，我等便没有权利引亡魂上路。你接着说。西北之地的6道轮回乃是佛门遗留，而在当初佛门也仅仅只是在凡间停留了不过几个甲子，随后便销声匿迹，彻底没落了，以至于如今只有西北之地是得天道准许可使6道轮回图的，而这6道轮回图放在南域时根本行不通的。如今亡魂不得进入黄泉，西萧的轮回一道已然乱作一团了。持续多久了？仅是1年。好在是西萧与大乡相隔不远，有的亡魂也可以去往大乡的城隍庙宇，这才稍微缓解了一些。不过已有许多亡魂魂飞魄散了，这可是个大问题。不过我记得城隍是可以托梦的吧？为何不找人提醒一下人皇？这正是小神要与上仙说的。这西明城中来了一尊妖怪。是什么邪物？是张番旗。那张番旗尤为厉害，靠近亡魂之后，便会将那魂魄吸入番中。那妖怪不知用了什么符箓，将我给封在了城隍庙里。小神如今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妖怪如今在西明城中？那妖怪每日都会来西明城，将亡魂收敛之后便会南下。我虽不能出去，但却能感知到那妖气的动向。恐怕他涂抹的不只是西明城，而是整个西萧。未免打草惊蛇，西明城的城隍便当是无事发生一般，依旧待在城隍庙中。
而宁凡则是独自一人来到了西明城的城池上。来了，阁下手中的法器倒是别具一格啊！去，多管闲事，符箓通天，急！这妖怪竟然能催使符箓，剑寻千里，斩妖驱邪。符箓通天，天幕当前。竟跑得如此之快，这妖怪甚至都没反抗一下，第一时间就想的是跑，而且这一路上却一直都在使用符箓，莫非是自身修为并不高？急！跑得再快有什么用？这一剑你是挨定了。这是什么神通？八荒魂族听我号令，万魂来朝！天地敕令，引雷诛妖，雷来！果然是修为不高。假的，还真让他给跑了。不过挨了宁某一记雷法，恐怕也不好受吧。那妖怪的毛发怎么像是狐毛？之前明明见到那妖怪背上有2对角，应该不是寻常妖怪。上仙，那妖怪可是伏诛了。大意让他跑了。城隍之前说的番旗可是这面，正是这面番旗。如今亡魂都已找到，差就差在人皇册封上了。上仙不必劳烦，小神随后便去一趟王宫，与人皇道明此事。宁某亲自走一趟吧，正好宁某也想见见这位西萧的皇帝。那小神便给上仙带路。也好，城隍在此地任职有多久了？已有570多年了。那也算是久的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应该也有不少，像这次这样情况，此前可曾遇到过？这个小神也不太清楚，或许是有，但是最后是什么解决的，小神就不知道了。不曾有过记述吗？城隍因私只记亡魂之事，这些事基本很少有文字记录在案。也就是说，之前的任城隍都有留下文册案本，那最早能追溯到多少年前？回上仙，西明城的阴魂册最早的记述是在4000多年前，再往前面也就没有了。当然，这也只是小神下辖的西明城，别的地方小神就不知道了。中间有过断缺吗？这个小神也没有注意过。回去了，小神立马就去查。城隍不必紧张，宁某就是随意问问而已。上仙，这里便是王宫的御书房了，人皇应该就在里面。什么东西啊？哎，这东西当初的大景早就有了，我会不知道吗？打得过个屁！哪个猕猴桃写的奏书？这字是一个比一个丑，就不知道多练练吗？谁？大先生，你怎么当了这西萧的皇帝？这事说起来也是玄妙，说来话长，先生坐下聊吧。当年下山之后，我跟小师妹在眼线往西200里的梁中县落了脚。那时他们进了一家商行做伙计，后来就跟着商队拉货行商。东家背后站着人，做起了大井跟北漠之间的牛羊矿产生意。我和小师妹就跟随着商队去了北漠。起初的时候局势还没有那么紧张，但当后面北漠欲要举兵南下之后，事情就大条了。这道疤就是当时留下的，险些就嘎了。那时幸的一位北漠女子所救，给我上了些草药，这才熬了过来。不过我却跟小师妹走失了，而我因为伤势未愈，便在那帐中住了下来。我起初以为那个女子是北漠人，后来才知道她原是景人，家中被冤枉陷害，流放到了边域，后来才逃到的北漠。那时她正跟着北漠的一个小部落迁徙，在河边取水的时候找到的我。她教了我北漠话。那时候战事紧张，我也回不去，索性就装作是北漠人，加入了那个小部落里。平常时候我就装作是哑巴，免得被认出来。北漠人崇尚武力，而他们却并不懂气血武学，多是以锤炼身体为主，只是空有一身蛮力，我也因此占了些便宜，深得部落之人尊敬。大概1年过后，原本的首领得病死了。那时候我一心都想着早点回去，但谁料那部落里的人居然都推崇我去做这个首领。大概又过了半年，部落的势力开始扩大，我也被南下攻锦的荷尔汉部落盯上了。那时候他们部落实力雄厚，我也只能认栽，想着反正这部落也是白捡来的，大不了就跑了。所以当他们上来洽谈的时候，我就直接降了。后来整个部落就被纳入了荷尔汉帐中。又过了几年，大景战败，而我原本的部落在战事之中功劳最大。在部落众人的举义之下，我又莫名其妙地坐上了万夫长的位置。谁料荷尔汉南下之后沾染了天花，转眼就时日不多了，几个部落之间都有些蠢蠢欲动，然后我就反了。
这是白捡了个皇帝。到现在为止，他们都不知道我是个景人。你之前不是说装哑巴吗？若是哑巴，恐怕会遭人非议吧？那时我的北漠话也学得差不多了，之后就找了个巫师，一番祭祀捣鼓之下，我就能开口说话了。解释就是巫祖显灵，这些北漠人甚至都不会怀疑，坚信是巫祖显灵。你这大先生也觉得匪夷所思吧？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太相信，莫名其妙的就当上了皇帝。难怪西萧的各样街道皇宫都跟大景这般相似。大先生，我现在都还觉得头疼呢。比武打架我是一流，但让我当皇帝，我是真的不会啊。而且手底下能用的人也少，还不能用景人，不然到时候怀疑起来就彻底完了。难不成你还想不当这皇帝了？其实也有这个打算，我想着之后去找找小师妹，这么多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你找不到她的？先生莫非知道小师妹在哪？你不妨想想，那时你受了这般严重的刀伤，又流了这么多血，真的是靠着强毅的体魄活下来的吗？子苏如今已是世外之人了。当初你在昏迷的时候，他便被某位上仙看中，你也是因此才活下来的。好事啊，大先生，小师妹她应该不是被胁迫的吧？那位上仙倒是没有胁迫她，而是她自己选的，代价就是救你一命。世人皆道仙缘难觅，子苏自有这一场机缘。大先生，我也知道这是好事，但其实我觉得，或许子苏没这么想要那份仙缘。为什么这么觉得？小师妹最大的夙愿，只是有朝一日几个师兄弟一起回到山上，再像从前那样。可惜现在说这些都晚了。大先生，你无所不知，可否让商路知晓子苏现在过得好不好，开不开心？若是过得开心，那我做个师兄自然也为他高兴；但若是不开心，又如何呢？大先生觉得，若是拿起一座天下，能敌得过天上仙人吗？不能吗？世外之人不沾此间之事，但若是此间之人越了界，那事情可就不一样了。果然是没办法。你若问他过得好不好，那定然是好的，但若是说开不开心，这你就得去问他自己了。这样吗？那我又该去哪寻他？有朝一日自会再相见。此番宁某前来，是有件事想跟你商议。先生请说。竟还有这样的讲究？大先生，人皇当真有这样大的权力？人是帝皇级王朝气运，册封仪式亦是这世间的规矩。这件事也是我的疏忽，之前北漠的巫师多次助我也是想着为了更好的控制北漠民心，这才听取建议，册封了巫天祖跟那6道轮回。今夜我便差人进宫一趟，明日便解决此事。总之尽快吧，不然这轮回一到，可就乱了套了。大先生放心，还有件事，商路想跟大先生商量商量。何事？大先生有没有意向留在西萧？如今西萧正值乱象之时，我亦无君主之才，若能有先生相助，西萧定当强盛。宁某还有很多地方要去，不打紧。先生若是偶然经过西萧，过来看看便是了。到时我会为先生筑好高楼，定不会比大景的司天监差。高楼便算了，不过宁某一路走来，也亲眼见过了西萧如今的一些状况，倒是能给你一些建议。先生且等我片刻。先生请讲。依西萧之世道，如今最需要的并非是一位人君，而是一位心狠手辣的君主。其主要之处在于文化与信仰。北漠人信奉巫祖与佛文化，但依照如今世道，这份信仰却是在阻碍国家的进步，尚可利用，不可兴起。文化在于西萧的教育。北漠人本是游牧民族，知识贫瘠，这天下若是光靠蛮力，始终是行不通的，还需有人为你出谋划策定下江山才是。这一点你需尽快开始，从教育出手，科举与官僚制度应当兴起。还有一点，便是如今西萧境内的北漠人与景人的冲突问题，两族水火不容，若是再这么下去的话，或许会出大乱子。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这些北漠人压根就听不进道理，跟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北漠人尚武，那便用他们的法子解决，强势镇压，需要尽快让两族融合。宁凡接着又讲了许多问题，商路便一直坐在那案桌前记录先生所说的话。这位莫名其妙当上皇帝的道士，如今才学起如何做一位帝王。宁凡隐约之间，却是感到这天地之间有一丝气运要落在他的身上。他皱起了眉头，却是抬手一挥，落下的气运随之退去。对于这西萧的气运，宁凡是不想沾上分毫的。他告诉商路这些，一来是因为玄黄仙逝之前曾让他照顾一下他们4个，二来则是想着西萧早些安稳，世上也能少些苦难。大先生，方才那金光是什么？你眼花了？这样吗？就说到这吧。天都亮了，这西萧往后是何种模样，就看你自己的了。商路待这座天下，谢过先生大恩。言重了，古往今来君无数，可成明君者少之又少。你虽是半路出家，但不管是为君之道，还是世事道法，
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且顺天理，缘法自成。大先生，这雷法竟这般毒辣，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这样的机会，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却不曾想竟出了这样的岔子，多管闲事。为什么？应当就在这座山里，都给我仔细找，就算把这座山翻过来，也得将他给找到。是。苏俊涵，你是不是一天没事情做啊？非要跟我斗上两嘴？不是你要跟我吵的吗？但凡你说话不这么噎人，我能跟你吵吗？我说话噎人吗？你以为呢？捏嘛！第17张桌子了，我早说让你多找些石料，你不信。现在好了，又得重新去找。你最好闭嘴。为什么要闭嘴？论修为你比我差远了，论势力我是元山胡尊，你只是单枪匹马，怎么叫我闭嘴？捏嘛！堂哥不一起去吗？你去合适，我去就不太合适了。唐明镜是个固执的人，在他看来，贸然前往许是会打扰先生的清静，毕竟他与先生也只是萍水相逢。但云香不一样，他本身就与先生有缘，故而便不算打扰。见了先生，记得带我向先生问个好。若是先生肯来，那才是最好。云香今年有多大？20有4了。我记得那年她才15、16岁吧。再这么下去，这丫头恐怕要被耽误一辈子。我就不明白，她怎么就不开窍？宁先生起誓。阿爹觉得云香是个笨丫头吗？由她去吧。门神还不去开门？你不能走过去开。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傻吗？这叫规矩，你懂不懂啊？要是门外的人是先生呢？我看你是渡劫的时候被雷给劈傻了，隔这么近还感知不到门外是不是先生吗？苏俊涵，老子早晚弄你！就你，连我的婢女都打不过。捏嘛！莫大哥，今年来的早啊。这位是？不用管他。苏俊涵。苏大哥。真装。不过尔尔。我来的好像不是时候。有他在，哪天都不是时候。你叫什么名字？云香。怎么了？没事。他总这样，云姑娘别在意就是了。云香点了点头，便也没再多说什么。这次来，先生依旧没有在。云香将那盒子里的蜜饯跟莲花留了下来，随后闲聊了几句，便下山去了。那位云姑娘有什么不同？没什么不同。你真当我蠢？不然，虽说我跟你整日吵个没完，但也只是玩笑话罢了。这位云姑娘跟先生之间兴许是有些因果，若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告诉我一声，我好提防这些。没什么问题，我只是觉得巧而已。巧？缘分2字，妙不可言。这是什么意思？我能知晓的事，宁先生定然也能知道，你不必担心就是了。那就好。这一日，这一龙一狐也没再斗嘴，山里也得平静了许多。而在那天色灰蒙蒙亮起的时候，墨渊与苏俊涵同一时间都顿了一下，他们的目光看向了西北方，在那西萧之地，王朝气运忽长，隐约可见紫气东来，奔赴西萧。气运大涨，墨龙觉得会是谁干的？俗话说，穷不沾脸王朝气运，死不入鬼修魔道。敢牵扯王朝气运的，要么是脑子不正常，要么就是道行高到一定境界了。或许也不是奔着王朝气运去的，看看就行了。这西萧原本气运微弱，如今这一下子气运大涨，西萧昌盛起来，说不准还是件好事，至少这人间能太平一些。你打算留在人间吗？我是先生的坐骑，先生去哪我去哪。我还当你是开玩笑的。可惜先生不要我。是我也不要。给你能的。苏某的确瞧不上你。说的像是谁瞧得上你似的。是不是又要吵？怕你啊。恭迎先生归山。免了。苏俊涵见过宁先生。可是胡尊当面，宁先生折煞我了。看来又是一位故人。宁某早年经过上京时，曾与胡族苏小小有过一面之缘，不知他如今怎样了。他在凡间时倒是受了许多委屈，如今回了族中，一切安好，有劳先生挂记了。是吗？当年的那个孩子呢？与他母亲一般，一切安好。这样吗？胡尊不远万里来到关中，又等了数月之久，想来是有要事吧？此番前来是想请先生去往元山，了却一段前尘往事。前尘往事？不知先生可有空闲走这一遭的话？宁某可否问问，是怎样的一段前尘往事？与我姐姐有关。胡尊的姐姐是胡玉。原来如此。先生才回来便要走？去元山一趟，兴许要费些时日。这样吗？对了，先生，这些年先生以往的故友送了些东西来，有酒，还有茶。昨日云姑娘还来了一趟道观，给先生带了些东西。云香，这些都是云姑娘这些年送来的，她每年都来。
无一例外的都会带着几朵莲花跟一包蜜饯。莲花我放在井中藏着了，如今都快填满了。先生，你看，这缘分当真是断不了吗？先生的缘本就是难以断绝的事物，这位云姑娘是这样，连同这苏某的姐姐也是这样。胡玉，她似乎已经不在了吧？或人或妖，终有寿元将尽的时候。只不过胡玉选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子，她始终都不愿意忘记先生。暂且先等上一日，你看如何？宁先生做主便是。好，宁某下山一趟，晚些回来。你干什么去？我乃先生麾下真龙大将军，自当伴先生左右。你连坐骑都不是，还真龙大将军？再说了，你是真蠢还是怎么？先生去干什么？你看不出来？去凑什么热闹？你不好奇吗？我看到那位云姑娘的时候便知道了，所以并不好奇。快跟我说说。我偏不告诉你。那你说个屁啊！我故意的。捏嘛。虽历乱世，但藕莲坊却不曾因此变化太多模样，一如当年一般，伴着绝美的荷塘之景，一如往常。可逮到你了，你赔我。宁某欠你什么了？都怪你，要不是你那2口酒，我早2年便成精了，更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了个小姑娘的样子。你赔我，你赔我。可你现在哭成这样，可不就是小孩子吗？我不管，我不管，你就得赔我。那你说宁某该怎么赔你？成会300两银子，概不赊账。你是怎么做到这般收放自如的？你想耍赖不成？你问宁某要银子，怕是找错人了。宁某全身上下1文钱都拿不出来。你都已经成精了，要银子作何？买酒。买什么？买酒。小孩子可不能喝酒。你才是小孩子。行了行了，别哭了，宁某耳朵都快起茧子了。不过宁某没有银子，酒你要不要？还是上次那个吗？秋月酿。要喝要喝。好好好。真是个别样的妖怪。快点快点，这些搬到那边去。哎，把这些都轻手轻脚的别出了岔子。可是曹把头，你是宁先生？不曾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曹头还记得我。宁先生快请快请。少爷老爷，宁先生来了。小姐，宁先生来了。宁先生，爹，你慢点。明镜见过宁先生。唐府唐世杰见过宁先生。快快请起，宁某当不得这般大礼。宁先生快请。宁某见唐府上下都在忙碌，可是有什么大事？不瞒先生，明日就是明镜大婚的日子。那岂不是说宁某这是来巧了？婚事本就是定在今年，当时我便在想，若是成婚之日先生能来便好了，于是便将婚期定在了近些日子。昨日云香没能见到先生，本以为寻不到先生了，不曾想先生竟然来了。有劳挂念。宁某近些年来四处行走，很少待在关中，今日还好是来了，不然可就错过了。不敢不敢，先生能来便是我唐府之幸。云香见过宁先生。云香望着那堂中坐着的宁先生，仅是一瞬，他便再也挪不开眼了。转眼9年岁月，当初的小丫鬟如今已是亭亭玉立，她的神色略显仓促，眉目之间藏不住欢喜，但在那欢喜之中却又有着几分局促。转眼这么多年，如今你也长大了。云香听着这话，不知为何，却是有着些许想哭的冲动。尽管她忍了下来，可那眼眸却仍是忍不住的红了起来。书读完了吗？云香这些年读了很多书，先生当初让我认的那本，云香都学完了。那就好。这堂中所有人中，云香应当是那个最想见到先生的人，但此刻的她却又表现得尤为平静。唐明镜也在想，为何云香会这样安静？她不是一直都想见到宁先生吗？而旁人不知道的是，当云香见到先生的那一刻，心绪早已乱得不可开交。那所谓的过往，仅仅只是先生教了云香3、2个字罢了，但那份情谊却因此绵延了不知多少岁月。快至日暮之际，唐府上下都已经打点完毕，大红色的绸子挂满了府上府下，看着好不喜庆。唐府父子与宁先生闲聊许久，说起了往年相遇之事，一桩桩事摆在那里，让人觉得感慨。岁月最是无常，可若是真的一成不变，却又会让人觉得烦闷，短也不好，长也不好，总是矛盾。不妨云香陪先生去坊外荷塘走走。今年的荷花开得甚是好看，如今正是好时节，宁先生来了，正好也可以多看2眼。正有此意，云香随着先生出了唐府，朝着那坊外走去。藕莲坊中一如往日一般宁静祥和，这间铺子竟然还开着呢，开了好些年了。云姑娘今日吃些什么？瓜条多些，另外的随意拿些吧。哎，云姑娘可不能总这样，您是东家，
哪有在自家买东西还需付钱的道理？免得多算，还是收着吧。先前送的蜜饯宁某都收到了，再多可就吃不完了。可是都这么久了，都坏了吧？坏不了。话说你何时成了这铺子的东家了？先生都听见了呀。只是碰巧听到了。那年先生走了之后，铺子的何娘择了个好夫婿，打算跟着夫婿去外地，我就把这铺子收了下来。后来起了战事，何娘的夫君也被征入了军伍，一去再也没能回来。等不回夫君，日子也越发清苦，我便将何娘请回来打点蜜饯铺子，这才得以留存到如今。先生尝尝，还是当年那个味道。这一转眼，何娘都为人妻母了。宁某有时也觉得感慨，但却又觉得不太真切。这数年岁月，你们皆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唯独宁某像是黄粱一梦，囫囵而过。凡尘世事乱人心绪，若是记得的东西多了，最终都会化作遗憾。先生能够少记得些，兴许也是件好事。或许吧。云香记得先生当年说这里好看，当时也没问先生觉得是荷花好看，还是这荷塘美景好看，所幸这些年就多种了些。宁凡听后嘴唇微张，他想起了当年那封玉佩中留下的书信，恍惚间他竟是有些分不清面前的是云香还是竹妻。宁某与世人的缘分处之几段，不得长久，有时念念不忘，或许并不见得必有回响。云姑娘应当明白这个道理的。这些话先生当初就说过了。那时先生说，这世上的人十之有九都很难与先生走在一路，这是先生的命数。或许连那余下的一分也没有。花谢渐蓬，枯枝渐偶，莲子落水，便又是一个四季。这片荷塘最美之时，却仅在怀序。这世上本就没有完美无瑕的事物，故而又何须强求呢？云香心里其实也很清楚，自己追赶不上先生的步子，也仅是盼着先生往后闲暇的时候，能记得这片荷塘，偶尔来瞧瞧这日暮荷塘的美景就足够了。人这一生尤为短暂，有些事本就是不值得的。先生觉得不值得，但在云香看来是值得的。再来的时候，他已然想好了说辞，可真到了这个时候，他终究还是动了恻隐之心。皆说缘分天定，可这缘分当真就是天注定吗？言到缘分二字，妙不可言。宁凡恍惚间却觉得这两个字当真是害人不浅。若遇闲暇，宁某会常来此地的。往后先生要是没有蜜饯吃了，便来找云香。好，云香得到了答复，仅是一瞬便觉得圆满了一般。一时间，宁凡竟分不清那个爱吃蜜饯的是他还是自己。宁凡不禁摇头一笑，心里想着自己若是一个平常人该多好，这样他也不会因此辜负这么多人。佛有虽得长生，但却得不到这人世的真解。或许他这一生都难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宁凡有时候也在想，曾经的自己真的是遇上了什么事才忘掉了这些记忆的吗？真的是这样吗？堂哥这些年一直忙于生意，他的婚事老爷惦记了好些年了，如今也总算是如愿了。宁某还在想该送他些什么好。其实先生来了便是最大的礼了。宁某想想吧。话说唐明镜娶的是哪家女子？是眼县两税史庄大人府上的二小姐。二人中意否？堂哥只是见过那女子的画像，这婚事便定下了。唐府对盐铁生意也有触及，是有这个打算的。虽说此番是因利而婚，但庄府的二小姐我也见过几面，论上妇道德性，算得上是不错的良配。这天下世道两情相悦，故而成婚的少之又少。唐府因商游走在官民之间，能寻得良配，已然是不可多求。宁先生，宁先生，接亲的队伍应该很快就要到了，宁先生不妨上座。这不合规矩吧？这不仅是我的意思，也是明镜的意思。先生快去吧。谢人恩道，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这位是宁先生。见过宁先生。按理说宁某不该坐在这个位置上，是唐老爷抬举宁某，故而才有了宁某一个位置。先生这是哪里话？先生就应该在这个位置，哪里是我抬举？庄氏给宁先生敬茶。论身份，宁某应当是喝不得这茶，但即是敬了，那自然要喝。想来想去，宁某觉得留下些许不喝完，应当是最好，既合古往今来之规矩，也合了如今堂上之规矩。一斗茶水，洗去杂尘，除旧迎新，喜结良缘。明镜待捉惊谢过宁先生斗茶之恩。晚宴尤为热闹，宾客觥筹交错，把酒言欢。唐明镜游走在宾客之间，敬酒攀谈，不过半个时辰，便喝了个酩酊大醉。先生赠与嫂嫂的一斗茶水是什么？随手之礼，不足挂齿。你若是好奇的话，明日问问你嫂嫂便知晓了。
定然是份大礼。哎，你是谁家姑娘？我爹爹姓刘，我爹让我来给他端碗酒。姑娘真贵啊！是啊是啊。来，这一壶都拿去吧。我爹爹姓刘。总觉得还差点。姐姐，我能要碗酒吗？好可爱，你是谁家姑娘啊？我爹爹姓刘，让我来拿碗酒。姓刘，你是刘三爷家的吗？啊，是。你还有爹呢？是你。定。胆不小啊，居然还敢来骗酒喝。放开我，放开我，姓宁的，你放开我。先生，这是……别以为你装作一副委屈的样子，我就会解开。昨日不是给你酒喝了吗？怎么还来骗酒喝？那点酒怎么够喝嘛？你个小丫头，贪什么酒喝？你才小丫头，还不是怪你？要不是你那几口酒，我至于变成小丫头吗？是你自己贪嘴要凑上来的。我贪嘴你就给我喝嘛，反正就怪你，怪你，怪你。你这哪有个妖精的样子？他是妖精？荷塘里成精的红鱼。为什么我出来喝个酒都能碰上你呀？真是晦气。宁某还觉得晦气呢。哎，要杀要剐，随你便吧。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这么乖巧，你莫非下得去手？红鱼虽说肉质不好，但若是煲汤，应当滋味不差。你好恶毒！完了，他不会真的要吃掉我吧？不会吧，他应该不是那种人啊。可是万一呢？不准哭，憋回去。这不是欺负鱼吗？怎会这般乖巧？你真是妖怪吗？只是表面瞧着乖巧罢了。你有名字吗？老实答。没名字。你真是妖精。还是得取个名字才行。取名字？红鱼，红景江南，鱼跃荷塘，便以鱼为姓，取红景2字，你看如何？宁凡顿了一下，转头看了一眼，似有一股若有如无的气韵落入云香的眉心之中。红鱼之韵，亦是福禄。宁凡收回了目光，嘴角却是溢出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善缘已至，或已远离，妙哉妙哉。宾客较多，不免耽搁了会，是不是该掀盖头了？你不说话，便当时默许了。怎么了？唐公子与我不曾相识，甚至不曾见过，这婚事亦是长辈指配。若是掀开盖头之后，唐公子觉得不愿意的话，那今日之事也可作罢。我回我的庄府，唐公子也可另娶他人。你并不愿意？不是，我是怕唐公子不愿意。总之，公子掀了盖头再做决断吧。好。竟比画像上还要好看几分。公子莫不是醉了？若是你都不算好看，那世上女子还有几位好看的？公子再仔细看看吧。你心中有何疑虑？我脸上的疤痕，公子看不见吗？疤痕？何处来的疤痕？就是，怎么会？你的侧脸原是有疤痕的。不敢隐瞒公子，前些年府上走水，一道燃着火的横梁砸在了我的脸上，虽无大碍，但我却也因此毁了容貌。阿爹对外瞒下了这件事，几次定亲，对方见过我脸上的疤痕后，多是摇头。而那些人忌惮我爹两睡使的身份，也不曾将我毁容的事说出去，故而这么多年来，我仍旧不曾嫁人。那时我忙于生意，定亲之事便只是口头定下了，所以是我隐瞒了公子。公子若是觉得是我欺瞒了公子的话，此桩婚事也可作罢，我会回去与父亲言明此事。只是为何我这疤痕？在我还不曾掀开盖头之前，你便已言明了此事，且还给了唐某选择，在唐某这里便不算是欺瞒。至于你这疤痕，可还记得那一斗茶水？那位先生，此次乃是宁先生赠予你我的新婚之礼，不过你要切记，此事不可外传，若有人问起，便说是名医诊治。至于宁先生，往后你慢慢会了解到的。是不是该唤我一声夫君了？夫君。先生是要走了吗？仍有要事在身，不便久留。我送先生出府。宁凡想想，倒也不用麻烦打招呼，以唐老爷的性子，估计到时候又得麻烦出门相送，还是让这热闹慢慢下去为好。云香走在后面，她的目光始终都在先生的身上。先生此去，应当又是山高路远，不知何时再见。不必等着宁某，或许某一日宁某便会再来。其实宁某来的时候想了许久，想着断绝此桩缘分，可当我听了你那一番话，却是忽然间发现，这桩缘分并不是宁某说断便能断的。先生能记得云香就足够了。如果说结局无法改变，
那倒不如试着去接受。虽说命也艰难，但也不至于像竹妻那样苦等300余年。比起让他惦记一生，倒不如给他留下些许念想，这也是宁凡唯一能做的了。他走了，你还看吗？回去吧。你是不是喜欢他？小孩子问这些做什么？红锦好酒，他本以为今日喝不上了，但谁料这位云姑娘回去之后便大醉了一场，红锦也落得几杯美酒入腹。想这么多做什么？胆子还真大。先生回来了，回头再跟你吵。宁先生此行可有收获？蹭上顿喜宴，算吗？想来很是热闹。那倒是。胡尊着急否？不妨过了今晚，我们再启程去圆山。不着急，一去一来难免劳顿，先生休息便是。惺惺作态，道貌岸然，你以为先生会看不清你的真面目吗？或人或妖都有两面，只因世道容不下这个真字。我便是真，世道可没有容不下我。是吗？不说全是真，若有10分，我少说有9分，但你苏俊涵却是连3分都没有。过奖了。你以为我夸你呢？凡事不都是我觉得重要一些吗？不听不听，王八念经。这么晚了，竟还有来者？会不会是来拜访先生的？出去瞧瞧吧。这是什么妖怪？角四路，立于背，原是城隍，不是都死完了吗？什么死完了？早在久远之时，世间有妖名曰城隍，传闻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城之寿增2000岁。一听就是假的。增寿2000岁的确是假的，我曾在胡族秘传中见过些许记载，城之增寿并非是假，凡人一城可增寿1甲子，境界低微的修士城之亦可增寿数年，但相随着的城隍也会因此折损妖力与寿元，也是因此特性，凡人修士为延寿元，便四处寻找城隍之踪迹。不过7个甲子，城隍便只存在于传说之中了，灭种。很多上古时的神兽都是因此亡没于岁月之中的。那个二位，差点把你忘了。你来此所为何事？方才进关的先生，我寻他有事相求。进来吧。敢问2位妖王是？碧波湖、墨渊、袁山、苏俊涵。小妖惶恐，不知是真龙胡尊当面，还望恕罪。不必如此，我先去请先生。不知2位为何会在此地？看门。看门。真龙胡尊仅只是在此地看门吗？那位先生到底是何等大能？你呢？又是为何会来到这里？不敢隐瞒真龙。没死在先生剑下，你竟还敢找上门来？我没有办法，我只是想活下来。前因后果一并道来。我寿元将尽，命不久矣。世上想增加寿元的人实在太多了。早年我曾被一修士囚禁，替其增寿，我有3000载寿元，折损了1000载寿元，侥幸逃脱，随后便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追捕之中，一次次被抓，一次次苟活，世人皆想因我长寿。我无奈之下逃到凡间，藏进了一个村庄里。那户收留我的人家对我极好，本以为一切都能安定下来，但在其父晚年将死之际，我于心不忍，折损数年寿命，为其增寿。一夜过后，村庄里的所有人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他们的眼中皆是贪婪。天上修士在找我，人间的人也在找我。我想彻底躲起来，但无论到了何处，却总有人能找到我。自那往后，便从未再停下过。历经波折，多次折损寿命与妖力。不过几年，我便感到妖力薄弱，寿元将尽。在我黔驴技穷之际，却忽地发现人事有变，嬉笑轮回一道有损，阴魂不得轮回，最终的结果便是魂飞魄散。此时对那亡魂动手，也不会沾染半点天道因果。随后我便着手炼制魂幡，游走在西萧各地，收纳亡魂。待到圆满之际，借招魂幡中数10万亡魂增添寿元。谁料半途之中遇到了这位先生，那是我最后的机会。我循着招妖幡的气息追到此地，只是想试着求那一线生机，故而我也没有躲藏，便这么径直上了山来。若是结果就是一死，那我也认了。只是你一面之词罢了，是真是假，待先生来了再做定夺。多谢龙君。墨渊心中闷了一声，真话假话，他又如何听不出来呢？他心中觉得悲哀，城隍本是神兽，却被这世间的贪欲一步一步逼着走到了这般境地。先生让你去后院，劳烦虎尊了。觉得天道不公，世间气运从未眷顾妖族，我几次渡劫，死里逃生，若非先生相助，或许已然死于那溪桥之下。如今再听城隍说起过往，我却发现，比起世间之妖，我已经算得上是幸运的了。
人各有命，妖亦是如此。有时候想的太多并不是好事。拿我元山狐族来说，当年狐族本就孱弱，过去千载常遭修士摧残。我一手建立元山，一路走来，不知掀起了多少腥风血雨，才得到如今的安宁。这世道不会眷顾任何。于我而言，滔天妖力，强者为尊，便是眼下之世道。你倒也有两句说到点上的，不然与你斗嘴不成？不了，不知先生会如何处置他。苏俊涵也说不清楚，这一龙一狐便在院内等待了起来。会在此地便有用吗？番中亡魂当入轮回。多谢先生。先生就不怕他拿着招魂幡跑了吗？他不会，或许他便是这世间最后一只城隍了。他要为自己的往后做好打算。可以启程去元山了。先生请。先生，那城隍往后由他自己便是。那个先生过2日还回道观吗？或许会。这样吗？待到先生跟苏俊涵走后，道观便只留下了他。莫原本还想着苏俊涵走了，自己也难得有些清静，但等他在这关中待了几个时辰之后，他便觉得有些无趣了。此山为2界山，分隔人世，后方便是百妖群山，世上妖族几乎都聚集于此。这座山脉似乎不像是天地所成。当年的确没有这座山脉，而是有人借神通道法所成，为的便是隔绝人妖2界。这山后也是如今妖族唯一的去处。以神通道法立天地山脉，该是有多深的道行？宁先生的确忘了很多事情。此话何解？先生，且跟我来。苏俊涵带着他来到了山脉的最顶峰之处，一眼望去，尽是白芒。宁凡迈步走上前去，来到了那石碑之前。石碑正面写着2界山3字。至那石碑之后，却见那上面纂刻着一行行小字：万物有灵，人仙的运，人皆惧妖以为其恶，先夺增妖以斩妖为正道。然世事并无绝对，妖亦分善恶，不该如此。无立2界之山，隔绝2地，错分人间。以南之地为人间陆地，以北之地为百妖群山。此举不论功德善恶，只求心安。宁凡伸出手来，指尖抹过石碑上的字迹，仅是一瞬，他便发觉这道绵延万里的山脉似是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一般。宁某当真做过这样通天绝地的事？先生觉得还会有其他人吗？不论功德善恶，只求心安吗？世上人情10分，1分在天，8分在于先生，只是先生忘了罢了。行了，这般多路，总算是有一桩我能知道的事了。走吧。让他滚。宁先生，阿姐她一直在等宁先生，这么多年难免有些怨气，还望先生莫要介怀。要不然宁某进去与他说说。这样也好，阿姐也只是说气话罢了。你个负心汉还有脸来着？负心汉？谁？我吗？无论宁某是否记得过往，应当都不会是姑娘口中的负心汉吧？你若当真问心无愧，为什么又要来呢？那些不曾断绝的过往中，兴许有宁某想找的答案。原来不是找我的，所以你只是来做个了断的。600年，我等了你600年，竟然就等来了一个了断。宁某时常纠结于过往，也时常问自己，过往的我与如今的我到底算不算是同一个人？但事实上，如今的宁凡已经不是过往的宁凡了，我非曾我，所以姑娘等的或许并不是如今的宁某。我不相信，我不信你全都忘了，过往300年岁月，哪怕是零星半点都没有吗？没有吗？你滚，你滚啊！姑娘心中所想的再见，又是怎样的呢？至少你会说一句还记得我吧？宁某还记得你。其实无论有没有说方才那些话，你的反应都是一样的。追问起来，宁某对那过往也说不出任何解释。姑娘应该比宁某更明白。就算是忘了，你也跟当初一般模样，张口闭口都是道理规矩，眼中可以容下世间万物，却唯独容不下某个人。我是一样，玉轩也是一样，竹七也是，我们3个不过都是活在一场梦里罢了。或许这也是有缘由的呢。天下苍生都与你有着一场缘法，道边的野草也能让你多看2眼。可我呢，我甚至不如道边的野草，不如这芸芸众生的任何一个。何来的缘由，又是何处找的借口？宁凡听后再次沉默了。这条路上注定是孤独的，任何人都没办法走在他的身旁，所以到了最后，所有的事情成了过往云烟，但也因此铸就了那些未解的缘。宁凡在想，若是他的话，或许会是同样的结果。姑娘还是看清楚些好。罢了，你想问什么便问吧。虽然口口声声说着自己已然不是过往的自己，
但如今却又在问着那些过往。宁凡纠结于那些因果之中，忽然间也分不清自我的定义了。说说从前的我是如何与你相识的。从头说起。从头说起。那一年冬月，人间飘雪，年幼的洪湖在某个大雪夜里被一位先生捡到，带回了一个唤作南园的小院内。洪湖捡回了一条命，也因此与那位先生结下了不解的缘。冬日里疯了，先生总是会点起火炉烤火。那时南园里不仅有先生，还有个时常打坐的道士，是那位先生的徒弟。洪湖便整日趴在火炉前睡觉，而先生则是时常看书，很少说话。那一年你教了我很多东西，但到了第2年春末的时候，你便说要出一趟远门，一走便是2年多。我那时候还以为你不回来了，谁料入了夏，你便带着年幼的玉轩回了道观。玉轩，是你将他带到南园收为弟子的。这么说来，是当初的我找到的他。你时常出门游历，但也时常回来，多是在初春回南园，赶上最好的时节。回了南园后，你也很少出门，一待便到来年初春。那时的我时常趴在桌边望着你，但你眼里只有书，一看便是好几日，不知道歇息。过往的事尤为平淡，但对胡玉来说，这却是他平生感到最为安逸的日子。与先生待在一起的日子，总是会让他感到心安。转眼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赵玉清道法渐成之后就下了山去，山上便只剩下了我、玉轩还有你。玉轩是个笨丫头，学什么都学不会，而你却又总是愿意花功夫去教她。我悟性稍好一些，你就极少管我。那时的我便很不自在，我索性就装笨，会的装不会，为的只是多跟你讲讲话。这一来二去，就过去了一甲子岁月。玉轩已然亭亭玉立，而我也化了形。只是那天你忽然找到我们，说要出门一趟，我和他都以为你只是像之前那样出门游历2年，但结果你却再也没有回过南园。玉轩下山找你，而我就在南园等着。这一等又是一甲子，见玉轩迟迟不归，我索性也下了山。我比玉轩幸运些，在下山后第2年，我便在南明海山找到了你。但那时候的你似乎忘记了很多东西，过往的所有事你全都忘了，而你自己也成了一片空白。一片空白。法力、修为一并没有了，宛若一个凡人。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是修行了往生经才变成那般模样。往生经，自己之前忘记所有事情，难不成跟往生经有关？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你如今什么都不记得的原因，绝不是因为修行了往生经。那是。往生经虽不完整，但就算出了差错，转世之后也会因人因事想起些许前世的记忆。我将你从南明海山带到了人间，在那1年岁月里，我陪着你在人间游历，每过一地，你便会想起些许事情，如同一张白纸的你不再像从前那般沉默寡言，那份偏袒也落在了我的身上。但在某一日，你忽地说起玉轩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害怕了。于是乎，我便避开了所有与玉轩有关的人与事。你不会想起玉轩，不会想起南园，你只记得我，这样我就能一直陪着你，那份偏爱也独属于我。可这世上哪有绝对的事，你终究还是见到他了。仅是一眼，你就想起了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一切恍若昨日之梦，一去不返。你也再次成为了那位沉默寡言的宁先生。可就算你知道那1年是我在陪着你，那些记忆，那些过往，依旧没能改变你对我的看法。在你眼中，我也仅仅只是只小狐狸罢了。只有我是自以为是的。就不曾开口问过吗？问过，但那时的你却并没有回答，避开了那个问题。我大概猜到了答案，于是便离开了南园。自那过后，就再也没回去过。那些年的岁月好像都很平静。其实最初的时候，我也分不清楚自己是否倾慕于你，你就是个榆木疙瘩，只知看书静坐。但当你出门过后，我却又会不自觉地想起你来，想起你在大雪夜里将我捡到，想起你将我的东西，想起我时常趴在桌上看你的模样，睁眼闭眼，全都是你。直至后来，当我决定瞒着所有人的那一刻，我才确定了心中所想，这就是我与你之间那段未解的缘。宁某可否问问，当初你问了怎样的问题吗？我问了2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无非就是爱或不爱，后一个则是在让你做选择，在我和玉轩之间选一个。我和玉轩你都没有下，而第一个问题你也没有回答。如果后来你选了玉轩，或许我也不会那么惦记那段岁月。如今想起当初在凡世红尘中的那1年，就好似是水中明月一般，终究只是一场空寂。有时我也在想，若是当初我死在那场大雪天里，该有多好。这世间的感情多数时候都说不出对与错来，那些人与事终究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去。有那么一瞬间，宁凡觉得胡玉所言也是对的，若是真的死在那大雪夜里，或许也仅仅只是些许不甘，总要比这数百载的等待好上太多太多了。还有什么想问的吗？姑娘的话里差了几分。若要一并说完，
或许几个时辰、几天都不一定讲得完。是这样吗？我知道瞒不过你，以往的时候我一撒谎你就看得出来，到了如今也是这样。是不愿意提及吗？我只是在帮他，我与他之间的距离宛若鸿沟，我追赶不上他，更追赶不上你。姑娘说的云里雾里的，但却始终都说不出个缘由来。那不妨换一个问法，关于往生经，姑娘知道多少？你去过33重天了。33重天。另一个南辕，他把往生经留在了那里，等着你去取，看样子你已经拿到了。玉轩为什么将往生经留给我？他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只有你看过，他才有机会将那残缺的一页补齐。要我看过才行。或许他觉得你能补齐剩下的。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玉轩历经8世轮回，始终都没有找到那残缺的东西，可见那残缺的东西并非是能悟得的。8世？可那书中所留，我看过的，他当初便跟我解释过了。往生经早在他第4世的时候就已经趋近于圆满，后面的岁月里，他始终都没有再改过，所以那末尾流笔才是第4世。你似乎很了解玉轩。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那时他把往生经摆在我面前，但是我却没有下。实话说，我并没有他那样的魄力，顺着岁月长河活出下一世，因为我害怕忘记所有事情，一旦沾上那本往生经，下一世的我有可能就不是我了。就如宁某一般。可以这样说吧。那玉轩呢？他又是怎么记得那些过往的？关于这个，他也不曾对我提起过。有没有什么神通，是能将平生的记忆剥离出来的？你是说将这一世的记忆放在某个地方，下一世再来取？不错。可下一世若是忘了呢？我了解玉轩，他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做这样的事的。如果他有法子让自己想起来呢？我不觉得有这样的可能。好吧，还有一件事困惑了宁某许久，便是有关33这个数字。不仅是姑娘口中说的33重天，还有一句岁33，这33对宁某而言有何不同的含义吗？33重天是你自己取的名，关于你说的岁33，或许也是你自己留下的。岁字在前，定然是有不同的含义的。常言1岁为1年，1旬为10年，1季为12年。有别的说法吗？我极少顾外界之事，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待在这里，见识难免少了些。或许你可以问问俊涵，他知道的多。也好，宁某想问的也问完了，不知姑娘有什么想问的吗？虽说宁某算不得是他，但在有些事情上，或许我与他也有相通之处。你走在这世上，当真逍遥快活吗？果然。姑娘这个问题，当真是问我的吗？是也不是，但如果你这样想，那么他应该也是这样想的。所谓的逍遥快活，不过是骗你自己的罢了。宁凡沉默良久，再没往下说起，而胡玉也没有再问过其他。世上有多少事是真，那便有多少事是假。无论走过多少路，见过多少人，那个走在路上的人都不会逍遥快活，不然他又怎么会迈开步子呢？别再来了。先生不妨在圆山逛逛，苏某进去看看阿姐。好。阿姐不妨再等等，先生或许会想起曾经的事的。记起来了又能怎样？前世的我与他纠缠许久，最终也没能得到一个答复，这辈子还是如此，终究只是一场不解之缘。前世是什么意思？他当初能在大雪天里捡到我，其实并不是偶然。静涵，你要记得，这世间的情谊点到为止即可，别像阿姐我这样傻，2辈子等不来一个人。枯黄的落叶洒落而下，落至地上，落至湖中，水波荡漾之间，在那水中倒影之中，整棵古树都枯萎了下来，面前的湖玉彻底淡去，残留在这人间的最后一缕残魂也随着古树的消散而淡去。他的执念也只是想再见宁凡一面罢了。阿姐，阿姐，真的释怀了吗？随风去吧。那山道之上，他走得慌张，似是想逃走一般。当苏俊涵找到他的时候，宁凡正躺在那树下，满身酒气，而那酒葫芦里的酒都洒了一地。他不曾想过自己会见到这样一幕。纵使是宁先生，也会想着逃避这些因果吗？苏俊涵恍惚间又想起了阿姐说的话：人世间的情谊，点到为止即可。宁先生醒了，他走了。阿姐她不想再等了。那棵树还是先生你当年种下的。我以前来过圆山吗？那时候还没有圆山呢。当初阿姐来到这里之后，便将此地设为了洞府。阿姐收留了许多小狐妖，我也是其中之一。可狐族终归孱弱，单凭阿姐是没有办法护住整个狐族。当初那一劫，她险些就没能挺过来。最后是宁先生你亲自来了一趟，才免去了那场劫难。那棵树也是先生在那时候种下的。宁某都忘了。忘了好，要是记得那才是遭罪。
你阿姐有没有还未说完的话？先生也别问了，知道了反倒不好。那便不问了。湖中的鱼儿好钓吗？不太好钓，这儿灵气充裕，湖里的鱼也聪明了些。起初的时候还能碰上几条蠢的，如今是越发难钓了。总是会有鱼儿上钩的。我与宁先生想的不一样，若是一日钓不到，我便再钓一日。3日过后，若是没有鱼儿上钩，苏某会将这湖里的水全都抽干，到时候便也不用钓了。水干了，下面的鱼也死了，往后再想钓，就只有去别的地方了。规矩2字始终都在宁先生心里，所以先生也只能是先生。而苏某为何会被世人唤作猢狲，则是因为我时常会去做那些不规矩的事。说得不错。先生的意思呢？若是换作宁某，或许3日内必然会有鱼儿上钩，这湖中水也没必要抽了。总是会出差错的。我看未必，不妨让宁某试试。不该如此才是。若是胡尊不信，宁某还可以再试试。不必了。不过苏某还有一个问题。胡尊请问。若是湖中无鱼，又该如何？若是这般，胡尊或许应该问问自己，抛竿真的只是为了上鱼吗？当年先生不仅种下了那棵古树，同时也以道法铸就了镜花水月。在古树枯萎的那一刻，这湖中的游鱼生灵也随着古树的枯萎消散而去。也就是说，这湖中本身就没有鱼。先生说着规矩，但偏偏又是那个最不守规矩的人。这又从何说起？苏某能否钓上鱼，取决于湖中的鱼儿，而宁先生能否钓上鱼，却只是取决于先生是否会抛竿。这也并非是一定的事。是一定的。我与先生的差距就在此处。同竿同饵，先生一定能钓上鱼来，但若是换作是我，就算是抽干这湖中的水，都不一定能见到鱼儿。苏俊涵在那一瞬间好像想明白了许多事情，难怪当初的先生并没有接纳阿姐，也没有接纳玉轩，或许也并不是因为无情，原是无奈啊。谁呀？站着做什么？进来啊！我支支吾吾的做什么？想说什么便说。城隍如今无处安身，可否求宁先生庇护？只需1年，1年后我便离开，绝不打扰先生清静。是我唐突了。城隍是吧？先生外出未归，如今苏俊涵也走了，关里正好差个看门的，来不来？谢过真龙收留之恩。谢个屁啊，小意思。不过话说，你能活这么久，肯定是有什么依仗的吧？有没有什么值钱的宝贝，拿出来给我瞧瞧？啊，我就瞧瞧，不要你的，放心。我墨渊怎么会贪图你的宝贝呢？你这瓶子真不错啊！我也是偶然所得的。那个真龙可否把宝贝还我了？什么宝贝？我的宝瓶啊！什么你的？我的？厚颜无耻这4个字，如今也算是见识了。宁凡在圆山待了一晚，第2日一早便打算启程回流云关。苏俊涵自始至终都不曾解释昨晚说过的那些话。宁凡想了许久，他心中有个答案，但却又觉得荒谬。故而也没有往那里去想，只当是偶然之语，没有再多深思。对了，有一事宁某想问问你。宁先生请问。有一言岁33，其意思并非是30岁，胡尊听闻的多些，不知这岁字可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岁者，岁也，1年1风忍氏为岁，故而1岁乃1年。除此之外，在道法之中关于寿命有一个说法，有小周天一说，一般60年为一个甲子，同样60天为1小周天，1小周天则为1岁。还有吗？倒是还有个说法，早在上古之时，曾有天干地支一说，其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称为10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称为12地支。天干与地支相配，每60年一个轮回，亦被称为1岁。若是这样算的话，33岁，正好是2000年。正是。不过宁先生问这个做什么？随便问问。福由长生，朝生暮死，岁33而终，洗去前尘，轮回不止，长生久世。这般看来，33岁也就是2000年时，蜉蝣会迎来最终的结果，之后则会洗去前尘，轮回不止。宁凡脑海中回想着胡玉的话，你如今什么都不记得的原因，绝不是因为修行了往生经。若是这般，一切都说得通了。查禁过后，宁凡便告辞回了流云关。苏俊涵没有跟着先生，他则是留在了圆山，好像是有些事情要去处理。若是按照8000年来算，或许忘掉记忆这样的事，我已经经历了3次。难怪当初在莲花池时，哪吒会那样说。现在的我还是我吗？宁凡再一次这样问自己，他的心思也有些乱了。哎，先生怎么还不回来？这是利刃莫要让那畜生跑了，也免得惊动远处的凡人。
尊长大人令。应该是来抓我的，还真是大阵仗。他们不好对付，不然我还是老实待着。流云观是宁先生的道场，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都得老老实实上炷香。什么东西也敢来这撒野？掌事大人，现在商量吧。慢，莫非那畜生找到了一张？想来应该是这样的。我上去会会他，你们就在山下等着。下去。龙威，若是要上山，那便一步步走上来。还真走。这畜生还真是找了个好去处。清渊云府掌事云苍见过阁下。清渊云府，没听说过。你胆挺肥啊，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的道场，就敢围山设阵。在下来时忘了打听，的确有些冒昧，不知此地是阁下的道场，这便让他们撤去阵法，退出10里。来的时候不是排场挺大的吗？怎么这会见识了点东西就想跑？你真当有这么便宜的事？有些事尚且还有的商量，阁下还是想清楚些为好。想跟我讲道理，可惜老子从来不跟人讲道理。你是真龙？就你这样的洞虚修士，修仙界一抓一大把，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是在下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真龙，这便离去。上哪去？他们追了你多少年？大概1甲子有余。你们今日来了多少人？加上在下，拢共103位修士，还不少啊。现在该我说话了，我不管你们哪来的，身上但凡有什么宝贝一并交出来。除此之外，一人交上1甲子功德，少1年我就让你们走不出这座山。真龙说话算话，自然。于是乎，流云关山前便换了副景象，数百位修士排着长队，挨个交纳宝物法器还有功德。得了，都滚吧。我们走。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放他们走？清渊云府存在了数千载，若是卷土重来，恐怕不好对付。看他那眼神，我就知道他们还会再来。你还是太嫩了，放长线才能钓大鱼。你根本就不明白宁先生代表着的是什么。宁先生是何等道行？你理解错了，无关先生的道行。若是这什么云府还敢来此地造次，不用先生出手，不出半日，那所谓的云府便会飞灰烟灭。什么意思？这位宁先生难道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来历吗？先生这么快就回来了？圆山的事并没有耽搁太久，早些回来，清静些。对了，方才是有人来过吗？是这样的。你怎么跟强盗似的？毕竟是先生的道场，我想想，若是嘎了人也不太好。二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就坑了点功德，放了他们走了。你怕是不止想要这么点功德吧？瞒不过先生。随你吧，别闹得太厉害了。先生放心，墨渊绝不闹大。城隍见过宁先生，番中亡魂已然入了往生轮回。说起来，这城隍的确是命途多舛，几次被抓，又几次逃脱，四处躲藏，才苟活至今。既然寿元将尽，那便安心修炼就是。还不谢过宁先生？城隍谢过宁先生收留之恩，往后岁月，诚愿化作垂棘之兽，驱邪镇宅，保留云观安宁。咱们宁先生啊，最见不得的就是这些苦难事情。哭什么？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再逃了？你叫一声大哥，往后便跟着我混吧，也别再哭了，也不嫌丢人。黑龙，应该是碧波湖那条吧？我还以为他死在了天劫之下。若是真龙的话，你的确也对付不了。不过那黑龙应当是才渡劫不久，还不成气候，让园里去的话，应当是绰绰有余。是家主。你回去好好养伤吧。另外通知一声园里，让他走一趟。如今老祖宗寿元将近，有了那城隍，也能多熬几年。城隍来了流云关后，便安心修行。他应了之前的话，化作垂棘之兽，矗立在了屋顶之上，镇着这座道观。虽说作用不大，但这是他如今唯一能做的事情。几日下来，城隍感受了前所未有的安逸，所有的担忧都抛之脑后，山涧的虫鸣都让他感到欢喜。真是无趣啊！不如大哥带你出去逛逛。我还是不去了吧。什么不去？去啊，走走走，带你去瞧瞧外面的花花世界。城隍本来是不愿意去的，但最终却是被墨渊强拉去了。
道观中便只剩下了宁凡一人。此刻的宁凡已经在这里愣了几日了，在我还是不是我这个问题上纠结不定，想不通透。若是你真的跟天机山命石同出本源，那是不是意味着你也承载着一些记忆呢？就叫你念贵吧，李念贵。若是不出意外，这个出生的孩童应当就是岁月之中的玉轩了。这一世叫做李念贵吗？随着岁月流逝，春夏秋冬之间，李家姑娘学会了走路，牙牙学语之间，开口念着爹娘。李念贵也在爹娘的照料之下慢慢长大成人。而变故则是出在了李念贵16岁这一年，不知道怎的大病了一场，夫妻2人去城中请了大夫，但却都是束手无策。李家姑娘昏睡了5日有余，夫妻2人着急寻找着大夫，不料李家姑娘却是自己醒了，但李念贵醒来之后，却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沉默寡言。爹娘，我想去外面走走。这姑娘先去哪？有些远。不行。年仅16的李念贵最终也没能准许出去，但他的心中却有着一份执着，好似是有什么在指引着他去到某个地方。于是在他被禁足的第3天夜里，他便顺着窗户跑了出去。阿蛮，阿蛮见过真君。真君，真君请吧。这个方向是荒海。你要带我去哪里？还请真君抓好。是这里，所以这个时间点，荒海还没有边域，那堵墙也没有存在。33声，生与死都能打开这道门。那颗珠子，原来如此，这颗珠子果然是玉轩保留前世记忆的容器。不错不错，比起上次倒是好很多。也不知道小凡子这一世去了哪里。阿蛮，你先去吧，我需在这待上一段时日。若是这样说来，当初在命石中见到的那一幕，恐怕是初次相见，那么源头就在于8000多年前的南郡了。拿回记忆的玉轩在南园中待了数年有余，许是因为记忆中有着许多经验，故而修为也是突飞猛进。不过10年岁月，便从一介凡人踏入了化神境，离洞虚境只差1步之隔。够用了。小上清，在这儿关累了吧？乖啊，这就带你出去欺负人去。走喽。这般看来，上清便是玉轩的佩剑了，玉清则是剑属于赵玉清，那是不是说明还有一把太清剑？道教的3尊神仙，玉清、上清、太清，以玉清为主导，即元始天尊；上清是灵宝大尊，太清为道德天尊。此方世界可没有3清的传说，或许这剑名也是他宁凡起的。别动。道友是有什么事吗？打劫，有什么宝贝全都交出来。他好似无恶不作一般，四处欺压修士，关键劫了别人之后他也不走，等着他们回去通风报信。一开始是门派弟子，之后是内门弟子，后来是长老，最后是掌门，全都被他劫了一道。后来各派以法器宝贝为赏通缉玉轩，数年来都没有任何结果，只能白白受了欺负。而此时的玉轩则是在凡间四处游荡，骗吃骗喝。空闲的时候，他还回去看了看李念贵的爹娘，拿之前劫来的一些宝贝换了些银两，资助李家做起了生意。你晃什么？是小凡子。嗨呀，怎么又成了乞丐了？喂，小乞丐，有事吗？能不能借我点钱花花？姑娘，你搞错了，还是我搞错了？我才是乞丐吧？那你借我吗？我指定还你。就2个铜板，我还想吃包子的，不借。不借是吧？你想干嘛？打劫。还有没有王法了？连乞丐的钱都抢。这一世的宁凡因几文铜钱便与面前的姑娘结缘。那一天他没能吃到包子，在日暮之时便化作了沙粒，消散在了人世间。而那个扛着剑走遍了4海8方的姑娘也在此地落了脚。上次真是倒了血霉了。 3年之后的宁凡再次回到了这里，他一如当初一般，穿着一身破烂衣衫，带着个缺了边角的破碗往街边一躺，便开始了他一天的乞讨生活。又是你，我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别这么怕我嘛，不抢你钱，我来还钱了。我说小乞丐，你有手有脚的，干什么不去找点事做？我倒是想，但这3年活一日的，
又能上哪去找事情做？能躺着挣钱，我干嘛去找事做？上次你也这样说。什么？没什么。本姑娘的酒肆缺人，不如来我这做个伙计吧，我管你饭吃。躺下做什么？姑娘要是闲得慌，可以去别处找找乐子。我就是个乞丐，没什么好玩的。我说真的。真的也不去。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不知道就好。去不去？不去我嘎了你。在玉轩的威逼之下，他无奈结束了躺着赚钱的日子，成为了一名酒楼伙计。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有人欺负你呢，就报我的名字。你混得很好吗？不会，被打得更惨。可是你还没跟我说你是谁。慢慢就知道了，往后的日子还很长呢。宁凡见此也不再多问。今天这一天，他在酒楼安心地做起了伙计。过了今天，想来也就没有往后了。而那个扛剑的姑娘也说话算话，管了他一口饭吃。这大概是宁凡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吃的最好的一顿饭了。你怎么阴魂不散的？你是我的人吗？又来。走不走？几次沉睡，几次醒来，宁凡跟着玉轩做了不少事。有时候是在酒楼当伙计，有时候是陪着他去听戏，或者让他去做说书先生，又或者带着他去抢强盗的钱。一晃眼便过去了30年，而宁凡却只醒了10次。你不是凡人吧？是啊。是还是不是？不是。不是凡人。是。想学吗？学什么？法术。自那往后，宁凡便踏足了修行一道。玉轩传授了炼气修行的法门，并逐一指点他如何运气，如何施术。宁凡醒来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从最初的朝生暮死到后面能活上半个月，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给你吃点好吃的。什么好吃的？宁凡也不知道那些丹药是什么，但仅是几日之间，他便从化神迈入了大成洞虚。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觉得呢？把我当炉鼎了？没有，很早之前我便喜欢你了。啊？你喜欢我吗？你今天没吃药？快说喜欢我，不然我砍死你。宁凡最后道了一句喜欢，玉轩这才心满意足地放下了剑。转眼数百余年，玉轩带着宁凡在这世间走动着。自那次之后，玉轩总是问起喜不喜欢这个问题，宁凡每次都是等到他拔剑的时候才会回答。尽管并不真诚，但玉轩还是会很开心。可岁月不等人，纵使是仙人，也逃不过生死轮回。你爱我吗？往年不都是问喜欢吗？这次不一样。宁凡发现今日的玉轩似乎与往常都不太一样，问出的话也并不像是开玩笑。但此时的宁凡连自己也分不清楚对于玉轩的感觉。没事，不回答也好，下次我再问你。玉轩说了这句话后便离开了，而那所谓的下次便再也没有下次了。在玉轩离去之后，他来到了33重天，升门之后亦是当初那座宅院。玉轩再一次翻开了往生经，这一待便是80年。他枯坐在那椅子上望着往生经，80余载不曾动弹。可尽管如此，他也没能将那残缺的东西补齐。为什么？玉轩嘶吼着几度崩溃，观望着这段记忆的宁凡不明白为何玉轩会有这样的反应。既然有了万全的法子轮回往生，为何还对这残缺的往生经如此执着呢？不应该啊，难不成往生经还有别的用途？允我一次吧，只此一次。玉轩抬起手来，掐动法诀，整片天地都随之震动了起来。天地之间的规则在这一刻似是被破坏了一般，一堵高墙自那荒海之上拔地而起。万物生灵，如此琳琅。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世间万物皆被取出一分，落入了那高墙围坐的一方天地之中。天雷滚滚，携杂着浓浓天威，一道雷击似能湮灭万物一般，整个天地都暗沉了下来。大雨似天河决堤倾泻而下，雷劫之声仿佛能传遍整个世间，轰鸣作响。给我来！随着玉轩一声轻喝，他伸出手来，似是抓住了什么东西，乃是一缕天道之力。他将那抢掠来的天道之力注入了那玲珑之中。此方天地，我为天之。万物生灵，衍生万物，借天地之气，必化生之。万物法境。万物如此玲珑，硬抗天劫窃天道之力，构建笼中规则。他到底想干什么？在他的运法之下，
一缕缕天道之力携带着万物生灵落入了玲珑之中，缺损的规则不断被补齐，规则也不断成型。借万物生灵，借天道规则，演算法经，竟可这般为之，竟可这般。那往生经到底是如何重要，竟让他不惜与天相争？玉轩，你来了，那是什么？我要走了。你说什么？别难过，我们还会相逢的。你在说什么？玉轩，当初为什么不告而别？为什么？有很多事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告诉你，不过也没关系，往后你都会知道的。知道过后别害怕，这是你的命数，也是我的命数。带我下去。下去？黄海下百尺，带我过去，还有没能做完的事情。你一直都在这里。小贩子，我喜欢你这一世，等下次再见。希望你还记得我，别怕，我们还会再见的。玉轩，玉轩到底在做着些什么事情？写下往生经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让他躲过往生轮回吗？或许有个地方能找到答案。宁凡的目光望着那世外荒海，他要再回33重天看看。几位供奉，不妨一会我先下去瞧瞧，若是有什么岔子，几位供奉再出手也不迟。也好，若有情况，我们4人会立即出手。劳烦几位供奉了。公子客气了。没人。这桃树，这道观之中竟然还存在过先天木灵。在下云里，起初以为关中无人，便闯了进来，冒昧打扰，还望见谅。我听墨渊说，上次你们云府围了这座道观。墨渊应当就是那头黑龙了。此人直呼其名，难道说？敢问阁下是？宁某不过一介散修，借助于此罢了。此番也是来找麻烦的。平日府上的许多事情我都很少插手，能逃就逃，只是这次家主有令，所以不得不来。竟是真话。果然，面前的这位绝对是我惹不起的存在。幸好留了个心眼，不然真的有可能栽在这里。前辈道行高深，此番是云里冒昧了。也难怪你们云府能以世家之名存在于修仙界中。前辈谬赞了。不出意外，这应当是世间最后一只城隍了。他与宁某说想留在流云关做一尊垂脊之兽，为道观驱邪免灾。宁某倒是觉得挺好。此事不妨就此作罢，宁某也不计较你们围山之事，你们也别来打扰宁某清静，你看如何？此事在下做不了主，还需与府上长辈商议过后才能定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某懒得麻烦，若是实在不行，到时候我便亲自去一趟清渊就是。届时在下与长辈们说过后，应该就不会再来打扰前辈清静了。那样最好，从哪来便回哪去吧，宁某有事便不招待了。不知前辈去哪？在下乘非洲而来，兴许可以送先生一程。不必，太慢了。这般剑光，此前可曾见过有如此之快的剑修吗？不曾。公子，敢问4位供奉，方才那道剑光是何等剑修才能做到的？在下曾见过一位大剑仙御剑北上，论起，不及方才这位。 4位供奉再加上云某，可敌否？我等举例，恐怕不及一道剑气。凡间怎会有这般存在？果然，一扇门后，2个南辕。空的，难道玉轩之后来过此地？上清剑也不在，莫非玉轩真的已经来过了？太清剑，认得宁某吗？宁凡伸出手来，握住了太清剑，一瞬之间，一股肃杀之意传来。你是谁的佩剑？应该认得他吗？当太清剑看到玉清剑的那一刻，2柄剑似乎被吸引了一般，2剑颤抖，竟有融合之意。你们本是一体的吗？这柄玉清剑断过一次。玉清、上清、太清3者之间有何渊源吗？太清剑立在宁凡面前，2者相对之间，他告诉了宁凡答案。太清留在了南辕，玉清曾在赵玉清手中，而上清则是玉轩的佩剑。一剑化3，杀剑为太清，孤剑为玉清，义剑为上清。义剑之意，义世间情义，是万万人，又或是唯一一人。而在不曾分出3清剑时，那柄剑曾经之名则为红尘。叫红尘吗？可曾经的我为何会留下一柄杀剑呢？近来玉轩可曾来过？若是这般的话，或许只是玉轩将记忆放在了别处，而那柄上清剑也一并被带走了。
这似乎也并没有解开宁某的疑惑。宁凡有时候觉得，当初老龙王的那一句“姐在路上”，或许本就是一句可有可无的话，却引导着他走上了一条并不让人畅快的路子。老龙王应征又是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这岁月洪流如此之长，若说是找，那得何时才是个头啊？恰逢云府家主500岁大寿，今日的清源云府尤为热闹，云府上下皆是修士，鹤礼堆成山高，整个府上都是一片祥和之色。荒海水妖父系前来为云家主贺寿。我云府似乎并未发过请帖。的确，父系斗胆前来，亦带了贺礼，云家主莫非不欢迎？来者是客，里便不必了。此刻正要开席，还请落座吧。多谢云家主，不过再过些许，兴许还有来者，云家主不妨再等等。还有来者？不错，天机山吕善前来为云家主贺寿。云兄与天机山亦有交情，云兄果然非凡。云某与天机山并无瓜葛。家师令我来为云家主贺寿，来得匆忙，并无贺礼，云家主应当不会介意吧？自然不会，自然不会。只是我云府多年不曾与天机山有过来往，道友为何会？家师说待人到齐了再说。还有人，道友先请入座吧。坐便不坐了吧，待不了多久。这样吧。龙君道，他怎么来了？不对劲！云山胡尊前来为云家主贺寿，你慢我一步。元山离此路途较远，比不得通天江。真是有趣，后面还有没？好像还有一位，风头估计能盖过在场所有人，是吗？袁某见过龙君，见过胡尊。云家主似乎不太会说话了，开口便是本君在前，这让胡尊情何以堪？失口是在下，前后都一样，无碍。那不知二位真热闹啊！那个云家主门中有事，我等便不多留了。走，快走！云山胡尊、通天江龙君，还有那位万万惹不得的魔头赵玉清，居然都是为宁先生来的。这赵玉清不会不分敌友，连我也给砍了吧？袁某惶恐，不知是因为何事惹得众位登门拜访。前辈且慢，此也让我死个明白吧。刘云观，刘云观，莫非是原里说起的那位？前辈，刘云观一事是我云府之错，小子在去之时亦表歉意，那位先生便允我回来禀告，只要不再打扰先生清静，此事便就此作罢。此番寿辰过后，家主亦是打算亲自去拜见，这其实是个误会，还请前辈息怒。赵玉清握了剑，就没有不见血的时候。这两个人要嘎了。算了，算了。赵玉清居然也会算了，这真是赵玉清吗？早知道就不来了，犹豫了好久才决定来撑场子，结果可好，这是靖南事早就商量好了的。哼，前辈。哼，这才是赵玉清吗？宁先生到底有多大的面子啊？龙族还未拜见龙君，一会陪本君喝2杯，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几位，此番前来本就是为宁先生讨回几分面子，既然事已至此，我等便不多留了。多谢诸位。云家主此次没有死伤，已是大幸。关于那位先生，之后云家主还是亲自走一趟好，免得再生变故。多谢道友提醒，吕某便不多留了，告辞。家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再见便是了。的确，我只是在想之后该怎么跟老祖交代。这次这般大阵仗，老祖没有出面，许是这件事甚至老祖也没办法解决。我这是来迟了啊！不知阁下是？宁先生坐下，黑龙大将军莫渊，事先说明，此番前来仅代表我自身，与宁先生无关。敢问大捷？那是什么地方？好像是云府，应该不是，云府没这么破。云府族地一片狼藉，好好的500岁寿辰被搅得天翻地覆，一剑荡平了云府。赵玉清的魔头名号也越发响亮，此事逐渐传播开来。说起原因，众人只是摇头，许是在赵玉清来了之后，人都跑完了的缘故。而此刻的宁凡还处于睡梦之中，对于外面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晓。虽说此地如一方小天地一般，但实际上还是差别甚大，无风无雨，从始至终都是晴日，静到了极点。这一觉宁凡也没有睡太久，大抵是因为心中堆积了一些事情，故而睡得不够舒坦。宁某来此一遭，心中疑惑仍旧未解，望有朝一日可见上清。
解我心中之惑。落笔过后，宁凡将那书信放在了正堂中的桌上，随即他便没有再做停留，离开了南园。33重天再次重归寂静。不然进去看看，若是贸然闯入的话，或许可以炼制一个身外化身。此事得找人问问才是。那次灯灭之后，天机山戒备更加森严了，不仅是山外巡游修士多了许多，就连这仙山的阵法都凝实了几分。宁先生，钟某有失远迎。看样子钟先生恢复了不少了，勉勉强强。宁先生快请。近来发生了什么事吗？戒备这般森严？一桩小事罢了。若是钟某没猜错的话，宁先生此番前来，定然是有要事在身。钟某可帮得上什么忙？没事就不能来吗？自然能来，不过这却不是你宁先生的作风。的确有件事情，不知是为何事。宁某此番前来，是想跟钟先生请教一下神通道法。宁先生莫不是在说笑？宁某其实不善道法。你不善道法？呵呵，宁先生真会侮辱人。宁某是真不太懂。对。宁先生所说的身外化身，以天地灵物铸就肉身，分神念入肉身之中，一念两身，我为主，令为次。钟某还是头一次听说这样的神通法门。第一次？难道此前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吗？神念为一，不可分割，这是至来之理。宁先生是从何处听来的身外化身这样的说法？不可分割，神念极为灵态，为何不可分割？这神念就如储水之池一般，若是任何一处有破裂，其中所储之水必将流失。是这样吗？钟先生的反应似乎有些大啊。你怎么做到的？不是神念这东西，它去哪了？放回去了。放回去了？放回哪去？神念里。还能放回去？或许宁某的神念有些不同，你才知道不同。宁先生可否将神念展开给钟某看看？自然可以。这么大，寻常修士的神念取出一缕，就如堤坝坍塌，山洪决堤。但宁先生的神念过于庞大，先生的一缕神念就似堤坝上的碎石一般，就算是少了也无碍，拿出来了，甚至还能放回去。竟还有这般说法？这般说来，身外化身也并非不可能之事。对宁先生而言，应是如此。既是这般，便只缺一具肉身了。肉身的材料也是麻烦，寻常之灵物所炼制的肉身很难与神念共存，还需与一行或者五行兼备才可，不然炼制出的肉身也极难稳定。钟先生似乎很懂炼制肉身。略懂。曾经钟某给随行仙鹤炼制过一具妖身，所以有些经验。不过人身与妖身大有不同，妖本自然而行，故而顺应之妖身也极易炼制，人之肉身就难了。在取材上，钟某也给不了宁先生多少建议，这般便足够了。宁某此次前来也是请教，对于那肉身神念融合之法，或许还要请教一下钟先生。这并不难，这第一点便是肉身之经络，且需顺应本体肉身，可借法力勾勒经络。其次，这便是全部了，多的钟某也不懂了。劳烦钟先生了。哪里，材料方面，宁先生还是多下些功夫。若是太次，这所谓的身外化身，还是不要为好。宁某记住了。话说回来，上次宁某损坏了命石，可曾造成什么影响？宁先生不必担心，我天机山也并非是靠着命石才走到如今的。钟正元后续还带着宁凡去了天机山的藏经阁，拿出了几本与神念肉身相关的记载书籍。宁凡预感到自己将要陷入沉睡，心想最好还是赶在沉睡前将身外化身给炼制出来，也就没有在天机山多留。与钟先生道了谢之后便离去了。师兄失算了，这一劫哪会是这样好过的，无外乎多等些时日罢了。也是，老龙王那里应该有不少好东西。这雨何时是个头啊？你在这里望着也没什么用，倒不如找点别的事做。老人家，我这一身本领都来自于江水，没有别的地方容得下我了。总有力气可使吧？虽说有力在身，但若是与那些真正做活的伙夫比起来，还是差远了，争不过他们的。老人家一看便是家世不凡，没见过这世道苦难。都说分上下九流，我等不入流的渔夫，全靠江水吃饭，其中的难处也只有我们自己知晓。话是不错，再会了，老人家。龙君别来无恙啊。宁先生莫非是专程来谢老夫的？谢什么？宁先生不认这个情，可就过分了。龙君一番话说的云里雾里的，宁某有些不太明白了。那云府的事，老夫好歹也帮你去出了头了，宁先生怎么一转眼就不认了？云府，情缘云府。原来如此。
宁某先前并不知晓此事，龙军的情分，宁某又怎会推脱呢？你当真不知道？真不知道。真是奇了怪了，你都不知道这事，那赵玉清来干嘛？宁先生似乎跟赵玉清很熟啊。兴许也是凑个热闹吧。那这云府可当真是惨。这般说来，宁先生此行并不是来道谢的。现在知道了，不就是了吗？你就直接说了吧，老夫可不喜欢磨磨唧唧的。那我可说了，听闻江底龙宫中藏着许多宝物。宁先生是从哪里听说的？有人跟宁某说起过。一派胡言，老夫兢兢业业，诗云不语，保佑天下风调雨顺，哪来功夫搜刮宝物？谁说的？老夫找他去。这样大义凛然的话，能信你才有鬼了。这江面上的雨下了有些时日了吧？此事也怪不到老夫的头上。如今这大香皇帝赵祯虽说勇武，但对于天下之事却少有包容之心，乡人与景人难以相容，致使无辜百姓流离失所，难民遍地。而那赵祯不但不加以整改，却挥屠刀，杀孽深重，他是人皇，一行一举皆与国运相关，造孽多了，自然就有了劫难。这一场水劫，斩大香国运，乃是天意。是这么回事吗？会死多少人？这就算不清了，至少也是以万计数吧。记得有一年亦是如此，那一次大概死了将近4万余人，至于流民，则有数十万之数。扯远了。总之，宁先生想要找宝贝的话，老夫这可没有。真没有还是假没有？你不是明知故问吗？从来都是老夫坑别人，没有别人坑老夫的道理。罢了，宁某便在做打算吧。不过这来也来了，这通天江宁某还未见识过多少呢，正好在这逛逛。哈哈哈哈！宁先生请自便，老夫有些事，便不陪着了。改日宁某来龙宫找龙君喝酒。好说好说。这小蛋黄派绝对是贪图我的宝贝，照他这意思，恐怕弄不到宝贝就打算一直赖在这里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嘛，大不了就在龙宫里待着，死不见客就是了。哎，这位先生，您还没给钱呢。方才他没给钱吗？不曾给啊。先生不是与那位长者同路的吗？这是被摆了一道啊。估计是那位忘了吧。先生您看，不如您将这酒钱给结了。先生瞧着也不像是缺钱的人，都是小本生意。可是宁某此番出门并没有带银子出来，你看可不可以先赊着？这个先生不妨等上片刻，小的去寻我家掌柜来。好。鄙人姓周，还未请教先生名讳。宁某单一个凡字，此番忘带了银两，周掌柜您看可否先赊着，宁某改日来还。自然可以，周某自然是信得过先生的人品，只是那一壶酒也不便宜，咱们酒楼也是小本生意，先生不妨压个什么东西在这。不知那酒钱几何？1两银子。的确不便宜啊。实话说，宁某身上也没带什么值钱的物件，唯有这酒葫芦是随身之物，您看可否压在这里？也行吧。劳烦周掌柜了，改日宁某便来赎回葫芦。这么大的雨，先生不妨带把伞走。这怎么好意思呢？掌柜是个讲究人，宁某便不多谢了。待赎回葫芦的时候，这把伞也会一并送回。有宁先生这句话就足够了。我这破嘴啊！掌柜的，那人真会回来赎这个酒葫芦吗？谁说的准呢？应该会吧。大雨鱼儿多，正是好时候。原本宁某还想着去别处找法子，如今看来是非坑你不可了。雨水打在江面上，泛起水雾，入目则是一片朦胧之景，将那江上浪花都遮挡住了。在那江边亭中，唯见一位先生盘坐于此，纹丝不动。江边长亭，垂钓鱼水，一时间竟让人分不清鱼在江中还是鱼水中。本是一幅绝佳美景，但对某些人来说，这场大雨却如一场噩耗一般。如今通天江的水位已然超过了近70年间最高的水位，并且还在上涨之中。老天爷啊，这可如何是好？这鱼没钓上，反倒钓上个人来。宁凡见其无恙，便再没多做什么，拿起鱼竿继续钓起了鱼来。在那江面之下，四处皆是游鱼。这江边长亭外的江面下，却是一条鱼都瞧不见，唯有一条老龙坐在那江底，笑着打量着这一幕。我说，龙君还没玩够吗？反正老夫不管，老夫到底都得丢件宝贝，怎么也得在别的地方找回来。你好歹是龙王，怎地尽耍些无赖伎俩？我就是无赖，宁先生慢慢钓吧，老夫就不奉陪了，哈哈哈。也罢，大不了宁某不钓鱼就是了。鱼钩入江，却是始终都没有沉下去，而是顺着那江底龙宫所在之处飘了过去。如此一来，江底龙宫都不必去了。江上风雨，江底翻涌，
妙哉妙哉！9日大雨，江水翻涌，通天江的各处支流一时有所影响。最为直观的便是被淹没的农田，而在上游闸口之处，所需水位也已快到了临界。我死了吗？亭中有柱子，不妨撞上一下。若是疼，那便是还活着。我还活着，可是公子救了在下，也不算吧。宁某在此地钓鱼，碰巧将你给钓上来了。钓上来的，这木才良拜谢恩公搭救之恩。在宁某看来，所遇即是缘分，单这个缘字就不必多谢。这会雨小，马上也要天黑了，你倒不如快些回去换身衣裳。这江边风大，再吹一会染了风寒，那才是不好。恩公救了我的命，木岂有离去之理？你在这打扰宁某钓鱼，这恩公且等我片刻。穆大人，怎么没带把伞出来？没事没事，何掌柜在铺子里吗？我找他有点事情。我这就去喊掌柜。穆大人，何掌柜，我求你件事，您看可以不？穆大人，你说，只要是何某能帮得上忙的，绝不推脱。可否赊我一件斗篷，我明日来给银子。穆大人何必说这样的话？当初若非是你，我们这一家老小的都丧失在那场水洪里了。一件斗篷罢了，何必要赊？我这就去拿。多谢何掌柜了，我明日就来还。不要银子，不用还，不用还。穆大人换身衣裳再走，我这里别的没有，衣裳可是多。这般大的风，这一身湿的衣裳怎么能往外走？不用麻烦了，穆大人，别追上来了。去挑几件衣裳去，等雨小些了，给穆大人送去。好嘞，掌柜。恩公，你怎么又回来了？我也没有什么好报答恩公的，就像恩公说的，这江上风大，一感风寒，这件斗篷赠与恩公，披在身上也能暖和些。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滴落下来，他浑身湿漉，滴落的水在脚底聚成了水洼。宁凡本想拒绝，但想了想后，却是将那斗篷给收了下来。多谢了，恩公不妨披上也好。正好，你这一身湿漉，还是快些回去换身衣裳的好。将斗篷送到我也安心了，这便回去换了衣裳再来。外面雨大，还是打着伞回去吧，记得找郎中开几服药，免得出了岔子。可若是穆某拿走伞了，恩公又该怎么办？不到雨停，宁某是不会走的，放心拿去吧。不过这伞到时候可得还给宁某，毕竟也是宁某借来的。多谢恩公，去吧。竟是水河总督，但也只是曾经的水河总督。警灭过后，各地的地方官员多数都被更换成了乡人，但乡人而非本地之人，终归有些不太熟悉。几次差错之下，铸就了不少坏事。已经退去水河总督的穆才良知晓这些事后，便时常私下观察水利之事，避免了不少灾祸。如今已至花甲之年，仍是不曾放下面前江河，倒是个尽责的水河总督。王朝更替注定会出现一些乱子，好好的为官之才便这样埋没了，可惜了。不过好在被埋没的人从来不曾埋没自己。宁某的鱼也快上钩了。什么人？鱼钩，抓住那个鱼钩！好胆，竟偷到我龙宫来了！哪里走？来了！何方小贼，竟敢到我龙宫？宁先生，龟丞相快请起。老龟无意冒犯，还望宁先生恕罪。大胆贼人，到我龙宫宝库，弃我龙宫相成，可是弃我龙宫无人否？给我死来！二太子不可。龟丞相作何？为何拦我？误会，这是个误会。二太子，这位是宁先生，不是什么贼人。什么宁先生？我才不认得！龟丞相还不速速让开！本殿下今日便要拿下这贼人。宁先生，二太子正在气头上，说的话难免过激了些，您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没事，宁某与龙君也算好友，若是按照辈分的话，你恐怕还要喊我一声叔叔。我叫你叔叔。本殿下还是你大爷呢！龙魂之力，百战皆可。大江水止，归计。不错，是个好兵器。还我兵器！若是二太子能从宁某手中拿回这长戟，宁某所得宝物便如数归还，如何？那本就是我龙宫的宝物，没有金枪戟，本殿下一样可以翻云覆雨。尽管攻来。大事不好，大事不好！着急忙慌的做什么？龙君，二太子他慌什么慌？本君不是在这的吗？宁先生跟二皇子打起来了。宁先生不会太为难他的，安心看着就是了。
哎，这是什么神通？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二太子没有愈战愈勇之势，只会越发失利。笑话！通天水势，唯我号令。怎会这般？莫非金枪戟与这江海水势便是二太子所有依仗吗？这般说来，还不如江中小妖。气煞我也！龙威召来。无言，平耳龙威，不得傍身。为何？你使的什么邪道？如今再没了龙威呢，没了兵器，没了水势，没了龙威，二太子便不敢出手了。无需外物，本殿下就算空有一身余力，一样能敌。这才有几分龙宫二太子的样子。一掌便断了2成气势，空有力而无勇，难成气候。宁某早便说过，二太子没有愈战愈勇之势，只会越发失利。上天给了你真龙血脉，给了你世间众妖所不及的身份，金枪戟、江海市、龙威，哪一样是你自己得来的？少了这些，几拳几掌便可断你气势，气势尽散，便是一败涂地。再则，你可知身为龙宫二太子往后要面对的是什么？不成真龙，难有立足之地。你当真以为老龙王能护着你一辈子？不妨再想想，若是今日面对的不是宁某的几拳几掌，而是那化龙天劫呢？那碧波湖的黑蛟力千年岁月败于天劫，但那气势却从未散去，败了一次便再来一次，历经5次天劫，才得走水之机，立而真龙。若是换作二太子，似那黑蛟一般，败于天劫，一次一次，二太子又能坚持几次？抬起你的头来，若是此刻你心中仍是想着退却，最终之果无外乎是死于天劫之下。若无愈战愈勇之势，那也别再去想那所谓的真龙，注定与你无缘。那真龙之机，当真离自己远去了吗？我乃龙宫二太子，成不成真龙，只有我自己说了才算。你说本殿下没有越战越勇之势，那我便做给你看。起来，来。龙威虎胆，斩敌破阵。见过江海。这才像我的儿子。龙君所言极是。来得好。万籁俱寂，这是什么剑意？应是沧海桑田，长生之苦。长生之苦，无外乎一个孤字。没想到竟然连剑意都拿出来了，当真是抬举了。我不服，此番纵使你有万般造化，我也不会再退，大不了便是一死。听雨。龙君，二太子他总是要吃些苦头的。何惧有之？何惧有之？死来！我不惧你。老夫便替渊儿多谢宁先生了。宁某也不白拿你的宝贝，老龙王真当宁某与你一般吗？宁先生想要什么，随便拿。当真可不能反悔啊！天劫。二太子勇武，资质不浅，只可惜这天劫的确来的不是时候。宁某暂且封了他的龙灵，往后龙君还是多下些心思才是。这是自然，此番可说是再造之恩了。待渊儿醒了，我亲自带着他来给宁先生赔罪。举手之劳，不足挂齿。龙君还是先带着二太子回去疗伤吧。有人来还宁某东西，此番便不去了，之后有的是机会。也好，总算可以安心钓鱼了。恩公竟然还没走，晚上鱼儿才算多。恩公，伞放一旁就是了。你这人倒是倔强，天已经黑了还要过来还这把伞。恩公还在这里，那就说明穆某并没有来错。那倒也是。恩公在这里钓了多久了？可曾吃些东西？穆某给恩公带了2个炊饼来。的确有些饿了，那就多谢了。还有一个呢，留着你自己吃吧。你自己似乎也没吃什么东西吧？进了家门换了身衣裳就急匆匆的出来了。没有，穆某吃过了，是吃过了才来的。可有人说过你不太会撒谎。这剩下的你自己吃吧，宁某吃一个就足够了。恩公，儿被吃完了。通天江里的鱼儿的确聪明许多，兴许是江水太快了，连通着饵一块冲掉了呢。兴许吧。近些日来江水涨得极快，再加上连日大雨，这江上已经好些日子没见过船了。这些时日也是鱼儿最多的时候，江里的鱼一个不少。兴许是白日里雨大，江中太乱，鱼儿才不上钩。如今雨小了些，大鱼应该也要出来了。这般说来，你对这江里的事知道的不少。少年时家中便是以打鱼为生的，知道的也多一些。借一点炊饼为饵，应当不介意吧？
不介意，不介意。不知这雨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听说已经连续下了9日的大雨了，连同着各地都是雨水不断。通天江这般宽阔，水位亦是上涨了许多，其余各地恐怕也不好受。临安、同顺等地已经起了洪灾，这雨再不停，怕是会有大灾了。大灾！此刻水坝中的储水恐怕已经到了最高了，通天江的水位再往上升，后果不堪设想。按照之前的官员留下的技术，若遇这般水情，积水成多，不仅各大州府都会遭殃，上京城甚至都有可能遭到水淹。最终的结果一般都是开闸放水，下游百姓迁走，良田、屋舍都将被大水冲毁，到时候便是灾民遍地。这般说来，如今这情况，官府应当已经下令让下游百姓撤离了吧？为何不见半点风声？官府没有下令。如今的情况，谁也不敢开闸放水，到时候流民四起，民生哀怨，不仅朝堂会怪罪下来，连同着百姓也会谩骂不断。无论是谁开的闸，都将背负上千古骂名。就算如此，官府也应当早早做好打算，驱散百姓才是吧？在那水河总督看来，只要人都死了，那便没有流民了，也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声音再出现。为官不为民生，如何还称得上是官？朝堂怎会准许这样的昏官存在？如今的世道，襄王上位之后，乡人为尊，景人为刍狗，而那下游便是景人群居之地。襄王眼中没有仁慈之心，景人在他眼中更不会有仁慈二字。这些年死在刀下的景人已经数都数不清了。我曾想过去下游驱散百姓，可沿途却屡遭阻挡，就连路道都被封死了。他们是一点活路都不打算给。3日后的午时便会开闸放水，如今是什么办法都没有了。你也无需这般悲观，有些事或许你做不到，但却有做得到的人去做了。做得到的人，据宁某所知，已经有人去了下游通知百姓，如今已经到了稻春坊。恩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一路走来，有所见闻罢了。以他们如今的进度，再加上水至下游所需时辰，3天应该足够能赶在开闸泄洪之前驱散百姓。他们是何人？景人。那恩公呢？我只不过是这江边垂钓的人罢了，没什么不一样的。来了，是红尾鞘，这条恐怕能卖1两银子还要多。那不是正好吗？多亏了你带来的炊饼，若非如此，宁某说不准还钓不上这条鱼呢。恩公可是要回去了？鱼钓到了，也该走了。这夜里没光，江边又有大风，不妨让我送送恩公吧。不必再麻烦了，一件斗篷，1块炊饼，1尾红鱼，在宁某看来，这情分便已经还完了。此番萍水相逢，你不欠我什么，往后也不必再多惦记。天色不早，宁某便不多留了。恩公，这救命之恩又怎会还得完啊？掌柜的，我来了。这会天黑的不成样子了，又下着雨，先生何不等到明天再来？兴许明日就不在这了。这是要去哪？随便走走罢了。白日里周掌柜说那酒钱1两银子，宁某方才那从江中钓上这一红尾，不知可否抵那酒钱。这是红尾鞘，这么肥的红尾鞘才钓上来的。这么肥的红尾鞘又这么新鲜，怎么都有1两了吧？可抵酒钱吗？可以，自然可以。对了，这是先生先前留下的酒葫芦，有劳周掌柜代为保管了。先生，这是哪里的话？其实说来，我都没想到先生你还能再来，是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没有的事，本就是宁某欠账在前，周掌柜肯放宁某走，已是大度。周掌柜先去借与宁某的伞也一并放着了。此番事了，宁某便不多留了。先生稍等，这般肥美的红尾鞘来之不易，也是托了先生的福。若是卖人，着实是可惜了。我招呼厨子将这鱼儿给烹出来，先生不妨也尝个鲜。周掌柜太客气了吧？哎，这是哪里的话？若不是先生钓上来这条鱼，又从何处来这一份享受呢？可是这鱼是宁某拿来还酒钱的。先生谈吐不凡，想来是读过许多书的，而在下是个商人，唯有一身铜锈。先生连夜赶来，亦是看得起在下，1两银子买得来这红尾鞘，却买不来这几分情。好一个几分情！承蒙周掌柜看得起，这一番话下来，这红尾鞘是何滋味？宁某是必定要尝一尝了，不然便是宁某不识抬举了。哪里话，哪里话！明示让掌勺师傅将这红尾给烧出来，再上2碟好菜，酒也上2坛来。好嘞，掌柜。这不是穆大人吗？怎么搞得如此狼狈？袁大人，不能提前开闸，不能提前开闸。穆才良，本官才是如今的江河总督，何时开闸皆是本官一言而定，早1天晚1天，轮得到你在这说3道4的吗？可否不要提前，便按原定时辰？那可不行，若是水淹了上来，那便是本官之责了，到时候怪罪下来，本官很难办案。不过，若是你求我的话，本官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求你，穆某求你。得了，穆大人，本官没空与你扯皮，你也别再来这闹了，你早就不是江河总督了。草民穆才良给总督大人磕头了。袁修德清楚的知道，
自己是个自私自利到极点的人，所以他宁愿水淹下游数万井人，也不愿意自己丢了乌纱帽。但在水利的管理上，他却又对穆才良真正的佩服。怎么就跪了呢？袁修德研磨提笔，重新写下了告文。他不愿意对下游的井人仁慈，但对于穆才良的一跪，他却是怎么也狠不下心来，因为那个人是穆才良。他袁修德只想要穆才良服他。不知先生去过多少地方了？实不相瞒，我这一辈子都待在这江边，没见识过外面的光景，倒是有些好奇。不能吧？周掌柜是开酒楼的，近边州府总是去过的吧？都是下面的人在做，我倒是想出门见见。年轻的时候想得厉害，可惜身无半个大子，寸步难行。再到后来就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不得不做起了营生。开了这酒楼，便一刻都没有闲过。若是没有那几两碎银挡在面前，周掌柜还会想出去吗？如今是不会了，待得越久，便越舍不得这儿了。到了周掌柜这般年纪，应该想的都是安稳的吧？是啊，这人呢，每年想的都不一样，今年这样，明年那样，一段日子错过一件事。如今想想，便也没觉得有多可惜了。若是往日再临此地，宁某再提一尾红鱼，再与周掌柜对酒闲谈，一言为定。年纪轻轻便走过这么多地方，真好。欲买桂花同载酒，但也无妨。宁某便送你一场大梦。就如先生所言，那天夜里，周掌柜做了一场大梦。他见了上京，见了西萧，去了南方以南，到了北方以北，万里山河，江河湖海，亦是尽收眼底。又来了吗？好在此番不曾留下什么没有解决的事情，只是那身外化身，只有下次醒来的时候再炼制了。宁凡回了流云关之后，便开始闭关。城隍和墨渊见此状，也不敢多打扰。但在黄昏日落之时，墨渊再次来到后院，却是没有见到先生的身影。先生又不见了，要不然我们去找找先生。你要是找得到，这个大哥你来当。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先生他估计好一阵子都不会回来了。袁修德，你干什么吃的？监军息怒，原定的开闸时日便是明日正午，文书已经发了，没有撤回的道理。你竟敢拿这样的话搪塞本监军，速去开闸放水！我告诉你，王上对于这件事很不满，你要是还想活，便速去开闸放水。文书已经发了，你官印在我这里，就算是监军，依然没有办法管开闸放水的事。来人，请监军大人下去歇歇。袁修德，我告诉你，今日不开闸放水，你就等着掉西瓜吧你！在袁修德看来，这件事顶了天，他也不过是降一级的事，因为这上游虽然起水，但却也不算严重。在他看来，若是能让穆才良对他服气，比什么都要值。兴隆5年6月初2正午，一刻不早，一刻不晚，开闸放水。穆才良，本官仁至义尽了。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他真的没有提前开闸。总督大人，总督大人，下游那边人已经走完了。是什么人做的？那群人训练有素，从一开始就封锁了消息，不像是寻常民妇，恐怕这次是难逃一劫了。一股叛军将那流民尽数收编，仅是一日之间，这伙叛军便攻下了同顺府衙门，立竿而起。这件事很快便传到了上京，赵祯一怒之下，便将袁修德打入了大牢之中，不日问斩。袁修德被抄了家，在第3日被推上了行刑场。袁修德跪在那台上，他的目光扫过许多人，最后落在了人群之中的穆才良身上。我袁修德瞧不起所有人，但我还是想问你一句，这一次你服不服本官？穆才良张了张口，他望着袁修德，忽然间觉得此人好像与他曾经所识很不相同。他眼中浑浊，闭上了双眸，道了一字：服。能让你穆才良服我一次，袁某这辈子值了。有人说他袁修德聪明了一世，却犯了一时糊涂。可是，当真是犯了一时糊涂吗？咱们这一路上都没怎么停下过，倒不如就在此地歇歇脚，趁着这个空子，我也可以教他们点医术，学点东西，也能多一口饭吃。我觉得不错。些许言语之间，他们便在这里住了下来。当年边关战败后，此地遭遇劫掠，江坊中31个孩童藏进地窖中，才逃过一劫。这群孩子没了爹娘过后，便相依为命。他们给自己又取了名字，从1排到31，便这么喊：大哥、17弟、18妹。他们在这里待了大概2个月，同时换教了他们一些药理与基本的医术常识。虽说这些东西治不了什么疑难杂症，但对付一些简单的病症还是可以的。临行之时，童之焕将一本笔记留在了这里，交给了那些孩子。师父师娘，都回去吧，往后还会再见的。都
都起来吧，以后有出息了，肯定还能再见到师傅师娘的。真有点舍不得啊。人各有命，往后的命运当由自己做主。这是宁先生教会我的第一个道理，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呢。接下来去哪里呢？不妨去西郊瞧瞧。都行，你去哪我就去哪。迎着那落日余晖，身下的马儿慢慢往西走去。云姐姐，你不跟我一块出去看看吗？我就不去了，你去外面玩要多加小心，别被外面的妖怪吃了。这钱给你当做盘缠，不可以再偷东西，酒你也少喝，会误了事情。谢谢云姐姐，不过云姐姐真的不去吗？你在这待了这么久，不会腻吗？我呀，是为了等那个人嘛。性命的很厉害吗？云姐姐这样好的人都要等着她，应该很厉害吧。好了好了，去吧，哪天回来了记得给姐姐带些好吃的，到时候云姐姐请我喝酒。好，一言为定。于红锦离开了藕莲坊，仅是一夜之间，那坊外的莲池像是缺失了什么一般，应是些许灵气。想来他也不单单是一条红鱼。于红锦顺着大江一路往前去，见识了不少人与事，还见识了这江里的许多妖怪。通天江里作恶多端的水妖少见得很，听他们说是因为龙宫太子在管着，谁都不敢作恶，故而红锦也能这般一帆风顺。此地乃是无下辖之地，外妖不得入内。下辖之地，吾乃东陵房阴司城隍，阁下请回吧，此地不纳外妖。你城隍，你自己信吗？虽然我也不想的，但是我的确就是。那就当你是吧。你好像有些看不起我。你可以把好像和有些去掉。气杀我也，好歹我曾经也是一方大妖，如今连条鱼都看不起我，真是气杀我也。好像闯进坊间的妖怪，似乎也归城隍管。你想干什么？小小鱼妖胆敢面试我，怎么也得让你吃点苦头。我告诉你，我师父可是宁凡，你要是敢欺负我，等他来了你就完蛋了。你师父是谁？姓宁的这么好用的吗？我师父便是大名鼎鼎的宁凡，宁先生，怕了吧？宁凡又是宁凡，不说还好，说了反而更想打他了。若是真揍一顿，怕是也不太好。这红鱼要真是宁凡的徒弟呢，那不是完犊子了？滚！东陵坊不纳外妖，滚蛋！等我再厉害一些了，早晚回来报这一脚之仇。后来事情就变得不同了。于红锦一旦遇上什么麻烦事，便将宁凡的名字搬出来，时灵时不灵。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也因此得了不少好的待遇。混得最好的一次，便是一位龙宫的太子找上了他，带着他吃了不少好吃的玩意，走的时候还送了许多东西。我怎么不知道宁先生收了个鱼妖当徒弟？我乃宁先生座下黑龙大将军兼流云观左门神，跟了宁先生这么多年，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宁先生收过谁做徒弟。你是何方妖孽，竟敢假借宁先生之名如实招来？错了。于红锦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惹上一条黑龙。自那往后，墨渊身后便多了一个红衣小姑娘。小姑娘脸上满是不乐意，但却又不敢跑，一路上还得听墨渊的唠叨。她忽然间觉得外面一点都不好了。我好想回去，唉，会被吃掉的吧？酒，我的了。怎么可以这样？你堂堂真龙，难不成还差这点酒要来抢我的？我就喜欢抢别人的东西，你不服？你哭大声点，我听不见。不错，我很满意，继续保持。你赔我的酒，赔我的酒。我就不，你哭得越大声，我越高兴，哈哈哈。岁月辗转，一晃又是3年。这3年里，人间又起了许多风浪，平静了些许岁月的大江再一次起了叛乱，且不同于往日，着实有趣。你说鬼是何人？不知王上可还记得那一年火烧安庆？你是说，果真是野火烧不尽？王上，老奴可否多一句嘴？说，这3年来，王上屡次派兵南下镇压叛军，每次派遣的兵力都远胜于叛军，但结果却是屡次失利。这件事是否有些太过蹊跷了？你认为是何原因？老奴不敢妄言。准你无罪。恐怕跟庆伯侯有关。此事休得再提。是。倒是可以去南域看看了。你我都是读一个渊字，也算有缘。不过按照辈分的话，我应该算是你的长辈。既然是长辈，那怎么也得送你点好东西。这么大气，一出手就是300年功德。之前我听宁先生说，墨龙是渡了5次天劫才化形成龙的。应渊可否向墨龙请教一下关于渡劫的事？
那就有的说了。说起这个墨渊就来劲了，毕竟这是他最值得吹嘘的事情。这一说就没完了，从早间一直讲到了入夜。应渊听得面色发苦，而那流云观垂脊上矗立的城隍，也是被那一阵唠叨吵得没法安心修行。而一路被带回来的于红锦，则是轻车熟路的堵上了耳朵，一句话都不想听。到了晚上的时候，应渊灰溜溜的逃了，也不敢再提什么请教经验的话了。他原本还打算留在观中等待宁先生的，见识了墨渊的本事之后，便在秋月坊中找了处凡人客栈歇了歇脚，想着宁先生不回来，他是不会再上山去的。这一个个的都是怎么了？姑娘止步，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小女并非有意冒犯，还望恕罪。早年小女曾与一位先生相识，不成想那位先生匆匆而别，如今听闻他正在此地，故而想前来拜访。如有冒犯，小女这便离去。你认得宁先生？小女弦月，曾与宁先生有过几面之缘。进来吧。是你？弦月见过红鱼。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是童医师告诉我的。那是谁？那是德国先生传法的人，不像你这个假徒弟。假徒弟？他成天打着宁先生的名号招摇撞骗，连龙宫的二太子都敢骗，后来就被我抓到了。连我都只是个看门的，宁先生的徒弟哪里会是像你这个样子？我怎么了？我不比你强吗？你一天嘴巴跟流水似的，烦都烦死人了。我要是宁先生，肯定一棒子敲死你。你最近长本事了啊，敢跟我吼了？不是，这是哪里的话？我就是条小红鱼，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弦月姑娘怎么认识宁先生的？什么时候的事啊？那是什么时候嘎的？嘎多久了？吃了吗？原来是公主啊，那岂不是说宝贝很多？那什么不知都有什么宝啊？实在是唐突，忘了你已经嘎了。一开始弦月还觉得这场景挺温馨的，墨渊一连串问句直接给他整不会了，唠唠叨叨说了一大堆，弦月竟是发现自己跟不上墨渊说话的速度，话实在是太多了。最近来了不少人啊，大概是因为先生要回来了。应该还有人会来。谁？之前你不在道观，有一行人来拜访过宁先生，只可惜先生那时候不在道观，我便让他们再等2年，到了人间要入夏的时候再来。是清渊云府的人。你说是谁？清渊云府。我可太喜欢云府了。家主，要不然我们改天过来吧。怎么了？因为刚说你们就来了，快请快请。见过真龙，那个我们府上还有些事尚未处理，所以路途遥远，你们一路上也辛苦，还是先进来喝口茶水再走吧。那就多谢真龙一番好意了。快请快请。进来了啊，进门费成会1人100年功德。我就知道这独子一肚子坏水。那个100年是不是太多了？能不能？也是，生意嘛，一般都会讲价。是啊，如果换作是抢的话，那是不是就不用讲价了？转眼都兴隆8年了。恭迎宁先生归山。恭迎宁先生归山。何时这般热闹了？原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介闲散之人，不成想记得宁某的人竟有如此之多。各位好久不见，上酒。不知宁先生可在观中？茂某特来讨口酒喝。老城隍这是闻着味儿来的，快请快请。许久不见宁先生，倒是有些想念。一猜便是秋月酿。是即宁某独好这一位秋月。世上好酒难入先生法眼，唯有一位红尘胜过100味，妙哉妙哉。今日不论恩与情，坐下喝酒便是。宁某敬诸位。敬宁先生。喝酒喝酒。觥筹交错间，向来安静的流云观这一次却是热闹了起来。这满院子的来客互相之间或许并不相识，但却能因宁先生一人齐聚于此，无座无杯亦无酒菜，但亦能毫不介意。热闹在于先生，清静亦在于先生。城隍心中想着，宁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或许便与那道法一般，玄之又玄，且又奇妙无比。这位前辈不仅道行颇深，且还有海纳百川之心胸，着实让人佩服。众人一堂，聊起了许多事情。宁某是何时与你相识的来着？应该是天顺24年，我偷闯藏书阁与先生碰上了。那时候弦月还以为先生是位江湖中人，再见之时便是景末，应当是天顺31年。那年先生来了上京，先生走后第2年，大景便亡国了。这般算下来已有10年未见了，这岁月沧桑，当真是快得厉害。按理说你应当入了轮回才是，为何会一直留在人间？此事就有些说来话长了。
当年皇兄随父皇太一驾南域安庆府，而我也跟着去了。先生那年同我说阴阳两别，别再多生因果，而弦月却是没能做到，还望先恕罪。弦月姑娘插手了阳间之事。那年襄王火烧安庆府，我见先生曾经赠予常少卿的长刀，助我皇兄逃过了一劫。这可是大因果。想来你也是借着那柄刀才没有魂飞魄散的吧？正是，救了皇兄之后，多地阴差都在找我，好在是上京府城隍大人看在先生的面子上收留了我，这才有了容身之地。据我所知，前些年南域兴起了一股叛军，几年下来，兵力已至8万余人，其领头之人便是叶氏子弟穆飞。正是我皇兄。若是这般，弦月姑娘沾染的因果怕是就更大了。这些我都清楚的，弦月沾了因果，有负宁先生当年之恩，此番前来也是为了赔罪。此次过后，弦月自会将这一切都了结清楚。老城隍身处其位多年，若是这般因果，入了阴司会是如何？像弦月姑娘这般大因果，恐怕之后是入不得轮回了。若是入了阴司，还会身处极刑。而且，就弦月姑娘沾染的这段因果，恐怕不是寻常修士能帮得了的。那上京城隍恐怕是损失了不少功德香火。那岂不是没有办法了？不说此事了，这本就是弦月之过，结果如何，弦月一并承担。世事有因有果，其最终之难必由因出。弦月早便做好打算了，这是他逃不过的，也从未想过让人帮他。之后的众人都没再提这件事情，就算有想帮之心，也没有任何办法。那业力不是他们能沾染的。快到入夜的时候，众人陆续离去。云里在临走时本欲留下些许东西，作为上次为了刘云官的欠礼，但宁凡却并没有要，让其一并拿回去了。若有心思，便花在城隍身上吧。你们不欠宁某什么的。最终云里都没能将那些东西留下，只得与家主离去。一间道观，3两好友，一坛美酒，偷得浮生半日闲，这不是我一直想要的日子吗？往后可以多来拜访这位前辈。家主，我只是想做个闲散修士，就像宁先生这样的。先有那道行再说吧。自我父亲成为通天江龙君过后，便设下了江海大宴，每100年1夜。到时候通天江与荒海之中的许多水妖都会前来。此番亦是应父亲所托，来请宁先生。是什么时候？3年过后，原本都是定在初春，父亲他特意改到了入夏之时。龙君着实是客气了，既是这般，宁某便也没有不去的道理。3年后的江海大宴，宁某定当如约而至。如此应冤，便也能回去复命了。劳烦弦月姑娘随我来趟后院。你说宁先生会不会救他？兴许会吧。不妨打个赌。不赌。你怎么这么木头呢？是不跟你赌。什么话？什么话？大哥难不成还能坑小弟吗？亏我对你这么好，原来是这样想我的。那赌吧。这才对嘛，咱们就赌400年功德。50年吧，那400年是你送我的，是情分，不可以拿来赌的。那我问你，如果我想要回那400年功德，你还我吗？如果你要的话，多的50年我也能一并给你。我怎么有你这么笨的小弟？难道不该如此吗？那还赌吗？赌450年，不过我鸭先生会救他。可是你就鸭不救他如何？那好吧。日落西山，先生听他说完了这些年的经历，又问起了那把刀，后来又问了他的打算，只是故有相见的叙旧一般。他回望了一眼那后院，随即便迈步离开了道观。此一去便是几步苍凉。先生打算救他吗？他自己已有打算。这样吗？墨渊看着那山下远去的弦月，他本以为他来这里是为了求先生搭救的，如今看来似乎并不是这样。仔细想想，好像与宁先生相识的人都不一般，纵是凡人也从未有差的。我输你450年功德。城隍觉得奇怪，他不明白为何墨渊会输，这太不应该了。还缺一个顶，要不然再去老龙王那里一趟。热闹过后，刘云官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宁凡独自一人蹲坐在后院，琢磨着炼制身外化身这件事。罢了，借一抹黄昏之气成顶，想来也可用上一用。黄昏霞光，化而为顶。现，火来，长。果然啊，不是真火，终究是差了些许。也不一定非要自己有啊。3昧真火助我炼法。宣哪吒3太子，有劳3太子。还请先生放心。先生，我是已成。长1成火势，半个时辰后若下3成。领先生法旨。竟比我的龙息都要厉害。先生在做什么啊？一夜无话，关中火光冲天，
临近黎明之际，山中泛起了白雾，漂泊而来，入了关中。此刻已然不见火光，关中亦是尤为平静。宁仙，你不是宁先生？无需多想，只是身外化身罢了。真正的宁先生如今正在屋中。身外化身。真龙，这位是哪吒三太子。在下墨渊，渡劫化龙未有几载岁月，修为尚浅。你身上竟有5道天劫烙印，渡了5次天劫才得的走水之机，厉害！三太子曾死而后生，方才成道，你们二者都不容易，想来是有些共通之处。若非当年师尊相救，估计也就没有如今的哪吒了。相比起来，我比墨渊要顺上太多了。若换作是我，或许根本就撑不到第5道天劫。运气好罢了。说起来，先生身边的人我确实很少见，除了上次那个算卦的道士，便只是你了。不得不说，你能不惧天劫，连渡5次，这般定力非寻常之辈可及也。三太子过誉了。我极少能来这一趟，能与你相识也算缘分。我有一法名曰三昧真火，乃妖修大成内炼之火，今便传授于你。这样一来，先生往后需借真火炼丹炼物，便无需多费法力换我出来了。给你，你便拿着。多谢三太子，多谢先生。内生真火，竟有这样的法子。这三昧真火要想大成，绝非易事，还是得多下些心思才是。莫非昨夜便是此火？正是。大神通。去外面试试吧。宁某与三太子说些事情。宁某时常好奇，你与那莲花池的三太子真的不是同一人吗？难不成还有另一个哪吒吗？先生一直看着哪吒，可是有什么事要说？你从何处来？宁先生召而来。宁某说的是源自何处？若宁某不召你，你应当在何处？我在何处？我在何处？梦又在何处呢？这诸神敕令始终都没能有点线索。劳烦送我一趟，110根头发还不够到荒海吗？我只有你些许神念，敕令之术恐怕难以施展。听雨剑也在你手里，空有法力，去了怕回不来了，倒是有几分道理。麻烦走一遭。若是回不来，太清剑怎么办？到时候我应该会亲自去瞧瞧里面的。也好，届时我便将太清剑藏在那一戒中，你自己去取就好。有劳了。还有什么事？酒葫芦。一路顺风。如今有身外化身，倒是清闲了许多，正好去见见几位老朋友。客官里边请。又换掌柜了吗？如今我家掌柜姓费，若是放在旧景时候，这酒楼掌柜的则是姓张，就是不知道客官上次来是什么时候了。兴隆2年的时候，宁某来过一次，那时候你也在。哎呦，客官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时候太久了，如今小的也有些记不起来了，还望客官见谅。只是随口一说，没有怪你的意思。秋月酿可还有？着实不好意思，其他的酒尚且都还有余存，这秋月酿，劳烦小二去与你们掌柜说一声，就说有人来取那约定的来年之酒。费掌柜好久不见。客官可是让我好等啊，当初说着来年来取，这一转眼竟就过去了6年。是宁某来迟了。说起来，先生好像一点都没变啊。没变吗？只是模样没怎么变罢了。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先生此言在理，一转头这么些年，我这头上都起了白发，心思也没有当初那样缜密了。也不见得吧，掌柜不是还记得当初之事吗？说明也只是模样老了些许罢了。是，这秋月酿的酒方可是改良了。不曾，是河水不太一样了。前些年起水灾，虽然没有危及到秋月坊，但有些地方的河道却是被冲开了，汇进来过后，滋味就差了点。这事的确是没办法。若是这般，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先生见谅。记得上次来的时候，酒楼里好像没有这幅笔墨吧？先生当真是好记性，这幅字的确是后来挂上去的。酒楼的前掌柜招呼费某挂回去，说这幅字有神效。我起初还不信，谁知道挂回去之后，酒楼的生意好了许多，于是就再没有摘下来过了。说起来，先生好像与张掌柜是旧相识吧？的确，他最近如何了？他回来过后好像都不太顺，因为他本就是在边关捡回了一条命回来的，可如今又是乡人当道。他当初又是边关之君，回来之后他便只有改头换面，但是也因此丢了户籍。没了户籍，做事自然也处处碰壁。他
他为了不影响妻儿，平日里都只能与之装作不认识，只有做些散工，勉强吃口饭，过得并不算好。我记得他当初是将这酒楼卖给你的，按理说银钱应该都留给了妻儿，为何会过得这般潦倒？此事就说来话长了。当初之时，安宁县从上至下的官员皆是换了人，襄王平定叛乱过后，便让乡人为主。当初新上任的官差老爷查了秋月坊人员户籍，知晓张掌柜曾经是开酒楼的之后，便起了歹念，以其为救井之君为由抄了他家，致使他的妻儿只能靠着在坊间卖些炊饼勉强度日。我时常接济一些，才勉强凑合了这些年。就做得如此之绝，连一县之地都得换人为主。谁说不是呢？但如今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当初的时候，襄王挥刀南下，不知道杀了多少人，那刀光血影，人人自危，谁还敢有反抗的念头？便只能如此了。宁某先过去看看。掌柜的告辞。哎，好。鱼好钓吗？宁先生何时回来的？都这般潦倒了，怎么还有心思年年往山上送酒？先生都知道了。你也不笨，为何不到山上来寻我？就算我不在，墨渊也在关中，怎么也能给你讨回个公道来，又怎会落魄至此？宁先生恕罪，只是小六实在开不了这个口。老掌柜还在的时候，小六就欠下了先生解围之情。老掌柜亦受先生恩情，得一杯仙酒。莫公子他又对小妻有指点之恩，可我张小六却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连这恩情也还不上些许。你不欠宁某的，反而是宁某欠你。那账本上白纸黑字的写着宁某欠了你4两银子，如今是不想要了。这些年你便是靠着养些牲畜，钓几条鱼度日。没有，我替别人养着的。那木屋呢？可避风避雨吗？其实小六明白，若是说出来，宁先生一定会帮我。几年前我上山拜见，听莫公子说小妻他资质上佳，我便想着等有朝一日见到先生，希望先生能给他指一条明路。这情分只在分毫之间，我夫妇2人都已经做好了打算，苦也苦些，熬一熬便过来了。你怕有了这次，便没了下次？还望宁先生恕小六冒犯之罪。常言道仙缘难求，我张小六一无本事，二也不曾帮到先生什么，唯有些许酒水拿得出手。小妻有资质，我这个做爹爹的也希望他往后能有一番别样的天地。一桩一事皆有道理，我夫妻2人就算苦些，也不希望小妻埋没下去。小六求求你了，宁先生，你就不为自己想一想？不敢。何谓不敢？老掌柜当初便告诫过我，有些东西求是很难求来的，若是稍不留神，便彻底没了踪影。若是仅有这一次机会的话，还望先生留给小妻。宁凡从未想过张小六会这样跪在他的面前，在他看来，其实并不需要这些，他也是人，并不比这天下任何一人高上一等。他一直都将张小六视作故人，就如当初的老掌柜一般，可如今却让人觉得有些变了味了，就如同那秋月酿一般。宁某答应你了，不过此事却要另当别论。先生请讲。往后你需每日去到流云关上3炷香，再将上山的台阶尽数清扫一遍，10年为期，以此来换令郎一桩仙缘。小六，谢过先生大恩。明日你便让他到流云关来，不必再跪了。话音落下，他的身影也逐渐消散在这河边，仅是眨眼之间，便在张小六的目光之中消散而去。小六望着那空寂的江边，他明知这会让先生不悦，但还是想为儿子求得那道仙缘，纵使情分断绝，苦上一辈子，他亦不后悔。小六他的确是出息了，浮云有子意，落日故人情，是宁某想当然了。先生回来了啊！宁先生，那位3太子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厉害的神通，说送便送了。他不是人，是妖吗？竟连我都看不出来。也不是妖，那是这3昧真火乃是不凡神通，好生修行，届时与你那龙息相合，想来是威力不浅。这是自然。明早有一少年上山来，你让他在关中上3炷香，后来后院见我。是，先生。不是人也不是妖，和尚也不可能啊，还能是什么？还真是静得可怕。莫叔叔，是你啊！先生说会有个少年上山来，我当是谁呢？进来吧。莫叔叔，我爹让我上山来，也没说让我上来做什么，究竟是什么事啊？你不知道？神神秘秘的，我问了也没说。问我估计是找不到答案，你去后院问问先生便知晓了。我爹说让我上山之后听宁先生的话，可是我都还没见过那位先生。虽然时常听我爹提起，但是没见过，总是觉得生疏。见了就不生疏了。莫叔叔，不一块吗？我就不了。见过宁先生。叫什么名字？
叫小七，张小七。小七，宁某还以为是你的小名，不曾想竟是字。你阿爹倒是。阿爹他是有些不太会取名字，不过小七也挺好的，好念，好写。你阿爹曾经也是酒楼的掌柜，虽说没多说学识，但认识的人可不少。他可不是随便给你取的名字，说起来还跟你阿爷有关。阿爹以往倒是时常说起阿爷，还是好些年前的事了。你知道你阿爷叫什么吗？阿爹没说过。去上香的时候总是见过吧？见倒是见过，只不过那时候我岁数太小了，也不认字。后来阿爹卖了酒楼去了外面，那时候就叮嘱我不能去给阿爷上香。阿爹说，只有等我有出息了才能见阿爷。他是觉得丢了酒楼没脸再去见你阿爷了。所以阿爷到底叫什么？叫张武帝。你阿爹原本是没有姓的，只有小六这么个称谓。后来是你阿爷让他拜了祠堂，才有了姓。到了你这，便是七了。他是因为挂记你阿爷，所以才给你取了个这个字。原来是这样嘛。往前10余年，你阿爹倒是过得还算不错，只是那乱世害人，没了家业。不过好在是留下了一条命来。宁先生好像跟阿爹认识很久很久了。这倒是，虽然记不清有多少年月了，但当初认识你阿爹的时候，他还如你一般大。这么久了，也不对吧？可是宁先生明明看着很年轻啊，好像又不比我大几岁。只是看着年轻而已。其实想想，他要比你阿爷过得好上太多了，至少还有妻儿，不像你阿爷一般，暮年时才认的那么一个儿子。阿爹他过得不好，如今的确是不好。他告诉你上山来要面对什么吗？阿爹只是让我上山来。山在云下，云上却还有山。先生的意思是说云上还有山吗？可是我没看见有山啊，先生是不是眼花了？会看见的。无论是你阿爹还是你阿爷，宁某与他们认识这么多年，都从未求过我任何，但是你阿爹却跪下来求了我。阿爹是求了先生才让我上山来的。昨日我见了你爹，本想解决你阿爹如今之困境，但在二者之间，他却选了苦难，将那机会留给了你。你要明白，如今你上山的机会是如何来之不易。是什么事情？见那云上山。不要！阿爹，阿娘，这是哪里？云上山。云上山？真的有云上山？钟先生没有来，可是因为有所是缠身。此子根骨上家，切莫错过。仙鹤为你而来，可见云上山，祝你上青云。去了还能回来吗？也许还能回来。真的吗？如果我去了，阿爹阿娘该怎么办？一如往常。这样吗？我能下山去吗？可以。世人苦求不得，却又有人匆匆逃离。人间真是有趣至极。阿爹，阿爹，阿娘，阿娘，这是。吾儿见信如晤。阿爹不是个好爹爹，对不起你阿娘，更对不起你，害得你们这些年吃了这么些苦。不过好在你平平安安的长大了，这一切多亏了你娘。如今你也不小了，总归是要找到一条路的。阿爹为此求了宁先生，就是平日里我与你说起的那位先生，这是阿爹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阿爹我书读的不如你多，写不出那些好看的话，不过之前倒是听宁先生跟你阿爷喝酒时曾说起过一句，大丈夫当立鸿鹄之志，不可郁郁久居人下，握3尺之剑，取不世之功。阿爹阿娘走了，兴许以后都不会再回来了。这天下之大，寻个安身之地不难，不用担心我们。记得要听宁先生的话，那是世人都难以求得的一条路。已去，勿念，勿记。阿爹，阿娘，下一场雨也能凉快许多。怎么又回来了？不着急进去，过来坐会吧。你知道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要阿爹阿娘。这件事由不得你选，而且要想长生仙道，就必须要斩断前尘，过往云云抛之脑后。这是你阿爹阿娘早早便为你铺好的路，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世事难得两全之法，你阿爹为你做了最好的选择。什么是好，什么又是坏？不过问我，便将这一切都安排妥善，不给我选择的机会，就是好吗？你没得选。如你一般的人，我见过太多太多了。可事实上，你们的选择远不如那条安排好的路子。你想要反抗，
想要去争，那也得有这个实力。等你什么时候能无视这一切，你知去留，皆由你自己做主。要做到怎样的地步？什么地步？只要能做到与宁先生一般就足够了。年少的张小七一度以为做到与宁先生一般，应该不算一件很难的事，但在后来，他才发现宁先生这3个字的意义。回来了，去吧。张小七谢过宁先生。他见了那封书信，这样一来，兴许真的就难忘了。我明白，可是先生，人总归是有私心的，我也不是什么圣人，我也不想往后小七他真的彻底忘了他的阿爹阿娘。但愿他此去一帆风顺，就如先生所说一般，直上青云。自那往后，秋月坊便再没有了张小七。张武帝始终矗立在那秋月坊外的小山上，望着坊外的山路，而那张小六则是每日往返于此山之间，清早来此上3炷香，再一路下山，清扫那石阶上的杂草青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见过主上。老东西就是这么教你们藏身的吗？要跟着就藏好点，要么就别跟着。都离远点！还有你们这一身行头，是怕别人不知道你们是暗卫吗？都给本王换了。是，主上。一个个都是吃干饭的，不堪大用。统是惊了天上琼楼，惊了天上琼楼。好一个临江仙！不过为何没有落款？掌柜可知这幅画是何人所作？是温公子所作。可否带我去见见这位温公子？这当然可以。竟这般年轻。掌柜，这位是温公子，这位是买下您画的人，和800两银子。800两？你这画中山水甚得我心，800两不值一提。原是买的画中山水嘛？难不成少了？多了。若仅论山水，800两买上1000幅都足够了。那为何温公子是这般神色？这画最为重要的地方不在山水，而在于那画中的一抹虚影，还有那所题之字。温公子不妨与我仔细说说。那还是就寝时候的事。温义将曾经所见所闻一一道来，说起了那2位先生，又说起了那山中盗匪，还有那铜钱掠心一事。赵真听着，这故事说的玄之又玄，虽说他不太相信这些，但却听得又有些入迷。那故事中的先生的确很是不同。温公子所言有几分是真？都是我亲身所历，亲眼所见。当然，兄台若是不信的话，也可以当作是个故事听。此人或许真的遇上过那世外仙人。这位仁兄，在下路上方才在楼中见到此画，便挪不开眼了。可惜囊中羞涩，没能拍下，着实喜欢的厉害，所以冒昧前来。不知仁兄可否借我一观，只看一眼便足矣。有何不可？多谢仁兄。先生，你觉得我怎么样？尚可。谢过先生夸赞，只是比起3太子的3昧真火还差远了。这世上哪有一步登天之事，慢慢来，总是会有赶上的那一天的。借先生吉言。城隍先生，说起来，宁某一直有件事想问你。那时在西郊，你是如何能催动符箓，引动法力的？回先生是借的法力，借的。自始至终，妖力与法力难以相容，就算是以妖身借来法力，也不见得能催动符箓吧？按理说的确如此，只是城隍借的法力与寻常相比大不相同。只要法力足够精纯，那么城隍身为妖身便可随意催使。那又是何处来的法力？看我做什么？法力在那个玉瓶里面储存着。什么玉瓶？没有，哪来的玉瓶？别啊，宁先生，这可都是我的家底啊！二弟，你害我！我没有啊，是先生要问的。成真龙者都好收敛宝物吗？你说你收一些法器也就算了，为何凡间的金银琉璃都有这么大一堆？好看，宁某都没有你富。先生谬赞了，先生谬赞了。这些东西但凡有先生看得上眼的，拿去便是了。我的就是先生的。少打混。就是这个宝瓶。这玉瓶你从何处得来的？这是长者辞世之际交给我的，除此之外，还有一本百解符箓。我的符箓之术也是从里面学来的，只是后来被我弄丢了，只剩下这宝瓶。那位长辈说，这2样东西一直都传承在城隍一脉，视为长生天的禁忌，非死不可丢失。长生天并不是真的地方，城隍一脉里一直都有关于长生天的传说，就好像那佛门信徒口中的净土一般，并不真实存在，像是信仰。早年间城隍一脉还未决然之时，我就时常听长辈说起长生天来，那里只有生没有死，无人为长生而痴狂，祥和安宁。可这玉瓶与你说的百解符箓似乎与长生并没有任何关联。我也觉得奇怪，你们城隍一脉就不曾留下过一些相关的技术吗？
在那些岁月里，族人都是奔波不停的，为了躲避追捕与袭杀，就算有过技术，估计也在光阴长河中消失了。禁忌之物又是何意呢？既是禁忌，却又为何没有半点邪气？这玉瓶中的法力竟没有一丝杂质，能炼化出这等法力的人，恐怕非同小可。白解符箓虽然丢了，但你也是看过的，可有发现什么不同寻常之处？那白解符箓里都是一些晦涩的符箓符文以及相关的技术，除此之外，半点多余的话都没有。符箓上限不高，多数道法符箓都是用作消耗品，用作打杀或是逃命。虽然也有借符箓布置阵法的，但却又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与法力，长久之下便没落了。其中有上古时的符箓图册，是有的，只是那符文太过繁琐晦涩，我一直都学不会，也画不出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符阵的技术，那些就更加难以理解了。关键是你居然丢了，这样的宝贝你也能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年只顾着逃命，这些全都抛之脑后了。这般看来，这白解符箓的确是一本厉害的法门。这玉瓶就先留在宁某这里，宁某先看看，到时候还你，如何？先生留着便是。你之前将这玉瓶递给我的时候，可不是像刚才那样说的。先生会还我的。你的意思是我墨渊不会还你呗？当然不是，莫大哥，你什么时候借过东西了？不都是用抢的吗？好，这样说我是吧？从现在开始3个月不能跟我讲话。还有这好事？陆公子是看山水还是看人？自然是看山水。如今话一出手，便与温某无关了。如果真如温公子所说，此话乃是预先而作，那为何如今却要卖掉呢？当年战乱，家中也因此受了些波折，如今柴米油盐皆不便宜，此番也是无奈之举。原来如此，话已过手，便不多留了，告辞。陆公子可还有事？敢问那画中之人，可是性命？你看样子是了。温公子丹青了得，那一笔惊了琼楼义士写得极好，我便代宁先生谢过温公子了。赵兴隆，赵兄特意在此等着我。你我都是明白这幅画有所不凡的人。方才那人问我们看山水还是看人，我二人前后不同，却答了同一个答案。既是眼光相同，何不同路而行？我欲南下，顺江入河，再至南方边域之地。赵兄顺路否？我之去处亦是如此，入河过后到偃县，再转陆路至安宁县，竟有8成顺路。同路而行。善。想当年我便是坐着这艘船北上的，一去数10年，如今再回来，这眼中光景真是大不一样了。经历了战乱，许多地方重修再造，自然有所不同了。这倒是，不过相比起当初的时候，天下倒是更加乱了。乱在何处？差异。以前有位高人与我说起过，国家之兴亡民生至关重要，但如今大乡为主8年之久，可这天下却仍旧是零零散散的。乡人瞧不起景人，景人便更不愿归纳了。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南北差异，北地乡人居多，南域以景人居多，这样一来，这家国便如分裂了一般，难以长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算愿意归纳，也不见得真心如何。5年前襄王几次平叛，杀了天下3成景人，造反之辈最终都难逃一死，杀到他们怕便不会有分裂之象了。我可听说几年前南域出现了一伙叛军，襄王派兵平叛，却吃了个大亏，翻不起风浪。关于赵兄说的以杀止杀，我不敢苟同。这天下江山并不是用杀就能稳固的，打天下当有旷世雄胆，在这一点上陆某佩服襄王，但守天下却要有仁善之心，就算是假仁假善亦可成事，在这一点上襄王却是做得一塌糊涂。景人行反逆之举也不是1日2日了，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才是安稳天下之策，否则日后必成大乱。杀得完吗？就算杀不完，也要杀到他们怕，铁甲长刀，封侯绝命，届时孤影难成双，天下便彻底太平了。赵兄话语之间虽说戾气极重，但却又不缺雄心。我二人各有己见，想来是谁都不会服谁的。那按你说，该如何做才对？有何意义呢？赵兄固执，若是不亲眼所见，怕是永远都只会遵循着自我。赵兄接下来去哪？往西南方，到安宁县，难不成你还顺路？我若是说顺呢？我之去处唤作秋月坊，赵兄可有耳闻？同一地，这样巧吗？兴许真是缘分使然呢。就当是吧。这2人怎么凑一块去了？当真有趣。这秋月坊当真是藏仙之地，就连坊间百姓都有所耳闻。兴许是吧。
墨渊开门迎客。二位，我家先生等候多时了，请吧。多谢。就仅少卿出自此处，连同着那口口声声说着长生的道人也提起过这里。这秋月坊到底是有何不同？还有，这关中当真有仙吗？敢问此地可有一位宁信先生？你应该宝贝很多吧？啊，过路费。你可知本？为何方才他进去你没收？没想起来。你当真是不怕嘎？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说不能进便不能进，你一个人间皇帝算什么东西？许你3分符箓契，我便让你过此门，如何？装神弄鬼。只要你应下，我便让你进去。赵某应下，你又能如何？好，多谢。哼，人皇符箓契的确不一样啊。若是师兄师妹都还在就好了。大先生，过来坐就好了，这里可是你的家，宁某才是外人，何必客气呢？你身为人皇不在西郊，好好待着，怎的来了大乡了？前些年先生途经西乡时与我说起师傅，知道过后我便一直想回来看看，只是那时候西乡太过混乱，抽不出空来。后的大先生指点，几年之间，西乡如今也说得上是太平了，这才抽出空回来一趟。有这心是好事，只是这样贸然前来于你而言恐怕不妥。若是身首异处，这天下估计又得乱了。大先生放心，我一路过来都很小心，不曾对外透露过半点。不过说来，半途上倒是遇到了一个人，姓赵，告诉我说叫做赵兴龙，想想便不是真名，只是这赵姓恐怕是不简单。但后来的事却又有些奇怪，此人好像也不是因我而来的。对了，他也来了，只不过方才好像被拦在门口了。他，大先生知道他是谁吗？不知道。不错，这倒是个清闲的地方。敢问可是此地关主？非也，此地关主早已仙逝，只是托宁某照看一二罢了。这位是宁先生，乃是山中隐士。原来如此，难怪看着不像道长，反而像是书生。也不是书生，不知居士上山来是为何事？求愿、祈福，还是算卦呢？算卦。居士想算些什么？不妨便算一算我想算什么。宁某算过的卦不少，但却从未收过银两。不过若是居士你的话，当是千金一卦。装神弄鬼，虽然不知你们是从何得知我的动向的，左右不过是亲伯侯让你来的吧？这样的小伎俩，你还是收起来吧。赵兄怕是想的有些多了。你莫非还信算命一说？宁先生在这关中已经待了很多年了，恐怕不是你口中所说的人。你怎知晓？我早年便来过这里拜访过这位先生，你恐怕真是搞错了。赵居士还算卦吗？算，千金一卦。暂时没有那么多现银，无碍，可以赊着。也好，到时候我差人给你送来便是。不过赵某就是想让你算算我想算什么，可否？宁某只算一卦，居士可要想好。你且慎重，这位先生可是算无不准，切莫儿戏。就算这个，你这人，陆兄不必再劝，赵某就想看看他能耍出什么把戏。就仅那司天监的玄天道人一时神棍，后来我派人将其吊嘎在了西市菜口，嘎向极惨。若是算不准，那么也会是这个下场。当真不换了？不换。那好，接着要如何？生辰八字，还是要滴血？都不用，居士想算的东西，宁某已然知晓了。那你倒是说说看，我想算什么？居士想算的是你身旁这位是何来历。宁某说的可对？你算我作何？你到底是如何算到的？这就不是居士该知道的了。此卦就算结了，一卦千金，居士可莫要忘了。赵某只是好奇，并未怀疑什么。我并非是因此而失望，而是因为赵兄你根本就不知晓自己错过了什么。再算一卦，我给你黄金万两。起初之时，我便问过居士你了，只此一卦，居士心中也明白的。你可知我是？此卦不算吧？若是按你所说，你这应该算是实心之术。算卦算的是命与心又何干？卦分几类，可知人心，可卜命数，可算天机。宁某既算到了你心中所想，如何不算是卦呢？宁先生的卦求不得，并非开口便有的，所以赵兄你也不必再看我了。若是我说这一卦我就是要算，你当如何？若是宁某不算，居士又会如何呢？依我看，便砸了你这道卦。宁先生他一时气愤，才说了这样的话，先生别往心里去。无碍。赵兄，你我也算生死之交，有些话就算是冒犯，我也得提醒你一句：这世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就算你有再大的本事，
就算是某一方的侯爷，还是天下的皇帝，一样也会遇到不能惹的人。若是再是这般失言，你若落到如何下场，我都不会再帮你说半句好话。方才是赵某冒犯了，赵兄这人是有些暴躁，先生莫怪。也莫牵扯陆兄，只是我脾气不好罢了。你二人相互维护，难不成是结拜的兄弟？还不曾，来时遭了贼人，陆兄仗义相助，我与他也算是生死之交。若是争论起来，倒是可以拜个兄弟。别，我若是有你这样的兄弟，说不准要惹上多少麻烦呢。若是真要拜个兄弟呢？我考虑考虑。此番过后，我带你见识见识。这倒是可以。大先生，不知师傅他老人家就在后山，庙中有香烛。不过你师傅他老人家爱吃桃子，倒是可以下山买些。我这便下山去买桃子。也罢，便随你一路吧。先生，这二人真是有趣。二弟，大哥给你看个好东西。你不是不让我跟你讲话吗？我是大哥，我说的算。瞧瞧这个福禄气运，这福禄气运怎么有些不太一样？这是人皇气运之一，当然不一样。一缕可抵得上常人千百缕，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什么好东西？哟，睡醒了。上次大醉一场，于洪锦睡了好些日子，墨渊懒得料理他，就给他扔进了井里。还真不一样哎，不过好像也没多少嘛。没多少？是没多少啊。原来你还是个宝啊。你抢不了的，我这福禄气运是天生便有的，只有我用得，你用不得，要不然你以为我会给你看啊？我觉得你或许还能再睡几日。不用，我自己跳进去。不错，都不用我动手了。你好像很喜欢欺负这红鱼。什么话？二弟你可不要乱说啊，我这是为了道观着想，我多调教他，让他在道观待久一点，流云观的气运说不定都会再上一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曾经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你从前是个道士，半入道的道士，后来师傅他老人家觉得我们待在山上是埋没了我们，便把我跟师兄妹都赶下了山去。据我所知，那玄天道士也是自这流云关走出来的。正是我师叔。当年祖师仙事过后，我两位师叔都下了山去，只有我师父留在山上继任观主，而我跟师兄妹们则是师父从山下收养来的孩子。那年的雪真的太大了，险些就没活过来。不过说起我那师叔，他也是自作孽。那炼丹一道本就是蛊惑人心的，实则乃是毒丹，早晚有这一劫的。陆兄看得明白就好。你呢？你既姓赵，出行又有这般多暗卫跟随，恐怕不是寻常的皇亲吧？先前你又说起倾国侯，莫非你是位侯爷？正是。兴隆二字也是假的吧？永定侯道全。这般说来，那就对了。传闻永定侯与倾国侯自来都不对付，暗地里也有不少摩擦。照你看来，杀你的是倾国侯，他跟你到底有何仇怨，竟要挥出屠刀？若是被人察觉，恐怕是大罪吧？因为封地的事情，都是些往事了，不提也罢。也好，不妨你与我说说方才那人。宁先生。不错。赵兄为何南下来此？玄天道士嘎前曾说起过长生仙，且还提起秋月坊与一位宁先生。原来赵兄是知晓宁先生的。的确，不过赵某见过之后，确实有些失望。失望？其实我自来都不信这些鬼神卜算之说。虽说这位宁先生的确算准了我心中所想，但赵某见过太多能人异士了，能察言观色识人心念的人并不少见。赵某不信他真的是算到的。不信也罢，赵兄如今已然错过了，说什么都晚了。前面便是秋月坊了，我去买2个桃子。师傅他老人生前喜欢吃桃子，可那时候关里面穷，一年只能买1回，每次去师傅都会一直与商贩周旋，为了买到最大最甜的桃子，甚至能等到日落收摊的时候。可就算如此，师傅也都是吃的最差的桃子，好的都留给了我们。领师大善。我也这样觉得。徒儿不孝，晚来了些许时日，未能给师傅守灵尽孝，实为不该。商路口中尽是歉意，随后又说起了当年的光景，总有说不完的话。赵真站得远远的，不曾去打扰，生死之间的话语是如何都不能去听的。他们师兄妹几人皆是心念至诚，只可惜这世道苍凉，眨眼便是阴阳两隔。比起这个，我反倒有些好奇，为何你能这样让他信服？在赵某看来，他应该是个明智之人，却偏偏信了你的信口雌黄。襄王很好奇吗？你既身处大襄，怎么说也应当喊本王一声王上才是，而不是襄王。宁某并非此间之人，便不必尊呼王上。哼，本王向来不喜多管闲事，但他救了本王一命，本王如何也不能让他误信奸人。
当年也有一位人皇在宁某面前出言不逊，甚至还想提剑斩杀宁某，不料他一剑便断了3成国运。你若真有这般能耐，又何必窝在这一山一观？宁某乐意。本王看来是黔驴技穷吧。你说斩你一剑可断国运，本王倒是想试试。为何又放下了？早年本王曾在旧锦时的史书中见过一些奇怪之处，后来又听闻桃花剑仙，又从那玄天道士口中听说了一位宁信先生。你告诉本王，这世上真有仙吗？你不是已经亲眼所见了吗？自古多少帝王为长生仙道而折腰，身为人皇有这些的心思，其实也并不奇怪。真有人求道了吗？景帝半辈子痴迷于长生，可最后却险些被那玄天道士毒死。仙乡太祖沉迷巫蛊之术，不要数日，七窍生烟。所谓帝王长生，不过是取死之道罢了。既是这般，为何又要来问宁某呢？我为襄王，心在天下，所以然其为取死之道。但若为常人，我亦有私心，想知有还是没有。分出私心与天下，却当如此，所以有或没有都不重要了。为何不重要？若是有，你的私心会大于天吗？天下之中有天下，我的私心之中亦以天下为主。若是仙缘唾手可得，本王自当伸手。若是有如你一般的人，应为雄主。为何是如我一般的人，而不是我？因为这世道太过杂乱了，如今大襄之乱象，几乎是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叛军会不断兴起，一波接着一波，你就算用尽一生都不一定杀得完。你倒是与陆兄的看法相同，仁慈治世。可是那一心当真是仁政就能改变的吗？光是仁慈治世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只是因为叛乱的确是与民生有很大关联的。民生？早年宁某途径通天江，曾与一位旧景时的水河总督谈论起景人与乡人。显然景人的地位是远远低于乡人的，以至于新任的水河总督仅是为避免惹祸上身，从而想在没有撤离百姓的情况下开闸放水。数万景之命却只是被当作侃侃而谈，在这一点上的确是个差错。那数万人不仅没有遭受水灾，甚至于后来还成了叛军。论迹而言，他们该死，没淹死他们反倒可惜。而且若是本王对他们仁慈，叛军就不会再兴起吗？当然不是，只是立场不同罢了。若是有一日大襄国破家亡，你一样也会想着复兴家国，不分对与错，只是成王败寇。不错，正是成王败寇。往另一方面想，其实若是没有这么极端的行径，那么同顺府的叛军也不会这般崛起，甚至于说是一呼百应。这些人无孔不入，就算不从锦人中招纳兵马，也会从别的地方下手，所以到头来都会有这一场战事，这是肯定的。我赵祯从不惧任何，只怕没人敢跳出来闹。的确霸道。管他仁政还是霸道，这天下就需要我赵祯一般的人物，待本王扫灭了这旧锦余孽，挥刀便指西萧。届时天下一统，就算天下人都骂我残暴不仁，那史书之中也得记下一笔，是我赵祯统一了天下。他满怀着雄心壮志，这个年过半百的帝王，直到如今都不曾改变过自己的志向。世人说他残暴，说他不仁，说他不是一个好皇帝，可他却并不在意。刀剑所向的天下一统，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若是真能天下一统，那也不乏是件极好的事。你不是会算吗？若是真有陆兄说的这般厉害，这天下格局不都应该在你卜算之中吗？话是如此，但若是都知道了，那岂不是没意思了？你这人到如今还在说这些空话，就当是空话吧。天下一统，商路啊，还是有些嫩了。不知当这二人互相知晓对方的身份时，又会是怎样的一副局面？大先生，天色已晚，不妨就在山上留宿吧。可是你是主，我才是客。这流云关本就是你师父给你们留着的。赵祯本想下山去，可犹豫再三之后，还是与其留在了山上。黄昏时，你与大先生在聊些什么？一些小事。陆兄，你觉得这大襄当真没得救了吗？什么叫做没得救？襄王暴政，景人自危，故而叛军四处兴起，似野草一般烧之不尽。如今同顺府的叛军已有一定规模，这一次应当是大襄最难应对的了。若是能顺利度过此关，或许还有机会。之后软硬皆施，说不定能保下这天下太平。软硬皆施，我又何尝不想软硬皆施呢？可这太慢了，谁又知道我还能熬几年？不够啊！什么不够？在我看来，若是能天下一统，谁做皇帝不是做呢？如今西萧与大襄不分上下，想要一统是没可能的事。不过赵兄，你好歹也是皇亲，这话要是被襄王听见，怕是要掉脑袋吧？回去睡吧。这么晚了去哪啊？没，观里太闷了，我出去透透气。对，呵呵。去吧。我这就啊？我让你去啊，你不是要走吗？那
我可真走了呀。走，放心大胆的走。再也不见。你，哟，怎么回来了？为什么山下面全都是人？你猜？你早知道的对吧？你就是不想让我走。我可没有，你自己要跑回来的。我打不过。那不是你自己的事吗？你笑什么？我笑你。确定在这山上吗？对，小的是看着他们上山去的，之后便一直都没有下山，赵真必在其中。好，若是当真擒的赵贼，记你大功一件。所有将士听我号令，生擒山上所有人，捉得赵贼者赏100户，1000两银。保护主上，保护主上。夜已深了，莫要打扰先生休息。死人了。没死，只是晕过去了。不成啊，要是将这座山弄脏了，先生得怪罪我了，真是麻烦。龙雷真火，本命阳精，丹田火炽，两肾自温。我杀。全死了。山中尸首以及那数千余将士尽在这一道真火之下消散而去，似是无声无息之间。唯一活下来的，或许只有被墨渊震晕过去的2个暗卫了。你真的不怕受天谴吗？受便受吧，先生喜欢清静，这些不守规矩的人自然该由我来料理。因果沾在我身上，只要与先生无关便好。于红锦望着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何墨渊身为真龙，却仍旧死心塌地的在这一个破晓的道观看门，就连这天地之间的因果也乐意受着。书房中看书的宁凡收回了目光，他又想起了走水时求上门来的墨渊。虽说墨渊平时浪荡了一些，但在一些事上却从未出过差错。墨渊先生，往后喝退便是，惹上这些业力对你修行没有好处。弄得干净些，免得再生事端。先生放心，下次不会了。三昧真火修行的如何了？还是小成。谢宁先生赐法。还是多出去走走吧。你一个真龙，在这道观里做个门神像什么样子？先生不在的时候，时常会出去。这般大的桃树恐怕已有成百上千年了吧，倒是可惜了。多谢了。才长成的，还有点酸，过2日的才算是甜。这青桔太甜了，吃着会腻，有些酸味最好。是嘞，我先去上香了，就不陪莫公子闲说了。去吧。可是宁先生的客人不算，只是昨夜在此逗留而已。这样吗？为何给我？给便给了，又何须理由？谢了。你是香客？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我只是每日都要上山来敬香而已。何谓是又不是？受了先生大恩，所以往后10年我每日都会来此敬香，再清扫上山的台阶。这样说的话就不算是香客，可每次上香我皆是心中想着儿子在外平安，这样就算是香客了。10年，何种恩情竟能让你许下10年之久？大恩情，先不与你说了，这山下台阶甚多，一时半会怕是扫不干净。我的暗卫呢？死了。死了。青伯侯，你要是再多说2句，我就把你丢下山去。说闲事总是可以的吧？此人当真要扫上10年？10年算少了的，换作是其他人，扫上一辈子都没他这福气。是何种恩情？仙缘。怎么心动了？本王不信这个。你当自己称一声王，我就要给你几分面子吗？龙宫2太子来了，这都得对我毕恭毕敬的，你又算得了什么？话本故事里倒是常听龙宫一说，但也仅仅只是话本，唯有天子方才是真龙。这么说你很勇哦，你有几分胆气？本王若无胆气，又怎能破釜沉舟，取下大锦在平北邙？是吗？仙，这般胆量还自诩真龙，可笑之极。方才你说的仙缘可是真的？不，可是有事。
不，这人莫不是疯了？应该不是。宁先生，他为何要跑？应当是怕了吧？怕乱了心念。世间帝王苦求长生仙缘，唯独这赵真却是见了过后落荒而逃，着实有趣，也不知会不会再上山来。商路起来之时，道观里已然没有了赵真的身影。他有急事，便先行一步了。这样吗？坐吧。如今广称萧人，可见两族之间已经慢慢有了融合。朝堂之中也有了景人的身影，虽然也有许多非议，但这样的声音也在慢慢减少。估计再有个10年，两族差异应当就能完全消除了。商路将这些年所成之事一件一件地说与宁凡听，不仅是在族群之间，同时还有军事、农商以及教育各个方面都在逐渐完善补齐。数年之间，西萧已然变了模样。倒是让宁某没想到，你竟在几年之间完成了这么多事，这一件件都需力排众一方才能敲定，可见你是真的挺住了许多压力。这些年没有当初那般冒失了，成了皇帝之后，方才知道这位置究竟是多不好坐。坐在那龙椅之上，只有1分真我，9分皆是虚伪，唯有藏住心思，才斗得过那堂上百官。你是推举上位，在一些政策实施上，暗中估计也受了不少阻挠吧？是，沾了些不干净的手段，那几年嘎了不少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那赵真好战嗜杀，不过3年便将北莽平复。若是我再不快些，恐怕西萧也要成为他的盘中餐。到如今西萧强盛许多，再加上大襄境内兴起叛军，我这才抽出空回来这一趟。如今才是真正有了天子模样。大先生，其实我有点不想做皇帝了。觉得太过烦闷了吗？每天都是批阅不完的奏章，我甚至连练武的空子都抽不出来。百官又在催促着我完善后宫，各种各样的事堆积在案头，仅是这短短几年，我便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了。宁某也无法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这是你自己才能决定的事。大先生，若是我真的不做皇帝了，西萧会成为什么模样？那要看你自己了。天下并非离了皇帝便会分崩离析的，重要的在于那朝堂与百姓。若百官得力，民心所向，那么只需换一个资质尚可的人便能做得了的皇帝。可这样的结果就是皇帝只能被百官牵着鼻子走。百官倒是有几个可用之才，但更多数的却是不堪大用，到时候必会生出事端，朝堂动荡，天下也难以安定。当初在西萧见你之时，你也对那皇位侃侃而谈，如今索性便不想再做那个位置了。可这些年你却又全心全意地做了一个称职的皇帝，你可曾想过这些年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起初之时，我只是想眼中的光景变得好一些。当初在北漠受的那些苦难，不至于再现人间，黎民百姓都能够黎民百姓。其实当你口中念到这天下与百姓的时候，你的选择便已经显而易见了，不是吗？你莫不是一直在这山下站着吃吗？早些回去吧。一声响亮的巴掌拍在了他的脸上，赵真的眼中重复最初之时的狠色，抬起头来，便有天子威严。他将那青菊藏入了衣襟，随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前路漫漫，他也不会再回头看那座山。他明白自己将错过什么，但他却从未回头，也不敢回头。商路也走了，回了他的西萧。来得快，去得也快。此番回来，他一是为了师父，二就是为了问心。在得到答案过后，便不再多留。从此过后，也不再有那所谓的陆公子。世人求仙问道：王侯自在深宫，问仙人在哪？只见山高路远，尽是魑魅魍魉。其实哪来魑魅？唯见心念且长。世事有趣，各有不同。在那最后一抹余晖落下，宁凡的身影也化作沙粒，随着那一阵阵微风飘散而去。这一梦便又是3年。人世间多少事，又何尝不是黄粱一梦呢？我该走了。师傅，宁某不是你的师傅，往后见了谁都不要说宁某是你的师傅，记住了吗？为什么不能说师傅？师傅，太清回来了。跟你猜的一样。肉身呢？寂灭了，没能出得了那方天地。太清剑我留给了一个少年。少年，你自己看吧。在那一刻，宁凡的脑海之中多出了许多零星的记忆，那是玲珑之中所见。此地灵气匮乏，天地规则亦不完全，脚底所见便是一片荒凉之景，难见人烟。外边一日，或许这里面便是数个月，甚至于是数年之久。
张老头，这么快就扫完了？今个天色好，扫得快些。今个天气确实不错。话说，莫公子，宁先生是不是要回来了？好像是要到日子了。近些年倒是没人提醒我了。记得往年会有位姑娘来送蜜饯和荷花，这2年倒是不常来了。是那位云姑娘吧？对，就是她。之前倒是见到过几次，这些年好像的确是没来过了。她一介凡人，少有牵扯才好呢。不说了，我得下山打些酒去。前年那小红鱼把先生的酒都给偷喝光了，先生回来没酒喝可不行。好嘞。莫公子，来喝酒吗？我来打些酒。10坛子秋月酿，一会给我送流云观去。哎呦，莫公子，秋月酿库里只剩3、4坛了，就剩这些了。公子莫恼，实在是这酒卖得太好，年年到这个时候都剩不下多少了。3、4坛便3、4坛吧，给我抬上山去就好。得嘞，我这就叫人去。劳烦拿10坛子秋月酿送到流云观去。啊？怎么了，掌柜？方才也有人来，也说要10坛子秋月酿，也是送去流云观，可惜库里只有4坛子了，一并都卖给他了。方才来的人可是穿着一身黑衫，眸子瞧着很是让人不舒服。正是。我知道是谁了，那就不叨扰掌柜了。敢问费某可是认的客人？费掌柜，我姓童。童？哪个童？哎呀，你是童神医啊？是我，远走多年，沾了些风霜，掌柜没认出来也属正常。真是变了模样，跟以前大不同了。这位是童某的夫人。郎才女貌，郎才女貌啊！我儿可算是回来了。爹娘，这是桃。桃见过爹娘。你个臭小子，什么时候成的婚？还没成婚。还没？你让人姑娘陪你四处漂泊，吃这些苦头。爹，不是我。竹条子呢？说着他就要去取竹条子，也是桃和童母好言相劝，这才将童财政拦了下来。不干人事，挨骂了吧？我瞧着很是面熟啊。我家住流云观，多年前桃就见过二老了。家住流云观，你与宁先生？桃曾在宁先生座下打电道观，顺便替先生研磨。不得了啊！什么不得了？你这臭小子！啊！童财政也没解释，只是觉得自家儿子有福，前面的事他也就不多计较了，于是便说起了2人的婚事。此番同知换回来，其实也是想给桃姑娘一个名分。他知晓桃不需要这些，但他就是想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想了很久了。6月初2是个黄道吉日，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太仓促了？我会打电的很好的。那就6月初2吧。于是与童财政面露笑意，于是将手掌的镯子取了下来，送给了陶姑娘。童财政则是封了礼金，姑娘上门，没有礼金可不行。童之焕留在了家里，而陶姑娘则是被2老送回了流云观去。老一辈的规矩便是这般，既然婚事定了日子，那在此期间，他们2人便不得见面，唯有大婚才行。当天下午，童财政便去请了媒人，说好了日子，又问好了人家，再写下请帖，该请的一并都要请。童之焕的婚事也在几日之间便被秋月坊的百姓所知，甚至于还传到了相邻的坊镇之中。多年不见，你怎么话还是这么多啊？嘿，你们都出去玩去了，就我在这里守着道观，怪无聊的。现在就是抓到一个是一个了。这是我小弟德先生收留，在此修行。这是桃儿姑娘，院里这棵桃树曾经就是桃儿姑娘的真身。城隍见过桃儿前辈。不，我可不是前辈，我就是个扫院子的。就叫桃儿姑娘就好。那小子呢？没跟你一块回来？什么？你们要成婚？就在下月初2。不是，你们这……按照凡俗的规矩，往后你们可就是我娘家人了。他爹娘知道吗？还不知道，知焕他没让我说，想来也是不想2老担心。这倒是，不知道最好。我如今就是有些担心，到时候大婚拜堂。这有神。对了，按照凡俗成婚的礼数，届时需上拜天地，若是这般，恐生天地不满啊。是啊，但想来应当不会有什么事，天地应当也不会与我这个小妖计较。为什么会生天道不满？她要嫁人。我知道。笨，嫁的是人，懂不懂？她是妖。我这小弟一直都反应有些慢。他跟你倒是截然不同。方才桃儿姑娘说的，或许真要注意一下。在此之前，我就曾见过人妖成婚之事。当日拜天地时，外面便起雷光，天道也落下了一缕厄运。没过1年，那凡人女子便不幸夭折了。真有此事？这样的事，我也不止见过1次。若是这般，我岂不是害了他？这还不简单吗？请先生证婚不就好了？如果是先生的话，宁先生的道行到底有多深厚？天地也得给宁先生几分薄面，一桩婚事想来容易。
就算要了这么多的人命，都不足以完善这往生经吗？宁凡从记忆中知晓了分身在玲珑中的所闻所见，结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人，还从一个老和尚手里得到了一本名为《过去经》的东西。不过这段经历，他并不愿意再提及半分。于红锦，啊，你是不是又偷喝酒了？没有啊。你说说你，哪有小姑娘的样子？谁家小姑娘是个酒鬼啊？云姐姐，我不是小姑娘，我是妖精啊！下月初2，流云观的桃姑娘大婚，请我们过去吃酒。流云观啊，是不是跟宁先生有关？云姐姐真是去吃酒的吗？说什么呢你？我就知道，云姐姐就是想去见老情人。这都是谁教你的？小姑娘家的就不能学点好的？云姐姐，我不是小姑娘。那你是大姑娘，行了吧？哎呀，我不是，我是大妖精。大酒鬼还差不多。凡俗婚事你也这么了解？我年纪可比你大多了，知道的事当然比你多得多。话说我也算是娘家人，总是要给你置办些嫁妆的。一时半会我还真不知道送你们些什么好。你之前说嫁过去之后就不能经常回来了，凡俗里都说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可我怎么舍得这里啊？那些年道观还有些冷清，我时常去书阁里偷先生的书看，好多的东西都是我从书里瞧来的，好多人我也是在这里遇见的，我舍不得。你怕是想的有些多了，虽然凡俗里的规矩是这样的，但是你跟那小子真是凡俗里的人吗？无外乎是看你们二人如何想，不是什么事都要照着规矩办的。这样吗？这大半夜的，谁上山来了？先生。宁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前2日回来的。宁凡其实早间便醒了，只是闲着没事，在外面走了一圈，就耽搁到了晚上。进了道观之后，浮躁的心绪也慢慢平静了下来。对于宁凡而言，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让他觉得安逸了。先生，你瞧，三昧真火已经炼制大成了。3年大成，看起来你是真下了一番功夫。那能做先生的坐骑了吗？你怎么对坐骑这般执着？先前你不是说要看门吗？看久了也没意思啊。再说了，这不是有城隍吗？谁喊我？城隍见过宁先生。修为深厚了不少啊，你若再不赶快点，城隍都要赶上你了。我比起莫大哥还差远了。没多远了。先生喝茶。这茶还剩了许多吗？还有不少。宁某记得这茶叶还是当年那位店家送上山来的，那次他送完了便跑得没影了。他后来每年都会上山来送些，没个固定的日子，不过也只有头一次是见到了先生。另外偏房里还放了许多茶饼，都有些年头了。他如今怎样了？前年的时候他便没再上山送过茶了，我当时记得有这么个人，便下山去瞧过了。那官道上的茶肆也没再开了，后来打听了一番，才知晓他已经过世了。过世了吗？他似乎是叫李四方吧？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前些年去看过一眼，他家中留有一子，名曰李富贵，如今在兖县县衙当差，是个师爷，有一妻一女，妻子是位良家女子，各种操持都挺好的。女儿年岁还不过3、4，还是个小姑娘。你连人家妻子的操持都知道？他就是没事爱打听这些。先生，这不是刚好问起吗？我也没白打听，是不是？回头你将这3支香烛送过去，就说是故人在外难归，只得送来3支香烛，让其敬于其父灵位。先生，这香烛有何作用？平安香罢了。是吗？先生，桃有一事。是不是要成婚了？定在什么日子？6月初2。是个好日子，听见了吗？6月初2，这可是观里头一桩喜事，得好好准备准备。桃儿谢过先生。先生这次归来，似乎跟以往不太一样。3人望着宁凡的背影，若有所思。夜晚风雨，墨渊走了一趟兖县，送上了3支香烛。清早的时候，桃便扫起了院子。说起来，他也有好些年没扫过院子了。后悔了？也不是后悔，就是觉得可惜。往年这个时候都会结很多桃子，先生时常会摘下几个解渴。后来我成了妖，这桃树也枯死了。枯木亦会逢春，终有一日还会开花结果的。先生，这是打算出门？老龙王请宁某吃酒，你们2人去吗？可是应渊之前说的江海大宴。正是。那得去瞧瞧，听说老龙王出手也尤为阔绰，有不少好东西。这婚期将近，也不知赶不赶得上。就这2、3日，赶得上，放心便是。归丞相，宾客到了多少了？殿下，已经各路水妖到了，有9成有余，要来的应该都到场了。宁先生到了吗？
还未曾到来。殿下，不然让老龟我去请一请宁先生。再等个半个时辰吧。宁某正好去见一位故友，你们便先去龙宫吧。好。宁某求依宏伟见友，但愿不必久等。多谢。这都看出来了，这修士倒是有意思，明有道行，却非要用掉。一回功夫应该不打紧，父亲应该不会怪罪什么。这么肥的宏伟，这算是肥的吗？先生，这条宏伟鞘是何处来的？这般肥硕的，可是粘得得很。算小的了，宁某前些年前曾钓上过一条比这还肥的。还能有比这肥的？有的。你们家掌柜不在吗？回先生的话，掌柜的在后堂交代话呢，一会便回来了。那宁某便等等。先生喝酒还是喝茶？先不着急，我等你们家掌柜。先生是与我们家掌柜相识吗？只是有过一面之缘，好像也有些年头了，算下来都是6年之前的事了。那时候还是另一个伙计。6年之前啊，那还真是有些久了。小的之前倒是还有些个小二，听掌柜的说，以前钱塘那位伙计嘴上功夫了得，后来是那位伙计成婚换了活，才不得已换了人，一连换了几个，掌柜的都不满意，这才到了我这啊。这般看来，你也是有几分功夫的。先生哪里的话，小的也是讨口饭吃。先生，这是劳烦将这宏伟送去后堂处理了，再有一会怕是不新鲜了。小的这就去。好久不见啊，周掌柜。怎的了？是不是有6年了？是有这般岁月了，就好像是一眨眼似的。在后堂的时候我就该想到的，那样肥的宏伟，除了你没人能钓得到。走的时候便说好了的。若往后再来，宁某一样会提着一尾红鱼，再与周掌柜对酒闲谈。你瞧我这就去拿酒，这就去。这酒怕是你藏了好些年的吧？有些年头了，6年前的时候就该开的，先生没喝着，真是可惜了。那这下宁某有口福了，滋味非凡。今日便是这一坛，甚好。干。当初先生一走，我以为此生都再难相见了。总有再会之期的。梦里我见过了那大河山川上京盛世，当初之时都未能谢郭先生圆我少时一梦。先生别瞧我这般冷静，实则我心里已经乱如麻绳。我掌柜的不必如此，你我当初萍水相逢，你说1两银子买得来这宏伟鞘，却买不来这几分情。说来是这人情，你我既为故友，故友相见，应把酒言欢，又何必拘泥于这般繁文缛节？我自罚100。那可不行，这般好酒可不能叫你一个人喝光了。先生请。这6年之间，想来先生去了许多地方吧？倒也没走很远，不过前些年倒是瞧了一花一叶。一花一叶，何种花叶，竟让先生这般惦记？宁某一时也说不上来，但却尤为璀璨。先生自由随性，让人好生羡慕。宁某倒是想如你一般开个酒楼，人来人往的热闹得很。原来先生是这样想的吗？当真与那话本传说之中的大不相同。话本里面的多无趣，唯有人间烟火气才是最抚人心。好一个人间烟火气！客官且稍等片刻，我去唤小二过来。这前堂空旷得很，我可否与2位凑上一桌？这个兄台今日不忙？忙，不过有几位兄弟帮衬着，我就偷了个闲。且坐吧，不过这酒可没多少，只得分你1碗，就当是还你的鱼了。先生怎能这般小气？不成回头我请你喝更好的酒便是了。不成，在宁某看来，那酒也不见得有这好。先生说笑的吧？2位可是相识？现在认识了。先生莫不是唬我？这酒哪里好了？世上自有好酒，可在宁某看来，再好的酒一个人喝，终究是觉得无味。但若是故人在前，饮酒相谈，那么就算是1碗醪糟，宁某都觉得滋味非凡。咱们喝，他不识货。宁凡便与周掌柜闲聊了起来，并没有在意一张桌子上的坐着的应天泽，他就好像是一个局外人。这样说倒也不对，他本来就是个局外人。先生，您这朋友不必在意，他一向大气。对，你们聊。吃鱼，又是享了先生的福了。不尝尝？方才你不是那1碗酒吗？玩笑话你也信？那就多谢了。应天则望着那话语不停的宁凡，而那对面却是坐着一个凡人，凡俗的不能再凡俗的俗人。更让他觉得不对的，则是他们所聊的东西。起初倒是说着江河浩瀚，后来却是扯起了家长里短。但就算如此，宁凡却依旧能与那掌柜说个不停，这哪里是个修士该有的样子？再过几年我就老了，要是先生不嫌弃，我就把这酒楼送你了。你怕不是喝醉了再说胡话？我说真的，先生不是说往后想开个酒楼吗？我这不是现成的吗？
我老了，不中用了。除了这酒楼，我这些年可攒下不少家底，那些就留给后辈了。你要真给我，我也不敢要，要不然小辈们可得说我臭不要脸了。他们不敢。敢问仁兄贵姓？姓广，字天泽。你是宁先生的朋友，自然也是我的朋友。来来来，喝酒喝酒。凡所里的事，兴许比你们那要有意思的多。今日高兴，喝多了，喝多了，别跟我一般计较。怎会？你瞧着年轻几岁，我便托大称你一声贤弟，可好？贤弟便贤弟，贤弟可曾婚配？暂无，暂无，还早。那不成，贤弟我与你说，这人生在世，难免会有不如意的事，但也不能想着有了家室便没了自在。等老了走不动了，那时候可就苦了。我年少时觉得什么都不是，到了如今再一回想才晓得，有时候错过的东西，或许会以另一方式圆满回来。可见啊，有时候错的事也并不一定全错。他醉了，这就是你说的人间烟火气。算也不算，等你下次再来这里，再见到他的时候，或许又会觉得有所不同。怎么个不同法？等你再来的时候就知晓了。那个年少时欲去远方的掌柜再度做了一场大梦，但不同的是，这一次梦中却不再是远方，而是一处小院的桃花树下，又有妻儿在侧，人生圆满。我听闻有一类修士，以红尘为修行，明悟己身，悟得大道。你是这般吗？偶尔在红尘，但也时常不在，只是喜好红尘而已，并非是为了修行。的确不同于寻常修士，可见我眼光的确毒辣。可没有这般自卖自夸的。我向来都是这般，随性洒脱是好事。不好，随性者难以得悟，悟修法三门缺一不可。我便是自由散漫惯了，才致使被家中兄弟追上。这般说来，你是最大的那位喽。明明知道，还要多问。宁某不知道。你这人知道也非要装不知道，瞧你这样就是心思极重之人。若真是心思重，我便不会这么说了。好像也有几分道理。可曾听过江海大宴？略有耳闻。今日四海五湖的水妖皆去了龙宫，想来便是这江海大宴。正是。你怕不怕？若是不怕，我倒是可以带你去玩上一玩。宁某倒是很想见识见识。好，放心便是，我会护你周全。或许也不必如此。你不明白，这四海五湖的水妖各有各的性子，总有几个碍眼的。你本就是人，若是惹上麻烦，可是很难脱身的。是吗？得抓紧了，一会就得开宴了。走。糟了，晚了一步，这门恐怕是进不去了。那该如何是好？跟我走就好，我自小在这长大，一些暗道我还是知晓的。你不是聋子吗？怎么跑到宾客之席上了？你不懂，我若是去了里面，今日恐怕就会被百般刁难。父亲总是拿我跟二弟和三妹相比，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你这大太子做的还真是没地位。你瞧，你就是知道，你坐着这里就不怕别的水妖认出来吗？不会，没几个水妖见过我，而且大多数甚至都以为龙宫没有大太子。愣着做什么？这一桌子酒菜可别浪费了，我是吃腻了，你倒是可以尝个鲜。那宁某便不客气了。今日难得一聚，本君也便不多话了，都吃好喝好，事后咱们再叙旧情。龙君请。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你是不是想说冤家路窄？你抢我话。咦，怎么几年不见，你好像没什么长进啊？你长进了，还不错，所以你现在打得过我了。你以往打不过我，现在不也一样打不过我？所以跟没长进有区别吗？当然有。我觉得没有。你不跟你说了，说不过我罢了。还是先想想先生去了何处吧。龙君身旁的位置是留给谁的？之前不都是龙鱼坐那个位置吗？不知，往年好像也没这个位置。爹，那个位置是给谁留着的？我瞧他们都有些好奇呢。是你一位叔叔。叔叔？何时有的叔叔？那位叔叔如今在？他来了，只是没进来而已。父亲，先生他何时来的？为何我一直不曾见他人？他此时正在外堂呢，跟你大哥混在一起。大哥，去让你那不成器的大哥进来吧。不过若是宁先生想再玩一玩，便先让他们再待一会就好了。荒海里的大妖一个个嗜血成性，在那样一个没规矩的地方，四处皆是杀机，藏得极深。之前那次也是随我父亲去望了一眼，当真是记忆犹新。荒海之事，宁某倒也略有耳闻，尤其是修士，甚至于敢于遇见海上的都少之又少。太过广袤了，这荒海一眼望不到头，还有许多不曾探寻过的地域，千奇百怪的水妖数不胜数，甚至还有上古遗留至今的存在。他怎么出来了？
挡着我些，若是被瞧见，恐怕又得被拉进去挨骂了。你就这样怕？我爹那个脾气，谁不知晓啊？总之你挡着我点。哟，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原来是二弟啊！里面太吵了，我就在这吃点，就不进去凑热闹了。父亲在寻你。平日里我不在，不是也没事吗？今日怎么？今日来的都是各路妖王，父亲大概就是想你多认识认识。有你在不是就行了吗？哎，还是你去吧。对了，这位是我方才结识的朋友，是位人间修士，我带他来的，不是外人。宁某见过二太子。不敢。二太子客气了。宁某与大太子闲聊几句，应该不碍事吧？不碍事，不过父亲让我请大哥进去，这一会宁某便与大太子一同进殿，二太子放心便是。如此便好，那应渊就不多叨扰了。是不是该解释解释？龙君让咱们进去。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我这二弟对你这般恭敬？宁某只是往年跟龙君有些交情，并非是什么受人尊敬的存在。你姓宁，不是之前便知道了吗？但是你没有说是哪个宁啊？不都一样吗？不是，我见过宁先生。可别，宁某说不定岁数都还没你大呢。宁先生，你瞒得我好苦啊。你也没问啊，而且你一开始不也说自己姓广吗？宁先生，我错了。宁某又没怪你，还是像之前一样坐着喝点酒吧，一会可就得进去了，到时候你说不定就没机会喝酒了。方才说到哪了？说到欢海了。咱们继续。这宁先生，宁先生既然能跟大哥在一块，或许也能有所机缘。你大哥太过胡闹了，不见得会有这份机缘，就算是有，那也是以后的事了。大哥他就是太贪玩了。贪玩倒是无碍，好在是品行不差。宁先生，之前的事还望宁先生千万别跟我爹说，不然我怕是活不成了。哪有这么严重？宁先生先答应我。放心便是。挺直了腰，拿出你大太子的气势来。你不妨想想你爹平日里是如何威严的。我爹，你走前我走后，宁某是客，你是主。不是，宁先生，这不合适吧？我哪敢啊！让你走你就走。这是大太子，变化极大啊！大哥今日尤为不同啊。你不是很想见宁先生吗？大哥身后的便是宁先生了。好像很平常啊。笨，是宁先生故意让着大哥的。二哥，哈哈，总算是有点样子了。五儿，快来此处落座。快去吧。宁先生，这是要坐到哪去？老龙，我可是给你留好了位置的。龙君这是想宁某出风头啊。宁先生之名早已贯彻仙妖两界，对我龙族又有大恩，坐这个位置再合适不过了。恩儿此言在理。龙女应恩见过宁先生。原来是天江娘娘。在先生面前可不敢这般自称，先生唤我应恩即可。按照辈分，应恩应该唤宁先生一声叔叔才对。怎么样，我这女儿能不能唤你一声叔叔？你都这样说了，还有不能的吗？好歹是头一次见你这个做叔叔的，不得表示。我就知道你这是给宁某下套。宁叔叔不必在意，我爹这是开玩笑的。我反正不管，我女儿可以不要，你反正不能不给，你看着办吧。怎么跟个街边地痞似的？你还光明正大的抢我龙宫宝贝呢，怎么不说？我那叫愿者上钩。抢就是抢，还说得文绉绉的。下次宁某不抢了。别啊，我巴不得你多抢几次呢。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老夫我脸皮够厚，受得起。来时也没什么准备，宁某一时手中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也不知龙女缺些什么。宁叔叔应恩不缺什么的，我爹他就是说说，可不要为难了宁先生。你瞧他那是说说吗？宁某若是不给，他只不准明日就去宁某那里讨了。待宁某想想。大哥，你说宁先生会送小妹什么东西？啊？什么？我不知道，别问我，让我做会，别跟我说话。老龙王的确是脸皮够厚的。是啊，估计也只有他敢这么跟宁先生说话了。先生如今的道行可是在老龙王之上了。当初之时，恐怕先生还有些敌不过，但如今可就说不定了。应该是了，如今的宁先生让我都觉得有些看不透，尤其是在神面上，我甚至不敢动一个念头。你我左右门神，看得清先生才怪呢。怎么还是门神？不好吗？若是宁先生的门神的话，其实也不错。我就乐意你这点，扯上先生就不会跟我斗嘴。那我真谢谢你了。宁某有主意了，可得拿个像样的东西出来，不然我回头可上门找你要去了。你再叨叨可就没有了。我不说了就是了。宁叔叔，龙女如今是天江娘娘，想来是受百姓香火沐浴，见那香火已尽修为，对否？正是如此，
香火之力可使灵台清净，念头通顺。早年间，宁某曾与一位城隍探讨过香火神道，那时便受过些许启发。这香火神道本是鬼神所属，后来有了在世神庙，就如龙君一般视为水神，而受万民香火，庇佑风调雨顺。但这香火一到，宁某却有非同见解。你且俯身听到。明日暮时来一趟流云关，届时宁某将法门交于你。先生说的可是真的？见过了，你便知道了。你宁叔叔与你说了些什么？是一场大造化。小妹，究竟是什么啊？其实我也不清楚，得看明日。明日？是个不得了的东西。算是吧。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宁某能送你瞧不起的东西吗？放心便是。今日是你坑宁某，你等着下一次吧。到时候但凡是宁某有事，我都找你。看样子这不是送礼啊，恐怕是要欠你一个大人情了。喝酒喝酒。宁先生呢？宁先生跟老龙王出去了，估计是上哪里游玩了。你怎么知道？那我们呢？该怎么办？难不成就走了？要走，你俩还是快些回去吧，不然宁先生怪罪下来可不好。没事吗？这别问我啊。不过若是多留一会的话，想来是没什么事，先生不会说什么的。得了得了，你俩要走就快走吧。你这话我算是明白过来了，你这是赶着我走是吧？你这是什么话？我这是担心你们挨骂罢了。我偏不走了。我也是欲得到。我不仅不走了，而且你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走。你光是走在路上都足够引人注目了。藏不住，我性子是如此。几年没在人间走动，倒是热闹了不少。大乡的管理相比起景时要完善许多，商户也逐渐兴起，热闹了许多。不过10余年间便能有这般样子，可见这新上位的人皇也是有些本事的。如今的人皇的确非比寻常。宁先生见过那人皇了？见过一面。竟能让宁先生这般评价，我倒是时常听说此人乃是一位暴君，这样看来恐怕也不全面，说的我都想见一见了。杀伐果断是不假，但是杀心太重了。所谓有得亦会有失，大乡在铁律之下的确安稳了许多，但这也仅限于北地，往南而去叛军四起，就景之人居于此地，已成气候，到最后终将会出大乱。原来是这样，所以宁先生看中其哪里了呢？偶尔的一桩事情吧。当年他曾到过流云观，起初以为宁某只是个骗子，到后来却是幡然醒悟。竟有此事，他莫非是跪下来求了宁先生？并没有。他不曾跪我，也不曾求我，在明白过后便跑下了山去，骑上一匹快马，便再也没回过头了。后来呢？后来就不曾回来？不曾。他之志向在于天下一统，所谓长生，只会乱其心念。陛下，陛下。难怪宁先生会这般看得起此人，的确是大义力之辈。能否成事，全看他自己。天下真会一统。如今两座天下外加旧时之人，三方之事毫无章法，会是如何结果，谁又说得清楚呢？咱们就只是一介看客罢了。且看造化了，画舫楼阁，人间烟火，倒是个不错的去处。宁先生意下如何？你好这一口，总是要赏些景的嘛。宁某听听取便是。宁先生不懂享受，喝茶钓鱼跟喝酒听曲二者之间有天壤之别吗？这样一说，倒是感觉没差多少了，都是为了取乐。宁先生以为何时鱼儿能上钩？那可说不准，他若是愿上来，下一刻或许就上来了。话说，宁先生到底赠了应恩什么？与香火神道有关，龙君不妨猜一猜。其实早年间我便觉得那香火一道有些不太对劲。我这数百年受万民香火，积攒了不知多少香火之力，越是多起来，越是觉得这香火之力实在鸡肋。但这天地自有规律可言，绝不可能出现这般无用之物。宁先生应该是看出来了那香火一道的其他用途了吧？龙君一猜便准。还真是。那这香火一道与我可有用途？对于如今的你而言，用处不大。不合此道。正是，唯有龙女走这条路再合适不过了。不一般。若是这香火神道的事传出去的话，恐怕是要起大乱子了。难怪你要避开说。此法不会广传。会不会有些麻烦？香火由外往内，旁人看不出来，放心便是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可心疼的打紧。跑了。你也不行啊。要不然龙君来试试。我定不会输，哈哈哈。这鱼当真不识抬举。哎，怎么能耍赖呢？定是这壶有问题。有何问题？现在还不知，待我将这座壶翻过来便知道了。不是，等。怎么回事？
怎么了？怎么了？宁先生觉得如何？龙君实在厉害，宁某佩服。这鱼怕是老了些，我还说钓上来给宁先生打打牙祭。这条青鱼怕是已经有了些许灵智，如果再有个110余年，或许就可化形成妖。还真是如此。咦，这条青鱼似乎是借的人间情欲修行，若是化而为妖，怕是会走上奇道。尚且还未走上歧途，还能改正，倒不如给他一个机会。宁某有一道剑令已入你识海，往后若行恶事，那就莫怪宁某了。跑得还挺快，宁先生真的下了一道剑令吗？龙君觉得呢？论起阴谋诡计，我可比不得宁先生。怎么是阴谋诡计呢？明明是阳谋才对。哈哈哈哈哈！才，这就要回去了，江海大宴可还有3日呢。龙君也知道的，宁某一向不太喜欢热闹。也罢，回头闲时我便去那流云关寻你。今日来，同有一事想问一问龙君。且问便是。不知龙君可曾听说过一尊唤作阿蛮的蛟龙？当然，也有可能是真龙。阿蛮，唤作阿蛮的龙族，我倒是从未听说过。不过之后倒是可以给你打听打听。那就多谢龙君了，也不是什么很要紧的事情，龙君留意一下就好了。好，宁某便不多留了，待下次再来拜访龙君。东林坊，也不知那幻妖如今怎样了。来了，黄山拜见。宁某就是路过来瞧瞧，不必如此。先生里边请。只有你了吗？当年先生走后没几年，老爷子便撒手人寰了。如今这院子也就只有我在打点。这样吗？按理说当时你就该走的，为何还留在这里？我也不怕先生笑话，我其实把这当家了。虽然老爷子不在了，不会觉得无趣吗？有时候会，不过这东林坊不大不小，总是会有说得上话的人的。先生喝茶。多谢了。先生觉得这茶如何？还不错。是吗？先生当真觉得还不错？怎么，这茶莫非是你自己弄的？当年跟老爷子学了些检茶炒茶的手艺，后来又听房里的几位先生说，当年老爷子炒的茶滋味记忆犹新，我便想着试上一试，往后便在房中开个茶水铺子。若是这般，宁某应当实话实说才对。先生请讲。这茶苦涩，越是苦味浓郁的茶，回甘之味便越是明显，但这茶回甘并不明显，甚至于没有，还有一些焦糊味。宁某瞧了一眼茶叶，这茶叶还未入锅之前，定然是极嫩的茶，显然是炒茶的时候火候太大，或是不稳才导致的。多谢先生提醒，回头我再试试。慢慢来吧，等你那茶水铺子开起来，往后再来东林坊时，宁某就有地方喝茶了。黄山慢慢的也不再拘束，与宁凡聊了许多事情，他话里面最多的就是老爷子。你与他能够相遇相见，本就是一场让人觉得荒唐缘分。先生说的不差，的确是有些荒唐。老爷子剩的茶叶就只有这一些了，先生别怪我小气。多谢了。老狗黄山为妖为人，许多时候甚至他自己都有些分不清自己是妖还是人了。这东林坊数十余口人家也是在他们这一带断了香火，不过那老的一辈也算得了善终。如今的东林坊空了好些户人家，不少化为人的精怪在那家中长者离世过后便入了阴差，他们这300年岁月都将在这待着，何处都不能去。东林坊代管程黄欢见过宁先生，将这10余年间的案宗还有进账香火的册子一并拿来。宁先生，这便是近些年的案宗，一点都没有落下。这一本便是香火进账，除却施恩驱邪所余，多的我一缕都没有拿。待宁某看过便知晓了。这10余年来，共计132人亡故，多是小案，还请宁先生明鉴。都是你独自判的？有些是请教了周边几位城隍老爷，多方判下，再举重点才得的结果。先生觉得如何？尚可。虽说尚可，但可圈可点的地方也有不少。且看过来，此人乐于男女之事，常去青楼，甚至于忘乎妻女。此一方面虽品行不端，但却常做善事，功德甚多。你所判结果，将此人品行一并判了进去，削减了其功德。先生觉得不该如此。阴阳两间各有章法，你须知阴司评判之中，品行并不在其列，逐以功过而定。此人虽忘乎妻女，但却从未做过迫害良家女子之事，此一行并不算过，应属道德之列。法与德之间须分得清楚才行。法与德，近些年判过许多事情，几位城隍众说纷纭，许多时候都曾在道德与律法纠结不止。先生的意思是说，这二者应当分开。道德品行不能作为评判的证据，只可做参考。法大于情，该如此，应当如此。多谢宁先生指点。算不上指点，宁某所行也只是想为这东林坊的百姓谋福罢了。这是余下的香火，还请先生过目。这些香火我会留给东林坊下一任城隍。
是，不算好，也不算差，但愿你这300年都不会出错。不敢出错。不必送了，过些年宁某再来。先生慢走，慢慢熬吧。先生好像回来的要早些，留在那也没什么意思，倒不如回来看看书。先生，不知道说什么就别勉强，进了流云观便好好修行就是了，做你乐意的事。香火神道，福泽万事，鬼神用之，故起风波。城隍正神庇护坊间百姓，山岳正神镇守山河，阴阳之间得以贯通。后有蛟龙走水，化而为龙，成人道龙君水神。可见香火一道，为神位而行，却非牢笼，亦非小道，乃大道也。一笔一笔写下，似有风波顿起。天地雷劫。这般天威凝聚，恐怕是一件不得了的东西要出现了。宁先生到底在做什么？天地之正神，源于天道，源于万灵，源于山河，相通三界，直抵大道。以正神之位，香火之灵，以窥视天地。先生，你且去吧，顺便护着些秋月坊的百姓，免生变故。先生务必小心。宣哪吒三太子，江口二郎真君，明灵之子雷震子，道门八仙。劳烦诸位为宁某护道。列位先生护道。这般阵势非同小可，近千年之间唯有几次，其中有一便是蛟龙走水化龙，乃是天大的造化。如今这般雷劫，却是比那蛟龙渡劫还要厉害不知多少倍。诸位有劳了，接下来交给宁某便是。且来。一见寒山雪，似眨眼之间，人间入冬。一气之力碎天地雷劫，这般道行，当真还在仙人之列？声势倒是挺大的。这般大动静，到底是个闲不下来的人。爹，那个方向，莫非是流云观？正是，你宁叔叔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就做一件天大的事。宁先生的道行，那香火一道，竟真的能。应恩此一刻才算是明白了神通广大这4个字的含义。先生，你们回来的这么早，江海大宴不是还有几日吗？我发现不对，立马就赶回来了。方才那雷劫跟先生无关，是别的地方的。是吗？既是无事，便不打搅宁先生了。不是吗？哎，走了。先生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管他是还是不是，只要宁先生说不是，那就不是。这一眨眼从夏入冬，怎么说得过去啊？不都说瑞雪兆丰年吗？反正就当是吉兆了。5月飘雪，兆丰年，几月不都一样吗？反正没差多少。扫了3年山，觉得如何？回先生，都还好。平日李莫公子也会和我说些闲话，不会觉得无聊。那官府克扣你的银两可如数归还了。在这件事，宁某可不曾帮上半点忙。那是。你可还记得当初赠其青桔的人？是他帮了我。不错，但其实这件事也是个顺水人情，他早便有整改地方官员的想法了，只是正好而已。张小六听后舒了口气，他自觉已经没有脸面再欠先生的情分了，多一分于他而言都是一种深入心底的愧疚。还是那个秋月酿，今日便不喝茶了，便是这一坛子酒，如何？那就喝酒。在与先生喝酒的时候，张小六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看着那酒杯，又看了一眼说话和煦的先生，好似什么都没有变，但又好似什么都变了。在某个回眸的瞬间，张小六想起了许多的往事，想起了当初被老掌柜从大雪夜里捡回来，想起了当初先生为他解围，想起了当年老掌柜让他走进祠堂磕头的时候，想起了那一日跪在先生面前为儿求一道仙缘。不知多少岁月，他低头看着那平静的酒杯，好像如今的他丢了些什么东西。当年他也是那个在坊间树下玩乐的孩童，一眨眼便回不去了。张小六没有喝醉，
带着几分清醒下了山。走的时候，拿着那扫把将那山门的积雪一并都扫了干净。他清楚地明白，自己不是那个伙计，也不再是那个小二了。有些事情没有回转的余地。小六走后，宁凡先是去拜祭了玄黄，这是他在此地100年之间唯一认为得道的人。他并不是个乐意唠叨的人，只是坐着陪了几杯，随即便下了山去，来到了张武帝墓前。他一样倒了酒，想着那无数人非，好似并没有经过许多岁月，但一切都物是人非了。玄黄道人去了，张武帝也去了，张小六也不复当初，不再是那个无话不谈的故友了。宁凡好似明白了赵玉清当初之时对他的恨意，或许等桃儿成婚过后，自己也可以出去走走了。宁凡大灌了几口酒，倒在张武帝的墓前睡了过去。他想到处走一走，仅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一个所谓的姐。宁凡害怕有朝一日自己真的会对这人世间的红尘不再执着，他宁愿一睡不醒，也不愿麻木于世。待到宁凡醒来之时，周围依旧是一片空寂，唯有那墓碑陪在身旁。他应当感到落寞，但这样的事宁凡却早已习以为常了。除了醒来之时，他始终都是独自一人。先生回来了。你俩站在这干嘛？外边凉快，还是早些歇息吧。明日有媒人上山来送帖，走时记得送些喜银，莫要让人说了闲话。明日吗？先生放心，包在我身上。宁先生让你送喜银，你可别送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要不然丢的可是陶姑娘的脸。不就是原子吗？我多的是。我对原子没有兴趣。就没有铜币之类的吗？金子不行吗？当然不行，送这么多金子不是自找麻烦吗？喜银有个几文10几文就足够了。几百几千两黄金我有，几10文铜币没有就去换啊。也是啊。这一次墨渊倒是听话了，说起陶姑娘的婚事，他也是一点都不马虎，连夜去换了铜币，足足2大箱。你换这么多干嘛？起初是打算找个当铺换的，结果人根本换不开，我就找了几个山头，劫了几家山贼。第二天的时候，媒人赶着清早的来了，随行的还有10余人，多是一些乡里乡亲，抬着聘礼便来了。而墨渊倒也没闲着，搬了2箱子铜钱出来过后，便让台里的众人随便拿。离开的时候，众人无一例外都是口袋鼓鼓的，一不好几时声响，藏都藏不住，比台里都还累些。陶的目光透过窗户往外瞧着，她就似寻常女子一般，脸上带着羞涩。待到那媒人与随行的人走后，她便急匆匆地跑了出来，追着先生要瞧一瞧那喜帖。瞧见那喜帖上的名字时，他又会莫名的傻笑，像是失了神一般。那般心绪，大抵也只有他才明白。好了好了，别看了，要是现在都这样，到了成婚那一天，也不知要犯什么糊涂呢。先生，我……陶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脸红透了半边，害羞的躲回了屋子里。宁凡瞧着他那模样，一时也有些愣神。他也是头一次觉得陶似是长成了大姑娘，而自己反倒像是个老父亲似的，这般感觉一时奇妙。到了日暮的时候，刘云观来了客人，小女见过莫龙，可是来拜访先生的。您叔叔让我今日暮时前来。去吧。小女见过胡尊，不知胡尊为何在此？我吗？看门。啊？龙女且去吧，先生在后院凉亭看书。多谢胡尊。来了，不必客气。龙君没有来，江海大宴还未结束，父亲被几位妖王缠着喝酒，没法脱身。可惜了。您叔叔是有什么事吗？英儿可以代为传话。一会儿再说吧。您叔叔，这是先前与你说起的香火神道，倒是费了些功夫，不过好在是写下来了。香火化龙，竟真的可行。不过此法亦有缺陷，香火一道从始至终都依附于民间信奉的香火之力，若行此道，便如正神一般与民心相连。香火自有鼎盛之时，但这也与人间岁月之中的格局有关。此道相辅相成，至鼎盛时，或有壁垒在前。您叔叔，英恩不能要，并非是英恩有嫌，而是这份礼实在是太重了。龙君可是不顾脸面才开口的，龙女也不必担心什么，这也不是什么大礼，没什么受不起的。您叔叔，此法若是落于我身，恐是大材小用了，应另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才是。英恩还差些火候。你若不收下，你爹不知要唠叨我多久。再者说，宁某可是费了好一番力气呢。此道虽不能让你达到你父亲那般地步，但化龙雀宁某却可以向你保证。宁某且问你，若是让你行此香火，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自然是愿意的，只是愿意就好。叔叔赐法之恩，英儿没齿难忘。此法莫要外传，否则必起风波。你须铭记于心，甚至于连你爹也不行。还有遗物，还请龙女顺便带回给龙君。下月初2，冠中桃大婚，
请龙君前来吃酒。另外劳烦龙女帮宁某转告一声，若是到时候理清了，宁某拿他试问。竟是这般，难怪他会说是对我无用之物。得此道变得大道，直抵真龙。哎呀，爹，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我当然知道是好事，原本是理，这下可好，反倒是我欠了他人情了。他的人情可太难还了。对了，爹，宁叔叔还让我将这个转交给你。桃儿，童之幻，6月初2，大喜。桃儿是那棵桃树吧？不过这童之幻竟是个凡人。凡人？此前在流云关就曾见过一面，是凡人不假。不过此人却得过宁先生指点，医术了得。这样吗？爹爹不是发愁怎么还宁叔叔的人情吗？宁叔叔当时还说了一句话。什么话？他说让爹爹你备好礼，礼若是轻了，宁叔叔要拿你试问。哈哈哈哈！好你个宁凡，真是不要脸，真不要脸啊！去哪发请帖，还非得带上我？总要多请些人来撑场子嘛，这不是你说的吗？所以呢？咱们先去清渊云府。你怎么总不干些好事呢？什么话，说的像是我坏事做尽一样。你不是？当然不是。你就是。我不是。你是不是有病？你没病。捏嘛。墨渊可不是说的，他特意去了一趟清渊云府，然后又去了一趟天机山，找了那个叫做吕善的小道长。你要是真厉害，那就去云府岛。那是呢。赵玉清的道场。不请他，我跟他有仇。什么仇？当年走水，就是他将我拦在了溪桥下，要不是先生，我或许都被斩去祭剑了。还有这一档子事，你与我说说他是怎么欺负你的，我有点想听。呵呵，老子真想把你挂树上，然后拿鞭子抽3天3夜。某些人一说起伤心事就急不可耐了。捏嘛。懒得跟你吵。对了，上次我可是救了这姓赵的一命呢，他还没还呢。人皇。这我就不去了。你要是不怕沾上因果，你就去。我孑然一身，有什么怕的？当年就该斩草除根。王上，6月初2，桃儿姑娘和童之幻大婚，人可以不到，但礼一定得到。退朝。怎么回事？怎么退朝了？不知道啊，王上这是怎么了？童之幻，此人不就是当年被桃花剑仙救走的旧景余孽吗？桃姑娘一直在道观里等到了6月初2。6月初2这一天，她穿上了一身红装，披上了盖头。先生，我有些……别怕，一路上我与他们都会在的。新郎官上门的时辰定在了正午，所以说时候其实还早。然而在早间的时候，道观便来了客人。墨渊，我来了。这小姑娘是谁？你什么时候生了个女儿？你乱吃翔，我哪来女儿？那个，宁先生回来了吗？没回来。那里面还有酒吗？就那个邱什么酿，有没有啊？有，你去吧。到时候先生回来我就说是你偷的。到时候的事，到时候再说喽。云香见过莫大哥，见过胡大哥。云姑娘真是越发漂亮了，先生就在后院，快请去吧。先生对待云姑娘可不同于寻常女子，或许也不是毫无可能。我自然是知道的。我自然是知道的。真装。宁先生，许久不见。宁先生方才在看什么书？天格造物，闲书罢了。格物？正是。纵观古今的造物，几乎都在这本书中，可见古人之智慧。云香听坊间的许多书生常说，格物乃是无用之道，如今见来，恐怕并非如此。格物一学非同小可，若是枉重了说，甚至能改一国之运，可不要小瞧了才是。改一国之运，竟有如此之作用？若至最盛，许多神仙术法，甚至都不如这格物之术。所谓格物，便是推究事物之理，比如水为何由高往低，世间为何会有昼夜交替，明月为何又会阴晴圆缺，其实这些都是有原因的。格物能找到一切的原因吗？大多数都能。先生，那若是爱慕之情，可能找到原因？人之情愫最为复杂，恐怕是难求解释。这样吗？人非物，故难解。而这情字，无爱的先生，云香不懂格物，所以想来也不需要找出什么原因来。怎么还不来？快了。她这么小就贪酒喝，你不好好教教她。我不是我女儿。我又没说是，你着什么急？
捏吗？我的了。你还我！你还我！还我！还我！我就不还你。我讨厌你！你不是好人！你抢我的酒！你长不高！你睡觉尿床上！得了，你快去哄哄吧，一会迎亲的队伍来了，可是要丢人的。我真想捏扁他。那你捏呗。为什么没有之前的大？你要不要？不要我就捏扁你。哄孩子都不会。你再狗叫，我连你一块捏了。呵呵。怎么哄啊？我不懂，别问我。接亲的队伍来了，你可要抓紧了。我知道。你怎么才能不哭？我要坐你肩上，可不可以？你说什么？好。大黑马，你怎么不会走路？我会吃鱼。先生，他来了是吗？上山了。能摘盖头吗？繁所里说，这盖头若是提前揭下来，可是不吉利的。不过你若是想看，倒是可以悄悄掀起看看。还是不了吧。桃姑娘莫怕，有我跟先生在这呢。接亲的队伍停在了山脚下，童之焕独自一人走上了山。桃姑娘，你还留着呢？因为这是你送的。桃姑娘笑什么？呆子。真好。先生，快去吧，别误了时辰。先生，桃去了。愿白头相守，不负如来。童之焕搀扶着桃，朝着关外走去。多年相濡以沫，终得喜结良缘。先生何时下山去？拜堂的时候，应当是给先生留了位置的吧？一会儿便过去，只是去之前还需准备些东西。云姑娘，我们走吧。爹，先生还没来吗？应该快到了吧。宁先生您来了，快请快请。有些小事耽搁了一下，应该没有太差时辰吧？不差不差，正是好时辰。今承红叶之盟，喜结良缘，一拜天地。怎么了？还真是被说中了。桃姑娘若是败下去，恐怕这厄运就要落身了。桃儿估计也感觉到了。桃姑娘，紧握此节，万事可解。一拜天地。阴云之中的一缕天地厄运在此刻落了下来，却不曾想那一缕天地厄运还未进堂，便被一粒阴元之气挡在了堂外。是先生。挡是挡下了，不过却还没散去，不如你我将其截下。咱们还是别去碰为好。先生既然出手，定然会了却后事。那是什么？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喂，吐出来，快吐出来！好难吃，真的好难吃！快吐出来啊！那缕天地厄运被他吞了，还不快来帮忙？没用的，那可不是吃的，吞下去可就吐不出来了。真难吃，真难吃啊！看他这样子，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事。回头让先生瞧瞧吧。你似乎也并没有很讨厌这鱼妖，反倒还挺关心他的。关你鸟事！马上开席了，还是先带进去吧。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他没事吧？应该问题不大。李成，夫人，郎君，好啊，真好啊！新人敬茶。童之焕与桃上前，分别给长辈敬上茶水，饮下茶水，此礼即成。堂中欢庆，恭喜之声不断。他们这一人一妖能走到如今这般地步，说来还是让人有些羡慕。童医师，见过道长。唤小道长即可。小道奉师傅之命前来贺喜，此为贺礼，还请童医师小心收下。不知小道长从何处而来？我与小道长的师傅可是有故交。宁先生与我师傅有救，童医师亦得先生指点，那便也可以算作是你我有救。承蒙道长看得起，还请道长落座。今日宴席虽说粗糙了些，但滋味也还算可口。不了，小道还有要事在身，便不多留了。道长，童医师回见，不必相送。可是童之焕，童医师，正是在下，不知
云某自清渊而来，特为童医师贺喜，也不知童医师喜好如何，思来想去，便寻得一些古方医术。此玉佩乃是纳物之器，里面的书有些多，童医师还是事后再看的比较好。谢过云兄。那云某便不多打扰了。童医师若是往后到了清渊，云某定当好生招待。啊，云兄既是来了，何不坐下喝些酒水？不碍事的。不了，我就不多留了，家中还有一些事，告辞。幸好是没碰上。哟，这位小兄弟很是面熟啊！你瞧你跑都跑这么快了，怎么还停下歇一脚？不然我还真追不到你。云某，大姐，功德法器、灵石丹药全都拿出来。谁惹你了？碰上个老熟人，可惜没能抢到多少东西。可是童医师府上还真来了。草民童之患，见过大监，不知大监千里迢迢有失远迎。童医师客气了，咱家此番前来是有要事在身，不知是何要事？秋月访童之患接旨，童医师还不跪下接旨？敢问大监，这圣旨上是喜还是忧？自然是喜，天大的喜事，童医师放心便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秋月访童之患，行天下医，救人无数，医术无双，功德无量。着即册封为正二品正奉上太医，赐古今正真一副。其妻桃儿，书甚性诚，勤勉柔顺，雍和翠纯，性心温良，克贤内则，书得含章。着即册封郡夫人，赐号桃花，另赐如意宝钗一对，送子观音一副。钦此。草民接旨。童太医快请起吧，至于令夫人便不必接旨了。另外童太医不必去往京城任职，此后行走自由，无人可强求于你。这谢王上之恩。咱家一介阉人就步入席了，此番恭喜童医师喜结良缘娶的贤妻，咱家还需回去复命，便不多留了。恭送大监。先生，童大哥莫不是与襄王有些交情，有些仇怨啊？那这又是？回头你去问问墨渊便明白了，应是那赵真不得不赏。这样吗？今日应该还有一份礼，但愿不要弄出太大的阵仗。还有一份礼？应当是厚礼。好热闹啊！宁叔叔，我爹他今日有些琐事在身，所以让我代为前来，望先生莫要介怀。他不会是拿不出合适的礼，所以才让你代为前来的吧？我猜是的。所以是送了些什么？我爹说让我先交给宁叔叔你，一份转交给童医师，一份转交给桃儿姑娘。还不让人看？宁叔叔想看的话，现在便可以打开。还是不了，又不是给宁某的。待回头他们开了这锦盒，宁某再去问问，瞧瞧是不是宁某亏了。不过说起来，这可不像是龙君的性格啊，往日里他都是排场极大的嘛。想来是这盒子里的东西不易声张吧？是这样吗？应恩送完礼，与宁凡闲聊两句便离去了。云香这才开口问道：先生，方才那位女子，你说她啊？我跟她父亲有些交情。先生这位侄女的模样，瞧着好生眼熟，好似在哪里见过一般。你有印象？像是天江娘娘，就是那位通天江的水神娘娘。她就是那位天江娘娘啊？她爹便是那龙君。往后有机会记得去那龙君庙里拜一拜，上3炷香，顺便跟那老龙讨些好处。先生，这怎么能行？虽说这也是玩笑话，但若是真是遇上了事情，倒是可以一试。云香记住了。天色逐渐暗淡下来，下午时宾客散去了许多，但仍有几家亲近之人要留至半夜。先生，这是龙君之礼。龙君今日莫非也来了？他有别的事，故而让宁某代交于你。宁某也很好奇他会送些什么，不妨打开看看。先生，这人间风雨雨，天干则见雨，水洪起则退。龙君敕曰：往后300年，必又秋月，天不干旱，水不起洪，以此文书为证。这老龙王，我还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这般岂不是宁某亏了？先生，这文书所写可是真的？龙君亲笔，不会有假。300年无旱无洪，实乃造福万民。宁先生若见了龙君，劳烦先生带我秋月坊的百姓谢过龙君大恩。酒醒些了便去忙吧，记得早些回去，别让人等着急了。童大哥倒是还跟往年一样，他有赤子之心。原本堂哥今日也要来的，只是近来生意事忙，没能空闲，不然早便来寻童大哥了。唐府的生意到了何种地步了？西南之地，为首几家之中，唐家占了一位。这一路走下来也是不易。成了婚过后，堂哥就稳重了许多。
许多事的决策上，老爷都不如堂哥。是这样吗？云香只是偶尔出主意罢了，多数事情都轮不到我这个女子插嘴的。往后些许岁月，恐怕生意会有些难做，还是尽量少掺和的好。云香听先生的。夫人等到这会不会怪我？同志换在，不对，陶姑娘应该唤我郎君才对，得重新喊。你不挑盖头，还要我喊你郎君？啊，对，是我的错，我这就来。夫君，夫人。本是青灯不归客，却因浊酒恋风尘。宁凡没等到酒席结束，独自一人来到了那当初的西桥酒肆。说起来，自从酒肆里的酒变了味之后，宁凡已经好几年没来过这个地方了。小二，一壶秋月酿。客人，今个恐怕有些不巧，打烊了，不然您明日再来。宁先生，似乎也还没有关门。宁某坐下，喝点酒可否？自然可以，快去给先生上酒来。宁先生好些年没来了吧？说来，宁某也没料到费掌柜还记得宁某。先生没变，10多年了，一点没变。这样吗？费某有件事一直不解，当年从张掌柜手中接过酒楼时，便说要留一坛子酒给一位先生。宁先生，你起出来的时候并未道明，但张掌柜所说的先生，应当就是宁先生你吧？费掌柜何以见得？直觉，的确是宁某。当年之时，宁某与张掌柜有些旧情，情在于酒，他便一直给我留着。果然如此啊！多年前张掌柜归来，又与我提起了宁先生你，他口中之言语无一是敬重，但却从未有说原因。费掌柜若是有什么事的话，不妨直言。费某想请教先生一件事情，这世上是否真有长生仙法？先生也莫怪我说话直，人这一辈子不解的事情太多了，若是一直犹豫不决，问不出来，到死都不知道答案，那恐怕才是最痛苦的。这家酒楼还是一间老旧的酒肆的时候，也有一个人似费掌柜一般说过一样的话。张掌柜是已故之人了。掌柜问那长生之法，若是宁某答没有呢？那先生又是为何呢？宁某不曾长生，只是相比起来，睡得比常人要久得多罢了。所以说，那长生之法的确是没有吗？费掌柜欲求长生，想又不想，一来是自以为没这缘分，二来早年时知晓人之寿有限，那时便怕活不够，但后来又过几十年，已至垂暮，才晓得活太久也不是好事。我也愈发对这世间不再抱有什么期盼，但若是说有这机会的话，费某自然还是愿意一试的，或许往后还能见到更为广袤的天地呢。若是到最后亦会绝望呢？相比起苦难而言，无所作为应当才是最痛苦的吧。可惜宁某这里没有。无碍的，费某还可以再等些年，说不定往后先生便会有了。费掌柜若是愿意等，那便等吧。喝完了这杯酒，他也要走了，大概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回来。宁凡离开酒楼过后，便去了一趟城隍庙。宁先生有些年没回来了吧？老城隍这些年想来过得不错，那还是得多谢先生当年指点。如今茂某心无旁骛，洒脱了许多。不瞒老城隍，宁某此番前来是想请老城隍帮宁某一桩事情。宁先生请讲。宁某恐怕随后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回流云关了，到时候还望老城隍代为转告他们一声。另有一桩事，关乎流云关的传承，宁某算到不久之后会有1人再开流云关门，到时候还望老城隍照拂一二。宁先生要走很久吗？不妨寻处茶楼坐下慢慢聊。也好。记得上次与先生这样坐着，还是好多年前了。是有些久了，30年。不瞒先生，那时小神我想着能与先生聊上几句，便是想着能在先生身上有所得，望那仙人指路。老城隍这样倒是让宁某有些不适应，宁某也不是不回来了。是，我也是想着此番将这些话都给说了，也算了结一番心事。宁某可从未觉得老城隍你如何，这来都是视为好友。先生从不曾看不起我这般小城隍，对于小神而已这样莫大的尊重是难得可求的。起初时我对先生只有敬重，到了如今则是多了许多情谊，就如凡间红尘之中的人情一般，珍重远道。所谓尊重，不是应该的吗？先生不明白。宁某不明白。先生从未发觉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小神见过太多人太多事了，
这世上大多事情皆是因利而来，因利而散。但不论是事情之中的张武地童之患，还是那真龙猢狲，却从未是想着能从先生身上得到什么才跟随左右的，甚是比那长生大道还要难得。也许只有先生才能将这样一群人妖仙神都聚在一起。老城隍言重了，宁某道行微末，只是承蒙众位厚爱。先生就是谦虚，像先生你这样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缺少朋友的。小神如今也算是明白为何天上仙人皆惧人间红尘，唯独先生不惧了。先生应当就是为这天地红尘而生的，也只有先生不为长生，只为红尘。那一天，老城隍说了许多的话，从黄昏讲到了天黑，这才有了罢休。老城隍为人圆滑，许多时候其实都不真诚，但也偶尔似是有些病症一般，要去说一些夸大的话语，但或许他自己并不觉得夸大。宁凡分不清老城隍到底是恭维还是真心实语，他也不想去猜。在那夜色之下，宁凡迈着步子走上了官道。路漫漫，风渐渐，欲盖弥彰，求得逍遥自在。宁凡走在路上，他寻不到方向，索性便往着那明月之处走去。那个像家一般的地方，说不定过不久便要换个主人了。不过无碍，许多年后他也还会回来的。在那夜色之下，那白衣先生的身影渐行渐远，不知要走向何地。老城隍在与宁凡分别之后，将宁凡交代的事转达给了墨渊。第二天清早的时候，墨渊便带着城隍离开了流云观。先生不回来了？要回来，只是要等一段时日。其实流云观本就不是先生的，先生只是借住罢了。如今算是物归原主，等他再一次空下来，先生就回来了，我们也就能回来了。那先生呢？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记得大哥跟你说的吗？这世上没有闭关苦修出世就可不惧世道的存在。先生不会跟着我们，接下来的一段路只有我和你。还有我。你不跟着云姑娘回去，跟着我做什么？我被赶出来了，我无家可归了。干我何事？我也不认识别人了呀，你行行好吧，路上带着我，我能吃啊！不，我吃的少，不对，我会自己找吃的。不行，求求了，大哥，不然就带上他吧。你就是太天真了，难怪之前会遭受这么多罪。我听说锦鲤红鱼可见好运。对，见好运，见好运。你要乐意带着你就带着吧。好耶！你高兴得太早了。我会很什么？很乖。你说的。你要是再喝一滴酒，我就把你吞了。先生骗人，先生之前说的这里永远都是我的家，可一转过头来却就不是了。先生走了，这次怕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他们都在骗我，会回来的，或许一眨眼，先生就回来了，很快了，很快。他说不上任何，先生有自己的选择。这一山一关，终究只是先生歇脚的地方。童之焕轻声一叹，不再言语。待桃儿逐渐安稳之后，便随童之焕下了山去。但在后来，桃儿却是每日都会来此。他如许多年前一般，清扫着道观的落叶，从不曾间断。先生下山去了吗？莫公子呢？也下山了？这样吗？这一次会走很久？先生说会走很久。对于我而言，是不是可以认为先生不回来了？或许是吧。不见也好。其实你明日就可以不用来了。张小六没有回答，只是自顾自地清扫着那山上的石阶。他还会来的，如往常一般。